我明明是一宗之主，可宗门上下却都想杀我，只因我整天啥事不干，就跪舔自家小师妹，舔到沦为整个修仙界的笑柄。可他们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完成师尊的遗愿。此刻我瘫坐在宝座上，叹息着自言自语，就连最后一天也不放过我。明日便是5年期限的结束，那个我身不由己扮演的舔狗角色，终于可以摘除。然而偏偏在这最后一天，还要给他办一个欢迎仪式。当舔狗这事，得从我穿越那会说起。我原本是一个普通打工人，某天醒来就来到了修仙界。当时我面前正上演着托孤的情景，原身的师尊因为修炼走火入魔，时日无多，要将宗主之位传给我，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保护好我那个名叫苏乖乖的师妹，只要不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我都得答应她。与此同时，一个声音在我脑海里响起：系统载入条件触发，请宿主做出选择，拒绝请求，系统绑定失败，接受请求，系统绑定成功，并且奖励介于最强修为。作为穿越者，哪能不知道系统是什么？果断选择接受。5年时间而已，加上这个师妹的名字听起来就很乖巧，肯定容易照顾。5年后我就能无敌，到时候天高任鸟飞。就这样托孤结束，系统绑定完成，我也没办法，只能先成为宗主，送走了师尊，然后见到自己的师妹苏乖乖。这时我才意识到事情不简单，骄横、野蛮、歹毒、不讲武德等等缺点，居然能凝聚在一个人身上。那所谓的不伤天害理的请求，简直不要太多。短短5年，我把前身积攒多年的资源用光了，还耗费了10年修为给他传功。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奇葩请求，为了无上修为，我都忍了下来。于是，在所谓的照顾和几乎无条件的帮忙下，在别人眼里，我成了一个舔狗，也慢慢成了整个修仙界的笑柄，被宗门的长老和弟子当成耻辱。但是我并不在乎，因为等到5年期限结束，我就能找回自己的尊严。我几乎是算着时间过日子，眨眼间就到了最后一天。原本高兴的以为可以摆脱舔狗的身份，没想到师妹苏乖乖突然传音回来，说明天要带一个尊贵的客人回来，让我给他们举行欢迎仪式。我看了看四周，确定没有人，从身后摸出了一本发黄的簿子，眯着眼睛把自己这次做的事情也写在了上面。序号是250，过了今天，拿了我的给我还回来，吃了我的都给我吐出来。第二天一大早，全宗聚集在一起，就连火灶房的弟子也被拉到山门前，我也从主峰上空飞落到山门前，站在虚空之中。然而全宗弟子看到我时，他们的表情整齐一致地流露出厌恶和鄙视，但我却毫不在意。一股恐怖的能量突然涌入我的身体，只是持续了1秒，我似乎能与这片天空融为一体。这难道是可以直接飞升？系统界域最强修为在凡间是最强，还是仙界也是一样？宿主所在界域分为凡间、仙界和神界。我愕然，也就是说，现在即使我在神界也是最强。就在我兴奋之际，2道人影突然从虚空中闪现而出。师妹回来了，她微微上扬的嘴角透露出自信和优雅，而另一个男人看起来20多岁，此刻也在微笑着，却有一种憨厚的感觉。两人眨眼间飞进我身前，我的目光全都集中在魁梧男子身上。在我修为大幅提升之后，此刻我看到的一切都变得格外清晰，甚至连对方的修为都能一清二楚。那是渡劫巅峰的修为，比我原来的修为还要强大。我原本只是渡劫初期修为，陈长安，这是我的5师兄。苏乖乖得意地介绍着魁梧男子。很久以前，他就开始直呼我的名字，一句师兄都没叫过。渡劫1层的修为，魁梧男子暗自嘀咕了一声，然后正视道：“阁下就是乖乖以前的师兄吗？”我听着苏乖乖两人的话，表情开始有点玩味起来。苏乖乖这是出去一趟，傍上大腿了呀，那可太好了。看来师妹你在外面另寻了师尊了，那太好了，往后你一定要在你师尊那里好好修炼。我有种解脱的感觉。这话听起来挺正常的，但认真推敲一下，会发现有点阴阳怪气。苏乖乖听到这话，嘴角翘起得更高，果然和他想的一样，不管他做什么，我只会支持。他此行回来就是要脱离师门，因为他已经另拜了一个师门，新的师尊实力强的可怕。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师尊从我身上挖掘出了隐藏的圣体，这圣体和5师兄的圣体十分契合，我今后要和5师兄双修，你不会有意见吧？苏乖乖淡漠地看着我，然后转向魁梧男子，露出甜蜜的笑容。他料想我肯定不敢有任何意见，虽然我舔了他很多年，但除了多年前表白过一次，被拒绝后就一直保持默默付出。而且我只有渡劫1层的修为，而他的5师兄已经是渡劫巅峰，我根本不是对手。当然了，我应该会很不甘心，会说一些挽留的话，但他已经想好了如何应对。然而下一刻我的回答却出乎了他的预料，那简直不要太好了呀！我听到苏乖乖的话，那叫喜出望外啊！你丫的不仅仅是傍上了厉害的师门，还找到了下一个舔狗了。你看看这什么5师兄，那清澈中带着点愚蠢的眼神，一定很能舔啊！兄弟别怪我，你自己凑上来的，这是你的劫，我已经想好了一整套计划。苏乖乖愣住了片刻，然后不可思议地望着我问道：“你同意了？那必须同意啊！师妹啊，你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我终于算是完成了师尊的遗愿。”我话音刚落，便迅速移步到那位魁梧男子面前，紧握着他的手：“小兄弟，我看你天资出众，相貌俊美，可我师妹简直天作之合，以后我师妹就交给你了。”魁梧男子事先已被苏乖乖告知，我这人有些不讲理，说要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得用武力威慑一下。此时看着我那开心的表情，他微微睁大了眼睛：“阁下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对师妹的。”我重重拍了拍魁梧男子的手，深深地呼出一口气，舒服了。苏乖乖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眨了眨眼才回过神来，不对，他一定是装的，此刻是在强装镇定。我们不要在这里谈了，我们回宗里谈。忘了问小兄弟怎么称呼。我面带和煦的笑容，带着魁梧男子朝宗主殿飞去，还不忘挥手示意，让下方的长老和弟子们散开。然而这些长老和弟子们似乎并没有打算离开，他们心中充满了疑惑，偷偷地跟随着向宗门汇聚。回到宗主殿后，我让他坐在自己旁边。我看陆浩你年纪比我小，我就叫你全名了，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叫我一声长安哥就好。陆浩觉得很合理，于是开心地喊道：“好的，长安哥。”我满意的点点头，像是看着一位优秀的晚辈。陆浩啊，你和乖乖未来要双修，是否应该先成亲，也就是办个宴席，遵循一下传统流程？我话锋一转，露出了招牌的假笑。成亲吗？这个我可能要先问问师尊。陆浩尴尬地挠了挠头，不，师尊是师
师尊，而成亲则应该问你的家人。我相信你的师尊应该也不会管这些，他应该更在乎你的修为。我诱导道。陆浩想了想，点头如实道：师尊他对我们的感情不太关心，至于家人，我已经没有家人了。我拍了拍陆浩的肩膀说：既然你没有家人，那你们直接在我宗举办婚礼吧，我来给你们操办如何？这样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陆浩被我弄迷糊了，下意识就要点头，但很快意识到了什么，看向了苏乖乖。苏乖乖一愣一愣的，他可不想和陆浩成亲，双修可以，毕竟双修并没有名分，成亲了以后可就麻烦了，他明面上就不可以和陆浩之外的人双修了。可是他现在说不行，岂不是伤了陆浩的心？那个，在陆浩看来时，苏乖乖支支吾吾不停，我哪能不知道苏乖乖在想什么？直接插苏乖乖的嘴，不让他说话。我了解乖乖，我算是他的长兄了，长兄为父，而我师尊死前可是嘱咐我要替乖乖寻一个好人家嫁。我看陆浩你就是那好人啊，所以我做主必须成亲。我拍了拍陆浩的肩膀，笑容那叫一个灿烂。陆浩咽了咽口水，我确实是好人。好，那我们谈谈成亲的事宜。我眼中闪过一丝阴谋得逞之光，然后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在谈婚礼之前，有件事我要向你坦白，也是要向乖乖坦白。长安哥，请说。陆浩看到我表情认真严肃，也挺直了身子。5年前我师尊离世时，他老人家紧紧握住我的手，泪眼婆娑地嘱托我，让我答应他一件事，往后一辈子都要照顾好乖乖，他的任何请求都要满足。而我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所以我答应了。为此长达5年来，我对乖乖那叫一个无微不至，他要什么我就给什么，我的全部身家能给的一切都给了。听到这里，本就愣在原地的苏乖乖如遭雷击。等等，你意思是，你这5年前我只是因为我爹？我不仅大声说出这番话，还特意运用了修为，让声音直接传到宗主殿外。我知道宗门的长老和弟子们正潜藏在外面，想听到些什么？这是我在宗门内摆脱舔狗人设的好机会。陆浩眨了眨眼，他曾秘密地探听过苏乖乖和我之间的故事，这时我的话语却让他的心情变得复杂难以言表。这男人值得尊敬。我洞察到陆浩的信任，迅速展现出自己的演技，眼中闪烁着即将落泪的光芒，声情并茂地说：陆浩，我知道你也是重情重义之人，以后乖乖就拜托你了，一定要像我以前那样对他。陆浩声音洪亮地说：我一定会的。我脸上露出赞许的笑容，然后巧妙地转换话题。好了，我们继续谈成亲的事情。我们宗门在成亲方面是有一些讲究的，包括彩礼和嫁妆。陆浩点头表示理解。那么陆浩，你看，我拿出了一本发黄的簿子交给了陆浩。我这些年为乖乖付出了很多，现在几乎全部的财产都在他身上，这就是我们的嫁妆，你同意吗？陆浩拿过簿子查看，看完后他愣神地看了眼苏乖乖，然后又看了看我。这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了，陆浩，你师门一定不简单，但我觉得吧，你可能也会有什么难处。你给的彩礼也不用和嫁妆一样，随便心意就好了。我露出了一副随意的表情，但我很清楚陆浩这小子绝对是一个大院主，而且陆浩是渡劫巅峰强者，还有一个师门，这个师门肯定不简单。其实吧，以后乖乖就是你的人了，你们又是双修互相成长，那我给乖乖的岂不就是你的？你觉得呢？陆浩眨巴着清澈眼眸，觉得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行，我给的彩礼就和这个一样。我心情大好，笑着说：好，我出去宣布一下，我可不傻，我必须要宣扬出去，让陆浩不好意思反悔。说完我就飞出宗主殿，对着天空说了一阵话，声音直接传出了宗门，回荡在天地之间。搞定之后，我回到了殿内。好了，不出几天，整个修仙界都会知道陆浩是我们乖乖的夫婿。我又笑着拍了拍陆浩的肩膀，陆浩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然后他迅速把一个储物戒指交给了我。长安哥，这是我整理出来的嫁妆，你看看。我一时进入储物戒指，眼中一亮，嘿，这小子还挺富裕啊。乖乖，以后你就好好服侍陆浩。我看向苏乖乖，脸上的笑容像极了狡猾的商人。苏乖乖这时才回过神来，想说些什么，但却说不出来。师兄，我想和你单独谈谈。苏乖乖想了很久，最后只说出了这句话。我嘴角翘起，既然已经拿回了属于自己的东西，苏乖乖再怎么耍赖都没用。于是我点了点头。苏乖乖拉着我来到了殿后的休息室，皱起眉头说道：师兄，你到底在做什么？你不喜欢我了吗？听到这话，再看到苏乖乖此时居然露出一抹妩媚的表情，我只觉得鸡皮疙瘩升起。师妹，你这是作甚？我可从未喜欢过你，我只是把你当妹妹而已。你这话可别让陆浩听到了。我严肃地与苏乖乖撇清关系，我以前那般照顾你，单纯是因为师尊临终嘱托，你别胡思乱想。苏乖乖嘴角抽动，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了。她嘟着嘴巴卖萌道：师兄，我其实也不是不能陪你做些什么，你就出去让武师兄打消娶我的念头嘛，往后我就多回来陪陪你，怎么样？师妹，你再这样我可就告诉陆浩了。你也不想陆浩知道你这样吧？我表情冷漠，实则心里在冷笑。不要嘛，我知道师兄只是生气了，可我也不想的。明明人家心里有师兄的，主要是我也不想放弃大好前程，以后我的修为能够突飞猛进，甚至飞升成仙。听着苏乖乖这话，我直犯恶心。可苏乖乖似乎没看到我的脸色，继续说道：师兄，我跟你说，其实我现在的师尊可不是凡间之人，而是来自虚无缥缈的仙界。你只要帮我打消武师兄娶我的念头，和以前那样处处帮我宠我，那你还有可能依靠我去到仙界。仙界对你这种资质哪怕是上等却不达绝顶的人来说，很有可能是到达不了世界。现在我是给你机缘。前面一段话，苏乖乖还有些许恳求的意味，说到后面，她表情又开始变得桀骜自大了起来。就这还想 KTV 我？师妹，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当初那样对你，只是因为我答应了师尊，现在有一个更好的人去带你，你应该好好考虑怎么让这个人变成当初的我，其他的就不用说了。好了，我出去了。我态度很坚决，真当我想舔你？要不是舔你能拥有无敌修为，舔谁都不舔你。看着我脚步轻快往外走，苏乖乖有些气急败坏了，骂道：你会后悔的。我迅速返回陆浩的身边，依然面带灿烂的笑容，然后差徒弟前来给陆浩准备居所。我只有一个亲传弟子，穿越到这世界5年里，和我关系最好的就只有我的弟子慕容雪了。苏乖乖出现时，脸色已恢复平静，这也暴露了他深沉的心机。陆浩和苏乖乖随后离开，大殿恢复了宁静。不久，慕容雪回到了我的身边，我注意到这位徒弟见我时终于不再皱眉，徒弟过去肯定也认定我是舔狗吧。慕容雪现在看着我的表情确实变了，因为他终于知道了自己师尊当初为什么
什么那样做。他很小就成了我的亲传徒弟，他知道我为人温和谦逊有礼，一直不解我为何能为了师姑做出那么多出格的行径，原来是因为太过注重承诺和情谊。小雪吩咐下去让全宗置办婚礼，网妖修炼界所有人注意，特别说明苏乖乖要嫁的人是渡劫巅峰，不说明这一点，来的人或许不会太多。慕容雪认真的拱手，徒儿遵命。我点了点头，示意慕容雪去办事，但很快我意识到了什么，叫停了慕容雪。等等，我盯着慕容雪。自从变强后，我发现自己不仅全身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力量，还能看到以前看不到的东西。我飞落在他面前，温声说：“相信师尊，待会儿不要抵抗我的灵气。”随着我的手放在慕容雪腹部，她的脸颊顿时绯红，但很快感受到一股暖流进入她的身体。很快，她发现自己突然爆升了2个大境界，一举到达了化神期。这时，慕容雪大惊失色，我收回了手，微笑道：“我帮你觉醒了圣体，至于是什么圣体，我不懂。”是的，是圣体，冰红圣体。慕容雪脑海里无故冒出了一些圣体的传承记忆，很快了解清楚了自己的圣体。师尊，您知道我有圣体，还有圣体觉醒不是要很久吗？慕容雪不可置信，刚才我只是将手放在她腹部一下就结束。我笑道：“别问了，下去办事吧。”慕容雪深吸一口气，再次行礼后离开。等徒弟走了，我嘴角翘起，又仔细感受了一下自己浑身蕴含的恐怖实力，厉害了。之后等我洗去舔狗这个耻辱名声，就天高任鸟飞了。以后不管在凡间游历，还是去仙界，亦或者在宗门混吃等死，我都留得清白在人间。而我也想好了摘除舔狗人设的计划，大肆将苏乖乖嫁给陆浩，这是宣传出去，让整个修仙界的人都前来。到时候我在婚礼上只需要一场表演，说一下自己当初年幼把对妹妹的亲情误认为了其他感情，才有过表白仪式。当我意识到只是亲情后，开始保持距离，直到师尊临终嘱托，我将所有事情娓娓道来，并且表现出对把苏乖乖嫁出去一事非常开心的样子，相信就不会再有人怀疑了。舔狗人设也将会从我头上消失。青云宗内，一群长老再次集合了起来，是我误会宗主他了，想不到宗主是如此重情义的人。一个长老捶了自己胸口几下，一脸愧疚之色。是啊，宗主是真男人啊，换作是我面对如此流言蜚语，恐怕早就承受不住。另一个长老叹气道，在众多长老在愧疚时，大长老皱着眉头沉声道：“大家不要妄下结论，前宗主的为人我们都很了解，所以我不认为前宗主会说出这样的嘱托。”这话一过，众多长老想了想，确实有点不应该。在前宗主苦心孤诣的付出下，他们宗门才有了如今的辉煌。如此人物，临终时会让徒弟许下如此奇怪的承诺吗？大长老沉声道：“不久后，苏乖乖和陆浩就在我们宗门成婚，而我有办法弄来一块问心石，到时候婚礼上，我就用问心石来揭开他的谎言。”此时的陆浩跟师门联系后，再次来到我的宗主殿前。长安哥，我又来了。身在宗主殿的我听到这话，嘴角不由自主翘起。见到陆浩，我站了起来。是联系师门了吗？陆浩点头。婚礼需要10天后才能举行，我师尊在闭关要10天后才出来。我笑道：“没问题，只要婚礼能举行即可。还有，我有必要和长安哥你说说我师尊。”陆浩说到这里，脸上升起了一抹骄傲之色。你说？我微笑点头。其实我也好奇这个师门的情况。我师尊并不是凡间之人，也不是仙界之人。长安哥可有听说过神界？陆浩似乎已经把我当成了自己人，脸上挂着笑容。我有些意外，直接摇头假装道：“知道仙界，并未听闻过神界。我师尊其实是神界之人，以前的修为恐怖如斯，却因为一场背叛遭受重创，逃到了凡间养伤。现在师尊修为慢慢恢复，将要组建一支势力，回到神界报仇雪恨。”我眉头轻扬，确实被惊到。当下师尊组建的势力，或许长安哥你听过，名为天尊阁。天尊阁是近些年出现的，只有少部分人知道它的存在。当下凡间最顶尖的强者们都已经加入了天尊阁。等我与乖乖师妹成亲，我与长安哥你也是亲人了，所以我不久前向师门提出了一个请求，让长安哥你也加入天尊阁。我看着陆浩那纯真的笑容，一时间不知道咋回复了。这小子还真是铁好人啊！当然再好也没用，我从未觉得自己是好人，这个黑锅是陆浩自己揽过去，也算是陆浩自己的劫。这样啊，那你师门同意了？我微笑道：“有一条件。”陆浩微微颔首道：“你要经过我们师门的考核，当然有我再会放水。”我想了想，自己这么强了，加入这天尊阁刚好是一个真正去了解外面的机会，于是我准备答应。但这时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触发任务，接受提议，奖励1颗成仙丹。服用成仙丹之人，即使是凡人，也能很快拥有仙人实力。”我眉头一挑，这考核对于现在实力恐怖的我来说小意思，这会儿还有奖励，这成仙丹可以给自己徒弟吃。来到这个世界5年，我也就和慕容雪这个徒弟感情比较好。行啊，可使考核。我果断微笑道。陆浩笑道：“明日就可以，我四师姐会来，小小透露一下，我师姐修为已是仙人之境，长安哥你切不可招惹她不快。”四师姐吗？我微笑点头。第二天清晨，苏乖乖外出宗门，迎接一个比她还要漂亮1分的女人。这女人穿着一袭紫色华丽长裙，气质是那种高雅的类型，身材凹凸有致，可谓是完美至极。走路时她步伐轻盈，仿佛脚尖只轻轻触及地面，每一个转身都充满了飘逸和优雅。这正是苏乖乖的四师姐。苏乖乖提前联系了自己的四师姐，独自出来迎接，带回了自己的住处。陈长安，你想加入天尊阁是吧？我在四师姐面前数落你一番，看你还能不能加入天尊阁。不久后，陆浩也知道李雪雅已经到了青云宗，便找到了李雪雅。随后3人开始前往宗主殿。当陆浩踏入宗主殿前，他的声音洋溢着欢快，呼唤着：“长安哥在吗？”苏乖乖无语地看着陆浩，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这个五师兄真的寒啊！要不是看在和他双修能迅速提升修为的份上，真不想跟他双修。如今却不得被逼着跟他成亲，心中更是愤懑。我闻声不出，面带微笑。眼见李雪雅，我的表情凸显些许奇异，彬彬有礼地邀请众人进入。欢迎欢迎，里面请。几人进入殿内，各自坐下。长安哥，这是我四师姐李雪雅，一位全能之人，琴棋书画无所不能。陆浩介绍起李雪雅，正在他滔滔不绝之时，李雪雅优雅地挥了挥手，示意他停止。加入天尊阁之人，无不是凡间令人敬佩之人，实力、天赋、人品、才学，阁下可有擅长之处？李雪雅看向我，她也听说过这位青云宗宗主的事迹，加上苏乖乖说的
的那些话，他眼中的我也就成了有些可憎了。我自信的回答，我可以说我三者兼具吗？现在的我在别人看来还是渡劫一层修为，问了系统才知道，系统给予的强大是隐藏的，以后我的修为会看起来一直保持在渡劫一层。实力我有了，人品嘛，我觉得自己已经算是很好了，至少不是坏人。而才学，巧了，诗词歌赋可谓是样样精通，哈哈，地球人嘛，哪个不会唱几句，哪个没背过诗？至于画画，那是我的兴趣，素描和水彩学过一段时间，大言不惭。李雪雅听到这话有些想笑，修身养性多年的她都不敢如此自称自己，她印象中就只有她的师尊是如此人物。行，我们进行考核，你实力天赋已经一目了然，人品和才学你展示出来看看便知。李雪雅这话刚过，陆浩赶忙朝着李雪雅挤眉弄眼，他不久前和李雪雅说的可是稍微放手的，这咋感觉有些针对的意味？李雪雅却选择视而不见，优雅坐在位置上，苏乖乖全程无言，内心却是暗自窃喜。你就等着后悔吧，你要是继续舔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跟在我背后伺候，我或许会让你加入天尊阁，让你享受一些我给的福利。现在好了，得罪我你就忏悔了。实力和天赋，我觉得自己挺好啊，我可没有隐瞒实力的必要。果断纠正李雪雅的判断。李雪雅凝视我，以她仙级实力，一眼就能看出我修为虚实，这修为明显为真。行，李雪雅淡然站起，往前方空地走去，看向我道：“你随意攻击我，若能让我看到你有出彩之处，我便承认自己眼力不精。”我嘴角上扬，也来了兴致道：“我看阁下身上有一股剑气，应是剑修高手吧？倒是挺有眼力。”李雪雅点头，同时有些惊讶，她身上并没有佩剑，加上她从小修剑天赋绝佳，在师尊的指导下，已是能够凝聚剑意，按理来说不会被看出是剑修。我也是剑修，你想知道我实力，我便给你瞧瞧好了。说话间，我手中一闪，储物戒指里面一把长剑出现在我身上，但我没有站起来，仍旧坐在御史宝座上，目光看向了李雪雅。李雪雅原本还很淡然，下一刻一股强大的剑意突然落在了她的身上，她愣了，优雅不在，瞪大了眼球，死死看向我。不可能，这是剑意攻击！李雪雅赶忙身躯一震，手中闪出一把华丽轻剑，剑意使出，她身前空气被震晕，响起一阵音浪。然而不管她怎么去驱使剑意，居然抵挡不住我的剑意压迫。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李雪雅突然有所悟，眼眸闪过巨芒，剑意突然变强，竟是剑意突破提升了。看到这一幕，我有些意外，不过嘴角仍旧上扬。你以为我只有剑意，以为自己剑意突破后可以胜我一筹的李雪雅人傻。这时候一股恐怖的剑意朝着他而来，剑心，整个凡间不是只有他师尊才能掌控剑心，现在眼前这个只有渡劫一层的人居然也能。剑修有5个境界，分别是剑形、剑气、剑意、剑心、剑道。李雪雅修炼了几十年才有如今的剑意境界，而想要领悟出剑心，即使是天赋异禀的剑修，也需要千年万载的磨砺。他师尊便是如此人物，恐怖的压力灌注进了李雪雅浑身，将优雅贯彻一生的她优雅不下去了，额头开始狂涌汗水，双腿开始有些乏力，再过不久她恐怕要跪在地上。但就在她岌岌可危之际，那股压倒性的剑心意志忽然烟消云散，如同潮水退去后留下的宁静海面。李雪雅大口喘息，目光震惊地盯着我，外人眼中这一幕显得十分离奇。苏乖乖和陆浩就是如此，看得一脸懵逼，发生了什么？他们都不是剑修，眼中看到的就是李雪雅走了出去，然后我坐着拿出了一把剑，李雪雅也一样。之后就看到了李雪雅整个人都不对劲，她脸颊瞬间通红，额头开始快速渗出汗水，最后突然有些呼吸粗重，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在做着什么事情。还需要继续吗？我的声音中带着几分玩味，似乎已经掌握着局势的主导。我昨晚有好好研究自己的实力，发现自己并不是单纯的实力变强，还有一些奇异的变化。我原本就是剑修，堪堪达到剑气的实力，兴许要过几千上万年才能到剑意境界。而昨晚我拿起自己的剑，发现自己像是被什么东西醍醐灌顶了一般，眨眼间拥有了无限的领悟。我的剑道实力竟一跃至巅峰之境。是的，我并不是剑心境界，而是剑道巅峰。刚才之所以不用，就是怕直接把李雪雅震晕过去。不用了，先前是我有眼无珠了。李雪雅的声音中透露出认知的转变，眼中充满了对我新的认识，确定自己刚才的经历并不是幻境。渡劫一层居然就修炼到了剑心境界，剑道天赋恐怖如斯。这时李雪雅的目光转向苏乖乖，眼角的抽搐透露出一丝苦涩。师妹，你坑我呀，我这不就是自取其辱吗？当她看到苏乖乖那疑惑不已的模样，她懂了，感情是苏乖乖也不知道。师姐这是怎么了？苏乖乖听到李雪雅这话憋不住，怎么就有眼无珠了呢？既然如此，我有资格进你们天尊阁吗？我这时候插嘴，不给苏乖乖说话。李雪雅也是因为我这下插嘴，没有去回答苏乖乖的问题，深吸了一口气，拱了拱手。当然有了，能招揽您进入我们天尊阁，是我们的荣幸。此话一出，苏乖乖更加懵逼了。不是，这是怎么了呀？这还没打你就说自己有眼无珠，闹呢？突然苏乖乖似乎想通了，师姐先前并没有被我糊弄到，你依旧放水，但你这是不是放水太明显太过分了？陆浩全程没有说话，他这人脑子有时候转不过来，但看到这里也想到了原因。嘿嘿，师姐也是的，放水前还来那么一出，吓到我了，这就进了。我说了，我人品和才学都有不在测测，我更在乎的是人品这一项，能够达到阁下这般境界，人品不用质疑。李雪雅很清楚，踏入剑心前有一道问心坎，如若有心魔存在，难以进入剑心境界。也就是说，我定然是一个念头通达之人，这种人完全没必要撒谎。苏乖乖也定然是误会我肯定是因为师尊的嘱托才如此对待苏乖乖，是个真性情的男人。如果阁下愿意展示您的才艺，我们将非常受益并深感感激。李雪雅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期待，我微笑点头道：我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你挑一样。既然系统要让我加入天尊阁，那就满分加入。李雪雅美眸一亮，好生自信，她也有最为自豪的才艺，那就是琴艺。那阁下施展琴艺。她不知不觉间语气变得有些谦卑。我笑道：好。看着眼前这一幕，苏乖乖和陆浩两人满头雾水，怎么感觉两个人有点不对劲？苏乖乖更不能理解这一切，她加入师门不久，但也仔细了解过自己师兄师姐们的情况。李雪雅看起来优雅大方得体，和别人能够很好相处，可真实情况是，和一些不认可之人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也不做任何准备，直接
快谈。来到这世界，我其实挺孤独的，舔苏乖乖舔到我怀疑人生，唯一能够相处的人就只有一个徒弟。几年来没有一个朋友，我没事干的时候就自己弹琴画山水。5年来，我已经能够用古琴弹出一些现代歌曲。当下一阵快弹，一首曲子的前奏出来，正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沧海一声笑》。在前奏响起的那一刻，整个大殿似乎都震了一下，空气猛地凝固。李雪雅3人同时瞪大了眼眸，这前奏从未听过，好生洒脱，旋律悠扬中带着一种潇洒脱俗的气息，音律过耳，便以雷霆之势直击心灵。李雪雅目瞪口呆看着我，这琴艺已经出神入化，琴艺碾压凡间最强的琴尊。李雪雅还沉浸在曲子绝妙的时候，一道沧桑中带着无尽洒脱与自在的歌声传来，歌声大气深沉。这一刻的我，在李雪雅眼里犹如那来自无上世界的神尊，浑身冒着金光，身形飘渺难以靠近，只可远观不可亵玩。不知不觉我停了下来，歌曲声似乎在大殿中徘徊不散，其实是在3人心头无尽循环。大殿鸦雀无声，阁下觉得我这琴艺如何？我嘴角上扬看着李雪雅，打破了宁静。李雪雅神情木讷，阁下可有佳偶？此话一过，刚被震撼到的苏乖乖和陆浩两又被震撼了一番。我也被李雪雅这话弄得有点迷。佳偶那不就是老婆？问我有没有老婆？李雪雅在提出那个稍带轻浮的问题后，自己也微微一愣，似乎意识到问题的不同。然而话已出口，她只能无奈地等待回答，无法收回已说出的话。我摇了摇头，我半生皆用在情艺与修炼之上。李雪雅微笑点头，看我的眼神有些火热。讲情义的男人才有魅力。苏乖乖的面部表情开始扭曲，心中的不快如同尖锐的石头阻塞着他的心里。为什么会这样？他是第一次听我弹琴，不得不说这才艺真的很绝。可是再绝也不应该让他的师姐问出那样的问题啊！是看上了他吗？阁下还没回答我，我这情艺如何？我的声音中充满自信。李雪雅深深吸了一口气，神情严肃地回答：我今年40， 5岁学琴，10岁在师尊的介绍下认识了琴尊，整整学琴20年。若论情艺，我甘愿称您为师。苏乖乖和陆浩此时仍保持着平静的神情，但李雪雅接下来的话却让他们大吃一惊。而您和琴尊比，恐怕也是略高一筹。苏乖乖和陆浩两人瞪大了眼眸。什么？我微笑着点头。我了解过这世界的音律历史，别看这里是修仙界，每个人都活得很久，其实在音律造诣上可比地球差远了。不知阁下还有多少这种级别的曲子？李雪雅忽然提问。数不清，我淡淡回答。李雪雅听后又一次呆立原地，心中震惊。你想学的话，我有空的时候可以教你。我哈哈一笑，现在不用再舔苏乖乖，是时候交一下朋友了。李雪雅喜出望外，连忙拱手感激。阁下有时间可以随时找我，哈哈。那交换一下传音烙印。我微笑提议道。好。李雪雅脚步轻盈，飘然落在了我面前，都拿出了传音宝物，给对方的传音宝物烙印神识。苏乖乖看到这画面，心脏都在抽搐，像是被捅了一刀一样。师姐你干嘛呀？还有我，长安哥我还没您的传音烙印呢。陆浩这时也笑着走了上去，称呼已经不知不觉间尊敬了起来。苏乖乖看着自己师兄和师姐在我面前笑容灿烂，而他只有自己一个人站在下面，想哭了。苏乖乖心中带着不可置信，明明他跟过来是要阻止我加入天尊阁，现在好了，我加入了天尊阁不说，还俘获了他师兄师姐的敬佩。苏乖乖整个人都陷入了一种无法回神的状态，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回的住所。回到住所，苏乖乖突然盯死李雪雅，满脸不解地追问道：师姐您怎么了呀？您说她实力强。李雪雅听到苏乖乖这话，不禁回忆起了苏乖乖一开始给她说的那些话。师妹先前你错了，错得很离谱，你师兄这人是一个大好人，而且天赋恐怖至极，我也只能甘拜下风，更不要说才学了。情艺之高超，我只能仰视。李雪雅轻轻开口，声音也不大，还和柔和，却给人一种极其坚定的错觉。看着苏乖乖，李雪雅感叹着她的不懂事，心想这样的师兄若是能好好向她请教，见到实力必定能大有进步。她刚才只是被压迫了一下就有所提升了。苏乖乖不知道自己错失了什么就算了，居然还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人家那样对你，极有可能真的是因为你父亲的嘱托呀。苏乖乖使劲摇头，脸色有些急。师姐你一定搞错了什么，他实力强不强我不知道吗？我从小就认识他呀。李雪雅看着苏乖乖仍旧执迷不悟，表情一下子冷了下来。你可知他的剑道水平已是剑心境界？此话一过，就连一旁干站着的陆浩都懵了，更不要说是苏乖乖了。师姐你别被他迷惑了呀，他这人很会说，很会诓骗他人，而且您不是说师尊是剑心境界吗？他凭什么和师尊比啊？苏乖乖情绪激动，此刻更加坚定自己的想法，自己这个师姐被骗了。住嘴，你真是不可理喻。李雪雅也罕见的生气了。苏乖乖被这一声呵斥吓到，陆浩也一样赶忙道：师姐冷静，乖乖师妹你别气师姐了。他很震惊自己师姐是出了名的性格好，没想到此时居然如此生气。苏乖乖赶紧低头，但他仍旧是坚定自己的想法，你好好反思。李雪雅不想再说什么，看向了陆浩道：好好看着他，纠正他那错误的思想。陈长安是值得他尊敬的长辈，莫要再让他错下去。说完，李雪雅一挥衣袖，引入虚空，消失在原地。陆浩送走师姐，随后满脸无奈地看向苏乖乖。苏乖乖眼眶红润，泪水在眼睛里打转。师兄，你相信我的话吗？那陈长安绝对没有剑心境界，也就情艺好而已。他真的骗了你，你只需要等几天，很快他就要暴露。等成婚那天，长老们拿出问心石时，他的谎言一定会被揭开。陆浩无奈苦笑，心里很不认同苏乖乖这话，但也只能点头安慰。宗主殿中还是缺钱了。我摸着下巴思考着怎么赚钱。拿到奖励的成仙丹后，我把慕容雪叫来，将丹药塞给了慕容雪。只是慕容雪还带来了一个
坏消息，这场盛大的婚礼才布置到一半，宗门的资源就用光了。哪怕我把不久前赚的所有财物都给了慕容雪，也还是不够。而且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宗门的财库耗光了，下个月不知道怎么去给弟子们发放资源了。我思索了一会，眼眸一亮，突然想到了一个很简单的赚钱办法。当下实力强了，但不会去抢资源，无主资源短时间他也找不到很多。而我不久前在陆浩那里大赚了一笔，这个师门的五徒弟就有如此财产，其他辈分更大的人肯定更有钱。我的嘴角微微上扬，我从袖中拿出传音宝贝，向李雪雅传达了一个信息：我这里有一首曲子想交给你，有空吗？短短2息的时间，李雪雅便出现在了宗主殿前。哈哈，雪雅姑娘，我刚创作了一首歌曲想交给你。看到李雪雅，我就像是看到了一叠钱在向我走来。甚好，李雪雅迫不及待起来。不过我突然话锋一转，苦笑了起来。我宗不是要为我乖乖师妹他们举行婚礼吗？我也不想办得太寒碜，所以以最高规格去操办。但你也清楚，我们宗门并不是最顶尖的宗门，钱财转眼就耗光了。李雪雅有些感慨，这真的把苏乖乖当成了至亲呢？直接耗光一宗资源去操办婚礼。陈兄，你的意思是？李雪雅问道。我先给你弹奏歌曲，雪雅姑娘，你先看看这首歌曲如何？若是觉得不错，你可以打赏点临时资源，如何？我也不转弯抹角，我就是奔着钱去的。李雪雅露出了灿烂笑容道，就喜欢陈兄如此洒脱，此事好说。我微笑点头，目的达成后直接拿出古琴赚钱。李雪雅目光中满是欣赏的看着我，然后琴声开始响起，只是前奏响起那一刻，李雪雅的神情就直接变成了呆滞。尽管中间我突然唱了2句歌词，她也没在我那美妙的歌声中回神，一直到结束她才缓缓回神。此时整个大殿恢复了平静，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李雪雅美眸睁大，口中喃喃自语，然后震惊地看着宝座上的我。此曲雪雅姑娘该赏多少？赏多少？我想把自己赏给你啊！我不知道怎么赏你。李雪雅没有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她也是第一次如此芳心荡漾。从小到大，她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只是见一个男人几面，就感觉喜欢上了对方。我闻言皱了皱眉，这么好的歌曲不给钱，我把所有钱财都给你吧。李雪雅反应了过来，说着拿出了自己的储物戒指交给我。刚以为李雪雅要白嫖的我，此刻才反应过来自己多虑了，不好吧？你自己留点，全拿了。要是李雪雅后悔了，或许要对我心生不满，拿一部分就行，那给你一半。李雪雅也觉得全给好像有些不好，不过真要是按这首歌曲来评判给多少，她真的想全给出去。这首歌曲真的太好了，好到她沉浸在里面的诗情画意之中，此时还未能完全走出来。那好，我也不客气，从李雪雅那里拿过了储物戒指。当看清里面的情况后，眼眸大亮，李雪雅一半财产就已经是陆浩全部财产，这是曲子，歌词也写在了上面，我早有准备。笑着拿出了一张写满了音律和文字的纸张，交给李雪雅。李雪雅小心翼翼拿过，仔细看了一遍。陈兄，这歌曲你是刚创造出来的，不知是为谁创造的？李雪雅屏住呼吸问许。我笑道，当然是为了雪雅姑娘，为了赚你的钱，所以选了偶像的一首歌曲来教你。闻言，李雪雅脸颊瞬间出现了2抹淡雅绯红，居然是我。陈兄你越想李雪雅越觉得脸颊红热。我还有事先回去，陈兄我会好好练习的。李雪雅实在受不了这种心情，她在自己要难以控制自己身体的时候，赶紧引入虚空之中消失不见。我表情有些古怪，随后掂了掂手上的储物戒指，笑道，应该够用了，不过有机会还是多赚一些。苏乖乖有5个师兄师姐，现在我从2人身上赚了1笔，后面还有3个，相信苏乖乖这些师兄师姐都会来参加婚礼，到时候我想办法在他们身上赚点就够了。怎么办？更加期待苏乖乖的师门里的人到来了。还有这个师尊，按照系统说的我应该是比他强，嘿，可以叫他小老弟。如果真能想办法处成哥俩，那我的乖乖师妹你该叫我什么？我脑海里诞生了一抹恶趣味，越想越乐呵。另一边的陆浩的传音宝物突然震动起来，他接听后眼中闪过一丝光彩，便向不远处的居所走去。师妹3师兄刚才跟我传音说1炷香后就来了，我们去迎接一下。陆浩的话让原本闷闷不乐的苏乖乖眼前一亮，3师兄的到来正是时候，4师姐不给力，那让3师兄试试。苏乖乖一脸开心的前去迎接。据他了解，他3师兄这人特别爱出风头，喜欢人前显圣，还很聪明，绝对不会在走之前的老路。苏乖乖飞到了宗门前，想了一下，觉得应该要飞得更远一些才行。自己这个师兄有些特殊，肯定一来就引得整个宗门的惊动，到时候他就没有提前和3师兄说话的机会了。等候期间，他们在远处看到天边出现了一道耀眼的金光，转瞬间，一个身穿如雪白衣的人影出现在他们眼前。他手中持有的玉骨折扇上会有山川云海，细致入微，展现出精湛的工艺。每当他轻轻摇动折扇，天地似乎都会随之微颤。3师兄，陆浩和苏乖乖同时行礼问候，你们怎么在此等候？齐天明疑惑问道。他已经想好了出场方式，自己一到青云宗前，使得天地异象丛生，以此表明自己来了。现在好了，还没到就被自己师妹师弟拦了下来。3师兄，有些话我想跟你聊聊。苏乖乖快速飞进齐天明，然后带着齐天明慢慢往青云宗方向飞去。等他们离青云宗还剩几里的时候，齐天明已经在苏乖乖口中得知了昨日发生的事情。剑心，齐天明有些惊讶，要是别人说在凡间见到有其他人拥有剑心境界，且这人不是他的师尊，他会嗤之以鼻，但说这人拥有剑心是他4师妹就不一样了。是的师兄，4师姐一定被迷惑了。我跟陈长安生活了这么多年，哪能不知道他的水平？他情谊确实了得，那又如何？他这人绝对撒谎了。现在5师兄和4师姐都被他骗了。苏乖乖嘟起嘴巴尝试撒娇，陆浩在一旁皱着眉头，师妹你又说这话。齐天明看了眼陆浩，陆浩要是被骗，那真的正常不过。可是4师妹，师妹你是想让师兄做什么吗？齐天明微笑询问苏乖乖，他不是有剑心境界吗？我想请求师兄证明他没有。看着情绪有些不正常的苏乖乖，齐天明似笑非笑的点了点头。3人很快抵达青云宗宗门前，齐天明开始更加有力的
扇动手中的折扇，引发了天地颤动和各种异响，龙凤呈祥，极光遍布天空，青云宗沸腾了起来。正在练琴的李雪雅看着天空的变化，瞬间知道谁来了，自己那爱显摆的三师兄来了。李雪雅消失在原地，出现在了天空之上。齐天明见到李雪雅后，并没有说话，而是飞进用出了他们当初经常使用的小秘术——隔空传音。他们很小就加入了师门，一起长大，亲如兄妹。师妹那陈长安真有剑心境界？齐天明问道。他可不会轻易被苏乖乖这小妮子蛊惑。相比于苏乖乖，他更相信李雪雅。师妹跟你说了。李雪雅淡然传音回去。齐天明表情恬淡自然。我偶然听说过这陈长安的情况，以前并没有理会，只当乐子。在师妹加入后，我就仔细了解过这人的情况。渡劫一层修为，真能有剑心境界的剑道水平。相信我，我很确定。李雪雅没说太多，表情坚定。齐天明沉默了片刻，传音笑道：“那我就得好好认识认识了，别乱来。我是那种不知分寸的人吗？”李雪雅没再说话。他三师兄从小聪慧过人，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喜欢人前显圣。陆浩和苏乖乖两人都不清楚李雪雅和齐天明在传音说话，见两人见面后一句话不说，他们都有些疑惑。进入青云宗，几人直接往宗主殿方向飞去。宗主殿中，每每睡了一觉的我也被外面的异象吵醒。来到这世界后，我就没睡过多少安稳觉。一是修仙不用睡觉，二是我睡不着，直到无敌了，且眼看着自己这舔狗人设终于可以摘除了，心情舒畅的很。这几天我就每天睡懒觉，看样子他们师门的人又来了一个了。我嘴角翘起，乐呵的不行，一个闪身，我便出现在外面的天空中，看到李雪雅四人朝着我这边飞来。欢迎欢迎！我说着前2日说的欢迎术语，目光已经在齐天明身上扫了几遍。这一看就很有钱啊，那折扇不简单，肯定价值连城。一身衣服也不便宜，使用特殊的布料制作而成，其上还有一些流光闪耀，似乎是灵纹。灵纹师是修仙界中最令人尊敬的职业，比炼丹师还牛逼。炼丹师炼制一枚丹药都需要很长时间，而灵符师制作灵符时间可以十分短暂。一张最低级的灵符相当于1叠钱，一张高级灵符相当于一座金山。这是来了一个大财主啊！我双眼闪烁着兴奋的光芒。陈宗主，闻名已久。哈哈大笑声中，齐天明迅速掠过天际，来到我面前。我才是久仰阁下大名，只是没想到真人比传闻中还要俊美，还要气质不凡啊！我的热情更胜一筹，几乎想要上前与齐天明来个热烈的拥抱。齐天明闻言，眼中闪过一丝喜悦，对自己的外貌极为自信，甚至带有些许自恋。陈宗主也不差，还叫什么陈宗主？我把乖乖当亲人，阁下是乖乖师兄，你叫我陈兄就行。甚好，陈兄。两人似乎一见如故，开始互相奉承。苏乖乖看着这画面，几乎感到眩晕，这完全不是他预期的情况。四师姐起初还保持了些许冷漠，三师兄却一见面就这般亲近了。请进，我们坐着慢慢聊。对了，齐兄，我想问问你是否是灵符师？在得知齐天明的名字后，我便亲切地称呼他为齐兄，同时不忘确认自己的猜想。正是。齐天明笑着回答。我就说嘛，齐兄身上有一种难以描述的独特气质，我就猜是灵符师无疑。我开心了。李雪雅暗暗摇头，自己这个三师兄每次如此热情，可都没安好心。几人进入殿内，纷纷落座。齐天明没等我开口便说，听说陈兄的剑道实力已达剑心境界，能否让我开开眼界？听到这话，苏乖乖眼神一亮，满脸感激地看着齐天明，没忘记他的嘱托。陈长安，我倒是看看你还能不能继续装了，还剑心境界，你怎么不说自己已经接触到剑道，剑道巅峰了呀？我回应道，谁说我是剑心境界的？此话一出，李雪雅和陆浩都愣了一下，苏乖乖则是眉头一扬，神情快速变得嚣张了起来。我就说没有，现在你们信了吧？我四师妹跟我说，你和我们师尊一样拥有剑心境界。齐天明也有些意外，四师妹居然看错了或者骗他们。然而下一刻我却笑道，其实我已经领悟大道，达到了剑道境界了。大殿原本还有些许声响，我声音刚过，下一刻整个大殿变得落针可闻。李雪雅连续眨了几次眼睛，怀疑自己听错了。齐天明愣了片刻后笑了起来，想不到陈兄挺幽默风趣啊，他像是看到了对手一样，他是第一次遇到比他还装的人。苏乖乖冷笑道，我就说嘛，你怎么可能是剑心境界？阴阳怪气的声音在大殿中荡漾不休。我瞅了眼自己这个师妹，暗暗摇头。我说实话，你不信，我有啥办法？我也没有隐瞒的必要，准备显露一手。但就在这时，李雪雅的沉声呵斥声打断了我。师妹，我的话你不当做一回事是吧？苏乖乖被吼的身子一抖，看向李雪雅，满脸委屈。她都承认自己撒谎了，你为什么还要斥责我？陆浩这时也拉了拉苏乖乖，小声道，师妹，师兄师姐说话别插嘴。苏乖乖只得低下头，心中不满，你们才是我的师兄师姐，为什么非要偏袒他？各位给我一个面子，剑道仪式就别再说了，我们此行前来是为了参加婚礼，更应该是互相联络感情。李雪雅看了一眼我，她很确定我拥有剑心境界，可为何这时候故意装模作样要说自己悟道剑道境界？他们师尊都说此生难以触及。我看了眼李雪雅，心里想着事情，随后点头道，雪雅小姐说的对。齐天明也给李雪雅面子，笑道，今日不谈修炼的事情，陈兄，婚礼准备的如何了？我徒儿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这定然是凡间最盛大的一场婚礼。李雪雅微笑道，陈兄把整个宗门的资源都用在了婚礼准备中。说到这里，李雪雅看向苏乖乖，师妹你身在福中，不知福3个字她没有说出来，但已经很明显，要是我会因为苏乖乖嫁给陆浩而感到不甘心，哪还能如此亲力去准备婚礼？苏乖乖那套说辞就很无逻辑。苏乖乖这时也皱紧了眉头，知道我没有剑心境界后，她心里挺开心的。现在听到这话又有些想反驳，她就是为了面子才这样做，只是话语还是因为怕李雪雅在骂她而停留在了喉咙里。对了，先前听师妹说陈兄情谊十分了得。齐天明突然笑道，我微笑点头，然后反问道，齐兄对情谊也有了解，难道可以继续靠卖歌曲赚钱？齐天明却摇了摇头道，不，我只是有所了解而已，我更擅长棋艺，我以为自己还能靠弹琴赚钱呢。至于下棋，老实说这围棋我是会一点，但也就是一点。陈兄可听闻过象棋？我神情一变，象棋听闻过，研究过一段时间。我表情古怪，修仙界有围棋，但并没有象棋的诞生。现在修仙界之所以
有象棋流传，还得从3年前说起。3年前，苏乖乖要和小姐妹去城里购物，我被要求跟着。苏乖乖2人一逛就是1个月，无聊的我跟一个小伙子认识，并教那小伙子象棋，然后2个人又玩了半个月。是的，现在修仙界之所以有象棋的存在，就是我带来的。而上辈子我在高中的时候加入过象棋社，目的是自己喜欢的妹子就在社内，为了泡妞，可把各大棋谱给记了下来，还努力钻研了不少时间。齐天明笑眯眯道：“鄙人不才，象棋刚出时就开始研究，当下可以说是未遇敌手，更是研究出了别人研究不到的东西。”听到这话，我嘴角不由得上扬，赚钱的机会不就来了吗？要不齐兄指点指点我？我露出了标志性的假笑，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要坑人了。齐天明温和笑道：“甚好，他这段时间都在研究象，这不刚闭关出来，准备去找个对手人前显胜呢。”就这样，2人一拍即合。齐天明先将棋盘拿出，似乎提前要再次展示他的棋艺。那棋盘居然已经摆好了棋子，我的脸上掠过一抹戏谑，这是赶着输啊！只不过第一局要不要先让让？第一局绝不能设计赌注，先放水。陈兄先来。齐天明似乎有些迫不及待，做了一个请的姿势，我点头，随意的推动一个卒子。齐天明得意的笑，第一步动卒，显露出一丝新手的笨拙。看我的！就这样，2人开始有来有回的下了起来。到了中期，我的棋子被一一蚕食，很快只剩下最后一个炮和车。陈兄，你还是欠缺点火候啊！齐天明朝着我挑了一下眉头，笑容有些得意。苏乖乖没有研究过这种新出的象棋，但也能看到我的棋子越来越少。现在听到齐天明的话语，有些许嘚瑟，他眼眸亮了又亮，看到我吃饼，他的心情居然会变好。结合刚才确定我没有剑心境界一事，他感觉这几天受的气已然消去了大半，舒畅了。陆浩也没研究过象棋，挠了挠头。李雪雅学过象棋，也知道大体的规则。现在看到棋盘上我的棋子只剩下最后几个，已经认定我输了。没办法，他是很清楚齐天明在棋艺上的成就有多高。凡间被人们称为棋尊的那位，都承认齐天明棋艺天赋惊人。尽管这象棋是新诞生不久，但以齐天明的天赋而言，很快就能研究通透。还没输，我瞅瞅还有没有机会。我假装摸着下巴，其实前面棋子被吃，都是我故意让齐天明吃的。现在是时候反攻了。咦，等等，我要是来上这么一步，阁下该怎么应对？我装作惊讶，然后移动棋盘上的炮，来到了棋盘最底部，然后短短不到3息的时间，齐天明发现自己没有棋子可以去挡了。我又是移动了一下车，便将他直接将死。哈哈，侥幸侥幸！我露出了意外中带着喜悦的表情，朝着齐天明拱了拱手。齐天明嘴角抽了抽，然后认真道：“刚才大意了。”苏乖乖听到这里，也跟着嘴角抽动了起来。不是要赢了吗？怎么转瞬间输了？陆浩和李雪雅2人也愣了，这突然间的转变有些出乎预料了。陈兄再来，刚才我失误了。齐天明下棋从未输过，现在心里难受到像是在地上捡到一颗糖，放嘴里含了一会才发现是屎一样。还来吗？不来了吧？我笑道。不行，继续。看齐天明有些上头，我知道是时候了。齐兄，干完没有什么意思，要不我们来点彩头？闻言，李雪雅神情古怪起来。你说什么彩头？齐天明吸了一口气，他深信我刚才只是走了狗屎运，否则他不可能会输。他明明还剩如此多颗棋子，这样我们每一局都赌点东西。齐兄，你是高级灵符师吧？要不拿点灵符来赌？我露出了招牌的假笑。这个好说。齐天明从怀里抽出了一叠闪着灵光的灵符，拍在了桌面上道：“你想赌多少？”我看着那一叠高级灵符，眼冒绿光。先来10张。好，摆棋。我笑着点头，赶紧摆好棋盘。2人再次下棋，这次我依旧在放水，不过这次我稍微表现的只是劣势于齐天明一点而已。随着时间过去，一炷香，这一局又结束了。此时的齐天明沉默地坐着，死死盯着棋盘上的死局，不像一开始那样淡定，开始皱起了眉头。我懂了，再来。可以啊，这次赌20张灵符。好，2人又开始了第3局，这次结束更快，短短10几息，齐天明就发现自己还没损失几个棋子，居然就被将死了。他震惊地看着棋盘，满面不可思议。我看着齐天明从一开始的淡定到现在的骇然表情，心里嘿嘿地笑着。小伙子，汗流浃背了吧？你是自己研究了3年，可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学习了3年，这不对啊！齐天明完全被打败，开始怀疑自己。齐兄还来吗？还有没有灵符了？我的声音突然闯入齐天明耳中，让他神情一震。他赶紧拿出储物戒指找了找，已经找不到高阶的灵符，那一叠灵符还是他前段时间制作，本想卖了。我微笑道：“修炼资源也行，只要是值钱的就行。”齐天明看着我，脸皮抽了抽，他已经过了那股上头劲，才发现自己中计了。你小子一开始就想着赢我的钱啊！但最让他想不到的是，我对象棋的研究居然比他高深这么多。他这已经算是被碾压了。他怀疑一开始我在偷偷放水，是故意示弱引君入瓮。我勒个去，陈兄，我今天算是输得彻底。齐天明意识到问题后，出了一口气，虽然心里很不甘，但他也是输得起的人。听着这话，一旁站着的苏乖乖脸垮了。先前看到齐天明一输再输，他就人麻了。我越是高光，他越是不舒服。我意识到齐天明醒悟后，微笑道：“没有，齐兄已经很厉害了，但我有高人传授，赢得不是很光彩。高人，齐尊，不对，不可能是齐尊。”齐天明认真道：“我这里有一样好玩的游戏，齐兄要不要玩玩？”齐天明见我并没有直面回答他的问题，反而提出了什么游戏，不由警惕了起来。你小子是想继续坑我吧？我不等齐天明说话，便把一个残局摆了出来。齐兄，这叫残局，有且只有一种赢棋的步伐，你试试能不能赢？齐天明凝视着棋盘，这明显是死局啊！他心算了好多步，并没有找到赢棋的步骤，这能赢？齐天明质疑道：“我要不给你展示一下？不过说到这里，我故意停顿下来，你不会是想跟我说要我给你钱吧？”齐天明直言道：“真聪颖，1万灵石如何？”我嘿笑道：“想了想。”齐天明又看了眼棋盘，好奇心驱使下他点了点头。1万灵石并不是很多，给你。我拿到灵石笑道：“这样走，我演示一番，最终将逆势逆转成功。”将军齐天明看呆了，还真可以，这就是所谓残局。陈兄，可还有这种类型的残局？齐天明睁大眼眸问道。我记了无数种，我表情玩味道，我都可以给你
你摆出来，并且给你答案。但一种1万灵石，齐天明看着我，犹如看着一个奸商，你掉钱眼里了。思索片刻后，齐天明咬了咬牙道：“行，你有多少残局？”我眉开眼笑起来，200种。我原本记住了100种顶尖的残局，其他的虽然模糊，但仔细想想还能回忆起一些。这样一来，我确信能凑足200种。200种，那就是200万灵石。齐天明眉宇皱起，思索了好一会，才点了点头。我此行只带来了50万灵石，剩下的灵石，我未来几天制作灵符抵账如何？我当下拍手应和，可以。商量好后，我便要给齐天明绘制残局棋谱，而他们也没有什么事情聊了，便各忙各的去了。李雪雅带着齐天明离开了宗主殿，回到了居住的地方。陈兄还真是掉进钱眼里了，我来时还算富有，现在一无所有了。齐天明也就吐槽我的贪财，倒也没有因此有其他情绪。至于输给我，这是他释然了，我明显强他10倍不止。他以后会将我绘制的残局棋谱背熟研究透彻，有可能还是比不过我，但他可以在其他地方人前显胜，尤其是在齐尊那里。上次他和齐尊下棋，两人不分秋色，他下次再和齐尊下象棋，注定是碾压局。李雪雅摇了摇头，纠正齐天明道：“师兄你误会了，不是陈兄贪财，而是他为了师妹的婚礼耗光了钱财。我还在他那里学了一首歌曲，给了他大半财产。今日他还在想方设法赚钱，应是钱还不够。”齐天明有些惊讶，看向了一旁的苏乖乖。苏乖乖离开宗主殿时就显得郁郁寡欢，尤其是看到我大赚特赚后，他不满地想：如果我现在还舔他，那些东西就应该是他的呀。现在被齐天明用古怪的目光盯着，苏乖乖气不打一处来，但在师兄师姐面前他还是得忍着，便乖声细语道：“师姐你别听他乱说，一场婚礼能花费多少东西？您先前说他耗尽整个宗门的资源布置婚礼，那他既然得到了你一半财产，又为何执着于赚三师兄的灵石呢？”苏乖乖这话得到了齐天明的认可，就他给我的一切，能比得上一个宗门的底蕴了。师妹，你怎么就不相信他是一个值得你尊敬的长辈呢？李雪雅吸了一口气，努力压着语气说话，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模样。苏乖乖又听到李雪雅要说这些话，都习惯性低头了。齐天明看了眼李雪雅，心里微惊，奇了怪了，自己四师妹情绪向来稳定的可怕，怎么来了青云宗没有多久就多次发作了？突然，齐天明想到了什么，嘴角不由得翘起，调侃了一句：“四师妹，你是不是喜欢上陈兄了？”这话一出，整个居所都鸦雀无声。李雪雅前一刻还在努力压制情绪，这会儿整个人都懵了，脸颊瞬间充血，两颊通红一片。看到这一幕，齐天明哈哈笑了起来：“不得了，不得了啊！我家师妹终于找到喜欢的人了。”李雪雅狠狠拍了齐天明一下，道：“关你什么事？你看看你，还害羞上了。既然喜欢，那得争取一下呀！你们可以一同举行婚礼，来个亲上加亲如何？”齐天明开玩笑道：“不行。”然而就在这时，苏乖乖突然大声叫了一句，只把其余3人都惊呆在原地。陆浩眨了眨眼，连忙拉了拉苏乖乖的衣袖。齐天明微皱眉头道：“六师妹怎么就不行了？”李雪雅没有说话，也盯着苏乖乖，她配不上师姐。苏乖乖在陆浩的提醒下才反应了过来，刚才她听到自己师姐要嫁给我这提议，脑子都要气炸了，一时间没忍住喊了出来：“我刚和她撇清关系，不久后就娶到实力如此妖孽且貌美如仙的女人，她只是想想就气得浑身发抖。”李雪雅凝视着苏乖乖道：“怎么就配不上了？陈兄琴棋双翼绝顶，更是剑心境界，我觉得我们还挺般配。”齐天明看到李雪雅居然对苏乖乖如此说话，咽了咽口水，不对劲，大大的不对劲。又听到剑心2字，苏乖乖一咬牙，低着头，硬着脖子回了一句：“师姐，你还没明白过来吗？他没有达到剑心境界，你怎么就不信我？”李雪雅气得牙痒痒，他是剑修，并且到了剑意境界，对方有没有剑心境界，他的话语才是权威。他刚才已经不打自招了，还说自己已经领悟剑道，你为什么还拿这事说我？苏乖乖越说越激动，双眼红了。这次他抬起了头，死死看着李雪雅，很是不服气：“好，气煞我了，我要替师尊好好教训教训你。”看着苏乖乖强硬的样子，李雪雅也气上心头，冷哼了一声，剑意躯体而出，瞬间笼罩在了苏乖乖身上。苏乖乖脸色眨眼间煞白一片，犹如白纸一般。陆浩看着这一幕干着急，他谁都不敢帮了，他只能快速走到齐天明身旁焦急道：“三师兄。”齐天明摇了摇头，一挥扇子，顿时间一道屏障阻隔在了两人中间。苏乖乖顿时觉得身体一松，但他已经被剑意压迫了一会儿，此刻只觉得呼吸困难，浑身发软。师妹别闹。齐天明看了眼李雪雅，轻声说了一句，然后看到李雪雅朝着他瞪来，他赶紧转移目光，不敢看李雪雅，看向了苏乖乖，沉声道：“六师妹给你师姐道歉。”苏乖乖此刻已经眼泪直流，如同委屈的猫咪一般，但仍然是什么都不说。这次他要硬气到底，我只是用剑意压迫你，你可知当日我为什么那般狼狈？我是被陈兄的剑心压迫。李雪雅依旧不解气，恨铁不成钢的骂道。苏乖乖没回话，抽泣着。齐天明见苏乖乖这般委屈的样子，心也软了下来，一时间两头为难，他只能两边都不站到。现在的问题是不是陈兄有没有剑心境界？苏乖乖咬牙哭道：“是。”李雪雅真的很无奈，只能转过身去不再说话。那就没问题了，我接到二师兄的消息，明天他会来，以二师兄那好战性子，知道陈兄有剑心境界，应该会和陈兄切磋一下，到时一切便能一目了然了。齐天明淡然开口道：“他们的二师兄是典型的武痴。”此话一过，苏乖乖那还在流着泪水的眼眸闪过了一道阴狠之芒。苏乖乖又看了眼李雪雅，眼神中暗藏了一抹恨意，到时候证明他没有剑心，我要你道歉。李雪雅这次并未开口。齐天明见苏乖乖赞同，而李雪雅没有反驳，便定了下来。那这事就这样定了，你们也别吵了，我通知二师兄，还有我得制作灵符，忙去了。齐天明挥了挥手离开了。陈长安已经给他安排了住所，他就回住所里制作灵符，争取今晚就去找陈长安，拿到所有残局棋谱。李雪雅也跟着离开，不想继续跟苏乖乖置气。苏乖乖还在原地委屈抽泣，硬要陆浩安慰他，多次才肯停下。宗主殿中，陈长安迅速地将齐天明想要的棋谱绘制了出来，然后走到了门外，看着天边的斜阳。山峰之巅四周是蔚蓝的天空与绵延的山脉，视野开阔，仿佛可以一眼看到天际。
夕阳悬挂在天空，像一颗璀璨的宝石，将整个世界染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天边的云朵被夕阳染成了橘红色，宛如梦幻般的画卷。这画面很美，不过陈长安也就沉醉在这美景中一会，就目光凝视着头顶上空中的单薄蓝光。这是一个倒扣的碗状的防护屏，其实就是一个护山阵法。有敌袭的时候，启动了该阵法能起到防护的作用。只是这阵法并不高级，凡间最顶尖的护山阵法，碾压他们护山阵法10条街。现在资源赚的差不多了，就是宗门的配置有一丢丢跟不上。陈长安喃喃自语，护山阵法可是一个宗门的脸面，不久后全修炼界的强者都有可能会来参加婚礼，看到等级如此之低的护山阵法，他要是在心里鄙夷一番。只是要买一个顶尖的护山阵法又挺费钱的。陈长安在思索时，一道人影从他前方的虚空中走出，来人正是齐天明。陈兄，你这是出来欢迎我吗？齐天明笑着走出虚空，用了几个时辰，他还耗费了一些精血，把需要的灵符给制作出来了。陈长安笑道，研究护山阵法中，齐兄这是把灵符制作好了？这速度有点快啊。是的，我前来这里前刚好准备过灵符材料，制作并不麻烦，就是材料才能收集，你看看够不够？齐天明又递给了陈长安一叠灵符，其内流光闪耀，充满了神秘感。陈长安接过后也不述，直接把自己绘制好的棋谱交给齐天明。齐天明查看了一番，呼吸有些许粗重起来。好家伙，几乎每一个残局在他眼里都是死局啊。不过按照陈长安写的教程来下，确实都能够反败为胜，真是好东西啊！研究透了，他的象棋水平绝对能够独领风骚。将棋谱收好，齐天明想到了陈长安刚才说的护山大阵，问道：陈兄是阵法师？陈长安摇头，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我想换一个护山阵法，不知凡间顶尖的护山阵法大概需要多少灵石？齐天明恰好知道行情，笑道：100万灵石左右吧。陈兄在我这里赚的灵石就可以直接买了。这么贵啊？陈长安不想买，可他也不能去抢。齐天明的眼睛如月儿般眯起，他轻轻摇动手中的折扇，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如果陈兄想要的话，我倒是有个经济实惠的建议。哦，齐兄请说。陈长安好奇的回应。我认识一位才华横溢、技艺高超的阵法师，名为林涛。如果他来布阵，大约只需要50万灵石。齐天明心里打着小算盘，既然陈长安从他这里赚了不少，他也想从这笔交易中获利。他和那位阵法师兄弟相称，请求帮忙布下一个顶尖的护山阵法，30万灵石应该是够了。这甚好，不知这位阵法师在何处，能否在婚礼前将阵法布置完毕？陈长安也是省钱小能手，没必要花冤枉钱，那肯定不花，这叫该花花，该省省。他应该是在大陆东边研究那个阵法，我给他传音，大概明日能到。至于布置顶尖护山阵法，2天就够了吧？齐天明笑道。大陆东边研究阵法？什么阵法？陈长安疑惑问道。齐天明笑道，一个不久前才被我们天尊阁挖掘出来的上古护山阵法，这个阵法的等级恐怕是仙级巅峰，我师尊还没仙级巅峰的实力去尝试收下这阵法未果。不过等我师尊这次闭关出来，应该能收下这阵法了。陈长安表情突然变得怪异无比。上古护山阵法，仙级巅峰，这乃是上古的阵法，这是我们青云宗的阵法呀。去收了，这种阵法算是无主阵法，不算强。东部哪个地方？有机会的话，我去开开眼界。对了，既然是护山阵法，那这护山阵法里面是否有上古宗门的遗迹？陈长安追问道。就在东部一个名为虎军王国的小王国附近。至于上古宗门遗迹，没发现，只是发现了这个阵法而已。我师尊说，可能是某位下凡的强者丢的。齐天明也没有隐瞒，统统说了出来。反正陈长安已经是天尊阁的人了，那我现在告知那位兄弟，让他过来。齐天明见陈长安不再追问阵法的事情，微笑问道。让他意外的是，陈长安居然拒绝了。先不用，我考虑考虑。好了，齐兄没事的话，先去研究棋谱吧，我还有事要忙。陈长安微笑看着齐天明，做了一个送客的手势。齐天明眨了眨眼，满头雾水点头，踏入虚空走了。奇奇怪怪的。陈长安送走齐天明后，嘴角翘得老高。仙级巅峰的阵法，我现在的修为放在神界都是最强的，收这么一个阵法应该不难。陈长安没再多想，直接去试。他动用修为一阵身前虚空突然荡漾了起来，他要直接跨空前往大陆东部。他进入虚空之中，一步走出，眨眼间他就已经来到了大陆东部，所跨越的公里数足足有上亿公里。陈长安对此只是一笑而过，神级修为嘛，正常。他开始找人打听所谓的虎军王国，找到后，他来到了虎军王国领域内，闭上了眼睛，感知所谓的仙级护山大阵。短短片刻，他感知到了。再次步入虚空后，他出现在了一个山谷上空，下方一个紫色的倒扣碗状阵法覆盖住了一片山脉，正是齐天明说的仙级巅峰护山阵法。阵法前，此刻还有不少人都穿着阵法师的黄袍，在盯着眼前的阵法仔细研究。
陈长安出现后就隐匿在虚空之中，实力强大的他理应隐藏的天衣无缝，他却发现了下方一个阵法师正往他这里看来。知道自己暴露了，陈长安一个闪身就来到了这人面前。你是？不等陈长安开口，年轻小伙就皱着眉问出了一声。年轻小伙看起来其貌不扬，实力却已经超越了凡间等级，赫然是仙级修为。陈长安微笑道：也是天尊阁的，你是如何发现我的？他看了附近一眼，这里居然有不下3个仙级阵法师，而这么多人就只有这年轻小伙发现了他。我有布置感应阵，阁下隐藏能力很强。知道陈长安也是天尊阁的人，年轻小伙就没有其他问题了。怎么称呼？陈长安问道。林涛。林涛如实道。陈长安表情古怪，齐天明说的人就是你啊？阁下来此做什么？也是阵法师吗？林涛问道。他仔细观察过眼前之人，明明是渡劫一层，却拥有刚才那种隐藏手段，要不是他在山脉这边布置了感应阵法，绝对发现不了这人的到来。就算他刚才往天空看去，也看不到人。他可是仙级修为，渡劫一层，想躲着他很难的。陈长安笑道：来收了此阵法。林涛怔了一下，随即笑了笑：阁下挺会开玩笑。即使是他研究快1个月了，还没有找到关掉这阵法的方法。想要收下这阵法，只有先让这阵法关掉。可以用攻击的方式短暂破坏阵法，也可以想办法让这阵法出现一个小缺口，然后进入里面关掉阵眼。但想要破坏这阵法，实力至少要达到仙级巅峰，即使是他们天尊阁的阁主都还做不到。想要阵法出现一个小缺口，得研究透这阵法的运行规律，他至今还做不到。陈长安道：直接用武力攻击，你觉得可行吗？林涛道：用武力攻击吗？那得拥有仙级巅峰的实力才行。闻言，陈长安点了点头，那挺简单。林涛刚想点头，就意识到陈长安说的和他想的完全相反。简单？不等林涛反应过来，他就看到了陈长安消失在原地。他再次找到陈长安身影时，陈长安已然出现在阵法上空。此时下方所有人都发现了陈长安。陈长安出现在阵法上空后也没做什么，单纯就是伸出了手，掌心对准下方。那一刻，空气似乎凝固了，周围的氛围开始变得压抑沉重。突然，他的手掌猛地一抓，仿佛从虚无中凝聚出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量。随着他的动作，天空中忽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手印。这个手印宛如神灵之手，通体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散发出令人震撼的威力。他缓缓向下压去，空气中弥漫着难以言喻的压迫感。那护山阵法看起来就像拥有抵御万物的能力，但在这个巨大手印的力量下，大手印还没到，他就开始颤抖。光芒闪烁的阵法符文仿佛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他们快速旋转，试图抵抗这股压倒性的力量，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无功。巨大的手印缓缓按下，那看似坚不可摧的阵法开始出现裂痕，裂痕迅速扩大，就像是脆弱的玻璃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支离破碎。最终，在一声轻微却充满力量的碎裂声中，护山阵法彻底崩溃，化作点点光芒消散在空气中。整个过程十分短暂，就像是一颗鸡蛋被人轻易敲碎了一般。陈长安表情很淡然，相对于他的神级最强修为，这仙级巅峰的阵法真就是小垃圾一个。随手将阵法打破后，他看到了一个闪着光芒的阵法罗盘，一挥手，阵法罗盘出现在了他的手上。这阵法罗盘犹如一朵巨大的莲花，此刻散发出紫光，旋转着，还挺好看。陈长安嘀咕了一声，然后试着往里面输入灵气，却发现自己不懂怎么启动。于是他往下方看去，发现下方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眸看着他。他一个闪身，再次出现在林涛面前。晚晚被见过前辈。林涛看到陈长安重回他的旁边，惊得身子发抖，赶忙行礼，说话都不利索了起来。这根本不是渡劫一层啊，太恐怖了！刚才他看到的究竟是什么？那巨大手印绝对不是仙级巅峰的威能，那是超越了仙级的实力。这人真是他们天尊阁的人，这不比他们阁主还强？陈长安对这一声前辈的称呼有些许异样的情绪，问你一个问题，这阵法怎么开启？前辈您破坏了阵法，需要将阵法重组才能开启。晚辈可以帮前辈。林涛眼神灼热，这帮忙对他来说绝对是一场天大的机缘。一是帮助如此高人能获得高人的赞许，兴许会有什么奖励；二是帮忙重启这阵法的时候，可以好好研究这阵法。对于阵法师的他来说，这已经算是天道的机缘了。需要多久？陈长安又问道。这阵法等级很高，不过只是阵眼，我有信心半月内研究透彻，重启阵法。林涛如实回道。半个月这么久？陈长安皱了皱眉，他还想婚礼开始前搞定护山阵法呢。现在离婚礼开始时间只有8天不到，8天内能行吗？陈长安道。我可以试试，但我不敢保证。林涛不敢有一句谎言，也不敢打包票。陈长安沉吟片刻道，行，你跟我去一个地方，未来8天内这阵法就交给你了。林涛想了想，快速点头应下。陈长安见状便带着林涛步入虚空，仅是一个念头间，
他已经带着林涛回到了青云宗内。又一个闪身，他带着林涛来到了宗门正中心处一座居所里面。你未来8天就在这里研究吧，需要什么告诉我。陈长安和林涛交换了传音印记，说完还拍了拍林涛的肩膀，鼓励了一下。林涛连忙点头，同时也在回忆着刚才自己看到的一切。自己被陈长安带入虚空之后，居然看到了以前没看到的东西，1里距离居然被压缩成了1寸。现在他好像来到了一个看起来普通的宗门中，这里还是凡间吗？等陈长安走了，林涛也从震惊中慢慢走了出来，然后目光看向了漂浮在他面前的紫色莲花阵眼。得抓紧时间研究了，未来8天他要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研究上，其他事情一律不再理会，要在规定时间内把阵法重启了。青云宗某处居所。什么？齐天明接到了天尊阁那边传来的消息，那个阵法被破了，仙级巅峰的存在出现在了凡间，林涛也被带走了。齐天明赶紧给林涛的传音宝贝传去消息，只是那边一点回应都没有，不会是被带去仙界了吧？齐天明嘴角抽了抽，这传音宝物只能凡间使用，即使他现在去仙界，在仙界也用不了。现在林涛算是失踪了，当然也有可能会回来。不久前还和陈长安说林涛来着，齐天明皱紧眉头，凡间出现了一尊如此强大的人物，一事很重大，他师尊也知道了此事，但却让他们不要去做什么，静等他老人家出关。在场阵法师都相安无事，可以形容出那强者的外貌。明日二师兄就顺便将那强者的画像带来。林涛啊林涛，你一定要活着回来。翌日清晨，天空开始泛白，随着天空逐渐泛白，第一缕柔和的阳光轻轻洒在修仙山门的古老石阶上。晨曦中，青云宗山门的每一个角落都被金色的阳光柔和的覆盖，使得其古铜色的大门和雕刻精细的神兽图案仿佛活了过来，散发出一种庄严而神圣的气息。四周的山峰在朦胧的薄雾中若隐若现，山峰之间的云雾缭绕，随风轻舞，时而聚成云海，时而散为雾霭，构成一幅变幻莫测的自然奇观。山门前虚空上，齐天明几人早早就来到了这里，安静等候。他们的二师兄今天早上就能到达，提前告诉了他们，让他们来接一下。李雪雅、陆浩、苏乖乖3人对天尊阁发生的事情早有所闻，急切期待二师兄的到来，以满足他们对强者画像的好奇心。而几人中，就属苏乖乖最为期待二师兄的到来，因为二师兄一到，他就可以证明自己是对的。陈长安不过就是一个比他天赋还低的人而已，根本配不上他，更配不上李雪雅。大概过去了1炷香时间，这时天边突然亮起了一道金光，这金光和齐天明到来时恰恰相反，给人一种低调细微的感觉，犹如一个点。金光越来越近，原来是一颗光滑的头颅，在晨曦下宛如金色宝珠。这人很快从天边飞到齐天明几人近前，来人正是齐天明几人的二师兄武动。武动的装扮简洁而实用，每一件装备都充满了战斗的气息。他身穿的是一件设计简约的战袍，战袍的颜色是深沉的黑色或深灰色，与他的光头和魁梧身材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也掩盖了他的身体。武者的他却看不出体型魁梧。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背上的那把金色长枪，长枪的设计既古朴又典雅，金色的枪身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透露出一种王者的气质。见过二师兄。齐天明几人齐齐拱手。武动抬头张望，却看不到师门外的人在这里等候。别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你们说的那陈长安呢？我要跟他切磋。我们没有通知陈兄。二师兄，画像呢？给我们瞅瞅。齐天明飞进武动身旁，将手搭在了武动肩膀上，可看出两人向来关系不错。其实他和李雪雅和武动3人一起长大，岁数也相差不大，所以关系才如此之好。武动从储物戒指中取出一卷纸，递给齐天明。李雪雅等人快速飞进，围绕着看画像。武动这时却说：“没啥好看的，看不出长什么样。”闻言，齐天明微微皱眉，将画卷展开，却发现里面一共有5张之多。看到那位强者的阵法是很多，但绝大多数人都是在那位强者出现在天空后才看到，而且他们当时的注意力都在那位强者的攻击手段上，且那位强者攻击时间太过短暂，大多数人的记忆里很少有那位强者的长相，能记住的人也只是看到了侧脸。武动在听到如此强者出现在凡间的消息时，也是第一时间去打听情况，然后在天尊阁总阁里弄来了那些阵法师画出来的画像。满怀期待的他看完画像后就没了兴趣。等等，齐天明仔细看完了几张画像，前面3张只是画出了那位强者穿着白色的衣服，后面2张中1张画的是强者的背影，但把强者的衣服里的一点细节画了出来，而最后1张则是这位强者的侧脸。这侧脸好像一个人。三师兄，你是想说这侧脸和陈兄很像吗？李雪雅当先给齐天明传音，把自己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他现在脸色很怪异，因为越看这画像，他越觉得像陈长安。是的，真的好像。而且我记得他就喜欢佩戴这种腰带。齐天明表情怪异，传音回去。苏乖乖在看到最后1张画卷的时候也愣在了那里。他和陈长安生活了这么久，哪能看不出这侧脸很像陈长安？也就这张画卷画的有些像而已，纯属巧合，就他还能是仙级巅峰的修为。
那可是放在仙界也是最强的境界啊。苏乖乖摇了摇头，喃喃自语着，脸上也露出了一抹释然的笑容。这绝对不可能是陈长安。要说陈长安拥有剑心境界还好，这下子说陈长安拥有仙级巅峰的修为，这不是胡扯吗？齐天明和李雪雅听着苏乖乖这细微声响，彼此对视，眼中流露出认同。要说那位强者是陈长安，那确实有些离谱了。陈长安的修为只是渡劫一层。齐天明看向武洞，问道：“二师兄，那些阵法师可有说这强者的修为有无奇怪之处？比如只看到了他的修为只是渡劫一层？”武洞被问愣了，渡劫一层？为何这样问？没有人说自己看到了这位强者是渡劫一层，而且用脑子想想都知道不可能。武洞用异样的目光看着齐天明，觉得齐天明这想法很傻，还说他天天傻傻的只知道修炼，自己三师弟还不是有犯傻的时候。齐天明哦了一声，这么说来，应该只是和陈长安侧脸像了。等等，昨天我刚好跟陈兄聊了那个仙级护山阵法，还有聊了林涛。齐天明又将记忆拉回昨日，他就是记得陈长安昨日带着那腰带。可是陈长安不应该有这么恐怖的修为才对，这比他们师尊还强了。难道真的只是巧合？别说这些了，师尊让我们别轻举妄动，也别想着去找这人，我们要做的就是静待师尊出关。武洞打断了齐天明几人，然后催促道：“赶紧的，把那位拥有剑心境界的陈长安叫过来，或者领我去见。”他的急切之情从身后的长枪轻微的震动中可见一斑，似乎这把枪也是急需找到一个强大的人来战斗。苏乖乖急忙应声：“二师兄，请跟我来。”他等这一刻很久了。武洞看了眼苏乖乖，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道：“还是六师妹好，走吧。”苏乖乖带着武洞向宗门宗主殿方向飞去，陆浩紧随其后。原地只剩下齐天明和李雪雅两人都在想着事情。师妹，走吧。齐天明懒得想了，他还是觉得陈长安是那位强者有些牵强了。陈长安只有渡劫一层的修为，而且以李雪雅所说的，陈长安拥有剑心，如果那位强者是陈长安，更应该是用剑攻击阵法。李雪雅点头。很快，几人来到了宗主殿前。宗主殿内，陈长安本来正专注研究一件事情，察觉到殿外有人到访，便将手中的长刀储藏回戒指之中。在几人出现时，他从虚空中走出，出现在了几人面前。欢迎欢迎，陈长安笑容亲切地说道。不用看就知道是李雪雅的师兄来了，就是这小小年纪的咋没头发了？有个定律是，头发越少，实力越强。果然，在陈长安的凝视下，这光头男子的修为暴露无遗，比李雪雅几人都强了不止一截。尤其是这位，还是使用百兵之王长枪，一寸长，一寸强。在修仙界，多数人偏爱使用剑，原因在于剑形象优雅，便于御剑飞行，且易于修炼。而选择练习枪法的修士寥寥无几，不是因为这武器不够强大，恰恰相反，枪太过强大，一般人难以驾驭。尤其是这光头男子身后那把金色长枪，已然诞生灵智。还有，他看到了光头男子身上有一股枪的意志，并且意志达到了最巅峰，这是枪意巅峰，即将要踏入枪心的境界。陈兄，这位是我们二师兄。齐天明看到陈长安时，目光先落在了陈长安的脸庞上，然后再看向陈长安的腰带。陈长安换了一身衣服，腰带自然也换了，所以齐天明并没有看到画卷中的腰带。久仰久仰。陈长安笑容很有感染力，这时候也是学刚见到齐天明时一样，来到了武洞面前，握住了武洞的手。武洞没有说话，还在打量着陈长安。渡劫一层，他只是听师弟师妹说这里的宗主是一个剑心境界强者，可没说是渡劫一层。还有，先前他三师弟问的渡劫一层，不会是想问这位吧？等等，这侧脸还真的像啊！武洞也愣了一会，这才搞明白先前齐天明为什么问出那么傻的问题。感情是你知道这位和那位仙级巅峰强者侧脸像啊？我跟师弟一样叫阁下陈兄吧，我是一个粗人，平日里喜欢与天赋强大之人切磋，不知陈兄是否是剑心境界？武洞第一时间就认定陈长安只是和那位强者的侧脸有些像，然后开始进入正题。他是枪意巅峰境界，以前他师尊没闭关前，他都是去找师尊，让师尊压低境界和他打，和拥有剑心的人战斗，他枪意提升的速度也会更快。陈长安这次点了点头，见到巅峰也算是包括有剑心境界吧。如此甚好，不知陈兄可否与我切磋切磋？我可以压低修为到渡劫一层。武洞也不欺负陈长安，他境界只有限制在渡劫一层，也和渡劫一层没有区别了。陈长安表情古怪，你能限制修为境界在渡劫一层，我不行啊。是的，他现在还不是特别能控制自己的实力，所以最近他一有空就尽量去练习控制。不了吧？陈长安想了想，还是选择拒绝，等会一下子没收住手，把武洞给弄死了，这事可就麻烦了。武洞皱起了眉头。苏乖乖听到这话，表情开始嚣张了起来，鄙夷地看了眼陈长安，然后看向了李雪雅。师姐，你不是硬说他有剑心境界吗？看到了没？他就是没有，要是有，怎么不敢接下切磋？
李雪雅也感受到了苏乖乖的眼神，但她没有看过去，因为她知道苏乖乖现在是什么想法，免得她等会又控制不住骂苏乖乖。她现在是看清楚了苏乖乖了，自己这师妹真的欠管教。等她师尊来了，她就跟师尊说这事。陈兄，就切磋一下也不行吗？武动觉得切磋并没有什么，又不是生死决斗。听到自己师兄说这话，齐天明赶紧上前，免得伤了和气，道：师兄，或许陈兄有什么隐情，我和陈兄说说。齐天明来到了陈长安面前，手搭在了陈长安肩膀上，道：陈兄，我师兄这人就是这样，典型的武痴，一天天就想着修炼和战斗，你看怎么才能跟他切磋一下？陈长安沉吟片刻，道：有好处吗？听到这熟悉的话语，齐天明嘴角抽了抽，感情你是想继续赚钱啊？我还以为有什么隐情呢。齐天明无语的看着陈长安，道：想要什么？陈长安觉得有东西收获的话，倒是可以将实力压制到很低很低，甚至不去动手，但要他做到这样，只能给他好东西。武动听到这话也迷糊了，切磋一场我还得给东西啊？师兄，你有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齐天明带来的资产都给了陈长安，想帮武动出都出不了。武动看了眼储物戒指，道：一条仙级灵脉，不过这玩意是师尊让我建立宗门用的。齐天明皱了皱眉，他知道这事，他师尊跟他说过，自己这个二师兄只有2个办法可以突破到剑心境界，一是遇到了天大的机遇，二是需要入世才能有机会顿悟。而入世有娶妻生子，但武动对女子毫无兴趣，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做和修炼有关的事情，那就是开一个宗门，培养一些弟子。这仙级灵脉就是宗门建立后用来提升灵气浓郁度的。仙级灵脉可以瞬间让一座山脉充满浓郁不已的灵气。陈长安听到仙级灵脉4字，顿时眼眸大亮，这玩意可以啊！等仙级巅峰阵法成了，还加上这么一条仙级灵脉，这宗门看起来才气派啊！嗨嗨，跟阁下切磋可以，那仙级灵脉给我如何？陈长安露出了标志性的假笑。这话一过，其余人都沉默了。这仙级灵脉可价值几百万灵石。行，但你得跟我打上3天3夜。武动似乎对这灵脉真的不感兴趣，直接答应了下来。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陈长安心想，别说3天3夜，5天5夜也没事。二师兄，你不怕师尊责骂呀？齐天明身子抖了抖，无语地看向武动。要是给他们师尊知道这事，恐怕不只是责备武动，还责备他们吧。苏乖乖也看不下去了，道：陈长安，你这是什么态度？来者都是客，这位更是我的二师兄，你就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切磋一下吗？李雪雅听到这没大不小的话语，忍不住眯着眼睛看向了苏乖乖。你师兄如此待你，你还说出如此话语，你真是白眼狼啊！陈长安瞥了眼苏乖乖，直接把他当作空气，懒得说话。你是谁？给你面子？要不是看在用了前身的身体，而前身真的待你如亲人一样，早把你踢飞了。阁下是想反悔吗？陈长安看向武动，微笑问道。齐天明苦笑看着陈长安，陈兄，只是齐天明还没说完，就听到了武动制止了他。师弟，别说了，我既然答应了，定然履行承诺。武动认真看着陈长安，将一个精美盒子递给陈长安，陈兄，给你。陈长安嘴角翘起，拿过盒子打开看了看，只见一条灼白色的龙形白玉静静躺在盒子中，然后他惊讶地看到这龙形白玉的眼睛似乎眨了一下。仙级灵脉，原来是活的呀！陈兄，可以开始了吗？你还是要准备一下。武动迫不及待问道。陈长安收起盒子，满意地看向了武动，道：不用准备，不过找个安静的地方吧。陈长安环顾四周，眼前的场所显然不适合切磋。武动也是仙级强者，在宗门上空切磋可能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所以他点头。迫不及待的他拉着陈长安直接踏入虚空之中，往远处跨空而去。两人眨眼间在原地消失，留下齐天明4人。4人赶忙往那边追去，他们让武动前来和陈长安切磋，目的就是看看陈长安是否是剑心强者呀。只是他们的实力远远不及武动，即使是稍胜一筹于李雪雅的齐天明也无法追赶得上，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两人的踪影消失在视野中。齐天明无奈地拿出传音宝贝向武动发送信息，却久久未得回应。苏乖乖面色凝重，急切地问道：三师兄，找不到二师兄吗？他得亲眼看到陈长安没有剑心境界，才能给予李雪雅重头一击，不然李雪雅又要狡辩。齐天明摇头说：没办法，二师兄热衷于切磋，一旦全神贯注，便什么都忘记了。他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那现在怎么办？苏乖乖嘴角抽了抽，苏乖乖焦急地问道。齐天明回答：只能等他们回来了。不用担心二师兄会说谎，他一向直言不讳，比武师弟还要诚实。或者说武动不屑于去说谎，待他回来一问便知陈长安是否达到剑心境界。苏乖乖这才稍感安慰，随即目光转向李雪雅，眼中闪烁着坚决的光芒，似乎在告诉李雪雅，这次你得看好了。陈长安被武动带到距离宗门千里之外的荒山野岭，
这里山峰险峻，难得一见人迹。两人悬浮于半空，如同两只展翅飞翔的雄鹰。此处如何？武动询问。陈长安点头，就这里吧。好，我将修为压制在渡劫一层。武动说罢，立即对自己的体内施加了约束，修为气息在瞬息之间便降至渡劫一层。陈长安还没来得及阻止武动，就看到武动的修为境界确实到了渡劫一层。他也办法了，自己只能少出手了。行了，来吧。武动话音一过，他身后的金色长枪似乎是听懂了他的话一样，突然跃起升空，然后从空中掉落在武动身前。武动只是随手一握，便将宛如重若千斤的长枪轻松握在手里。来，攻过来！陈长安朝着武动勾了勾手。武动也不管什么规矩，攻就攻，看招！武动晃动，朝着陈长安而来，眼神中闪烁着坚定和决心。他的手中紧握着金色长枪，突然光芒四射，蕴含着不可思议的力量爆发而出。长枪猛地挥出，一股震撼的力量迅速蔓延开来，空气仿佛被撕裂，产生了一阵阵破空之声。长枪所过之处，枪尖上聚集的力量强大而凌厉，伴随着雷鸣般的轰鸣声，天地似乎都为之颤抖，整个世界都在这一刻为之震动。枪意震天，凌厉而恐怖，闪电间已然来到陈长安身前。枪意与招数配合无间，几乎没有缺陷，这武动确实了不得。仅是一招，陈长安便大概估算出武动的天赋了，恐怕那个师门最强大的就是武动，而且这枪意还是达到了巅峰，离枪心只有一步之遥。陈长安并没有动弹，还是站在空中，面对如此攻击，只是身体一震，一股强大的剑心意志透体而出，轰然撞击在了前来的攻击中。顷刻间，天地倏然变得安静，武动打出的攻击烟消云散。武动动作一顿，看着陈长安，目露惊讶，还真是剑心强者，并且还是和他师尊一样剑心巅峰强者，精彩！陈兄，小心了，我要全力出手了。武动提醒一声，生怕陈长安轻敌，因为他要用出自己最强大招，即便是他师尊压低境界与他对战，也需全神贯注，方能不落下风。陈长安点了点头，也象征性的拿出了一把剑。武动再次动了，这一次他身上爆发出来的枪意不一样了，凌厉震天，仿佛是一股无形的风暴围绕着他旋转，逐渐增强，直至变得几乎具体化。随后他使出了一招令人眼花缭乱的大招诛天。武动一声低喝，一瞬间整片天空都被强大的枪影覆盖，这些枪影密密麻麻，如同无数流星划过夜空，每一道都蕴含着摧毁一切的力量。枪影在空中编织成一张巨大的网，仿佛要将整个天地都纳入其掌控之中。去！武动这声一落，所有的枪影骤然向一个方向汇聚。在这一刻，时间仿佛凝固，空间都为之震颤。随着一招的刺出，那些枪影如同一条巨龙般冲向目标，它们穿越虚空，留下一道道破碎的轨迹。空气中传来的是破碎声和撕裂声，仿佛连虚空都被这强大的枪影划破，留下了一条条深邃而可怖的空洞。陈长安的眼眸在观察这一幕时微微发亮，他似乎在这漫天枪影中看到了什么一样，表情变得惊喜。很强，不过……陈长安笑容意味深长，长剑只是一挥，剑心巅峰实力用出，一剑挥过，没有壮阔的场面，没有摄人的气息，有的就像是一道春风往前吹去。轰！所有恐怖的枪影眨眼间化为乌有，只有虚空留下被破坏的痕迹。陈长安身形一闪，整个人在原地消失，出现在了武动身前。他只是一探手，那诞生了灵智的金色长枪不受控制脱离了武动的手，飘落在了他手上，还挺沉。陈长安单手持枪，宛如拎着一座山一般沉重，但在如此实力的他眼里，一座山也就像是一块泡沫。武动惊上加惊，第一次被人夺枪，而那金色长枪也是后知后觉一般突然间震动起来，发出刺耳的嗡鸣。要是普通人被这么一震，手臂可能会直接粉碎，长枪就会脱困，但这人是陈长安，他见到长枪不听话，只是五指一用力，长枪立刻安静了下来。陈长安看向武动道：刚才那一招很强，但还是有一点点缺陷，看在你给的仙级灵脉，我给你演示一遍。说完，他转身面向另一个方向，身上突然爆发出恐怖的气势。这不是武动那样的枪意，而是枪心所发出的气势。没错，这2天他就是在研究这事，发现自己拿任何武器都有所领悟。现在只是看武动打出一招，夺过长枪，他就拥有了枪道巅峰境界。随着枪心的发动，陈长安头顶的虚空凝聚出一个巨大的金色人影，手持通天长枪，枪势强大到令天地色变。诛天！陈长安模仿武动的口吻低喝一声，巨大的人影猛地向前方虚空刺去，漫天巨大的枪影覆盖了整个天地，世界仿佛被金色所充满，天地轰鸣，仿佛天崩地裂，万物毁灭的景象尽显眼前。收！陈长安看着这一攻击，稍作思考后决定不发出这一击。没办法，他怕打出去后直接把整片天捅出一个大窟窿。只是一句话，那漫天的枪影瞬间消失，仿佛刚刚的一切都只是幻觉。
陈长安转身看向武栋，平静地问：“有没有学到什么？”武栋此刻整张脸已经崩垮，犹如一个见鬼了的夸张表情包。这是什么？枪心？毁天灭地的诛天？是的，刚才那一招，要是陈长安没有收回去，这天要遭殃。武栋从未如此震撼过，哪怕是第一次拜师，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师尊并不是这一界的人，而且他压低境界和自己师尊战斗的时候，也从未有过当下这种完全无能为力的感觉。他震撼的不仅是因为败给了陈长安，还因为陈长安是用枪赢了他。为什么？刚才他没有感知错的话，陈长安用了枪心，不是剑心巅峰吗？刚才那是枪心。在陈长安夺取他的长枪后，那股冲天的枪势正是枪心的威能所致，这也是陈长安背后出现强大虚影的原因。更让他震惊的是，陈长安不仅施展了他仅用过一次的诛天，并且还找到了优化之法。武栋现在心绪哪怕已经到了难以形容的地步，但他也是在陈长安演示的这一击中学到了东西。他的诛天只是为了去轰天空，而陈长安的并不仅仅是，重点是在攻击的目标上。如果他没猜错的话，要是他成了被攻击的对象，攻击到来前他根本动弹不得。是的，禁锢了敌人四周的空间，敌人根本没有躲避的可能性。这一招数被优化到了极致，已经没有缺点，敌人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接下攻击，那就是的比他强很多倍。面对陈长安的目光，武栋紧张的连续吞咽几次，这才恢复了神智，随后点头确认学会了。闻言，陈长安露出了一抹欣慰笑容，道：“后面还有必要继续切磋吗？”武栋心中虽然渴望继续切磋以学习更多，但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闭关修炼。他意识到仅仅通过观察陈长安使用枪心演示诛天，自己便有所领悟。自己那离枪心境界难以迈出的临门一脚，似乎已经要落下。不了，我似乎有所感悟，要闭关。武栋说完，连忙拱手感激道：“感谢陈兄，没有你，我不会有此感悟。”陈长安微笑点头道：“那回去吧，我总很多安静的地方，我替你找出地方闭关。”武栋连忙点头。两人步入虚空，不久后，他们回到了青云里。陈长安给武栋安排了一处地方，随后就不管武栋他们了，他要去研究仙级灵脉。武栋再三拱手道谢了一番才离开。齐天明等人见武栋归来，对其变化及对陈长安的敬意感到惊讶。苏乖乖直接傻眼，满脑子疑惑和不祥预感。在安静的居所中，齐天明忍不住问出心中疑惑：“二师兄，怎么了？陈兄是否真的有剑心境界？”苏乖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急切地等待着答案。而李雪雅已经对这个答案有了肯定，她更关注的是她的二师兄武栋为何会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怎么二师兄出去一趟，回来后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随陈长安回来后，二师兄离开宗主殿的时候多次拜谢，也不知拜谢什么。武栋努力压制自己的领悟，看向了齐天明几人，道：“我在这场切磋中从陈兄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没什么时间和你们细说，等会就要闭关，可能要闭关不少天。至于你们问的剑心境界，我很明确的跟你们说，你们把陈兄想得太弱了，他不仅仅是剑心境界，还是枪心境界。”说到这里，武栋还想把自己的另一个恐怖猜想说出来，但还没说出口，突然发觉自己压制的感悟好像要流失。我不能继续说了，你们出去，我要闭关，别打扰，我突破到枪心境界，有事之后再说。武栋赶忙用出实力，将齐天明几人推出居所，然后重重关上门，快速盘坐起来，闭上眼眸。这时候，一股强大的枪意在武栋身上散出，充斥满了整间居所，压缩空间，使得外人进入不了。门外呆滞的几人感受到这一变化，惊讶之余赶忙离开。看来他们二师兄真的要突破到枪心境界。几人离开，但他们没有散开，而是去到了另一处居所里，纷纷坐了下来。二师兄说陈长安不仅仅拥有剑心境界，还是枪心境界，我不信。苏乖乖在听到武栋说的话时就傻在了原地，之后在心里盘算了好久，他仍旧觉得不现实，他根本没听说过这种事情，同时掌握剑心和枪心境界，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李雪雅紧皱眉头，没有开口说话。她虽然相信陈长安拥有剑心境界，但对于他同时掌握枪心境界则持怀疑态度，但他很是确定陈长安是有剑心境界的。苏乖乖见李雪雅不反驳，继续沉声道：“这陈长安一定是用了什么办法迷惑了二师兄，我算是看清他了，他这人迷惑人的手段很是恐怖，我觉得师兄师姐你们都被他迷惑过。”等等，齐天明皱紧眉头，此刻看了眼李雪雅几人，弱弱道：“如果那个收走仙级巅峰护山阵法的强者就是陈兄的话，陈兄拥有剑心和枪心境界，是否就合理了？”他这样说时虽然缺乏自信，但从自己二师兄回来后的表现，似乎就指向这个猜测。而且明明只是出去切磋一场，自己二师兄居然要突破到枪心境界，他们师尊可是说了，二师兄没有天大的机缘，只有入世才能凝聚出枪心。但要是那个比他们师尊还强的收走仙级护山阵法的强者指点，那是不是就是天大的机缘了？苏乖乖听后眼神一暗，斩钉截铁反驳道：“不可能，他陈长安是什么货色，我能不知道吗？
他这么强，以前还那样对我，他还会拜我父亲为师？这根本说不过去。齐天明看着苏乖乖面目有些狰狞，皱了皱眉。他觉得苏乖乖并不了解陈长安，从和陈长安这2日的相处来看，他是觉得陈长安这人有很大的人格魅力的，根本不像修仙界传开的那样是什么舔狗，或者像苏乖乖说的那样是撒谎成精之人。现在陈长安如此神秘，他觉得自己心中的猜测有很大的概率是真的。而他二师兄刚才似乎还有什么想要说的。六师妹，别说了，等二师兄出关，他应该知道些什么。齐天明深吸了一口气，决定压住自己内心的好奇。苏乖乖沉声道：不行，我直接去问他陈长安，我要当面跟他对峙。他觉得自己师兄师姐们越来越离谱了。他从小就认识陈长安，陈长安有什么能耐他能不知道？即使是陈长安舔他最厉害的5年，他也没见到陈长安有任何厉害的地方。明明只是渡劫一层，他这次离开宗门出去不到1个月，回来后陈长安就成了难以估测的恐怖强者，这完全违背了逻辑常理，所以必须去对峙。苏乖乖把自己说的动容，准备出发之际，却遭到了齐天明的阻拦。六师妹，此事不能急。齐天明叫住了苏乖乖，表情严肃道：忘记师尊的叮嘱了吗？师尊让我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去追查那位强者，一切都得等师尊出关再说。苏乖乖听后嘴角微抽，无奈地反驳道：三师兄，你真觉得他是那强者？我很了解他，他绝对不是的。齐天明坚信所有迹象都指向陈长安就是那位强者，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目前来看，陈长安是最有可能的人选。师妹，师尊和师兄的话你也不听？齐天明语气微沉，脸上露出了一丝责备的神色。苏乖乖静静站立片刻，只得抑制住内心的迫切，默默点头，同时紧握着拳头。他真的搞不懂自己师兄师姐脑子里装着些什么。一开始说陈长安拥有剑心境界就算了，现在枪心境界都出来了，更是说陈长安是一个仙级巅峰的强者。仙级巅峰强者放在仙界也是最强的存在啊，他陈长安何德何能是如此强者啊？此事我们待二师兄出关后再讨论，等师尊出关后，我们才能正大光明的询问陈兄。齐天明清楚师尊的用意，他们面对仙级巅峰强者时在太弱小，若轻率追查其行踪或身份，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李雪雅和陆浩均点头同意，他们自然会听从师尊和齐天明的话。三人目光转向苏乖乖，经过一番犹豫，苏乖乖终于压下心中的急切，紧咬牙关点头同意。好，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都不要去找陈兄，即便不得不见面，也绝不去探寻他的真实实力。齐天明郑重地叮嘱。李雪雅等人纷纷表示同意，齐天明这才满意的点头，但随即他发现自己的传音宝物震动起来，取出一看，是他的大师兄传来的消息。他们大师兄已是仙级后期的强者，实力在整个凡间仅次于他们师尊。齐天明接收传音后，将传音宝物收好，对李雪雅等人微笑道：大师兄已经到了。他们还以为大师兄这个书闷子会泡在图书库里，等最后一天才来呢。是的，他们大师兄是一个看书狂人，图书库就是他的家，常年住在里面修炼和看书。也可能是因为看书多的原因，他们大师兄悟性远超常人。几人急忙飞往宗门外，很快在宗门外遇到了一位身穿白袍、白发苍苍的老者从虚空中走出。他的长发宛如银丝般披散在肩上，白袍宽松优雅，随风飘扬，仿佛融入了天地间的灵气。他周围不知何时充满了浓郁的书香，加上他眼中透出的智慧和慈祥，不需多言便知他学识渊博。见过大师兄。齐天明等人齐声行礼。咦，二师弟呢？易中恒微笑点头，随后发现舞动不在，问出一声。李雪雅微笑回道：二师兄闭关去了，要突破枪心境界。你们搞错了吧，不应该这么容易突破枪心境界啊。易中恒愣了一下，脑子里的知识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齐天明走进易中恒，把自己几人最近几日的所见所闻说了出来。什么？那位仙级巅峰强者就是这宗门的宗主？易中恒很惊讶，但说话时仍旧是压低了声音，并且屏蔽了四周的空间，不让声音传开。侧脸和一些细节上确实是和那位仙级巅峰强者很吻合，但我们仍然不能确定，需要二师兄闭关出来后再商议商议。当然，最后想要去证实他是否就是那位强者，仍旧得等师尊前来才可以。齐天明并不担心大师兄会鲁莽行事，因为大师兄最听师尊的话，也是他们几个师兄弟中修易中恒摸着下巴沉吟片刻，道：确实不能轻举妄动，不过我是必然是要见见的，还有我也可以稍微试探一下。齐天明苦笑问道：试探吗？会不会太明显了？易中恒满怀信心道：不会，如果他真是那位仙级巅峰强者，肯定活了很久，学识也一定不低，我就和他讨论一些学问，大概能判断出他是否只是40多岁的人。齐天明仔细想了想，觉得这样确实不会暴露他们的想法，于是笑着点头。苏乖乖则是直接眼眸大亮，哼，陈长安能有什么学识？等着看他们大师兄迅速揭露这小子学识浅薄的真相，然后确认他不是那仙级巅峰强者。几人一拍即合，
往宗主殿方向飞去。此时宗主殿内，陈长安正在浏览书籍，他对灵脉的使用机制不甚了解，只得去藏书阁找来几本书研究。他发现书中只描述了凡间的灵脉，并没有仙级灵脉的描述，而凡间的灵脉并不是埋在地上就行，居然还需要培植，就像是植物一样需要浇灌，等到一定的时间，灵脉就像种子一样生根连满宗门山脉，最终如同结出果实般释放出浓郁的灵气。这一过程通常需要数月的时间，这样的话婚礼前就达不到那种效果了。陈长安皱起眉头，他想要的是婚礼前让宗门看起来像一个仙宗一般气派。而就在这时，他察觉到有人来访，他们师门最后一个大师兄来了吗？陈长安随意将书籍叠在一块，一个闪身出现在了大殿之外。这位年纪有点大，难道就是他们师尊？陈长安心中暗自猜测，脸上挂着与往常一样的笑容，大步迎了上去，喊着欢迎。陈兄，这位是我们的大师兄。齐天明笑着走上前介绍。大师兄，我还以为是你们师尊呢，这年纪大概也有200岁了吧。鄙人易中恒，见过陈兄。易中恒朝着陈长安拱了拱手，脸上洋溢着温和的笑意。他和齐天明是师兄弟，齐天明管陈长安叫陈兄，他便也跟着叫了。久仰久仰，里面请。陈长安连忙邀请对方进入殿内。易中恒点头，跟着进入殿内。进入之后，他目光落在高座上的几本书籍上，眼神立刻有了微妙的变化。齐天明等人也注意到了那几本书，但无法看清书名，因为最上面的一本书被挡住了下面几本的标题。苏乖乖嘴角抽动，你是故意的吧？你以前可没有看书的习惯。陈兄也爱看书。易中恒落座之后，笑着问出了一声。陈长安瞥了眼旁边的几本书籍，笑道：还好，偶尔会看看。易兄呢？易中恒笑道：我从小便博览群书，到了如今这个年纪，凡间所有书籍应该是都看了一遍了。哦，这么厉害？陈长安有些惊讶。这是人形图书馆了。哈哈，陈兄不信的话，你可以随便问我问题。易中恒觉得让陈长安问他问题，从问题中也能试出陈长安的学识深浅。陈长安表情古怪道：我当然信。易中恒表情也跟着古怪起来，这不按套路来啊。不过我确实有一个问题。陈长安突然想到了刚才的事情，直接问道：我从武洞兄弟那里得来了一根仙级灵脉，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灵脉快速成长起来吗？易中恒的表情有所变化，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任何仙级之人都应该清楚。如果陈长安真是那位仙级巅峰强者，不可能不知道这些。苏乖乖听到这话，脸上顿时露出轻蔑之色，快速扫视李雪雅和齐天明两人，眼中流露出些许得意，好似在说：看吧，这么简单的问题他都不懂，就他还仙级巅峰强者。李雪雅和齐天明两人同样皱起了眉头，对于陈长安对仙级灵脉浇灌问题的不解感到意外。仙级灵脉与凡间的灵脉截然不同，仅需种植于土中，无需任何浇灌，只需等待一段时间便可，而且这个时间并不长，大约1个月左右即可完成。当然，如果陈兄希望仙级灵脉能更迅速成熟，还可以使用灵石作为肥料，灵石用量越多，灵脉的成长速度就越快。易中恒笑着回答。陈长安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感激地说：原来如此，多谢指点迷津，他还真不懂。这样一来，婚礼之前宗门的灵气便可以得到大幅提升了。易中恒摇头一笑：这是仙界常识。陈兄可还有其他问题？易中恒觉得仅凭这一个问题无法充分评估陈长安的学识。哈哈，莫了，易兄已经帮了我一个大忙。陈长安摆了摆手，他咋感觉易中恒故意让他多问一些问题？难道以此彰显自己学问了得？想装逼？陈长安突然冒出了一个小邪念，补充道：因为其他问题我问出来，易兄可能不知道。易中恒闻言愣了一下，旋即神情自若道：陈兄，不瞒你说，要是我都不懂的问题，这凡间乃至仙界也没有多少人能回答了。看着易中恒那自信非凡的表情，陈长安笑道：那要不这样，我们赌一把，我问易兄几个问题，我肯定你回答不上来。齐天明听到这话，嘴角不禁抽动了一下，李雪雅的表情也显得有些尴尬，真就是逮着他们师门的人薅羊毛啊。当然，打赌最好带点彩头，不知易兄身上有没有带着什么强大的功法？陈长安想了一会，现今他们宗门缺的东西还真有一物，那就是强大的功法。他如今的实力已经很强，根本不用修炼了，所以给他再强的功法也没用。但长老和弟子们有用啊。他们青云宗原来的功法是一本天品下阶功法，而凡间最强的功法是天品上阶。易中恒有些许打趣问道：什么功法？我宗至今最强的功法只是天品下阶，不知义兄身上可有天品上阶甚至仙品的功法？陈长安问道。哈哈，我100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创功法，不久前我确实刚创造出了一门适合凡间所有人的最强功法，这功法是天品上阶，但我觉得归纳为仙品也不为过，因为这门功法无论修为高低，哪怕是最弱的炼气修为者也能迅速修炼至度劫巅峰。易中恒很自豪，
这功法是他最完美的杰作。陈长安眼眸闪亮，道：“那拿着功法当赌注，如何？”易中恒嘴角上扬，道：“行，但我要是回答成了呢？陈兄可会给我什么东西？”陈长安笑道：“你断然是回答不出的。”他就是这么自信。易中恒来了兴趣，也懒得继续追问下去，道：“行，你问。”齐天明也显得很感兴趣，因为他们都清楚自己大师兄的博学多才，不仅凡间的书籍他都翻过，甚至开始偷偷让人从仙界带下书籍。记忆力和悟性的强大，使得他们大师兄就像是一个人形百科书库。问他修炼上的问题，他能瞬间说出；问他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他也快速能给出答案。陈长安露出了招牌的假笑。好，第一个问题，这个世界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易中恒仔细思索，一开始他还表情淡定，想着想着，表情变了，变得疑惑不解，然后又直接茫然了。莫鸡怎么有蛋？莫蛋怎么爱鸡？齐天明几人也在这问题出现后跟着开始思索，然后他们都懵逼了。这什么问题啊？义兄可有答案？陈长安微笑问道。易中恒眨了眨眼，支支吾吾地说：“这个问题，哈哈，回答不上。”陈长安笑道。易中恒深吸了一口气，诚实地点了点头，道：“我暂时回答不上，需要仔细钻研钻研好。那我问第二个问题。”陈长安依旧是露出了招牌的假笑，道：“我要乘坐木船，花费100年时间前往目的地，在途中发现船的某些木质部分腐朽，每次都用新的材料进行更换。那么当整艘船的材料都被替换后，它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易中恒思索了片刻，道：“不是。”“不是吗？那究竟从什么时候变成了另一艘船？我明明没下船换成另一艘船啊！”陈长安笑问道。易中恒人骂了，的确，只是材料更换了，那艘船还是那艘船啊。可是当所有材料都换了，按理来说就不是原来的船了呀。这个问题我也得钻研钻研。易中恒咽了咽口水，苦笑回道。陈长安笑道：“行，第三个问题。”陈长安一连问出了10个问题，都是地球上很多涉及到哲学、科学、伦理等等的悖论问题。易中恒也从一开始的自信不已的状态，变成了现在的整个人呆滞到麻木的模样。越听下去，他额头上的汗水越多。陈长安停了下来，笑道：“好了，义兄，看样子你还是有挺多不会的嘛。小老弟，汗流浃背了吧？”易中恒脸皮抽搐，这都是些什么问题啊？我从未在书籍上看过呀。我确实都得好好钻研钻研陈兄这些问题，实在是太过高深了。易中恒真没办法解答。此时他看陈长安的眼神和刚听到陈长安问灵根问题时完全相反了。一开始小看陈长安了，能问出如此问题的人，哪能是比他学识低的人啊？陈长安极大可能就是那位仙级巅峰强者。齐天明几人看到这里都暗暗吸了一口气，这时候他们都确定了自己的猜想，陈长安真的可能就是那位仙级巅峰强者啊！他们可是第一次看到大师兄在被别人问询问题时如此不自信。你瞅瞅，大师兄后背都是汗水啊！义兄既然回答不出来，那我就是赢了。陈长安淡淡道。易中恒露出一丝苦笑，随即颇为懂事地掏出了一本蓝色封皮的书籍，名曰《天地造化功》。陈兄，不知你是从何处寻来这些问题？我可从未听说过。易中恒此时此刻已经确定陈长安学识不低了，但他还不确定陈长安是否超越了他。或许陈长安只是钻研了某个领域，而他恰好未曾涉足。陈长安随口胡诌道：“这些问题我很久前在一本书中看到的，但那书我已经遗失了。”闻言，四周寂静。苏乖乖眼眸一亮：“我就说嘛。”齐天明和李雪雅再次对视了一眼，那这算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吗？易中恒沉思了一会，笑着说：“这样啊，那我也输得心服口服。陈兄尽管随意使用这功法。”陈长安微笑着点了点头。几人接着又聊了一会儿，易中恒借机又提了几个话题，试图探究陈长安的学识，却发现陈长安对此一无所知。不久之后，易中恒等人在陈长安的送行下离开了宗主殿，他们一行人飞往了一个幽静的住所。大师兄，您怎么看陈兄？齐天明当先发问。易中恒难以评估，摸着下巴道：“他时而学识惊人，时而连仙界一些基础的知识也不懂，我有些难以捉摸他了。”李雪雅眼中闪过一丝机智，道：“大师兄，这就说明陈兄有多恐怖了。他好像在戏弄大师兄你啊，装不懂太简单了，但学识高可是装不出来的。”李雪雅已经坚信陈长安不是一般的修仙者，她也觉得陈长安说有幸见过的那本书也是编出来的。我觉得没这么玄乎，他自己都说是在一本书上看到了那些问题。苏乖乖小声道。苏乖乖现在很忐忑，不敢面对陈长安是强者这事。要说陈长安学识渊博，情义奇艺好也没什么，毕竟这个世界以武为尊，现在却说陈长安拥有仙级巅峰修为，他真的接受不了。自己这是放弃了一个仙级巅峰强者的追求，转而要嫁给一个刚踏入仙级的憨厚小子。李雪雅瞥了苏乖乖一眼，这次没有责备他，而是注视着易中恒，等待他的回答。易中恒眯起眼睛沉思片刻，道：“他确实看起来不简单，
至于是否是那位仙级巅峰强者，恐怕得师尊到来才能解开谜团了。他不想过多判断，判断错了也是丢脸，还是等答案揭晓吧，反正也没几天了。陈长安送走易中恒等人后，立刻拿起仙级灵脉，前往宗门中心山脉中。这里是护山大阵的中心，种植灵脉是最佳之地。他一挥手，便产生了一股强大的气旋，在地面上形成一个井口大小的洞穴。陈长安跳入洞口，往下飞去，强大的气旋一直往深处钻，而他也随着洞口一直往下飞。不久，他停在地下300多米的位置。他在地下挖了一个篮球场大小的坑洞，把最近赚来的灵石和灵脉一起埋在中间，这样应该可以了。陈长安飞到空中，静静观察。接着，他看到灵脉开始从周围灵石中吸收灵气，如同种子吸收养分一般，灵脉中冒出了白色的小嫩芽。这些嫩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向四周扩散。陈长安眼中闪烁着光芒，预计几天后，这些嫩芽就能遍布青云宗的地底。等几天看看情况。陈长安飞出地洞，回到宗主殿。灵脉的事情暂告一段落，至于功法，他用传音宝物联系大长老，让他来宗主殿一趟。慕容雪不久前给他传音，说婚礼的事情已经安排的差不多了，于是开始吞服丹药，准备突破。大约1炷香时间后，大长老龙傲天姗姗来迟。陈长安很清楚这些长老们的想法，要是换作他是大长老，恐怕要反了。他虽然身形侏儒，却很受弟子们的敬爱，相比他这个在所有弟子心里是耻辱的宗主来说，弟子们反而觉得大长老更加胜任宗主这个职位。宗主，你找我？大长老进入宗主殿，一进入宗主殿，就站在中心，眼神中带着一丝不满。陈长安拿出功法书籍，灵气作用下，功法书籍往大长老飘去，最后漂浮在大长老身前不动。这是一本仙级功法，适合凡间所有人修炼，比任何功法都更快让人修炼到渡劫巅峰境界。往后这功法就是我们宗门的主功法，所有弟子都可以修炼。大长老眼眸猛地瞪大。仙级功法，他快速拿过功法书籍，翻开查看，很快就发现这功法确实不简单。这是我从苏乖乖大师兄那里讨来的，不用质疑真实性。陈长安说。大长老深吸了一口气，点了点头。他相信这功法是苏乖乖大师兄的，但不应该只说是陈长安讨来的，更应该说是人家给他们宗门的随礼吧。我简单看了眼这功法，其提升速度快的机制似乎是需要吸收大量的灵气，可是我们宗门现在资源已经没了吧？大长老看向陈长安，他已经知道慕容雪耗光了他们宗门的财库去举办婚礼，下个月他们宗门所有人可能都领不到应有的资源了。他们长老还好，弟子怎么办？修为停滞一段时间。当然他也清楚举办这场婚礼的意义所在，但也不能为了装气派而耗费整个宗门的资源啊。这种做法是很自私的，甚至都没有和他们长老商量一声。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一起商量，一起凑钱。陈长安闻言笑道，我刚在宗门培植了仙级灵脉，不久后我宗的灵气将用之不竭。至于资源不用担心，往后每月的资源照发不误。他从齐天明那里得来了不少高级灵符，他在慕容雪闭关前就让慕容雪差遣靠得住的人去用灵符换修炼资源。仙级灵脉，大长老暗吸了一口凉气，这灵脉大概率也是苏乖乖师门的人给的了。不过连续得来2样宝物，陈长安也算是出过力了。大长老看着陈长安有了些许改观，这家伙终于是做了一些对宗门有利的事情了，那最好不过了。大长老道。陈长安点头道，我知道你们长老对我以前的做法很不满，但我也是身不由己，我答应了师尊要好好照顾师妹。不过现在好了，师妹要外嫁好人家，往后我会好好弥补宗门。大长老皱起眉头，不是他对陈长安后半部分有什么不满，反而他觉得陈长安真能弥补宗门，他觉得很好。但是陈长安又拿他们前宗主来挡枪。宗主，此处只有你我，你跟我坦白，前宗主真的那般叮嘱过你？大长老见到陈长安开始为宗门着想，并且为宗门谋来了好东西，他也不计前嫌了。但当下这个问题很重要，这关乎他在婚礼时要不要当面戳穿陈长安的谎言。他现在让陈长安坦白，就是给陈长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陈长安看着大长老认真道，真叮嘱过？大长老暗自叹气，认真点头道，我先忙了。陈长安静静地看着大长老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中，不由得轻轻摇了摇头，还是得靠最后那一场戏才能征服他们啊。他想着功法的事情已经安排妥当，剩下的就是等待婚礼的到来。不过近来我的睡眠似乎出了些问题。他拥有强大修为后，晚上没事干也不用修炼，就睡觉，然后他居然还会做梦。这几天他做了几次片段一样的梦，在连续几晚的梦中，他都走到一面古老的铜镜前，镜中映出的不是他前世或现世的模样，而是一位身着白衣俊逸非凡的男子。难道我潜意识里希望自己长得更帅一些？陈长安打趣地笑了笑。与此同时，大长老在离开后召集了所有长老一起讨论功法的传承事宜。他们只是让人抄录了几百本功法，放在藏书阁里面，不同境界的弟子都可以前往藏书阁里抄录该境界的功法，不能越等级抄录功法。
是的，大长老深知，若不加限制，叛逆之徒可能会拿着功法逃离宗门，拿着功法直接出去卖。这个安排很快在宗门内转开，弟子们蜂拥而至藏书阁，渴望学习新的功法。当他们修炼这功法后，发现修为提升速度竟增快了10倍，一时间全宗震动。得知这功法与宗主陈长安有关后，众弟子感到震惊，之后心情复杂了起来。但他们很快发现，要想快速提升修为，就需要大量的灵气，于是很多弟子又开始心烦了起来。他们宗门给他们每个月发放的灵石并不多，听说宗门为了此次婚礼还耗光了资源，他们都对未来担忧不已。时间仿佛一条悄无声息的溪流，缓缓流逝。在凡间中心区域的一座大城里，一座庞大的府邸静静伫立。这府邸占地广阔，后院更有一片湖泊，湖边矗立着一座石亭。此时石亭石桌前坐着2个老者，其中一位白发白胡，胡须看似经常被精心打理，光滑闪亮，他便是人人尊称为齐尊的顶尖强者。此时他拿起桌面的茶杯，抿了一口茶水，道：阁主弟子婚礼在即，我们何时去参加？齐天明那小子昨日还嚷嚷着让我提前去，说这次要把我的胡子都赢光。他和齐天明是棋友，下棋时定下了一个规则，齐天明赢了，他就拔一条宝贵的胡子；若齐天明败了，他则拔齐天明一根头发。另一人穿着黑袍，身后背着一把晨光瓦亮的古琴，也是品着茶水。他正是秦尊，洒脱道：雪雅这丫头也让我别迟到，我打算婚礼当天前往，提前去也是无聊。齐尊笑着说：这青云宗还真是运气逆天，出了一个圣体，还被阁主收为了徒弟。青云宗上次听说还是当笑话来听。秦尊笑着摇头：我也有耳闻，这宗主陈长安对阁主的6徒弟可是情有独钟啊。此时阁主6徒弟要跟5徒弟成亲，这陈长安怕要被人们更加瞧不起了。齐尊摇头一笑，单纯是将自己带入到青云宗宗主陈长安的身上，就觉得尴尬。哈哈，你没听说这陈长安只是因为骑士尊临死嘱托，才那样对阁主的6徒弟吗？秦尊意味深长地道：你不会当真了吧？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在强行挽尊。齐尊古怪看着秦尊，当看到秦尊那笑容那般意味深长，也意识到了秦尊是在反讽。反正此次婚礼应该是很热闹了。秦尊笑道：对了，你拿到了那个强者的画像没有？齐尊收敛好玩笑之色，表情认真了起来。收到了，不过也只有一个侧脸，这人甚至比现在的阁主还要强大一些。秦尊也是严肃了起来，道：这强者很有可能来自仙界，下凡收走那个护山阵法，可惜了，没见到如此人物的风采。齐尊感叹道。仅是听现场的阵法师描述当时的画面，他就不禁感叹连连。随手一击之威，撼天动地，阁主闭关出来就是仙级巅峰境界了，不久后我们就要跟着他离开凡间，到时候到了仙界，兴许也能见到如此人物。秦尊脸上升起期待之色。哈哈，你说我们哥俩有没有一天也能如此强大？齐尊笑问道。哈哈，机缘到了，自然会有。秦尊也是十分期待啊，这种机缘一到，我定然是要竭尽全不顾一切去把握的。我肯定比你疯狂。齐尊笑道。青云宗的请柬已在修仙界的凡间迅速传开，婚礼的日期临近，只剩下最后一天。陈长安站在宗门上空，望着长老和弟子们有条不紊地布置广场，摆放桌椅，不由得满意地点了点头。今日无论是长老还是弟子们，都严格遵循他的指令，行动迅速高效。原因只是因为昨天灵脉终于成熟了，犹如开花结果了一般，地底涌出的浓郁灵气犹如云雾，令整个宗门沐浴其中。因灵气匮乏而修为提升缓慢的弟子们，现在疯狂吸收着这源源不断的灵气。当得知这是他们宗主在地底下培植了仙级灵脉，众弟子对陈长安的印象又好上了一分。小雪还在闭关，看来他是不能在婚礼到来前突破了，剩下的准备工作只能他亲自操办了。夜幕降临，青云宗陷入了短暂的平静。当第二天晨曦洒在宗门最高峰时，整个宗门突然响起了欢快的锣鼓声。这是陈长安特地传令下去让弟子们做的，为的是让这场婚礼显得更加热闹非凡。而此时全凡间受邀而来的大小势力陆续到了，天边眨眼间布满了非洲，从四面八方飞来，景象格外壮观。陈长安嘴角翘起，一个闪身来到了一处安静的居所里面。还没重启阵法吗？看着还在忙碌的林涛，陈长安问道。林涛抽空看了眼陈长安，苦笑道：快了，今天内应该可以了。陈长安皱起眉头，也没办法了，道：你加把劲。林涛点头，继续专注起来。陈长安又一个闪身出现在另一处居所前，此刻齐天明等人都聚在这里。武动出关了，俨然已经突破到了枪心境界，整个人如同一把长枪一般，给人无往不胜的锐利感。陈兄，武动看着陈长安满是尊敬，笑着打招呼。他们两人呢，穿好婚衣，准备出去迎宾了。陈长安询问。他可不打算让齐天明这些人闲着，必须给他出去站在山门前迎宾，让这场婚礼更有派头一些。所以他提前跟他们说了一声，让他们准备好。想想
几个仙级修为强者站在那里迎宾，别人会怎么想？师妹死活不愿出去迎宾。李雪雅指了指关着门的房间，陈长安皱眉往里面走去，进入房间里。此时陆浩已经穿着红色婚服坐在床边，无奈看着穿着婚衣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苏乖乖。听到陈长安进来，陆浩看了过来，满脸苦笑。苏乖乖，你这是做什么？陈长安面无表情走近。我不喜欢那种场面，也没明令要新娘子去迎宾，所以我就不去。苏乖乖梗着脖子道。她并未答应过陈长安去迎宾，本就因为被迫嫁人心里很不爽了，这会儿还出去迎宾，最后一丝尊严都没了，所以她不管怎么样都不会出去迎宾。陈长安看着苏乖乖那模样，先将陆浩支了出去，然后单手一挥，屏蔽了四周的虚空，声音不再能传出外面。见状，苏乖乖神情一变，快速坐起来，看着陈长安，楚楚可怜道：师兄，我错了，你别让我嫁出去嘛！我知道你实力很不简单，你要是还喜欢我，就帮我把婚礼搞砸，以后我就做你女人，行不行吗？说出这番话后，苏乖乖眼中的泪珠几乎要滑落下来，但别看她如此，其实她心里正打着小九九。昨日武动就出关了，把和陈长安切磋时的情景描述了一番，最终他们得出结论，陈长安几乎就是那个仙级巅峰强者了。苏乖乖确定陈长安拥有剑心和枪心两种境界，不过陈长安是不是那强者都足以配得上他了，所以他才会如此哀求。陈长安总比陆浩好一些，然而他并没有等来陈长安的答复，反而见到陈长安表情玩味了起来。师妹，咋说呢？你这人的心思还是挺容易猜测的，你也不想这事让你师门知道吧？陈长安隐藏于衣袖内的手伸了出来，居然拿着一块精美的石头，录音石。苏乖乖脸色苍白一片，你3息时间滚出来！陈长安转身往外走，双手背在身后，转过身那一刻，他的脸色是那般的冷漠。还治不了你了。陈长安轻步走出房外，暖风轻拂，他目光微动，发现陆浩等人已在外等候，他们的目光均聚焦于他身上。陆浩神情略显软化，已经妥协了，道：陈兄，既然乖乖他不想出去迎宾，那就不去了吧。反正正当陆浩准备为苏乖乖辩护之时，他猛然发现陈长安身后苏乖乖已悄然出现。陆浩愣了，齐天明他们已经对苏乖乖的娇蛮行为有了新的认识，他们原以为苏乖乖会坚决不出现，然而眼前这一幕让他们感到意外。陈长安究竟做了什么，才能让苏乖乖突然听话？陈长安很清楚，苏乖乖也就心里敢去惹这个师门，脱离了这个师门，苏乖乖将会一无是处。走吧。陈长安懒得回头，只是微笑着看向齐天明等人，带头走出。陆浩笑着来到苏乖乖身边，问道：你怎么改变主意了？苏乖乖嘴角在微微抽搐，看向陈长安的目光十分阴狠。介绍完，陈长安让龙傲田带领狱宗一行人往里去，安排他们落座。此刻这些势力的飞舟都停留在青云宗山门上空，并没有第一时间飞下来。不久，龙傲田等长老迎接了第一批宾客。直到，毕竟他们可都是知道青云宗宗主陈长安是有多舔他的师妹，现在他师妹要成婚，这就有热闹可看了。随着有人开始降落，其他人也纷纷跟随，然后他也学着陈长安一样，伸出了手，握住了灵玉宗宗主的手。易中恒几人听后都点了点头，很听话的样子。这也是让他们刚到达这里却不敢轻易飞下去的原因。最后走到陆浩面前，陈长安也只管介绍陆浩，苏乖乖就懒得介绍了。然而龙傲田等长老眨了眨眼，只能点头。他们来此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苏乖乖和一位渡劫巅峰强者的婚礼，加上青云宗发出的喜帖遍布整个修仙界，他们想来围观热闹。但当他们往易中恒几人看去，却发现几人一脸温和笑意，对陈长安的话毫无异议，似乎还颇为赞同。灵玉宗宗主罗永玉，龙傲田领来了第一批人，小声地告诉陈长安。当他们到达此地，却看到了青云宗变了一个样。此时再看陈长安，他心里已经有些异样的情绪。附近的宗门势力都已到齐，但他们迟疑不前，也是相见恨晚。罗兄，陈长安等人现身。说到陈兄二字的时候，灵玉宗宗主深吸了一口气，似乎在牢记这一刻。易中恒听到陈长安说相见恨晚的时候，他心里开心啊。现在天空上的所有人都听到了陈长安的呼喊，短暂沉默后，他们知道不下去也不行，便小心翼翼地飞了下来。而现在让他们不敢动弹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他们发现陈长安带着几个强大到他们未曾见过的人走出来。这些人身上的修为气息已然超越了他们的认知，似乎这方世界都对他们产生了排斥。在见到易中恒的时候，灵玉宗宗主就唯唯诺诺了起来，直到在陈长安的引领下和对方握手，他顿感荣耀。陈长安笑着走上前，一把握住了灵玉宗宗主的手，道：欢迎啊，罗兄，来，现在听我安排，你们这些长老往那边站。陈长安领着一群懵逼的长老往山门最前边去，叮嘱道：你们是第一道迎宾线，记住，等会谁来了，你们的目标是客气地问询来者身份，然后把人往我这边领，并且提前偷偷告诉我他们的身份，可懂？天空之上，
陈长安这时又领灵玉宗宗主往武洞走去，同样的操作来了一遍。一切准备就绪后，陈长安开始迎宾，修为作用在喉咙中向天空呼喊，示意宾客可以进场。你很了不起是吧？哪怕你就是仙级巅峰强者，那你也比不过我师尊。当然，还有一丝可能陈长安并不是，他赌陈长安不是。只要陈长安不是，拥有剑心枪心境界又如何？他师尊能够碾压。易中恒等人随着陈长安踏入虚空，转瞬间他们已经到达山门前。陈长安带着灵玉宗宗主走向易中恒等人，笑着说：“这位是易中恒义兄，我与他相见恨晚，你们认识一下，握握手。”灵玉宗宗主对陈长安的热情有些不知所措，他之前与陈长安并无交集，即使是两宗实力差不多，且宗门相邻，但因为陈长安名声不好，他平日里有什么活动都不想靠近陈长安。大长老龙傲天和其他长老早已在此迎接宾客，此刻看到陈长安出现，且身后有齐天明这些仙级高手也跟着，他们都不由自主地倒吸一口冷气。陆浩也是握着对方的手，脸上的笑容更甚，此刻他感到特别的喜悦。关系这么好的吗？无需多礼，往后都是一家人了。不等易中恒等人说话，陈长安摆手示意，让自家宗门的长老们不必太过客气。之后到齐天明，随陈长安随后返回到易中恒等人身边，只是道：“等会你们就站成一排，义兄你站前面，五兄第二，你们夫妇最后。”这些早早到来的宾客都是附近的势力，也是青云宗能够直接邀请的势力。龙傲天此时感到茫然不已，尤其是看到陈长安那般介绍易中恒他们，且易中恒他们应对陈长安那般的和气配合，简直让他震惊。灵玉宗宗主过了一会才回神，咽了咽口水，看向龙傲天，小声道：“你们青云宗厉害了，尤其是陈兄，居然能和如此高人称兄道弟。这仙级强者居然叫我罗兄！”龙傲天等长老一怔：“我们不是向你行礼啊，是向这几位仙级强者行礼啊。”此时许多受邀的宾客已经等待在外。见过诸位。大长老龙傲天带头向易中恒等人施礼。最让他们震惊不已的是，他们原本当玩笑看待的陈长安，居然镇定自若地指挥着这几个仙级强者。至于李雪雅，陈长安并没有让两人握手，就让他们打了一声招呼。舞动满脸笑容，学着易中恒温和客气地握着灵玉宗宗主的手，打了一声招呼。难道是传说中的仙级实力？灵玉宗宗主脑子直接被干宕机了，那浓郁到极致的灵气弥漫满了整个青云宗，这究竟怎么回事？眼见灵玉宗宗主如此以能与陈长安称兄道弟为荣的模样，龙傲天苦笑起来。此刻他的心情复杂难言，但现在一切似乎都变了，陈长安反而让他们宗门长脸了。陈长安敏锐地察觉到了灵玉宗宗主那与众不同的目光，嘴角不禁上扬，这是他摒弃舔狗人设的第一步，先让这些人对他印象先有所改观。此时其他长老继续引领客人前来，低声向陈长安介绍着他们的身份和名字。陈长安注意到这些长老看待他的眼神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过去遇见他时那种毫不掩饰的轻蔑。陈长安依旧面带微笑，主动上前握手，然后逐一向这些势力的负责人介绍易中恒等人。易中恒等人也都给了陈长安足够的面子，同样以满脸的笑容迎接每一位来宾。山门前分布满桌椅的广场上，落座的宾客很快已经有几百之多。这陈长安不对，陈兄还真是不一样了。一名来宾低声对旁边的人说道：“几个仙级强者居然都管他叫陈兄，这面子可大了。不过我还是觉得和他的师妹有关，他也算是个人物，能忍受心爱的女人嫁给别人，并且还借此认识如此强大的人，也算是一代枭雄了。哎，青云宗真是运气逆天了，你们感受一下这灵气浓度，这恐怕是要仙级灵脉才能诞生如此浓郁的灵气吧。”各种惊艳羡慕的微小声音在四周传开，就连还未进入青云宗的来宾也在说着相似的话。陈长安当然能听到这些言论，很可惜他不在乎。时间推移，陈长安几人已经站在山门前3个时辰，可以看到苏乖乖满脸不耐烦之色，但他不敢说话，只能咬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继续原地坚持。齐天明和其他人也站了许久，虽然他们显得有些疲惫，但看到陈长安依然热情地接待来宾，他们也只能坚持。直到下午，也有数千人进入宗门内等待婚礼宴会的开始。看到几位仙级高手还在门前迎宾，众人感到震惊。好家伙，从早上迎客到如今，居然一句怨言也没有。先前你们看到了吗？新郎看到新娘很疲惫的样子，向陈长安提议说休息一下，陈长安却一句话制止，新郎直接不敢说话了。我咋感觉这几位仙级强者都是被陈长安要求出来迎宾的？我也有这种感觉，但是不应该啊。就在众人心中疑惑不断时，突然有人发现天边有2位白发老者飞来，他们的到来立刻吸引了所有修炼者的注意。此时天空呈现出淡金色的温暖光辉，天边2位白发老者如同仙人般飞进，他们的长袍在微风中飘动，发丝如银河般闪耀。老者们的面容刻画着岁月的痕迹，但双眼中闪烁着不同凡响的光芒，仿佛蕴含着深不可测的智慧与力量。
他们的身姿轻盈，似乎不受世间万物之束缚，随意在云层间穿梭。周围的云彩在他们的气场影响下轻轻波动，一股难以言喻的威严与和平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让观者感受到了一种超然于世的强大修为。是秦尊和齐尊，这可是我们凡间最强之人了。听说实力已经突破到了仙级，却没有去仙界，终于来大人物了。哈哈，你说青云宗有没有能力让秦尊现场表演曲子？嘿，一看你们就孤陋寡闻。可知苏乖乖如今已是哪个师门的人？他可是天尊阁阁主的徒弟，那几个仙级强者就是他的师兄师姐，而秦尊和齐尊就是天尊阁的人，天尊阁阁主一句话就能命令他们干各种事情。原来如此，可是这天尊阁阁主的几个徒弟怎么看起来这么听陈长安的话？你想多了，那不是听他的话，只是给苏乖乖面子而已。毕竟陈长安也算是苏乖乖的长兄，你就说你妻子的娘家人，在你和你妻子成婚时，会不会给你大哥面子吧？要是陈长安语气再恶一些，他们肯定就不干了。原来如此，这人的话语使得周围困惑的人们恍然大悟，解开了心中的疑惑。然而他们很快意识到自己刚才的想法大错特错。秦尊和齐尊两位高人带着微笑轻盈地降落在陈长安一行人面前。陈长安立刻迈步上前，热情伸出双手，同时握住了秦尊和齐尊的手。两位，欢迎欢迎。两人看着陈长安，有些不解，这是谁？鄙人陈长安，久闻两位盛名。陈长安笑着介绍自己。听到这话，秦尊和齐尊顿时露出了会心的笑容。原来是青云宗宗主啊，想必两位也认识这几位吧？陈长安拉着两人笑着走进一中恒几人。齐天明笑道：老黄怎么这么晚才到？齐尊笑道：一早便启程了，不算迟吧？我看很多老朋友都没到。李雪雅也笑着看向秦尊拱手道：老师。秦尊笑微笑点头。两位也看向了易中恒和武动，都微微颔首打了一声招呼。老黄，走，我们下棋。齐天明在这里站了半天，身体肯定不累，精神却累了。此刻看到齐尊，仿佛重获精神，迫不及待的提议。这里这么多人，当众用棋艺碾压齐尊，这不得高光打满。齐尊刚想点头，突然听到一道声音打断了他：齐兄，当下最重要的是迎宾，下棋何时不能下？陈长安这有些责备语气的话语一过，齐天明苦笑的点了点头，没有反驳。陈长安看向了齐尊，道：阁下可以先进去坐会，夜晚到来，婚宴就会开始。齐尊惊讶地看了眼齐天明，然后又看向了陈长安。齐天明，你小子啥时候这么听话了？而且还是听这个被人们当成笑柄的青云宗宗主陈长安的话。齐尊沉吟片刻，只能点头。陈长安看向齐天明，道：送两位进去，可以喝点茶，但赶紧回来。齐天明这才笑了笑，点头领着齐尊两人往里面走去。而这一幕全被早已落座好的宾客们看在眼里，他们震惊的头皮发麻。旋即所有人都看向了先前说齐天明他们站在那里迎客一天，只是因为娘家人这层关系的那人。你确定这只是给苏乖乖面子？那人也如遭雷击，怎么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大长老龙傲田等长老还在山门前站着，看到这一幕，不约而同咽了咽口水。这还是他们认识的陈长安吗？齐天明带着秦尊和齐尊来到了宾客席中一处别具一格的位置，随即示意他们二人坐下。很快，几位青云宗的弟子迅速前来，为他们奉上价格昂贵的热茶。齐尊轻声向身旁坐下与他们共饮茶水的齐天明提问：你们怎么如此听陈长安的话？他是真的好奇，单纯是因为陈长安是齐天明师妹的长兄，似乎不足以解释这一切。齐天明却显得很洒脱，并没有对刚才的事件表现出任何不悦。首先，他对陈长安的才华深表钦佩；其次，陈长安是他们师妹的哥哥；最后，陈长安很可能就是那位仙级巅峰强者，暂时甚至比他们的师尊还要强。面对这样的人物，他自然愿意听从。二老还未发现吗？齐天明已站立了近一天，感到口渴，便大口喝了一杯茶。发现？两老没有理解这话的意思，他们发现了青云宗室不一样了，但这不是因为苏乖乖拜了他们阁主为师，并且嫁给了陆浩才有如此改变吗？往那边看。齐天明见两人更加不解了，示意两老看向此刻还在迎宾的陈长安。两老目光投去，此刻他们看不到陈长安的全脸，只能看到陈长安的侧身。轰！两老脑海像是升起了一团爆炸云，眼眸猛地瞪大。这侧脸怎么和他们收到的画像如此相似？等等！两老惊讶地看向继续悠然自得地喝茶的齐天明。你的意思是陈长安就是那位仙级巅峰强者？可是这不应该啊！齐尊无法理解，他清楚地感知到陈长安的修为只在渡劫一层。他们天尊阁的阁主虽然是仙级后期强者，还未达到巅峰，但即使他隐藏了修为，他们站在他面前时也会感到一股刺骨的寒风，危机四伏。然而陈长安身上却没有这种气场，反而让人觉得平易近人，毫无压力。齐天明道：看到的修为不一定是真的，强者嘛，有的是手段隐藏修为。
秦尊皱着眉头，沉声道：“那你可有确凿的证据？”仅凭侧脸相似。齐天明轻晃脑袋，确凿的证据当下还没有，但等我师尊前来，就要真相大白了。我师尊今晚到来，实力已然是仙级巅峰。当然，还有一个辅证，那就是陈兄拥有剑心和枪心2重境界。齐尊和秦尊二人眼眸再次瞪大。剑心和枪心2重境界，这怎么可能啊？不过，要是陈长安真是那仙级巅峰强者的话，还是有些可能的。咕噜，梁老平生见过各种大风大浪，可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那个被凡间所有人不齿的舔狗宗主，居然是当今凡间最强之人。秦尊突然想到了什么，又道：“不对啊，听说这陈长安只有40多岁，我们六师妹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现在这般模样了，所以很大概率是从仙界来到凡间修身养性。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和我们师尊一样，所以外界传他的岁数不准确。”齐天明想过了很多种答案，当下这种猜测是最有可能的。梁老沉默了下来，又往陈长安那边看去。此刻陈长安又笑容满面的领着几个渡劫期的人给易中恒介绍。易中恒微笑客气的配合，态度说明了一切。那他收的护山阵法去了何处？齐尊抬头往天空看去，这阵法并不是他们所见过的那个仙级巅峰阵法。齐天明摇头表示不知，不久后就知道了，一切等我师尊到来再说。好了，我继续去迎宾了，晚点再与你下棋象棋。嘿，这次你就准备把胡子梳光吧。齐天明拍了拍齐尊的肩膀，随后心满意足往外面走去。我怀疑你光头了，我都掉不了一根胡子。齐尊也是自信非凡地回了一句，他这段时间可对象棋有很深的领悟，竟不知神速，他自己都格外惊讶。齐天明洒脱一笑，然后再次回到了山门前，继续为陈长安迎宾。苏乖乖现在身心俱疲，都想哭了，但在身后看着陈长安的眼神仍旧是那般的阴狠，要是眼神可以吃人，恐怕陈长安已经骨头不剩。他已经认命，嫁人就嫁人吧，但他也要陈长安付出代价。哼，长老们可都是说了，晚宴时要用问心石测试陈长安有没有撒谎，到时候陈长安就等着出丑吧。他坚信自己那父亲不可能嘱托陈长安那种奇怪要求，不把他当女儿的人死前会如此。加上陈长安不是那什么神秘强者吗？会答应他父亲如此要求？至于如此强大的陈长安为何要舔他，他怀疑和他的圣体有关，或许陈长安早就知道了他拥有圣体。苏乖乖在那里尽力的说服自己，而山门前迎宾的大长老等人此刻都在小声的讨论。大长老，我看宗门已经变了，晚上还要那样做吗？一个长老靠近大长老，心虚的问道。大长老沉吟不语，他确实看到了陈长安的变化，也看到了陈长安给他们宗门带来了什么。就刚才凡间这里的一个顶尖大宗门来了，在来到他们宗门前看到那灵气浓度，都惊呼出口。但是他并不想看到前宗主死后被人污蔑，他一直很敬佩前宗主，一生为了宗门，哪怕是他也做不到。所以前宗主在世的时候，他心甘情愿去辅助前宗主治理宗门。看情况吧，大长老短时间内做不出决定。随着时间推移，天色渐黑，此间又有不少凡间顶尖强者到来，都是天尊阁的人。这些人看到齐天明几人如此听从陈长安安排，也如齐尊和秦尊两人一样感到十分震惊。而早早落座的势力看到凡间最顶尖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到来，他们都确信青云宗已然不是那个青云宗了，往后的青云宗恐怕要成为凡间最顶尖的几个宗门了。陈长安心里一直在计算着时间，此刻离婚宴时间不多了。他转头看向了易中恒，问道：你们师尊何时到来？他其实对易中恒他们的师尊挺好奇的，大概率是一个老头子，还是很倔的那种。这是他对易中恒他们师尊的想象。师尊昨夜已经突破，今日是在巩固修为，晚宴前应该能到的。易中恒回道。易中恒这话一过，陈长安突然往天顶某处虚空看去，然后嘴角翘起，这来人很强，仙级后期。很快虚空之中走出了一人，强大的修为让在场之人都震撼不已。易中恒几人感受到这股修为气息，眼眸一亮，以为自己师尊来了。然而出现的人却是一个中年男子。这人是谁？齐天明愣了，这不是他们师尊啊。陈长安原以为来人就是齐天明他们师尊，当听到齐天明这话，疑惑了起来。不是你家师尊？应该就是这里了。出现的中年男子穿着一袭黑袍，双手背在身后，目光看向了下方，像是神明审视凡间一般。中年的出现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只见他从一片模糊的虚空之中缓缓踏步走出，黑袍在虚空中飘扬。中年人的面容沉稳深邃，双眼如深渊般深不见底。随着他的出现，四周的天地似乎都为之震动，天空中还突然出现奇异的光芒，如同北极光般绚丽斑斓，将整个空间染上了神秘的色彩。大地更是轻微颤动，仿佛在向这位仙人致敬。他不是你们师尊？陈长安小声问道。齐天明几人齐齐摇头，这人是仙级大后期的修为，和他们师尊未突破前一样，而且他们师尊是超级绝美仙女，
这中年长相是有些帅气，可不是女的啊。那又是谁？陈长安又问了一声，但看齐天明他们那表情，似乎也不认识这中年。陈长安懒得多想，眨眼升空，飞到了黑袍中年身前。阁下，有何事？仙级大后期修为在他眼里不算什么，毕竟打破仙级巅峰的阵法，在他面前跟碾碎一个玩具一样。黑袍中年瞥了一眼陈长安，见其渡劫一层修为，眼中掠过轻蔑，随口回答：应邀而来，婚宴尚未开始吧？准备开始了，既然是来参加婚礼的，阁下请。陈长安微笑回复，其实他看到了这中年的不屑，但来者是客，便亲自迎接黑袍中年，带着中年飞落地面，还不忘问道：阁下怎么称呼？黑袍中年自傲地回答：姓王，叫我王前辈。他的全名叫做王不凡，仙界顶尖家族的少主。陈长安哦了一声，但并没有叫，带着王不凡来到了易中恒几人面前。你们就是繁星的徒弟吧？哈哈，都很不错。王不凡在看到易中恒几人后，表情瞬间不再冷漠，眼中的不屑也收敛了，笑容灿烂说道。易中恒几人都是神情一变，然后连忙拱手行礼。他们师尊全名顾繁星，这位应该是他们师尊在仙界的朋友。见过前辈。易中恒等人恭敬行礼，连同苏乖乖也是如此。我叫王不凡，叫我王叔就行。我跟你们师尊关系不浅，也是从你们师尊那里得知他的2个徒弟要成婚，便特地下凡送上祝贺。王不凡脸上洋溢着温和笑容，和面对陈长安时完全相反的表情。好，王叔里边请。对了，这位是陈长安。易中恒作为大弟子，尽管他样子看起来比王不凡老很多，也是恭敬喊着王叔，然后不忘介绍陈长安。王不凡瞥了眼陈长安，了一声，然后问道：你们师尊何时能到？我想念他了。易中恒道：应该快到了吧，王叔可以先进里面坐着等。说着他连忙引路：陈兄，我来招待王叔就行。易中恒察觉王不凡对陈长安的轻视，便主动说道。陈长安微笑点头。而就在这时，所有人的动作都骤然停下，陈长安也转身看去，只见在一片充满神秘气息的虚空中，一位绝世美丽的仙女正缓缓地从虚无中显现。她的长发如瀑布般顺滑流淌，泛着微微的光泽，宛如织就的星辰。她的面容如同雕刻般精致，每一个轮廓都仿佛是自然的杰作。她的衣袍轻盈飘逸，似乎是用云彩和晨曦编织而成，随着她的步伐轻轻摇曳，闪烁着淡淡的光芒。她的双眼犹如深邃的湖泊，充满了智慧和深远的洞察力。她的目光足以让任何生灵为之倾倒。随着她的出现，四周的空间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笼罩，使得整个虚空都变得异常宁静而庄严。空中的云彩似乎都在向她致敬，轻轻变换形状，编织出一幅幅美丽的图案。青云宗附近鸟齐鸣，居然编织成美妙的百鸟曲。众人目瞪口呆，陈长安亦是看呆了片刻，唯有卧槽能形容如此绝世美女，还真是最是凝眸无限矣，似曾相连在此生啊！这种容貌梦里能见，给人一种上辈子见过的错觉。这应该才是易中恒他们的师尊了，仙级巅峰境界。最重要的是这么美，李雪雅是他看过最美的女人了。现在好了，这美女碾压李雪雅。王不凡看到来人，眼眸大亮，一个闪身出现在了绝世美女身前。繁星，久别重逢，你更美了。王不凡脸上的倾慕不加掩饰，眼神极其火热。顾繁星轻冷道：你怎么来了？此话一过，下方的陈长安表情古怪了起来。好家伙，你也是舔狗？呸呸，你是舔狗？嗨嗨，你徒儿成婚，我怎能不来？王不凡略有些尴尬，但不介意，他以前想找顾繁星，顾繁星都不带理会他的。上次仙界一别就过去了好多年，这次听到顾繁星的2个徒弟要成婚，那顾繁星肯定要现身，最是见面好时机，所以他直接不请自来。顾繁星没说什么，目光清冷地往下方看去，一个闪身出现在了陈长安几人身前。陈长安近距离看到顾繁星，更能感受到顾繁星那不属于凡间的气质，清冷中带着一丝淡雅，真就是仙女下凡。见过师尊。易中恒几人恭敬行礼。顾繁星点了点头，然后目光全落在了陈长安身上，问道：你便是陈长安？他已经从易中恒的禀报中已了解了陈长安的一切。陈长安笑道：是的，我原以为他们的师尊是一个糟老头子，没想到错得如此离谱。最是凝眸无限矣，似曾相连在此生。这2句诗很好。顾繁星道。陈长安为因自己的嘀咕声被听到而感到尴尬，反而洒脱笑道：由心吟诵，阁下却是天人。顾繁星道：谬赞了。时辰将至，我们进去吧。陈长安微笑点头，做出请的姿势，然后领着顾繁星往里面走。看着2人步履相似的往里走，齐天明暗自嘀咕：好家伙，咋感觉师尊和陈兄这么配呀？陈长安长相本来就很俊美，更有可能就是仙级巅峰强者，现在他们师尊也是仙级巅峰境界了，这走在一块有点郎才女貌的错觉。李雪雅就站在齐天明旁边，尽管齐天明喃喃声特别微弱，可他听到了。别胡说八道。齐天明愣了一下，
苦笑道：“师妹，还得是你最配，行了吧？”李雪雅哼了一下，没说话，赶紧跟上。王不凡还站在原地，眯着眼睛盯着陈长安。这小子不是只有渡劫一层吗？怎么会让顾繁星如此对待？顾繁星以往见人都是态度冷漠，哪怕是面对他也是如此，而现在面对陈长安却温和了一些。直到跟着易中恒等人落座，王不凡才从易中恒口中得知原因。原来陈长安是此次新娘子唯一在世的亲人。得知缘由，他这会儿看陈长安的眼神才平缓了下来。陈长安带着顾繁星来到宴会主席位上，开始让大长老主持宴会开始。原本主持仪式是由他的徒弟慕容雪来做，很可惜慕容雪还在闭关中。大长老似乎做过主持，或者提前做了准备，此刻顺畅淡定地开始主持宴会。宴会开始，敲锣打鼓的声音响彻了青云宗，佳肴上桌，美酒盛出，宴会人气到达顶峰。幕台上，大长老高声道：“有请2位新人。”大长老声音一过，穿着婚衣的陆浩牵着苏乖乖的手走上幕台。此刻陈长安和顾繁星2人已经坐在了幕台正前方2张座位上。修仙界的婚礼也是3拜，1拜天地，2拜高堂夫妻对拜。在大长老的主持下，2人很快行礼完毕。陈长安有幸被苏乖乖当父母拜了一下，这让他心里舒畅不已。最后苏乖乖2人皆是跪在了陈长安与顾繁星面前，手里捧着茶水。顾繁星表情不再轻了，亮丽的脸庞上有了一抹笑容，没有当即拿过茶水，而是看着苏乖乖道：“你是不久前拜入我门下，我对你也不甚了解。而陆浩6岁入我门下，他来自一处小山村，是一个放牛娃，一次洪灾带走了他的家人，我路过救了他。他命苦，为人却憨厚努力，性子甚佳，但容易遭人欺负。往后你莫要欺负他。”顾繁星似乎能看清苏乖乖为人不简单，认真叮嘱。苏乖乖听后只能硬着头皮点头，遵命。陈长安在顾繁星话音过后不久，这时也看向了陆浩，用相同的口吻看着陆浩道：“陆浩，乖乖是我师尊最宠爱的女儿，我师尊临死前嘱托我照顾好她，我便把她视若珍宝。如今我把她交给你了，切记不要伤她，好好待她。”陈长安语重心长，心里则已经替陆浩默哀了。你小子算是命中有此一劫，自求多福吧。陆浩高声回道：“我一定会的。”陆浩的回复比苏乖乖的要强太多，态度十分坚定，给人一种使命必达的感觉。陈长安这才拿起陆浩敬的茶，一口喝完。顾繁星亦是如此。大长老宣布礼成，敲锣打鼓声响起，台下响起了一道欢呼声，紧接着其他人也被带动欢呼起来。几人下了幕台，在一张华丽的桌子前坐下。顾繁星仍旧是坐在陈长安一旁，而他的另一旁被王不凡占据。此次王叔下凡，给你们准备了礼物。王不凡突然站了起来，嘴角翘起，拿出了一个精美的盒子，交给了陆浩。他说话声音不大，却奇怪地传到了在场的宾客耳中。所有人听后都投来了好奇目光，好奇如此仙级强者会送什么。苏乖乖从陆浩手中夺过盒子，打开一看，发现里面的东西居然是一颗闪烁着红色纹路的蛋，整颗蛋有人头大小，里面像是有一颗心脏在跳动一样，随着闪动的红色纹路一起颤动。这是一颗拥有凤凰血脉的妖兽蛋，孵化出来那一刻就能拥有渡劫期的修为，之后成长不久就能拥有仙级实力，而他第一眼看到的人将会认作是母亲。王不凡骄傲地介绍这颗蛋，这是他花费大价钱弄来的。这话一过，全场哗然了起来。刚出生就拥有渡劫期实力，成长后还能拥有仙级实力，妖兽可比人类要强很多，几乎是10个同境界之人才能和一头妖兽抗衡。而且最重要的是，能被妖兽当成母亲，这几乎是忠诚度拉满了。王不凡见现场这些凡人皆是震惊不已，他心里更加高傲了一分。他这时还看向了顾繁星，露出了一抹自以为很帅的笑容。顾繁星微微皱眉，这礼物有些贵重，不应该拿来送给小辈。王不凡，你还是把此礼收回去吧。顾繁星知道王不凡这是什么意思，这礼物要是苏乖乖收下，就相当于是他收下了。在仙界，一个中等势力用出全部家产才能买到如此宝蛋。王不凡笑道：“繁星，你还跟我客气什么？今日是他们成婚的好日子，我送他们礼物有何问题？”苏乖乖原本双眼闪烁着兴奋之芒，对此蛋十分喜欢，但现在听到顾繁星这话，整个人都不好了。师尊，既然是王叔一番心意，我们就收下了吧。苏乖乖出言劝说，这都给他了，怎么能收回去？繁星，你看，你徒儿这不也喜欢吗？这事就这样定了。王不凡哈哈一笑。顾繁星瞥了眼苏乖乖，只能闭嘴了，心里有些怪责苏乖乖。陈长安看到这一幕，只是心里在笑。我的好师妹，继续做的话，你有可能逐出这个师门哦。苏乖乖看到顾繁星不再说话，连忙拉起陆浩，感激起王不凡，谢谢王叔。陆浩脸上挂着苦笑，看了眼沉默下来的顾繁星，也只能跟着苏乖乖一起感谢王不凡。顾繁星沉默了一会，这时候也拿出了一样东西。师尊也送你们一样东西，不过并不算贵重。苏乖乖眼眸一亮，满脸期待起来。这是我让人给你们炼制的符合你们圣体的丹药，可以快速让你们在双修下突
突破到仙级境界。快速突破到仙级，苏乖乖神情大变，整个人喜出望外起来。他现在还没渡劫期修为，能快速突破到仙级，可就太好了。多谢师尊，两人感激不已。拿过礼物，这时兴奋的苏乖乖突然想到了什么，心里充斥满了冷笑，看向了陈长安，表情上却看起来十分温柔。长安兄长，你是不是也要送我们什么东西？陈长安哪有准备送苏乖乖东西，此刻被苏乖乖如此索取，他心里冷笑。他知道苏乖乖在想什么，前面收到了2样宝物，这会儿想从他这里讨来1样东西，要是他给的东西不够好，他就丢人了；要是他给的东西很好，他则大亏。怎么样他都得吃亏，这有些歹毒了。只是陈长安真不怕别人跟他玩心计，我确实准备给你1样东西，1块小石头。这话一过，苏乖乖神情一变。那录音石？苏乖乖嘴角抽搐了起来。陈长安往苏乖乖走去，手里拿出了早上那块录音石，道：师妹，这是师尊临死前给我的，让我在你的婚礼上放给你听，你现在要听吗？苏乖乖慌了，他早上和陈长安的对话放出来，此处将无他的容身之地，我要不也让大家听听？陈长安看向四周，笑着道。这时其他宾客都好奇了起来，呼喊着放出来听。陈长安这时目光看了一眼苏乖乖桌面上放着的精美盒子，脑海里诞生了一个邪恶的念头，这妖兽不错，可以拿来当宗门护山神兽。师妹，你不仁在先，可不能怪师兄等会夺走你的丹丹哦。不用了，我觉得自己听比较好。苏乖乖手都抖了，完全没想到自己一句话引来了这么大的祸端。那你自己听。陈长安直接把手里的录音石塞到了苏乖乖手里。苏乖乖愣了，这就给了。他赶紧将意念进入录音石中，可以通过意念来听取录音石里面的录音，如此就不用外放声音，导致别人也听到。很快他确定这就是早上那块录音石了。那他手上不就没了吗？苏乖乖神情再次一变，看向陈长安，犹如看着傻子一样。证据你给了我，你还怎么拿捏我？只是下一刻还没来得及得意的他，突然看到了陈长安嘴角翘起。师尊也给我留话了。陈长安又拿出了一块录音石。苏乖乖嘴角抽了抽，这家伙备了2个录音石，谢谢你，我会听父亲的话，一定会幸福的。苏乖乖眼睛红润，看样子似乎很感动，其实他单纯是委屈了。陈长安点头道：我想仔细看看这妖兽蛋，可以吗？这话一过，苏乖乖瞬间明白了陈长安的意思，这是我的，我不能给你。可是在陈长安那目光下，他败下了阵来，可以苏乖乖心被呲了一下一样，很痛。陈长安嘴角上扬，走上前拿起精美盒子观看。此时全场之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在他们看来，陈长安送给了苏乖乖一段美好的回忆，或者说是送出了一个已经离世的父亲对女儿的爱。而看着陈长安拿起那精美盒子观看那一颗妖兽蛋，他们也觉得没什么，他们现在其实也想过去研究一下这种级别的妖兽蛋。陈长安变强之后看到的东西和别人不一样，此刻他看到了这颗蛋里面的妖兽情况。凤凰血脉，我怎么看到里面不仅仅有凤凰血脉？那红色的气团应该就是代表着凤凰的血脉，那金色的呢？而且金色的气团与红色气团几乎不相上下，龙族血脉。如果是的话，那这颗蛋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孵化出来后的妖兽也将是超出渡劫期，真好看。要是我们宗门也能拥有一头如此级别的妖兽，该多好啊！陈长安感慨开口，目光则是看了眼苏乖乖。苏乖乖听到这话，差点忍不住哭了。他知道陈长安这是什么意思，在纠结了片刻后，他只能忍痛割爱。没办法，要是他不照做，陈长安可能会直接把他说过的话公开。我也是青云宗一员，这样吧，我把这颗蛋送给青云宗。说到后面，苏乖乖差点流泪。骆浩听到这话愣了一会，然后看着苏乖乖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同意苏乖乖这做法。此时全场瞬间鸦雀无声，青云宗在场长老都呆立原地。这还是他们认识的苏乖乖吗？齐天明几人也愣了，旋即他们都露出了释然的笑容，尤其是李雪雅，稍微对苏乖乖的印象有了些许改观。顾繁星这时也意味深长地看了眼苏乖乖，悄然露出了欣慰之色。王不凡则是差点忍不住骂出来：我他娘送你们的，你要转手送人？那我这礼物算是送成了吗？王不凡看了眼顾繁星，当看到顾繁星不看他后，他皱紧了眉头。陈长安假装露出震惊的表情，道：真的吗？那太好了。苏乖乖心在滴血。就这样，在无人反驳的情况下，陈长安收下了这颗妖兽蛋。王不凡的目光都在陈长安身上，越看陈长安越觉得不爽。这颗蛋送给了顾繁星的徒弟后，他往后还能用看着妖兽的借口见一下顾繁星。现在这颗蛋给了陈长安，他乃还有什么借口？大长老此刻在看着陈长安，他更加犹豫了。他们先前打算的是在这个时候拿出问心石，让陈长安证明自己没撒谎。现在陈长安又为他们宗门谋来了如此宝贝，他有些不忍心了。四周气氛很快回到了正常。
苏乖乖坐在原位置上一动不动，整个人有些失神落魄的样子。就在这时，李雪雅站了起来：“老师，今天气氛正好，我们各自弹奏一首曲子，为我师弟师妹庆贺庆贺。”秦尊闻言笑道：“可以。”两人一拍即合，李雪雅让秦尊先弹奏，秦尊也没说什么，在全场所有人的欢呼下飞上了空中，开始弹奏。一首符合当下情境的曲子响起，所有人都沉浸在了如此美妙的曲子之中。不愧是秦尊，此曲只应天上有啊！我已经对男欢女爱没了兴趣，听着此曲，我居然再次萌生了再闯清关的念头，这太好听了！一曲结束，响起的欢呼声响彻整个青云宗。顾繁星听完后也微微点头：“你琴艺又有了提升，不错。”秦尊连忙拱手笑道：“还好还好。”王不凡对琴艺不是很了解，但他此刻也跟着发言道：“此曲不错，但还是缺了一点火候，与我认识的仙界那位琴艺大家有些差距。”此话一过，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王不凡身上。陈长安也一样，看着王不凡，总觉得这小子在装叉。齐天明微微皱眉，这装叉技术和他有的一拼啊。顾繁星暗暗无语，他知道王不凡对琴艺不算了解，至于仙界那位琴艺大家确实比秦尊厉害，可也不是王不凡说的有很大差距。那我多练。秦尊苦笑拱手，随后看向了李雪雅，道：“雪雅，你来。”李雪雅点头，然后看向了王不凡，道：“王叔，我老师若和那位琴艺大家有些差距，那看看我这个学生又有多少差距。”说罢，李雪雅轻盈如蝶地飞上了空中。在场宾客见到李雪雅这个大美女，都是眼睛放亮，仔细观看。李雪雅盘坐在虚空之中，将古琴横放，调整了几秒呼吸后，看了眼下方的陈长安。她将手缓缓落在琴弦上，先是抚摸琴弦，再轻轻抬起，盈盈落下，淡雅婉转的小调开始在天空之上流淌。所有宾客在这前奏响起之时，都猛地睁大了眼眸。秦尊也是神情一变，更加专注了一分。顾繁星神情微亮，嘴角微扬，开始沉浸在曲子之中。陈长安淡然一笑，就知道李雪雅会弹此曲。李雪雅弹奏不久，神奇的一幕出现，只见一道虚影从李雪雅身后突然飘出，居然是一个和长得李雪雅一模一样的虚影，就像是李雪雅灵魂出窍了一般，离开了实体后，她的灵魂变成了实体，随后在天空之上如同一只美艳的蝴蝶优雅起舞。素佩沟勒出青花笔锋转淡歌声突然响起，是难以形容的好听。清泉流过华石，夜里黄莺鸣叫，又如那月色下的清风徐过草丛，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全场宾客大惊，意识不禁进入了一处水乡之中，他们伫立都在一艘船上。此时不远处岸边出现了一道靓丽优雅的身影，迎着清风而舞一曲终了。那虚影做出最后一个舞蹈动作后，突然一炸，化作了一团烟火盛开，璀璨绚丽。所有人都在这绝美的风景中回神。此歌曲送给师弟师妹。李雪雅在天空做出了一个优雅的结束姿势，随后轻盈飞下地面，回到原来的位置。她先是看向陈长安，嘴角露出了一抹温柔的笑意，随后看向了王不凡，表情淡漠道：“王叔，您应该很懂情义，对此歌曲评价如何？”王不凡呆在那里，一时间说不出话。挺好的，很接近仙界那位情义大家的他犹豫了一会才说道。秦尊这时候站了起来，激动问道：“雪雅，此歌曲是你所创？”李雪雅笑着看向了陈长安：“不是，是陈兄所创。”此话一过，全场之人都震惊地转移目光，看向了陈长安。顾繁星亦是如此，表情有些意外。陈长安创造的歌曲，秦尊不敢置信，但若齐天明先前说的是真的，陈长安是那仙级巅峰强者，这又能解释得通了。这首歌曲之精妙，乃是他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高度。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这简直是一首完美的告白情歌。大长老此刻的表情比在场所有人都要精彩，他自诩很了解陈长安，此刻三观却再次被颠覆。我和他在同一个宗门待了30多年，也没见过他弹琴啊，这能创造出如此精妙绝伦的歌曲，这还是我所认识的陈长安吗？还是从一开始我就对陈长安持有了滤镜，只能看到他不好的一面？顾繁星已经从自己的徒弟们那里得知了陈长安拥有剑心和枪心2重境界，也极有可能就是那个仙级巅峰强者。不过到来这里之后，他多次感知陈长安的实力，哪怕故意靠近陈长安去感知，仍旧没有变化。而他的徒弟也没有跟他说陈长安的才艺。此刻听完这首歌曲，他看陈长安的目光有了一些变化。他也是研究过情艺的，如此歌曲他可创作不出。王不凡皱起了眉头，目光看了一下陈长安，之后又快速看向了顾繁星。当他看到顾繁星居然一脸好奇神色看着陈长安，他心里像是被什么尖锐的东西刺了一下。不得不说，这首歌曲对于他这个不懂音律的人都觉得精妙，而若是这歌曲全是李雪雅所创，他只会心里佩服，但是由一个男的所创，且这人还引得了他喜欢的女人的注意，他就不舒服了。而和王不凡差不多心里的人也只有苏乖乖了。此刻苏乖乖脸色有些扭曲，看到陈长安出风头，他很不爽，把他的蛋抢了，现在更是给李雪雅创作了如此歌曲。这首歌曲什么意思已经很明显，
这是跟李雪雅示爱过了啊！两人已经走在一起了。想到这里了，他胸腔要炸裂。他看不得陈长安得到好处，得到幸福。苏乖乖这时快速看向大长老：“你这老头怎么还不赶紧拿出问心石，击碎他的谎言啊！我要看他出丑！”在所有人惊讶不语的时候，陈长安这时候微笑道：“还好，偶然间有感创作。”说到这里，这时候陈长安看向了齐天明，笑道：“齐兄，你不是想和齐尊下棋吗？去吧，给大家助助兴。”齐天明哈哈一笑，站了起来，看向齐尊道：“老头子，来下棋。”他等这一刻等很久了，就是要在这种场所人前显胜。齐尊不是很懂音律，只在乎棋艺，此刻也直接笑着点头。两人眨眼飞上了天空之中，他们也不用棋盘，直接自己创造棋盘。只见两人对视了一眼，然后默契地开始对着天空施法。他们站在天空之上，双手挥动，强大的灵气从他们体内涌出，楚河汉界棋图出现在天空之上，犹如上天的杰作。棋图出现后，他们各自制造出灵气汇聚而成的棋子，不是棋盘上的那种小颗棋子，而是由他们想象而成的巨象。车就是一辆无往不前的战车，象则是巨大古象，马则是长着双翅的天马。齐天明把棋子巨象变成了蓝色，而齐尊则是把棋子巨象变成了红色。陈长安略有些惊讶，哈哈，以前想象力有些局限了，这才是修仙界的下棋吗？你们猜谁能赢？还用说吗？肯定是齐尊啊！但我听说齐天明棋艺比齐尊差不了多少，差不了多少也是差啊！我觉得齐尊肯定能赢。宾客席中各种议论声此起彼伏。陈长安听到这些声音，突然冒出了一个奇特的想法。天空之上将棋盘创造好后，齐天明两人对视了一眼，然后皆是自信不已的准备动棋。可就在这时，一道声音打断了他们：“等等，你们先别下，我说几句话。”听到声音，齐天明两人往下方看去，说话之人正是陈长安。陈长安嘴角翘起道：“各位，今日难得开心，齐兄和齐尊又在此处下棋，那我们玩点新鲜的玩意。我来坐庄，你们可以来我这里下注，赌他们两人谁赢，赔率皆是1比1，每次下注不得超过10万灵石。”听到这里，更多人觉得齐尊会赢，他就冒出了赚点外快的想法。闻言，全场猛地寂静下来。不会吧，这不是赶着给我们灵石吗？还有这等好事，齐尊稳赢的呀！等等，齐尊会不会放水，故意输？应该不会吧，齐尊一名可不是白得的，在如此场面故意输给他人，这名号不得丢了。我觉得可以玩玩，不要下太多。讨论声响起没多久，这时候有一个人直接带头下注，这人正是秦尊。那我就买齐尊赢吧，10万灵石收吗？秦尊笑眯眯看着陈长安，有钱不赚王八蛋。陈长安笑道：“必须收。”秦尊知道齐天明棋艺不弱，甚至有时候能让齐尊陷入困局之中，可论总体实力，齐尊还是比齐天明厉害。有了秦尊带头，其他人宾客都活跃了起来，纷纷有人上前来下注。陈长安照收不误，大多数势力都只是下1-2万灵石，多的几乎没有。很快下注结束，陈长安心里乐呵不已，下注齐尊赢的居然有300万灵石，下注齐天明赢的只有几个人，正是李雪雅、陆浩和苏乖乖。他们都想下满10万灵石，但被陈长安眼神制止后，就下了1万灵石。陈长安也是无语，自己人的钱也赚。好了，你们两人可以下棋了。陈长安笑着喊了一声。可就在齐天明两人点头准备下棋之际，一道声音突然响起：“等等！”王不凡表情淡漠地看着陈长安道：“我也想玩玩，但我没有灵石这种垃圾玩意，只有这一块宝贝。”王不凡拿出了一块巴掌大小的晶体，整块晶体犹如水晶般透明。这是什么玩意？陈长安没见过，这是一块极品仙晶。顾繁星见到陈长安表情疑惑，他感到意外，于是提醒了一声：“仙晶，大概价值多少灵石？”陈长安是真不懂，但他能看出这仙晶里面拥有很浓郁的比灵气强很多的能量。顾繁星更加好奇了，这陈长安不是那仙级巅峰强者吗？仙晶是仙界强者常用的修炼宝物，算是灵石的升级品。装不懂，这是仙界比较有实力的仙人使用的修炼资源，就像你们的灵石一样，而我这块是极品仙晶，硬要说价值，可是你们灵石的1000万倍。王不凡表情高傲，像是看着土包子一样看了眼陈长安：“我只有这宝贝，你收吗？”陈长安表情古怪，问道：“你赌谁赢？”“赌齐天明，他指定不能收。”“当然是那小子。”王不凡指了指齐尊。陈长安忙不迭道：“收。”王不凡怔了一下，这小子什么狗胆，居然敢直接收。王不凡沉声道：“那你可有如此多灵石赔？”陈长安笑道：“你看我这宗门如何？说了我都赔你。”闻言，所有人都愣了，尤其是青云宗的人。这可不够。王不凡不屑道：“这宗门根本不值钱。”陈长安嘴角翘起：“这个蛋总够了吧？”王不凡嘴角抽动起来：“你娘的，那本来就是我的蛋。”顾繁星听到这话，
想提醒陈长安，这蛋可不只是一块极品仙金的价值，保底估算，这蛋得价值上千块极品仙金。然而他还没来得及提醒，就看到王不凡点了头。行，输了我可就把这颗妖兽蛋收回来了。王不凡暗暗冷笑了一下，虽然赢了后他就跟没输没赢一样，但能拿回这颗蛋之后，他还能继续送给顾繁星。陈长安也直接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王不凡听后转身看向天空之上，沉声道：“都用出自己全部实力，别被我发现谁装模作样放水，否则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你们看着点，看看他们有没有放水。”王不凡转头又看向其他宾客。王不凡很确定自己在这些人眼中的权威，尽管他不懂齐天明他们在下什么棋，但其他人懂。只要这盘棋结束后，有人告诉他齐尊放水，他肯定不能罢休。其他宾客几乎都把赌注下到了齐尊赢棋上，也乐得王不凡给他们主持公正，便笑着应承。王不凡见自己才是民心所向，心里乐呵了一下，然后回头看向陈长安，让他们开始吧。只是他发现陈长安此刻仍旧表情轻松。那你们开始吧。天空的两人听后皆是点头，开始下棋。齐尊肯定不会给齐天明放水，这次是在公众面前和齐天明下棋，输了会丢脸。还是那个规矩，我先出棋。齐尊说完驱动术法，下一刻他控制那匹长着白色羽翼的马跃起，来到了下一个位置。齐天明满脸笑意道：“我也开始认真了。”法术驱动下，蓝色的马也跃动了。两人布局完毕，开始杀棋。是，齐尊驱动马车冲撞向齐天明控制入他下半边的马，一撞之下，齐天明的马顷刻间爆破成火焰，绚丽不已。我也吃。两人气势高昂，他们犹如神明一般站在天空之上，驱动着棋盘中各方棋子。棋盘里一时间像是兵荒马乱，战火激昂，杀意滔天。时间悄然而过，半个时辰后，齐尊又是大喊道：“吃！你的棋不多了，也准备陷入死局了吧？”好！下方一群宾客看到这里，激动地喊了起来。此刻上方棋盘中，齐天明的蓝色巨象的棋子已经所剩不多，只有零星几个，并且局势已经向无法逆转的情况而去。而齐尊的棋子数量是齐天明的2倍，再有2步就能将死齐天明。王不凡不懂这是什么棋，但看到其他宾客激动模样和齐尊自信非凡的模样，嘴角跟着翘起。他看向陈长安，表情满是不屑：“小子，拿走我的蛋，得还回来。”然而当他看到陈长安后，却不禁怔然了一下：“你小子此刻还笑得出来？”“是的。”此刻陈长安在笑，满脸笑意。见到王不凡往他看来，他还露出了一个得意的神情。顾繁星了解过星星的象棋，此刻已经看到齐尊即将赢下此局，但看到陈长安那模样，他不得不去怀疑陈长安是不是在用微笑掩饰不开心。这不是要输了吗？齐天明看着齐尊那已经必胜的模样，原本还皱着眉头，似乎很焦急的模样，突然间转为了玩味。嘿嘿，老头子，被我坑到了吧？他憋不住笑了。齐尊看到齐天明突然间表情来了一个360度变样，愣了一下。到我了吧？齐天明嘿嘿一笑，开始反击。他就是学的陈长安，控制着棋盘往一个残局局面发展。努力控制下，他成功了。将！齐天明喊道。齐尊笑道：“你能将得死我吗？我挡，我有的是棋子，我继续将。”齐天明笑意盎然：“等会你就知道了。我继续挡，没招了吧？”齐尊得意道：“我继续将。”齐天明又道：“你将回来有用吗？那我继续挡。”齐尊道：“我继续将。”齐天明道：“你就来来回回2步，将得死吗？”齐尊无语了：“将不死吗？要是我再这样一将呢？”齐天明哈哈一笑，唯一的马跳到一个出其不意且刁钻的位置。我在齐尊突然说不出再挡一句话了。不对，这次怎么挡不住了？死了没？齐天明哈哈笑道。齐尊连续眨动了几次眼睛。这怎么就死了？哗！下方所有宾客看到这里，突然哗然了起来。这怎么突然输了？好家伙，这也能赢？不会吧？齐尊输了？是我的2万灵石啊！顾繁星此刻也眨动了2下美眸，快速转动视线到陈长安身上。此时陈长安仍旧笑意满面，他好似知道最终结局会是如此。提前约定好让齐尊放水？不对啊，这根本不是放水，先前齐尊那棋势是真的能赢啊！是他3徒弟突然找到了刁钻的反击棋路。王不凡呆在了原地。输了？刚才你们他娘的不是说已经稳赢了吗？怎么过了会儿就输了？齐尊在天空上待了好一会才回过神来，再看向齐天明的时候，眼中的情绪十分复杂。你小子是不是提前在给我布局？他才发现中间有几步棋齐天明好像故意走错让他吃的。齐天明笑道：“是的，从一开始我就想方设法让你掉进我的陷阱里面，进入一个看起来你要赢，其实我必赢的局面中。”齐尊咽了咽口水，无奈叹气道：“你小子棋艺怎么突然间提升至如此境界？能够做到这种境界，那棋艺境界岂不是高他1倍？”齐天明神情犹豫了一会，想着要不要说出来是因为陈长安，但这样的话他
他人前显圣就有点不够逼格了。不过很快他还是做出了决定：陈兄，给我好好上了一课，我能赢你，全靠他。此话一过，全场所有人都快速看向了陈长安。顾繁星也是很意外，你不仅仅情艺恐怖，你棋艺也如此了得。陈长安笑道：我平日里没事干，就弹弹琴下棋。对了，这象棋不是刚出现不久吗？其实是我创造出来的。此话一过，全场瞬间鸦雀无声。齐天明也懵逼了：你创造出来的？顾繁星的眼神坚定而深邃，如同繁星点点聚焦于陈长安的身影上。这有点厉害了，能够独创一种棋系，其规则之完美令人叹为观止。这样的成就已经足以让他名垂青史。陈长安的笑容如春风拂面，他继续说道：既然齐兄赢了，那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你们的赌注了。300多万灵石加上1块极品仙金，是一笔不小的收获。还有，我想在此向我们青云宗的所有人宣布，从今以后，我们宗门将所有弟子长老的资源翻10倍。现在不缺钱了，就使劲发，打造出一个凡间最强宗门。青云宗的弟子们听到这番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10倍的资源，这样的喜讯让他们激动不已，一片欢呼声中，宗主万岁的呼声此起彼伏。陈长安笑着说：趁着今日这般好时光，我还有一件事要宣布，我们宗门将扩招天赋不错之人，觉得自己有潜质的都可以加入我们青云宗。我们对待天才的态度绝不逊色于任何宗门。众宾客的表情变得复杂起来，各大势力的领袖们纷纷审视着自己的后辈，不少年轻人的眼中闪过了渴望之光。青云宗的长老们坐在一旁，目光都集中在了大长老的身上。他们此前已经商量好，在宴会进行到一半时执行他们计划好的事情。现在还要继续吗？他们之所以要揭穿陈长安撒谎一事，就是因为陈长安昏庸无能，不仅仅耗费了他们宗门资源，更是丢了他们宗门的脸面。他们才想着把陈长安赶下台。现在陈长安已然不是以前的那个陈长安，他为青云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资源，特别是那仙级灵脉，使得他们的宗门灵气浓郁，堪比仙界。他的行为提升了宗门的声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些成就是他们几辈子努力都难以达到的。大长老原本犹豫不决，此时终于做出了决定，计划取消。其他长老听到这话，纷纷松了一口气。陈长安见下方宾客中有些人已经有了蠢蠢欲动的模样，他知道不久后他们青云宗将要迎来不少天才了。再怎么说都只是凡间小宗门。王不凡真的被气到了，他此行陪了夫人右哲斌，感觉什么好处都没有捞着，还成了散财童子一样，这让他气不过，此刻也是冷声来了一句。陈长安闻言笑了笑，并没有反驳。他这样做单纯是想弥补一下宗门而已。5年间他确实让宗门损失了很多，包括名声。当然，如果他愿意一心发展宗门的话，以他现在的实力，打造出一个强大的仙级宗门也未尝不行。也不是不能把宗门发展成仙级宗门。陈长安没说话，倒是顾繁星说话了。王不凡嘴角一抽：繁星，你能不能不要拆我的台？陈长安眉头挑起，笑着问道：怎么说？顾繁星朝着陈长安露出了一抹微笑，道：如果我成为你们宗门的长老，我的徒弟们也算是青云宗的弟子。以我们宗门目前的资源和弟子储备，在仙界也算得上是一流的仙级宗门。此话一过，全场突然间就没有了任何声息，落针可闻。齐天明等人都愣了，他们师尊成为青云宗的一个长老。青云宗以大长老为首的长老们此刻只觉得头皮发麻，如此仙级强者要和他们平起平坐。陈长安则笑着回应：您说笑了，我们青云宗可容不下您这尊大神。顾繁星笑道：此事他日再说，我是觉得可行的。在场的宾客都惊讶地相互对视。不久，众多势力的领袖们都产生了一个惊人的想法，是否应该解散自己的宗门，直接加入青云宗。这样的话，以后他们也算是仙宗的人了。陈长安看到下方宾客有些躁动起来，突然意识到了顾繁星刚才那句话的意味，不由得多看了顾繁星一眼。顾繁星那句话是帮他招揽更多的天才啊。于是他对顾繁星的印象又加深了一分，这个女人不仅仅绝美强大，还是一个为人不错的人。王不凡此刻像是吃了屎一般，想爆发了。你们给我表演夫唱妇随，这不是在打我的脸吗？我就来了一句气话，至于如此下我的台。王不凡很想对顾繁星说些生气的话，可看到顾繁星那绝美的脸庞，刚来的气就顺了。他娘的，长得漂亮就是为所欲为啊！敬你一杯酒。陈长安此时举杯向顾繁星敬酒，他准备开始今晚最主要的任务了。顾繁星微笑点头，这种酒对他们这种修为境界的人来说几乎喝不醉。然而喝完后，他惊讶地发现这酒不一样，喝多了会有醉意。在陈长安向顾繁星敬完酒之后，他转而向易中恒等人继续敬酒，似乎浓厚的情谊都已寄存在酒杯间。他要打造出自己喝酒喝多了假象，假装展露出自己的真实一面，然后在众人面前对陆浩和苏乖乖表达祝福，眼中闪烁着泪光，在重复着前身师尊说过的言语。苏乖乖此刻表情很冷漠，看到陈长安如此风光，心中泛起特别不快的涟漪。他又快速转头往大长老那边看去，当看到大长老等长老完全没有要起来搞事情的样子，他想骂人了。你们忘记自己要做什么了？思索片刻后，
苏乖乖找了个借口起身，向大长老的方向走去。陈长安看到了苏乖乖这举动，嘴角不由翘起，然后继续喝酒。陈兄，这酒不宜饮得过多，易醉人，想必是采用了许多灵药炮制而成。李雪雅喝了2杯后便感到微醺，忙运功驱散酒力，同时提醒陈长安。陈长安笑着回应：今日我开心啊，陆浩，你是新郎，今晚你我必须醉一个。陆浩感受到了陈长安的祝福一般，憨厚的他神情严肃，用力点头，然后开始接酒。苏乖乖很快来到大长老面前，低声问道：大长老，你忘记你要做什么了吗？大长老听后愣了一下，装作迷糊的回应：我要做什么？我没什么要做的。苏乖乖嘴角抽了一下，沉声道：问心时，你们赶紧干活啊！长老们的表情透露出些许异样。大长老深吸了一口气，道：我们决定不干这事。苏乖乖脸皮都跳动了起来：你娘的，你耍我是吧？苏乖乖努力忍住爆发的情绪，深吸了一口气，认真道：大长老，你莫要因为刚才他的行为而改变自己的初衷。他确实做了一些对宗门有利的事情，可是你这样对得起我爹吗？我爹若是没说那些话，他不就污蔑我爹吗？我爹以前待你不薄吧？你就这样报答他？大长老眉头紧皱，其他长老也显露出犹豫的神色。你们难道不想知道真相吗？如果陈长安没有撒谎，那自然是好事，但如果他撒了谎，那他自取其辱。毕竟污蔑自己的师尊，他就不配拥有这样的名誉。苏乖乖语气坚定。大长老看了眼远处的陈长安，心里新筑起来的一堵墙还是出现了裂缝。好吧，最终大长老还是做出了那个决定。苏乖乖脸色一亮，点了点头，然后迅速返回到他的座位上。其他长老这时纷纷看向大长老，问道：真的要做吗？大长老深吸了一口气，随即吐出了一口浊气，道：我傻我才这样做呀。其他长老脑子宕机了一下，都愣了，随后他们都觉得大长老这话没毛病。如今陈长安如此风光，他们真就脑子抽了才这样做。然而大长老刚如此说完，突然间表情一愣，快速往陈长安那边看去。过了一会，大长老站了起来，往陈长安那边走去。其他长老又愣了，低声问道：大长老，你在做什么？他声情并茂道：师尊知道自己的命运后，将我叫到身前，他意识到了自己一生为了宗门而忽略了亲情，他说自己错了。不远处的一群长老唉声叹气，想不到大长老反水反的这么毫无征兆，而女人则是心里诞生了一股崇拜之感。很快，问心石内部的绿光变成了红光。陈长安抬头看天，左眼的泪水也沿着脸颊滑落。他喃喃自语道：师尊，您老人家看到了吗？他们会幸福的，而我也要去追寻自己的幸福了。当初他们误会他了。多年前我遭受了重创，机灵死亡，要不是有我师尊的救治，我恐怕已经活不了。他开始讲述自己了解到前身的过去，声音充满了情感，双眼泛泪。他没有前身的记忆，前身究竟怎么来的，他也只能从外面打听。这怎么跟他想的完全相反？陈长安就等这一刻的到来，此时直接发力，让自己的脸更红了一分，随后开始了自己的表演。大长老确实不知道陈长安从哪里来的，陈长安还成了他们前宗主的徒弟。那时候的陈长安看起来18、9的模样。刚开始是青云宗的弟子们和长老们拍掌，后面全体宾客加入了其中，掌声响彻云霄。片刻之后，问心时毫无变化。在场很多人都觉得陈长安当初做的那些人们传得沸沸扬扬的事情，不像是青云宗前宗主嘱托的那么简单。陈长安此时脸上泛红，醉意朦胧。他虽然能以自身实力驱散体内的酒气，但此刻他选择了不这么做。面对大长老的请求，他回答道：可以。而刚才他之所以又突然改变主意，是突然听到了陈长安的传音。是的，陈长安居然知道了他们的计划，并且十分干脆地让他做。果然真诚才是必杀技。六师妹，现在你无话可说了吧？知道他有多高尚了吧？顾繁星也在看着陈长安。如果陈长安真是那仙级巅峰强者的话，大概率也是和他一样遭受重创，躲到了凡间恢复修为。陈长安毫不犹豫地将手放在了问心石上，重复他之前的话。可以说这个前身是有一点神秘的。这问心石没有问题。你小子当初还对新娘有过什么企图吗？说到这里，陈长安双眼瞬间红润，萦绕着的泪水似乎下一刻就要掉落。陆浩重重点头，神情庄严：我会的。在众人注视下，大长老走到陈长安面前，深深鞠了一躬，声音沉稳认真：宗主，有件事请您配合我一下。陈长安这时又转向陆浩，语气严肃真诚：陆浩，乖乖以后就交给你了，你要好好照顾他。误会他了，仙界可没有陈长安这号人。所有男人肃然起敬。陈长安看向了苏乖乖，言真意切道：乖乖师妹，师尊他老人家临死前叮嘱我好好照顾你，他为了弥补你，让我满足你一切的要求，并且替你找一个好人家，而现在我做到了。陈长安右眼噙在眼内的晶莹泪水突然落下。那现在没有变化，说明他说的都是真的。大长老在陈长安将手收回去后，他将收放在了问心石上，道：我是这凡间最帅的人，加入青云宗有30多年了，我师尊待我如儿子一般，我也是他老人家如父亲。
只是他修炼走火入魔了，也是神界来人，他们可都没有忘记陈长安以前做的事情，纯是舔狗行径。现在有热闹可以看了，场内陷入了一片死寂。明明刚才还说自己傻才去，转头就去了。其他宾客听到此话，都是脸色怪异起来。大长老用力点头，此刻眼中升起了敬意，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了陈长安的身上，心中对他的敬意如涌泉般涌现。大长老神情庄严了起来，对陈长安也升起了难以磨灭的敬佩。大长老道：“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所有人的目光都快速看向陈长安手掌和问心石接触的地方。此刻陈长安是直接用手指抓住了问心石，肯定是接触到了。这一刻，所有人的敬意都写在了脸上。陈长安无奈点头道：“是的，我师尊临终前嘱托我，往后不管师妹有什么请求，只要不伤天害理，我都要服从。我也答应了，所以5年间师妹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大长老的脸上露出了严肃的神色。10天前您说过，5年来您为您师妹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前宗主临终前的嘱托，这是真的吗？是吗？那您可以将手放在此问心石上，说前宗主确实说过此话吗？大长老说着，手上闪出了一块人头大小的椭圆形石头，此时内部浑浊，却有一团绿光在微微闪动。随后掌声如雷鸣般响起，他坐回了座位，整个人看起来像是悲从中来，被无尽的痛苦附身一般。此话一过，所有人都往问心石上看去。王不凡原本还有气无处可发，此刻看到这一幕，表情变了，变得笑容满面。听到这话，场中所有人的动作都停了下来，目光集中在陈长安身上。是的，换作是其他人，恐怕不会答应如此嘱托。苏乖乖整个人僵在那里。宗主，从今以后，我们所有长老都将为你马首是瞻，您的任何命令，我们都将无条件执行。大长老如同发誓一般高声道。说完，他还不忘拍了拍大长老的肩膀。前宗主确实说过这样的嘱托。至于陈长安的人品，他也由衷钦佩。看到这一幕，在场所有人都惊了，想不到他当初真的不是在舔苏乖乖，而是在履行承诺。这是真男人啊！陈长安这时候又站了起来，收回了演技，严肃道：“从今往后，我会带着师尊的意志，全力发展宗门。我们一起努力。只要有人放手在上面，说的话是真话，内部的绿光仍旧是绿光；若是撒谎，内部的绿光会转变成红光。这种男人才值得他们喜欢啊！”李雪雅深吸了一口气，她一直很确信陈长安是值得他们敬佩的人。这时她看向了苏乖乖，大长老看向陈长安，眼神变得完全不一样了。苏乖乖此时看起来像是在看戏一样，嘴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冷笑，因为他们很确定，换作是他们，根本做不到陈长安这种程度。他抛开了名声，抛开了一切，只为报恩，只为履行自己的承诺。王不凡看到这一幕，皱紧眉头，他咋感觉今天来到此处，就是看陈长安出风头？王不凡皱紧眉头，从开始就如此了。陈长安通过不同之人来显示他的美好魅力，别说是别人了，他在心里都隐隐觉得陈长安这人很不错。要不是他努力遏制这种感觉，恐怕也会跟着鼓掌。一个小小的渡劫一层，还搞这么多门道，还坑骗了他2样东西。要不是此次有顾繁星在，他指定要陈长安好看。王不凡此刻也就心中以陈长安的低修为来安抚自己的不悦。如此弱小之人，终其一生都无法达到他现今的成就，当做一个蝼蚁看待就好了。正当王不凡沉浸于这样的思绪时，他忽然抬头望向天际。顾繁星和其他仙级强者也感受到了天外来客的气息。陈长安比在场所有人都更快地察觉到了这一变化。很快，天空中的虚空裂开了一道缝隙，一个身着黑色武者装束的年轻男子从中走出。他的面容英俊，气质非凡，头发随风飘舞，身姿轻盈，宛若与四周的空气融为一体。这位年轻男子一出现，便迅速扫视下方，很快锁定了他要找的人，径直投身进入青云宗内。转瞬之间，他便出现在了王不凡的面前。师尊，家族有紧急事务需要跟您汇报。来人正是王不凡在仙界的徒弟林树。仙界和凡间用宝物传音不了，他只能下来禀报。见到自己最得意的徒弟，王不凡面露微笑。当得知家族此时发生的事情后，他沉吟了片刻，道：“此事不急，待我参加完晚宴再回去处理。”林树点头。王不凡这时候看向顾繁星，微笑道：“这是我的徒弟林树，你上次来我们家族时，他恰巧外出执行任务，在仙界同龄人中，他的天赋可是数一数二。”王不凡言毕，目光扫过齐天明几人。他很认可顾繁星，可并不是连顾繁星这些徒弟都认可，单纯是爱屋及乌罢了。尤其是看到齐天明和李雪雅2次让陈长安抢尽风头，他心中难免有些不快。武动听到这话，看着林树时，神情有些蠢蠢欲动起来。林树的修为他已经看清楚了，也就比他高一个境界而已。他现在是仙灵9层修为，而林树则是仙灵10层。顾繁星有仔细观看林树，年纪和武动、齐天明他们相似，实力确实不凡。不过，顾繁星看了眼武动，看到武动的急切模样，他浅笑道：“我二徒弟与他年龄和境界相当。”武动听后立刻明白师尊的意思，急忙上前拱手道：“我未曾与仙界的顶尖天才较量过，
今晚师弟师妹们都为晚宴献饮，而我作为一介武夫，无别的乐趣，不如与林兄切磋切磋，为宴会助兴如何？”此言一出，场中众人顿时露出期待之色。仙级强者的对决，绝对是一场精彩的盛事。陈长安嘴角微扬，他曾帮助武动突破枪心境界，并指导了他的大招，自然也想看看武动如今的实力。反正他能看到武动和这林树境界差不多，就看各自的招数谁强了。林树看了眼武动，见武动比他低一个境界，眼中闪过了一抹不屑。在仙界，与他同境界的天骄对手都难以胜过他，更何况是这个凡间的同龄人，简直自取其辱。他听自己师尊王不凡提过凡间的情况，眼前这位气质超凡的女子，想必就是他师尊所说的顾繁星，而这光头小子就是他的徒弟。可那又如何？我不欺负比我弱的人。林树没有拒绝，但也没有答应。王不凡了解自己徒弟的性格，自认为林树的傲气甚至超过了他，但在他眼中，这正是林树应有的样子。今晚他虽然受了不少窝囊气，但自己不便亲自发泄，徒弟的到来恰好可以助他发泄这股怒气。武动闻言笑了笑，道：“你确定我比你弱吗？”说着，武动身上猛然散发出一股尖锐而恐怖的气压，使在场的所有宾客都震惊不已。这是枪心境界！王不凡眼神一凝，这小子居然有枪心境界！即使是他这位几乎是仙界最强者之一，也才是堪堪修炼到了剑心境界。林树神情一变，眯紧了眼眸，但脸上仍旧有一股傲气。是我小看你了。林树表情认真了起来，但脸上仍旧保持有一丝轻松，道：“可以跟你切磋，但输了别气急败坏了。”闻言，武动也好奇起来了。这林树见到他的厉害后，居然还觉得自己能赢。仙界最顶尖的天才都是如此吗？念及此，他心中对仙界愈发向往了。以前他们和师尊去过几次仙界，但也只是偷偷去，并未遇到过什么强大的天才，所以他也没有和仙界最顶尖的天才切磋过。而现在他们师尊已经到了仙级巅峰境界，不久后他们就可以去仙界了。向往之情在他心间流转不停。那来吧！舞动的声音轻轻响起，随即化作一道流光，直冲云霄。林树朝着王不凡拱了拱手，不过飞起来前他突然顿了一下，看着王不凡露出了一抹疑惑，随后暗暗点了点头，也化作流光升空。两人很快出现在青云宗的上空，夜幕中他们身上散发的恐怖气势如同雷电在夜空中翻滚，以他们为中心发出耀眼的光芒。陈长安看着这一幕，嘴角翘起，拿起一旁的酒喝了一口。吃瓜观众，说的就是他了。王不凡这时看向了顾繁星，道：“我的这个徒弟本性不羁，说话可能带着些许骄傲，请繁星你不要介意。”顾繁星道：“没事，天之骄子都是如此。那繁星，你觉得我徒弟胜算高，还是你徒弟？毕竟你徒弟拥有了枪心。”哈哈，这里就得称赞繁星，你的教导有方了。王不凡借此拍了顾繁星一个马屁。然而顾繁星这时却摇了摇头，道：“武动修炼到枪心境界，全靠他呢。”听闻此言，众人纷纷转移目光，望向顾繁星所看之处。当看到陈长安后，王不凡先愣了，其他宾客和所有青云宗的长老弟子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人。顾繁星看向的人是陈长安，他们已经都很敬佩陈长安，可是他不是只有渡劫一层吗？他真能指导一个人达到枪心境界吗？这会不会有点胡说八道了？只是在他们质疑不已的时候，却突然看到陈长安笑了笑，道：“武动天赋卓绝，我不过是稍作指点，他便有所领悟。”这番话一出，四周鸦雀无声，在场宾客几乎无人能够想象出这种画面。一个渡劫一层，怎么就能指点一个即将要突破到枪心境界的天才？只有少数天尊阁中见过强者画像的人，此刻意识到了什么。不会是真的吧？不仅仅是侧脸相似，难道陈长安真的是那位仙级巅峰强者？青云宗所有长老和弟子都愣了，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得了这件事。他们宗主什么实力，他们很清楚的呀，一直是这个实力啊，怎么能够做到如此程度？顾繁星随口说的。王不凡皱紧眉头，目光在顾繁星和陈长安之间徘徊，但无论如何，他都无法从陈长安身上感受到任何强大的气息。我懂了，繁星啊，你是不是故意拿他气我？王不凡突然想到了什么，念头通达了，一定是顾繁星想利用陈长安来气他，不然怎么能说出如此胡话呢？说这小子情义奇义好没什么，说这小子能够指点一个枪艺巅峰之人突破到枪心境界，这简直是胡扯。别说是仙级巅峰了，神界强者都很难做到吧？他陈长安一个渡劫一层，凭什么？剑心、枪心等等境界一般，只能靠个人领悟，指点不出来的。就在所有人都疑惑不解，还没有找寻到答案的时候，天空之上的战斗开始了。在夜晚的星空之下，武动手持长枪，枪心气息全部散出，游在星辰点缀的夜空中，他仿佛是一把能够戳穿这片黑夜的长枪。他当下发动攻击，长枪一动，一套枪法打出，长枪在穿梭中留下了一道道炫目的光轨，仿佛在夜幕中绘制出一条条流动的银河。而林树也是直接出手持一把华丽的剑，剑法灵巧，他的每一个动作都似乎在与夜空中的星辰对话，
见奸划过的轨迹，仿佛在夜空中留下了一串串璀璨的星辰。舞动的长枪与林树的华丽剑在夜空中交织，产生了耀眼的火花。简单交手，两人各自退回了原来的位置。平分秋色，两人都在试探。只是舞动往下方青云宗看去，就在刚才，林树似乎是失手了一般，打出了一道往青云宗而去的剑招。那青云宗的护山阵法乃能扛得住如此级别的攻击，眨眼间被破。还好最后一刻，他师尊一挥手，消去了那道剑招，否则青云宗被劈上一道剑招，肯定损失惨重。而即使如此，林树剩余的招数也和用出了枪心境界的他打成平手。他的枪招明显差林树太多，林树的剑招不是仙级那么简单，而是神级。修炼成了神级剑招的林树，能够抵抗使用枪心攻击的他。你这也不行啊，枪心境界也就这样吧。林树傲然道。舞动哼道，那我们一招结束吧，就怕你接不下我这一招。哼，那来试试。林树有些不屑道。青云宗山门广场上，王不凡一脸笑意看向了陈长安，道，应该让他们离远些战斗，这直接把你们宗门的护山阵法打坏了。陈长安似笑非笑看着王不凡，他很确定以林树这种级别的天才，不可能会有刚才那打歪的一招，这必是王不凡暗中的指使了。你小子是见不得我好，恶心我啊。不过陈长安轻松的笑道，没事，我正准备更换一个护山阵法呢。那就好，战斗结束后再布置吧。王不凡心中暗自冷笑，心想，有本事你现在布置下一个护山阵法，我徒弟全给你破坏。青云宗的长老和弟子们面色凝重，他们的护山阵法虽然不属于顶级，但也是历代祖先辛苦布置的成果，现在竟被轻易破坏，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而且林树如此之强大，那打歪的剑招能正常吗？他们纷纷将目光投向王不凡，但面对这样的强者，谁敢出声？他们敢说对方一句话，恐怕就要被拍死。其他宾客也在心中暗暗摇头。下一刻，一声震天的嗡鸣声从青云宗中心地带传来，整个天地似乎都随之震动了一下。紧接着，一幕令人惊叹的景象出现了，一道紫色的光柱从宗门中心冲天起，直达云霄。高空中，紫色光柱在顶点爆发，划出无数道优美的弧线，宛如流星坠落，最终落入地面，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紫色倒扣形碗状护罩。这个紫色的护山阵法瞬间笼罩了整个青云宗，其光屏散发出强大的气息，仿佛向四周所有潜在的敌人宣告着它的不可破坏性和危险性。陈长安看着这一幕，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无比古怪。好家伙，就阵法刚没了，新阵法就刚刚好启动了。林涛啊，你真给力啊！这正是他获得的那个仙级巅峰阵法。而现在他发现这阵法和他当初收取时不一样，这阵法好像还多出了一个功能，防御功能本就有，现在好像还有反攻功能。他能感知到这阵法像是一个刺猬一样，对外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压迫感，似乎是有人对他攻击，他也会反过来攻击敌人一般。陈长安满意的点了点头，心想这下青云宗的气派足够了，配得上他的强大。陈长安心里乐呵没多久，这时候看向了王不凡，微笑道，我们宗门主打效率高，旧的被破坏了，直接启动新的就好了。王不凡的脸色变幻，心中又开始不舒服了，他此刻无言以对，甚至无法发出声音。这护山阵法怎么回事？这护山阵法居然是仙级巅峰阵法，即使是他们王家这种仙界最顶级的家族使用的保护阵法，都没有这种阵法强啊。这阵法好像还有反攻作用，别说他徒弟的攻击能否打破这阵法了，要是他徒弟敢再打出一道攻击在这阵法上，这阵法有可能把他徒弟直接轰成渣。顾繁星此刻也在看着陈长安，他眼神变得坚定了下来。先前还只是猜测陈长安是那个仙级巅峰强者，现在大致已经确定下来了。当然，等会他还是要查验陈长安最真实的修为。陈长安不一定只是仙级巅峰境界。陈长安的话落下，热闹非常的广场陷入了一种深夜乱葬岗般的寂静。几息时间过后，众人才渐渐回过神来。每一位天尊阁的成员此刻都将目光凝重地投向陈长安，之前的猜疑已变成了几乎肯定的信念。陈长安真的是那位传说中的仙级巅峰强者，不然这阵法怎么可能会在青云宗这里升起？青云宗所有长老和弟子此刻久久难以平复心间的翻涌的情绪，犹如一头猛兽一般冲击着他们的识海。这阵法怎么回事？仙级巅峰护山阵法，灵气的浓度变化，资源的丰富，天才的涌入，现在还有这等阵法，青云宗的崛起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他不会就是那个仙级巅峰强者吧？应该是了，怪不得侧脸这么像，怪不得能做出如此多壮举。大长老等人听到这些话语，又被雷击中了一般，懵逼了。啥？仙级巅峰强者？你们说的人是我们宗主？王不凡听到这些讨论声也愣了一下，说的什么？他陈长安是仙级巅峰强者？他渡劫一层啊？修为是假的？王不凡脸色开始难看起来，结合先前陈长安做的事情和武动那句话，这些人说的话还真有些可信度。只是这小子真的有仙级巅峰境界，这比他还强啊！而在天空之上，武动和林树两人见到这阵法后沉默了好一会，
武动面带玩味地看着林树，道：“你可不要再打歪攻击了，小心这阵法把你灭了。”林树皱紧眉头，这什么宗门，居然拥有如此级别的阵法？是的，现在他不敢继续刚才的行径了，否则真有可能被这阵法反手灭了。这阵法放在仙界，也是最顶尖的阵法吧？你不是让我见识你的厉害吗？说这些题外话作甚？林树沉声岔开话题道。武动表情严肃回来，道：“那你小心了，扛不住记住喊停。”说完，他全神贯注下来。这一刻，他身上喷涌出恐怖的枪劲，他身后突然出现了一尊庞大的金色虚影。金色虚影手持一把金色长枪，此枪巨大，宛如可以将天穹捅出一个窟窿。林树神情瞬间冷到了极点，这小子不简单。他已经感受到了恐怖的压制力，于是也展现出自己最强的一面。他闭上了眼睛，再次睁开的时候，以他为中心，四周居然速度放慢，仿佛时间在这一刻被冻住了一般。领域，武动略显惊讶，怪不得林树如此自傲，确实有些资本。不过，你的领域真的能接下我这一招吗？注意了！武动沉声开口提醒，紧接着一招枪法使出。只见他头上的金色巨人虚影同样使出一招枪法，下一刻，无数金色枪影布满了天穹，目标直指林树。恐怖的画面震撼着下方所有宾客。林树的领域展开后，能够在领域覆盖范围内攻击也速度暴增，平日里躲避别人的攻击轻而易举，尤其是当别人凝聚最强一招的时候，他只需要轻巧的躲过去就能反击。毕竟最强一招打完后，往往会出现一个灵气空窗期，这也是他在仙界同龄之人的切磋中往往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只是今日他遇到了唯一一个让他难以接受的敌人。武动这一招一出，他不知道怎么回事，领域已经铺开，他却完全动弹不得，就像是深州的虚空被完全禁锢住，他短时间爆发出最强的实力都无法挣脱。这一刻，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力感。诸天！武动一声令下，铺满天空的金色枪影像是天兵领命一般攻向林树。我说了！林树根本反抗不了，只能咬着牙喊出从未说过的话语。武动闻言，嘴角翘起，全部修为收敛。下一刻，漫天的金色枪影顷刻间消散。广场上，所有宾客咽了咽口水，他们对林树的失败无丝毫嘲讽之意。毕竟，即便是站在广场上的他们，也能深切感受到那一招的恐怖之力。他们自问，若换作是他们，恐怕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就已被那漫天的枪影吞没。王不凡看着徒弟那不甘的神态，脸色愈发难看。他来此本以为能大放异彩，此刻他却感觉自己纯是来丢脸的呀。他也不是责怪林树，林树已经很强了，可让他想不到的是，顾繁星的这个二徒弟这么强大。武动落回地面，先是向顾繁星行礼，随后转向陈长安，笑容中带有一份敬意。陈兄，若非你对我的诸天之招做出的改进增添了禁锢空间的能力，我怕是赢不了这次的切磋。这番话如同震雷般，在场众人心中炸响。怎么又和陈长安有关系？刚才那害人的一招，陈长安改进的？这下剩下一些还怀疑陈长安实力没有仙级巅峰的人坚定了想法，肯定是仙级巅峰强者了。王不凡神情变得凝重不已，这小子真的这么邪门？仙级巅峰，他现在离这个境界已经是只有一步之遥，而他们王家只有他的父亲和干爹两人是仙级巅峰境界。正当王不凡心中还存疑虑之时，一股强大的气息在青云宗某处爆发，一道巨大的光芒陡然现世，吸引了所有宾客的目光。易中恒开口道：“有人突破到了仙级。”陈长安嘴角轻扬，自己的徒弟这时候突破到仙级了。果然，很快一道倩影突然升空，随后快速飞落在了广场前。师尊，我突破了！慕容雪突破到仙级之后，身上的气质也变了。本就天生丽质的她，现在给人一种高攀不起的感觉。以大长老为首的青云宗之人，此刻都瞪大了眼眸。慕容雪突破到仙级了？陈长安微笑点头，仙级只是开始，往后继续努力。慕容雪认真点头。顾繁星此刻在认真凝视着慕容雪，有些惊讶。冰红圣体，这可是冰系圣体中最强的圣体。王不凡脸色已经阴沉到了极点。冰红圣体，这种天才叫陈长安师尊，这小子真的是仙级巅峰，看来今日他就不应该下凡，真就是自找苦吃了。当然，哪怕陈长安真的是仙级巅峰境界，那也是和他比不了的。他是王家的少主，以后也会拥有仙级巅峰境界。顾繁星如此之人，到了仙界也得依附他们王家去实现某个目标。苏乖乖现在很想哭，发生的一切都和他预想的相反。现在他很后悔当初为什么拒绝陈长安。在陈长安因为他父亲的嘱托舔他的时候，他直接跟陈长安在一起的话，会不会成为所有人都羡慕的存在？但他也清楚自己已经没有后悔的余地。他已经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嫁给了陆浩，想要再嫁，几乎只有逃出这个师门这个选择。苏乖乖念及此，目光突然转向了李雪雅。当看到李雪雅满眼都是陈长安，他心里的憋屈顷刻间化作了怨恨。李雪雅斥责过他，陈长安要是早就展现出如此实力，他也不会变成如今这般。此时林树也飞落回广场。王不凡看了一眼自己的徒弟，深吸一口气，
准备离开这个让他颜面尽失的场所。继续在这里也是丢脸。他转向顾繁星道：“繁星，我得回去处理家族事务，我会先走一步。你已经达到仙级巅峰，是时候按照约定去仙界了，我在仙界等你。”顾繁星懒得和王不凡说话，随意点了点头。他是和王家有合作，但王不凡代表不了王家。顾繁星转而对陈长安说：“陈兄，我有事想单独和你谈谈。”他得开始试探陈长安的真实底细了。而他口中的一句陈兄，令在场很多人都表情怪异起来。王不凡听到这话，脸色瞬间变得像是霜打的茄子一般难看。他咋感觉自己现在走了，这两人要发生点什么？陈长安微笑点头：“那进我的秀里乾坤里聊。”顾繁星单手一挥，随后他带着陈长安消失在原地，而原地只留下了一团悬浮在虚空中的黑色漩涡。所有宾客都看呆了，那是什么？王不凡神情一变：“神通。”易中恒知道在场之人的疑惑，便笑着解释道：“这是我师尊修习的秀里乾坤神通，里面空间极大，比施展领域要高级太多。”众人闻言惊呼不已。神通，这是停留在传说中的词汇。王不凡原本打算离开，但现在决定暂时留下，想要看看顾繁星究竟打算做什么。顾繁星把陈长安带入秀里乾坤里，可以做很多事情，而他们也进不来秀里乾坤里面。陈长安只觉得眼前环境一变，陈长安发现自己仿佛置身于太空中，眼前是无边的宇宙。不过他依旧能够看到青云宗婚宴广场上的画面，就像是投影一样，他能听到广场上的人说的话。神通，秀里乾坤。他现在实力很强，但也只是强，一些强大的术法都不会，更不要说是神通了。至于现在，他能感觉到自己可以凭借实力闯出这里。陈长安往前方看去，顾繁星就漂浮在他的前方，犹如一尊绝美的神祇。此处谈话不会被外面听到。陈兄，我有件事想跟你谈谈。顾繁星表情认真，换陈长安叫做陈兄的时候毫无违和感。陈长安微笑回应：“你说，我听着。”顾繁星在自己秀里乾坤里拥有一种探知的能力，他已经开始使用自己神通的能力去感知陈长安的修为。按理来说，进入这里，陈长安隐藏修为的宝物就会失去作用。为何陈长安的修为还是渡劫一层？陈兄，你的修为不应该只是仙级巅峰吧？顾繁星试探着说。陈长安知道自己今晚展示的一切可以让人推断出他拥有仙级巅峰实力，只是现在顾繁星推断他不仅仅只有仙级巅峰实力。你这么确定？陈长安笑着反问一声。仙级巅峰之人可没有你展示出来的这些手段。你是来自神界吧？顾繁星说到这里，目光盯着陈长安的表情。陈长安表情没有任何变化，笑道：“你继续说。从神界下到仙界，天道会降下一层界域禁锢，限制神界之人的修为到仙级巅峰境界。在神界遇到危险或者遭遇追杀，这些神界强者几乎都会逃到仙界甚至凡间。而我结合你先前对自己经历的叙述，才怀疑你是否跟我一样，也是来自神界。”顾繁星眉目收紧，他发现陈长安真的是深谋远虑之辈，一个能令他看到破绽的微表情都没有。陈长安心里其实很古怪，他可是第一次听说什么界域禁锢，可他咋感觉不到呢？是因为自己这实力是系统给的缘故？他是很确定自己可以直接使出全力的，而他也能感觉到自己使出全力，这凡间会承受不住。我听你徒弟说，你是从神界逃到了凡间，这些年一直养精蓄锐，他日回神界复仇。陈长安淡淡的说道。顾繁星认真点头：“我的敌人很强，没将修为修炼到神级巅峰境界，我不会回去。而我还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组织，一个人根本复仇不了，我不能再失败第二次。”陈长安微微点头，接着问道：“你拉我进来，究竟想知道些什么？”顾繁星直接道出他的目的：“我想知道你的真实实力。”陈长安笑问：“你知道了又如何？”顾繁星凝视着陈长安：“这取决于你的实力。”陈长安已经初步判断出了顾繁星的目的，只是轻描淡写的回答：“我很强。”顾繁星继续追问：“在神界，你的实力是处于哪个层次？”陈长安露出了一抹笑容，道：“我说我在神界最强，你信还是不信？”顾繁星表情变了，满是质疑的看着陈长安：“在神界最强？你是谁？”顾繁星突然间神情紧张，眨眼间散发出了一股强大的气息，进入了战斗状态。此刻的他与这方空间像是融合了一般，给陈长安一种要是两人打起来，他比较难抓到顾繁星的错觉。陈长安眼见顾繁星整个人变了一个模样，疑惑了片刻，意识到了顾繁星可能是误会了。我跟你认识的那些最强者不一样，你不认识我，我也跟你毫无关系。陈长安道。闻言，顾繁星身上的气势收敛了一些，他的仇人就是神界最强的10人。陈长安看到这一幕，大致知道顾繁星的仇人有多吓人了，怪不得躲到下界，那你就不是神界最强之人。顾繁星认真道。陈长安洒脱笑道：“我没必要说太多，你信与不信跟我没关系。”他现在已经完全摘除了舔狗人设了，以后的事情就真的天高任鸟飞，他就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情就行。而他已经想好了做什么，自己一个人到处溜达也没有多大的意思。这些日子建设宗门倒是意外的让他有一种荣誉感，那就建设宗门，将宗门变成万界最强宗门，
应该很不错。顾繁星眉头微蹙，深吸一口气，说道：“只要你展示出令我信服的实力，我可以将我所拥有的一切都交给你，这可与你有关。”陈长安眼神微变：“你拥有的一切给我？”陈长安这时想到了先前顾繁星说的提议：“你们师门真的一起加入我们青云宗？”陈长安沉思片刻，还是来兴致了。那我该如何展示？陈长安嘴角带着一抹微笑，他这算不算被迫装逼？你攻击我，我们小小切磋一下。顾繁星的眼神紧紧锁定陈长安，他提出了一种考量陈长安实力的方式，那就是战斗。在神界，他也是绝顶天才，现在修为在仙级巅峰，而陈长安也是仙级巅峰。若陈长安在神界也是最强的境界，那此刻战斗肯定不输他。但如果陈长安远不如他强，那不好意思，陈长安不可能像说的那样强大。陈长安轻轻一笑：“你这提议多多少少有点让我不尊重你啊！我跟你切磋，无疑是欺负你。你再强，现在也只是仙级巅峰，而我不是。也行。”不过陈长安还是同意了下来，他也想看看顾繁星会不会做到给他一切东西的程度。当然他也清楚顾繁星肯定别有目的，甚至有可能和顾繁星的仇恨有关，所有到时候他得评估利弊。顾繁星见陈长安如此轻松的答应，也微微点头。他警告道：“但我得提醒你，在我的袖里乾坤中，你的实力将大打折扣。”陈长安含笑回答：“没事，削弱再多也一样。”顾繁星见陈长安自信满满，不再多言，只是静静的等待，看他是否如同王不凡那般只会口头上的狂妄。来吧。听着顾繁星这话，陈长安表情也变得认真下来。这时他身上流转着一种特殊的气息，紧接着突然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力量。顾繁星原本提防着陈长安会迅速发动攻击，但现在他竟然丧失了一切防备，目光呆滞地注视着陈长安。见到巅峰。此刻陈长安身后凝聚出了一道宛若实质性的气息，一把虚空长剑从他身后显现。这把剑仿佛由大道凝聚而成，出现后一阵大道之音荡漾开来。这方袖里乾坤空间甚至还颤了颤。原来你已经不仅仅是剑心境界，而是领悟了大道。顾繁星深吸一口气，这一刻他终于相信了陈长安先前的话，他的实力在神界中也算是登峰造极了。但他话音未落，便见陈长安嘴角挂着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嗡！顾繁星以为一切已经结束，他的美眸骤然瞪大，只见陈长安身后虚空中突然出现了一把长枪，这枪上布满了大道纹路，再次令袖里乾坤空间颤抖。枪道也达到了巅峰，居然两种都达到了如此境界。我相信你说的了。顾繁星向陈长安拱手，这样的实力在神界也极为罕见。然而陈长安笑道：“戏还未完。”话音刚落，陈长安身后突然出现了一把布满道纹的长刀，刀道也是巅峰。顾繁星瞪大了眼睛，震惊之情溢于言表。可是这就结束了吗？轰！紧接着陈长安身后又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虚影，那是一把布满道纹的巨锤。顾繁星陷入了难以走出的震惊之中，只是这样就结束了吗？时间流逝，一炷香的时间，顾繁星犹如经历了10天一般。当陈长安真正停下来时，顾繁星麻木地注视着他身后密集的大道纹路所形成的武器虚影，那是上百种武器，这究竟怎么回事？陈长安此刻心情畅快无比。我也不是很想装逼，是你逼我的呢。他发现自己一旦接触到某种武器，便能迅速领悟其精髓后，他就开始大肆寻找各种武器。于是在等待婚礼到来的这段时间里，他有空就加深自己对各种武器的领悟。最终他将所有武器的境界修炼到了触摸大道的层次，这对他来说并不复杂，一切都是水到渠成。顾繁星恐怕永远难以忘记眼前的这一幕，这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畴。还需要继续战斗吗？陈长安的声音在空气中回响。顾繁星终于回过神来，深吸一口气：“不用了，我相信你的实力了。”这已经不是他是否相信的问题了。陈长安的实力在神界也是无解的，他从未听说过有哪位神界的最强者能够修炼如此多的武器，并且都触摸到了大道。陈长安这种情况并不能简单的叠加实力，其实他和修炼一种武器并且触摸到大道的强者差不多的，但他却能运用各种不同的武器进行攻击，如此变幻莫测的攻势，任何同等实力的强者都会头疼。而陈长安能够将如此之多的武器修炼到了极致，也说明了陈长安的强大。别人毕其一生才能将一种武器修炼到极致，陈长安能够做到如此，天赋悟性得多么恐怖。这也是陈长安没有出手，顾繁星便已经确定陈长安所说的并非虚言的原因。他从未在神界见过陈长安，或许陈长安是那些隐藏的强者。既然如此，那你展开说说先前那句话的具体意思吧。陈长安嘴角轻扬，身上一震，身后黑压压一片的武器眨眼间消失不见，仿佛从未有过一般。顾繁星的眼神微变，如微风掠过湖面般轻柔，他凝视着陈长安，语气中带着一丝庄重，道：“我可以将整个天尊阁都赠与阁下，我们师门也愿意加入贵宗。”陈长安的兴致更浓了，他的话语中透露出一种沉稳的好奇，问道：“真的只是单纯的给我吗？我们敞开天窗说亮话，我知道事情不会那么简单。”顾繁星沉吟片刻，眼中的隐晦逐渐散去，
他坦诚地说：“我需要阁下的庇护。”庇护？和你的仇敌有关。陈长安大概知道了顾繁星想什么。顾繁星轻点头，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无奈：“我的仇人是掌控着神界的最强10人，相信阁下也知道他们是谁。而阁下的实力应该是和他们其中1人差不多。我希望我的势力在仙界发展期间，能够得到您的庇护。”顾繁星的目光深沉地盯着陈长安，他心中对陈长安的身份已有所猜测。他怀疑陈长安重伤之后降临凡间，也极有可能与他那10位仇人有关。神界的统治者是那10位强者，他们让神界众生饱受磨难，即便是顶尖强者也成了他们的棋子。顾繁星以前和一些人发起过一场改革，可惜错在了孤立无援下。这一次他要建立一个新的势力，当时机成熟时再次踏上那条道路。陈长安大致明白了顾繁星的意图，这不就是拉拢一名强力盟友吗？当然，阁下可以在自己身处危险之时逃离，但希望您在能够出手帮助的时候认真相助。顾繁星补充道。陈长安陷入沉思，顾繁星的话已经很明确了，他是在请求他的援手，但他若真遇到危险，可以抽身离开。神界最强的10人吗？系统说他的实力是神界最强境界，那这10人大概和他一样的实力。而顾繁星提到的是在仙界发展势力期间提供庇护，仙界有界域限制，神界最强的人来了都是仙级巅峰实力，他的实力则不受界域限制，神界来再多人都不够他强。一旦回到神界，我就可以置身事外了吗？陈长安明白，顾繁星并非真的要将天尊阁交给他，而是希望双方合作，共同发展各自的势力。但如果有顾繁星的加入，青云宗的发展确实会简化很多。单凭他一人之力，虽强，却也难以迅速提升一个宗门的整体实力，这需要一个过程。而顾繁星的加入，则会大大缩短这一过程。是的，顾繁星郑重的点头。陈长安沉思片刻后，正准备点头同意。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触发任务选择答应顾繁星，在仙界中助他发展势力，奖励神通斡旋造化之术神通。陈长安神情一变，斡旋造化，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悉？等等，这不是女娲造人的神通吗？凭空造物之术，系统，这神通跟我想的一样。陈长安赶忙在心里问道。没错，卧槽，还真是。这次奖励这么猛。陈长安审视着顾繁星，这系统好像有意让他帮助顾繁星。他原本就想着答应顾繁星了，反正他觉得做这事对他的影响并不是很大，现在系统来上这么一个奖励，倒是让他觉得必须好好思考一下了。这奖励太大了，还有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你没有说出来？陈长安询问。顾繁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缓缓开口：可能会让阁下触怒那10位神界强者，但以我对你实力的了解，他们应该拿你没办法。陈长安不在乎这个，得罪那神界10人又怎样？他在仙界待着，这10人下来一个死一个，他根本不带怕的。详细告诉我你的下一步计划。陈长安细致的询问。顾繁星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详细道：我的修为恢复到仙级巅峰后，我原本打算带领天尊阁前往仙界，然后设法将王家纳入麾下，这是我目前的目标。之后我会在仙界吸纳人才，壮大势力。陈长安点头，这意味着他打算将整个仙界纳入己方势力范围，以王家为起点。就这么简单吗？陈长安没有询问顾繁星到神界之后的计划，因为他只答应在仙界时提供庇护。顾繁星肯定的颔首。陈长安权衡了好一会，还是觉得这任务和奖励有些不匹配。陈长安沉思良久，感觉任务与奖励似乎不太匹配。他原本打算发展宗门，顾繁星的加入无疑会如虎添翼，这看起来是个双赢的局面，但这样的奖励似乎过于慷慨。他对系统的看法从一开始就是有些偏激。你想想，正经的系统哪能让宿主去做舔狗的，还是舔一个如此娇蛮任性的苏乖乖？就在陈长安沉思之际，顾繁星似乎怕陈长安权衡危险与利益而拒绝合作，深吸了一口气。如果阁下能答应，你还可以提出一些条件。陈长安诧异地看着顾繁星，眼神逐渐有些玩味。你给出的条件已经很好了，我也不是不想答应你，只是在想系统在搞什么而已。而且你还能给我什么呢？顾繁星看到陈长安沉默不语，且表情逐渐有些不对劲，他心中浮现了一个可能。又过了一会，看着陈长安盯着他俏脸久久不语，他叹了一口气，确定了心里的想法。果然一样。其实王不凡就提出过让他嫁给他的要求，如此王不凡就会努力将王家掌控权交给他。阁下有什么条件可以说，但我声明一句，我不能嫁给你。顾繁星神色认真道。其实他可以为了复仇牺牲一切，但他也希望自己这句声明能打消陈长安的念头。陈长安，我是挺欣赏你的美丽，但我并不是如此下三滥之人，提出这种要求。陈长安皱起眉头，正想澄清他的误会之时，就被顾繁星下一句话打断。顾繁星看到陈长安皱紧眉头的样子，心里叹气，咬了咬牙，相恋可以，但仅许肢体接触。陈长安嘴角抽搐，不是，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呀？虽然我是正常男性，喜欢欣赏美女，但并不会趁人之危。不过看着顾繁星那绝美的容颜，完美的身材，他暗暗吸了一口气。这是
你自己提出来的，可不能怪我呀。是的，既然被误会了，那有便宜不占，那铁定是王八蛋啊。他确实想要这神通，就答应了吧。是的，他只是想要神通，这一点得声明一下。行。陈长安眯着眼眸，挺直腰杆，格外正色道。顾繁星暗暗出了一口气，肢体接触就是只有抱、牵手，其他的都不行。顾繁星又是提前声明，声音较先前小了很多。陈长安不知道说什么，憋了一会，只来了一句：行，那先抱一个。他两世为人，却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穿越到这世界，他还被迫成了一个舔狗，至今没有感受过爱情的苦。既然顾繁星误会了，那他就顺着他想的来呗，和这么美的女人谈恋爱，不谈白不谈啊。话说，我就真的这么像这种人？顾繁星沉默了一会，最后闭上了眼睛，张开了手，抱上了陈长安。一看就没有经验，一切为了复仇。陈长安也是第一次拥抱如此美丽的女子，而近距离接触下，一股香气进入他的鼻腔，让他短暂愣了一下。好家伙，不仅仅人美，这味道也忒好闻了吧？你妹的，你出息点，别起来！陈长安赶紧松开顾繁星，故作淡定道：好，今日就这样。顾繁星点头，整理了一下情绪，然后说：我出去宣布天尊阁加入青云宗，届时阁下就再说一声宗门招人议事。相信在场很多宾客会回去思考是否要加入青云宗。陈长安知道怎么做，点了点头。谈好一切，顾繁星收回神通。下一刻，两人身形一闪，重新回到了原来的位置。那悬浮在空中的黑色漩涡也就此钻入了虚空之中。陈长安和顾繁星的出现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王不凡此刻还在皱眉，见到顾繁星出现，问道：繁星，你们去聊什么了？顾繁星看了眼王不凡，没有回答，而是看向了在场所有宾客。他扬声道：我宣布一个事，从此刻开始，天尊阁加入青云宗，往后所有天尊阁之人都将是青云宗的一份子。声音不大，却在出现后在青云宗天空之上盘旋不消。所有宾客都愣了。先前顾繁星说过这个提议，但他们以为顾繁星单纯是随口说说，打消一下王不凡欺负青云宗的气焰而已，感情是说真的。在场天尊阁所有强者都呆若木鸡，以后他们就是青云宗的人了。他们很疑惑，但顾繁星的话他们是绝对的遵从。齐天明几个师兄弟则是表情十分精彩，他们先前以为自己师尊只是帮陈长安才说上一句，没想到是来真的。以后他们不得叫陈长安宗主。苏乖乖现在呆若木鸡，感情他折腾了这么久，最后还是变成了青云宗弟子。他看向了陈长安，怎么都想不通这一切。陈长安究竟使出了什么魔力？这怎么就让事情变成这样了？青云宗所有长老和弟子也是震撼不已，但他们此时还有另一种情绪，那就是狂喜。他们青云宗不再是崛起了，这是要一飞冲天啊！所有长老和弟子往陈长安看去，这一刻，陈长安在他们心里的形象变得格外伟岸。而王不凡，他整个人如一棵树一般站着不动，看着顾繁星，满脸不可思议。为什么？凭什么？我也宣布一个事，青云宗明日开始收徒，时间持续10日，结束收徒后，青云宗将要搬宗，所去之地，仙界。这个消息在陈长安的口中如春风拂面般传开，萦绕于顾繁星话语的尾音中。此言一出，众人震惊，场面沸腾，仿佛一旦激起千层浪。搬去仙界，这个消息让所有宾客心中翻涌着难以言喻的情绪，他们相互对视，从彼此的眼中看到了同样的渴望之光。加入青云宗，便是踏上通往仙界的捷径，省却数百年甚至千年的修行之路。谁能抵挡得住那个灵气充沛、道法高深、机遇无数的世界的诱惑？只要加入青云宗，仿佛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在向他们招手。陈长安说完，看向了大长老等长老，还单独看向了慕容雪。好好准备，按照我们青云宗以往的收徒标准招人。慕容雪连忙点头，大长老也不甘落后，郑重点头。这一刻，青云宗所有成员都拧成了一条绳，往后啥都不用去想了，听陈长安的命令就好。好了，婚宴就此结束，各位从哪来回哪去吧。陈长安也不想继续在此处待着了，他已经迫不及待去研究自己刚获取的神通。所有宾客都沉默了一下，随后纷纷拱手告辞。他们要连夜回宗门，开启宗门会议，商讨今日的大事。陈长安看向大长老道：收拾收拾，明日在此收徒。吩咐好了一切，陈长安最后看向了王不凡，微笑道：我还有事要忙，就不送你了。王不凡脸色很难看，也不理会陈长安，他现在迫切的想要拉着顾繁星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问询顾繁星为什么。陈长安这时也看向了顾繁星，露出了一抹微笑，道：我还有事情要忙，有事来宗主殿找我。顾繁星颔首，陈长安引入虚空，消失在原地。王不凡这时赶紧看着顾繁星，道：繁星，我有话单独跟你聊聊。顾繁星却淡然道：有话在此说吧，我还有事情要忙，你没事就回仙界去吧。不久后，我们带着青云宗搬到凌渊城附近，到时候再去王家拜访。王不凡皱紧眉头，脸色异常难看，眉宇间聚集着深沉仇怨。为什么加入青云宗？即使他陈长安拥有仙级巅峰修为，也不过是无名之辈，能有我父亲强大。
我给你的建议是加入王家，待我成为王家家主，定然亲力助你。王不凡声音低沉开口，也不顾顾繁星的徒弟是否在此处了。他已经认可陈长安是仙级巅峰强者，但他从未见过陈长安，大概率和顾繁星一样，是仙界中喜欢清静而隐居的那一批强者。论名声，他们王家可是仙界大族，他父亲更是仙界最顶尖的强者之一，威名赫赫。他知道顾繁星需要他们王家帮助的时候，他二话不说邀请顾繁星加入他们王家，只是顾繁星并没有答应，说要好好考虑考虑，等突破到仙级巅峰再做决定。现在顾繁星突破到仙级巅峰了，却转头要加入另一个仙级巅峰之人的宗门，这人还得罪了他，这让他很不甘心。他就比这陈长安差？王兄不是还有家族事宜需要处理？回去吧。顾繁星看着王不凡，有些话没有说出来。他要的不是加入王家，成为王家的某某某，而是要将王家收入麾下，利用王家的资源，帮他在仙界广招人才，为他日的复仇做准备。而当下有陈长安的出现，是他实现这些目标最好的捷径，这算是强强联手了。王不凡沉默站着，最后只能气得甩袖离开，心里则是狠狠想着：你给我记住，等你再需要王家的时候，我不会再站在你那一边。顾繁星不在意王不凡怎么想，看向了还没有离开青云宗的其他天尊阁成员，回去把天尊阁总部搬来青云宗，往后天尊阁受青云宗控制。遵命。齐尊和秦尊两人拱手应声，其他天尊阁之人也没有反对。师尊，我有话跟你说。就在这时，苏乖乖突然开口，皱着眉头的他满脸忧郁。顾繁星微微颔首。很快，师徒几人来到了一处安静的居所中。师尊，为何我们要加入青云宗呢？您的心愿不是要复仇吗？拉拢王家岂不更为妥当？刚才陈长安已经彻底得罪了王不凡，我们若站在陈长安一方，王不凡怎会善罢甘休？苏乖乖现在心情很不甘。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选择是多么的错误，因此丢失了天大的好处时，往往是接受不了现实，同时还会诞生疯狂的念头，想着毁灭一切自己没有得到的人和物。苏乖乖此时便是如此，他接受不了，甚至怨恨陈长安以前为什么不显山露水，明明这么强大，为什么偏偏装成一个渡劫一层？现在她嫁给了陆浩，陈长安一战扬名，往后不就变成他是笑柄了吗？每每有人提起陈长安，提起陈长安为了他父亲的嘱托而舔他的事情，人们会怎么想他？会说他是一个傻子，居然没有借此机会和如此强者在一起，甚至还转头嫁给了一个憨厚的小子。顾繁星看着苏乖乖，久久没有说话。这时候四周安静下来，气氛也开始变得焦灼起来。苏乖乖顿感不妙，一股无形的气场笼罩在了他的四周。李雪雅几人看到自己师尊冷漠着脸庞看着苏乖乖，久久不语，知道师尊现在生气了。陆浩焦急起来，想要说些什么，但就是张不开嘴。在苏乖乖开始冒出冷汗之际，顾繁星终于开口说话：我劝你还是纠正自己的思想，想要继续当我徒弟，想要成为人中龙凤，你就得换一个态度去对待陈长安。顾繁星大概知道苏乖乖心里在想什么，现在为什么问出这种话。说着，他看了眼舞动几人：你的师兄师姐只是与他相处了几天，皆有不俗的收获，而你与他生活了如此多年。苏乖乖脸色煞白，心里最难以释人的伤口被狠狠戳了一刀。我给你10日时间，10日后我会去他面前问他对你的看法，若是他给出的答案是不好的，你我师徒情分就断了。顾繁星狠下了心来。这话一过，陆浩猛地瞪大了眼眸，不仅仅是陆浩如此，齐天明几人也是满脸震惊。苏乖乖吓得身子狂颤，脸色苍白如尸体一般。而那时候我会让陆浩休了你，断了你与我师门任何往来。顾繁星这时也看了眼陆浩。师尊不可！陆浩惊道：你也想被我踢出师门？顾繁星凝视着陆浩，神情威严。齐天明赶紧在后头扯了扯陆浩的衣服，陆浩连忙拱手低头，徒儿不敢。再看向苏乖乖，陆浩神情复杂：你们好好教他。顾繁星不再多说，往一间房内走去。他今日看到陈长安展示的实力，其实有些许感悟，需要吸收一下。顾繁星走了，苏乖乖连忙跑到陆浩身前，拉住陆浩的手：师兄，你一定要帮我劝劝师尊。他急了，这要是被踢出师门，他将成为史上最大笑柄。李雪雅也不想看到自己师门变成这般，皱着眉头道：师妹，你把重点搞错了，你当下应该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好好去讨好陈兄。陆浩也知道自己不可能劝说得了自己师尊，有些心疼地看着苏乖乖：师妹，我了解的长安哥是一个很好的人，你好好去和长安哥聊聊，有错的地方就认错，他一定会原谅你的。在陆浩眼里，陈长安是重情重义强大之人，想象一下，一个仙级巅峰强者甘于成为凡间之人的徒弟，并且一直在如此小宗门中报恩，这得多看重情义。苏乖乖倒退了几步，脸色苍白如纸，没想到自己居然有一天要去讨好陈长安。可是陈长安真的是如此高尚的人？宗主殿内，陈长安此刻满脸兴奋，真牛逼啊！系统向他灌注了一段古老的记忆，仿佛他修炼这神通已有1000万年之久。也是拥有了这记忆后，他就拥有了使用这神通的能力。他当下就按照记忆中使用神通的方法开始使用神通。
此刻他在脑海里想象着灵石的模样，全身灵气开始驱动。他的眼眸微眯，凝视着手掌中心，随着一道白光在他掌心闪现，然后渐渐消散，一块晶莹剔透的灵石静静躺在他的掌中。牛逼二字已经不能形容陈长安对这神通的满意了。看着手中的灵石，陈长安屏息凝神，将平日中的灵石与之相比，两者宛如镜像，灵气之量也如出一辙。陈长安闭上眼睛，感受自己体内的灵气，他发现体内的灵气就刚好是用了一块灵石左右的量。施展神通不用消耗灵气，制造的物品需要。接着陈长安想象着一粒筑基丹，再度施展神通。果然如他所料，筑基丹显现，体内的灵气消耗与筑基丹中蕴含的灵气相等。只是我体内的灵气只有渡劫一层的量，这神通虽强，却与他的修为息息相关。是的，别看他拥有系统奖励的超强实力，他发挥实力的时候用的并不是体内的灵气，是天地的力量，天地之力。他上次出手收取仙级护山阵法的时候，他体内的灵气就没用过，只是随手一挥，天地间的力量就汇聚成了一道攻击。而现在他试着用天地之力来施展神通，却发现没用。这么说来，我现在能创造的东西只跟我的修为成正比了。陈长安是知道自己的渡劫一层修为可以提升的，这段时间之所以不修炼，是因为他实力已经足够强了，想着修为有没有提升都一样。如果斡旋造化神通创造的东西跟他的修为有关，他就得好好提升修为了。陈长安这时拿出了从王不凡那里得来的极品仙晶，于是尝试用神通创造另一块极品仙晶。果然跟他想的一样，他手心处只是闪过了一道光，什么物品都没有出现，而他体内的灵气也没有损耗半分。果然如此，陈长安沉吟片刻，继续喃喃道：不过还好，我可以不在乎修为根基问题，随意吞服提升修为的丹药，提升修为。凡间就有这种快速提升修为的丹药，吞服这种丹药会造成人的根基不稳情况，修为提升上去了，实力却没有，容易被低修为的人战胜。他就不用在乎这些，修为再虚都不影响他的实力。陈长安看着手中的极品仙晶，听王不凡说这玩意在仙界也是很不错的修炼资源，应该和灵石一样，也是货币。他们青云宗迟早要搬上仙界，这极品仙晶越多越好，以后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这时还没上去仙界，就要成首富啊！嘿，会这神通后，我简直成了人形印钞机啊！陈长安乐了，心里更加迫切想要突破修为到仙级了。明天就找顾繁星问问有没有好用的丹药，快速提升修为。陈长安研究明白了神通后，把今晚得来的另一样宝贝拿出，正是那一颗妖兽蛋。怎么孵化？陈长安对此也不是很懂，而在他有些疑惑之际，突然看到妖兽蛋突然间颤动了一下，动了。陈长安目光盯着眼前的妖兽蛋，过了一会，妖兽蛋果然又颤动了一下，似乎在给他发送什么信息。示意我接触吗？陈长安尝试着伸手进入盒子里面，触碰在妖兽蛋中。就在他的手掌接触到妖兽蛋之时，一道意念传入他脑海里面，可以输入灵气或者任何形式的能量来孵化，用越强的能量孵化，出生之后实力越强。陈长安惊奇地盯着眼前的妖兽蛋，刚才这妖兽蛋传达了一道意念给他，这意念进入他身体后，像是有一道声音传进了他的脑袋里面一样，告诉他怎么对妖兽蛋孵化。这蛋果然不简单，能量天地之力行不行？念及此，陈长安果断尝试。在陈长安的操作下，附近的天地之力开始朝着他汇聚而来，在他的控制下围绕在了妖兽蛋之中。就在这时，他看到妖兽蛋像是一块海绵一样，眨眼间将他调动过来的天地之力吸得一干二净。而妖兽蛋这时候又颤动了一下，似乎在告诉他不够。陈长安嘴角翘起，不够吗？那我让你吸个够。陈长安手一抬，须臾间方圆百里的天地之力朝着他这里汇聚而来，在他的控制下，天地之力笼罩住了妖兽蛋。妖兽蛋像是出现了一个缺口一般，天地之力开始疯狂朝着妖兽蛋钻去。时间持续了一炷香，咔，一道清脆的声音在寂静的大殿中回荡。陈长安眼眸一亮，妖兽蛋掉落了一块，只见一只肉弱的小手推开了一个蛋壳，紧接着一连串的咔咔咔声音响起，整个蛋眨眼间完全裂开，里面的小家伙也终于出现在陈长安的视野里。这小家伙体型小巧，仅有手掌大小，他的皮肤覆盖着细腻的金翅鳞片，闪烁着夺目的光芒，眼睛大而明亮，闪烁着智慧和好奇的光泽。头上有一对金色的小角，身体上则有一对小翅膀尚未成熟。此刻他盯着他，闪动着小翅膀，每次轻微的挥动都带出细小的火星。龙的角，凤凰的翅膀。陈长安喃喃自语，而仔细观察完这小妖兽的他，也看清楚了这小妖兽现在的修为，居然和李雪雅的修为一样。是的，刚出生就有仙级修为。小妖兽此刻在盯着陈长安，大眼珠子一眨一眨的，最后动了，速度极其恐怖，一个闪身就漂浮在陈长安脸前，随后直接拿那软乎的脸庞去蹭陈长安的脸。陈长安感受不到这小妖兽的恶意，所以也没躲。这是真把我当母亲了吗？陈长安开始太过和小妖兽玩耍，去仔细了解这小妖兽。一夜无语。第二天一早，苏乖乖的身影出现在了宗主殿前。
他一脸纠结，最终还是无奈往宗主殿走去。只是就在这时，一道红光在前方一闪而逝，眨眼间，一个可爱的小妖兽出现在他面前，散发出恐怖的修为，对着他龇牙咧嘴。苏乖乖吓得连退几步，不是被这可爱的小家伙吓到，而是被这小家伙身上恐怖的修为震慑到。这是什么？小东西，回来！陈长安的声音在大殿内响起。小妖兽听到这声音后，脸上露出了人性化的喜悦，眨眼化作红光往大殿飞去。苏乖乖长长松了一口气，刚才他根本呼吸不了。师妹，我这里并不欢迎你。陈长安坐在宝座上不动，表情冷清。苏乖乖瞬间眼红，眼泪打转。你以为我很想来吗？一想到自己等会要苦苦哀求陈长安原谅，他就觉得眼前发黑。该怎么求啊？当初是陈长安舔他，现在难不成要他跪舔陈长安？师兄，别这样嘛！苏乖乖弱弱说话，他缓缓向大殿深处行去。当他踏入大殿，看到陈长安端坐于宝座之上，其身旁那只刚才的小妖兽在空中悬浮，去后面玩。陈长安一句话后，小妖兽便似有灵性般飞向大殿的后方，似乎真自己去玩了。我跟你没什么话可说的。看着苏乖乖，陈长安不想和苏乖乖有太多纠葛了。这种女人谁爱伺候就伺候去，跟他没有关系了。师兄，我错了，你原谅我吗？我以前不知道你是如此高尚的人，你就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饶了我，行不行？苏乖乖露出楚楚可怜的神色，眼中的泪花如晨露般晶莹，似乎下一刻便会滴落。她其实是憋屈的，她此时已经猜到漂浮在陈长安身前的小妖兽是什么了，是他那颗妖兽蛋孵化出来的妖兽吧？是的，那颗妖兽蛋明明是他的。陈长安心中冷笑，面对他的恳求，心中只有讥讽。看在你父亲的面子上，我跟他有个毛的关系，饶了你。行啊，先让我看看你的诚意。陈长安心中回想起5年里的往事，不悦之情油然而生。苏乖乖内心煎熬，表面上却只能以楚楚可怜的姿态询问：那我该如何展现我的诚意呢？跪下道歉。陈长安冷冷地看着苏乖乖，他的眼神中没有丝毫的温度。苏乖乖呆在了原地。你别欺人太甚。只是他内心在疯狂，表面上也不敢有任何表示，只能撒娇道：师兄，你就看在人家是女孩子的份上，别这么欺负人家嘛。欺负你？我给你3息时间考虑。还有，你可知我现在在你师尊眼里有多重要？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能让他将你逐出师门？陈长安盯着苏乖乖脸庞，看到了苏乖乖脸上那一闪而逝的厌恶。现在他看着苏乖乖那装作撒娇模样就想吐。李奶奶的，就得治治你。还女孩子，长得再漂亮，我也当你是丑八怪。再说你长得漂亮，有你师姐漂亮吗？有你师尊漂亮吗？苏乖乖听到这话，全身一震。他无法理解陈长安在他师尊眼中扮演的角色。他再强，能比他师尊更强吗？还有1息时间。苏乖乖还在犹豫之际，突然听到陈长安的催促，顿时眼泪从他眼眶里淌下，砰砰一声，他跪在了地上。陈长安顿感神清气爽，心里一阵快意，舒服了。师兄，我错了。苏乖乖低着头，此刻看起来还真的有些楚楚可怜了。陈长安和苏乖乖生活了5年，深知苏乖乖是什么样的人，指不定心里还在骂他呢。我现在缺少一种丹药，能让渡劫期快速突破到仙级，这药不需顾忌根基，只求速成。陈长安的目光如刀，锐利地盯着苏乖乖，你去向你师尊转达我的需求。苏乖乖听后只能点头，离开了宗主殿。不久后，他手里拿着一个精美小盒子回来，他走到陈长安面前，将盒子递给陈长安。陈长安从精美的盒子中拿出里面的丹药，只有1粒。他一眼看出这和系统奖励给他那里升仙丹有些相似，里面蕴含的药力则比系统奖励的升仙丹杂乱了很多。但他并不介意，修为的根基对他而言已是浮云。他当着苏乖乖的面，毫不犹豫地吞下了丹药。苏乖乖原本以为陈长安是给其他人吃，此刻看到陈长安自己把丹药吃了，满头雾水。他不久前从师尊处得知这丹药的作用，这是给一些无望成仙之人突破至仙级修为使用的。长安吞下丹药后，药力在他体内迅速爆发，他的丹田在瞬间变化，化作了一片灵气化成的湖泊。这就是仙级修为吗？陈长安感受着体内磅礴的灵气，自语道。苏乖乖不禁脱口而出：你的修为一直是渡劫1层。陈长安转向苏乖乖，见他一脸茫然，冷笑道：我修为一直是渡劫1层。什么？苏乖乖不敢置信，不是都说你是仙级巅峰吗？看着苏乖乖那模样，陈长安心里呵呵冷笑，但也懒得去解释什么。此刻他已经感觉到体内的灵气足够，应该可以使用斡旋造化神创造仙晶了。陈长安看着苏乖乖道：去把你师尊叫来。苏乖乖听后沉默了一会，随后离开了大殿。在苏乖乖离开后，陈长安果断施展起神通，他盯着自己手心，脑海里想象着极品仙晶的样子，体内所有灵气涌动。眨眼间，他手心处眨眼出现了一团光芒。待光芒消失的时候，
一块极品仙晶静静躺在手心处，还真创造出来了。只是，仅仅是造了一块极品仙晶出来，他体内的灵气几乎耗尽。仙级修为体内的灵气这般恐怖，只是一块极品仙晶的量而已。他想要继续创造极品仙晶，需要先吸收足够的灵气，而他现在体内一丝灵气都没了，有一种空虚感席卷他的脑海，他不得不去吸收空气中的灵气。苏乖乖很快又来到了顾繁星面前。师尊，陈长安找您。刚才我当面看到他把那粒丹药吃了，他的修为从渡劫一层眨眼突破到了仙灵一层。我问他修为怎么回事，他说他原本一直是渡劫一层。苏乖乖此刻还瞪大着眼眸，还没从刚才看到的事情中反应过来。陈长安一直是渡劫一层的话，那他便不是那位传说中的仙级巅峰强者了。顾繁星用一种怜悯傻瓜的目光凝视着苏乖乖，显然这不过是陈长安用以考验你的计策。毕竟谁能一瞬间服用丹药便突破境界？他无疑是故作突破，试探你对他的态度是否因此改变。顾繁星对苏乖乖并未多言，若陈长安不再原谅苏乖乖，那他们师徒之间的纽带也将断裂，他自然无需再管束苏乖乖。他带领苏乖乖遁入虚空，显现于宗主殿前，缓步走入大殿。陈兄，你找我有事？我们这关系还叫我陈兄吗？叫我长安就行。陈长安此刻还坐在宝座上，看到顾繁星走近，朝着顾繁星眨了眨眼，放电般眼神暧昧，满是调戏意味。他昨晚回来想了想，才明白顾繁星为啥突然说不能嫁给他这事，最后还稀里糊涂的成了能够肢体接触的奇妙关系。原来顾繁星是把他当成王不凡那样的人啊！王不凡肯定提出过让顾繁星嫁人的条件，于是当天他看着顾繁星时，顾繁星把他和王不凡联系在了一块，认为他和王不凡是一类人。老实说，知道顾繁星把他当成了王不凡那种人后，他心里有些许不舒服。既然你把我当成那种人，那我就当呗，只是你要遭老罪了，别怪我经常调戏你。顾繁星被陈长安那充满深意的眼神击中，他急忙扫了一眼苏乖乖，发现苏乖乖震惊的目瞪口呆。顾繁星无奈的苦笑道：好吧。长安苏乖乖的目光在顾繁星和陈长安之间快速转换，表情越发迷茫。这怎么回事啊？他怎么感觉两人的关系有些不对劲？陈长安凝视着顾繁星，面露微笑，把你叫来，我是想问问，到了仙界后，你可有足够的资源让势力发展？顾繁星不明白陈长安为什么问这问题，但还是认真回道：我有仔细思考过此事，发展势力当然是要拥有足够的资源的，这也是我为何想要将王家收入麾下的原因所在。只要把王家收入麾下，他们王家的资源足够我们发展势力一段时间，加上王家赚钱渠道多，往后我也能找到办法赚取足够资源。陈长安直截了当地问：你觉得将势力发展到仙界顶级宗门的实力需要多少极品仙晶？再有1000块极品仙晶，青云宗到了仙界资源方面就能媲美仙界顶尖的宗门。顾繁星略作估算，天尊阁早有积累，以极品仙晶的价值来换算，约有200块。陈长安表情瞬间变得怪异不已。我没听错吧？1000块？仙界顶尖的宗门就只能拿出1000块极品仙晶？陈长安诧异问道。拥有足够的丹药或者宝物恢复体内的灵气量，他几天就能创造够1000块。顾繁星疑惑反问：你不知道极品仙晶的稀罕性吗？极品仙晶极为珍稀，内含仙气纯净浓郁，即便在神界使用极品仙晶修炼的人也不多。陈长安没有回答，而又问道：话说这王家大概值多少极品仙晶？顾繁星思索片刻回道：硬要用价值来衡量王家的家底的话，3万极品仙晶左右吧。陈长安大概知道王家在仙界是什么级别的势力了，3万极品仙晶貌似也不多。买了，快速恢复我这修为体内灵气的东西可有？给我送来，越多越好。陈长安决定好好创造极品仙晶，为宗门去到仙界做准备。今日一早，他们青云宗就对外收徒了，慕容雪和大长老等人现在就在山门前忙碌着。天才应该不缺了，就缺资源了。顾繁星很是疑惑，看着陈长安身上散发出来的仙灵一层修为，点头道：让仙灵一层快速恢复满灵气的丹药挺多的。仙级境界有5境，分别是仙灵境、仙将境、仙王境、仙尊境、仙帝境。顾繁星就是仙帝境巅峰，俗称仙级巅峰。那都拿来，越多越好。陈长安微笑道。顾繁星哦了一声，拿出了传音宝贝，传令下去。不久后，陈长安需要的东西送来了大殿这里，一大箱丹药，都是一粒粒散发出着浓郁灵气的仙级丹药，一粒就能让仙灵境之人快速恢复满灵气。拿到自己需要的丹药，陈长安心满意足，看向顾繁星道：10日后你打算怎么把整个宗门搬去仙界？顾繁星道：我可以施展袖里乾坤神通，将青云宗收入那方空间里面，之后飞升到仙界，找到选定的地点，将青云宗放出就行。这样啊？陈长安觉得顾繁星这神通厉害，要是可以，他真想学学。就在此时，一道红光一闪而逝，一开始落在了陈长安的肩膀上，随后大眼睛看向了顾繁星。他突然咿呀叫了一声。顾繁星看到这小妖兽，猛地睁大眼眸，
仙灵巅峰境界。陈长安拿出新创造的极品仙晶，放在小妖兽面前。小妖兽见状，双眼一亮，立刻咬住极品仙晶，像咀嚼零食般吃起来。咔咔咔的声音在大殿内回荡。小妖兽吃得津津有味，随着吃下极品仙晶，其体内气息缓缓提升。当他吃完一块极品仙晶后，体内的气息几乎要突破到下一个境界。顾繁星见多识广，可这时候脸上也是写满了震惊。这是什么妖兽？还有，你竟将极品仙晶喂它？这是昨晚那颗妖兽蛋孵化出来的妖兽？顾繁星赶紧问道。陈长安笑着点头，这小东西可神奇了，吃极品仙晶就能提升，仅吃2块极品仙晶便即将突破仙将境，而这仅是一夜之间，似无突破瓶颈，只需极品仙晶即可突破。等他创造足够极品仙晶，这小妖兽离仙级巅峰也不远了。你可知这妖兽叫什么？我也没在神界听说过这种妖兽。顾繁星连神龙和凤凰都见过，唯独没有见过这种妖兽。陈长安哪懂，只猜测这妖兽拥有龙凤2种血脉，我也不清楚，等他再长大一些再看看吧。吃完极品仙晶后，小妖兽拿头蹭了蹭陈长安的脸庞，随后趴在了陈长安肩膀上，闭上了眼睛，好似睡觉。苏乖乖此刻心里积怨起来，这妖兽原本属于他的呀。好了，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忙，就不送你了。陈长安要来自己想要的东西后，准备努力创造极品仙晶了。顾繁星点头。对了，苏乖乖，记得每天早上来我这里。陈长安看瞥眼苏乖乖，苏乖乖嘴角抽动，这意思是要多折磨他几天啊。在顾繁星走后，陈长安开始吞服恢复灵气的丹药，只是吞服一粒10息左右的时间，他发现体内的灵气已经恢复满了。这丹药可以啊。陈长安眼眸一亮，开始进入工作状态，争取在前往仙界之前好好积累一笔财富。时间悄然而过，宗门收徒的工作结束了，他们青云宗几乎把凡间的天才都招入了门下。明日早上，他们青云宗将举宗搬到仙界。而就在搬宗前一天晚上，此刻弯月悬空，一个人影从虚空中走出，出现在了青云宗前。这人悬浮在阵法前，修为气息散出，正是仙级巅峰修为。来人，正是王不凡。是的，他回仙界不久后居然突破了。王不凡即使突破到了仙级巅峰境界，也不敢强闯眼前这护山阵法，只能喊道：繁星，我有事找你。这声音传遍了青云宗。宗主殿中努力创造极品仙晶的陈长安也感知到了王不凡的到来。这小子还突破了。他停下了手头上的工作，决定看看王不凡来做什么。而在这段时间努力下，他已经创造出整整1万块极品仙晶，能买下1/3的王家了。陈长安如幻影般隐没于空虚之中，眨眼之间已悄然出现在青云宗的上空。他轻轻一挥手，眼前的复杂阵法便如同晨雾般消散无踪。面对王不凡的突然到访，陈长安尽量给出了笑脸。你怎么又来了？王不凡见到陈长安，眉宇间的皱褶不由自主的加深。当他察觉到陈长安身上散发出的修为是仙灵一层，眼眸眯成了一条缝。这家伙不是拥有仙帝巅峰修为吗？一直故作低修为做什么？而他此时也成了仙帝巅峰境界，自然不用给陈长安任何脸色了。所以他无视陈长安的存在，感应到了顾繁星的所在之处，便在原地消失不见。陈长安对王不凡的冷淡态度并不意外，紧随其后出现在了一处宁静的居所房间内。繁星，我也突破到仙帝巅峰境界了。王不凡见到顾繁星，心中难掩得意与兴奋，立刻展露出更强的修为气息。顾繁星对此毫不惊讶，他的目光在看到紧随王不凡而来的陈长安时，没有理会王不凡的他，淡淡的说：长安，你来了。这平淡的一句话却令王不凡心中的怒火瞬间燃起。什么意思啊？繁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王不凡感到受辱，他的心中早已积攒着满腔怒火，不知是否因为这股怒气的推动，他在全力修炼下居然突破了境界。如今他来到青云宗，本以为能与心仪之人分享这份喜悦，却未曾想到顾繁星的冷淡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落与愤怒。顾繁星认真盯着王不凡道：随意闯入一个女子房间，我还需要给你什么解释？王不凡脸色难看，即使如此，你为何只对他好，却理都不理我？他也是仙帝巅峰境界的强者，背后还有强大的王家支撑，为何顾繁星对他的态度却如此冷淡？王不凡深吸了一口气，努力压制住自己的情绪，脸上再次换上了笑容，道：繁星，或许我在某些事情上得罪了你，可你要清楚，我并不是有意的。而这次前来，我还有一件好事告诉你。你既然加入了这青云宗，也要搬去仙界，我便提前和凌渊城城主联系，可以在城内给你用一块地建立宗门。陈长安表情古怪看着王不凡，咋感觉王不凡这才算是真正的舔狗呢？他是被迫当舔狗，这王不凡是主动当舔狗啊！而且人家妹子明显对你没有意思，还死活要舔，真就是不知好歹了。无需你献殷勤了，我们想要在城内建宗，自然会想办法购买土地。顾繁星淡淡回应。陈长安略感惊讶，莫想到仙界还有购买土地一说，这是搞上房地产了。王不凡嘴角抽了抽，再次吃了闭门羹，他心里的愤怒积压到了极点，最后忍不住道：城主与我们王家交往甚好，我要是提前跟他知会一声，
任何想要在城内建立宗门势力、前去购买土地，都会被拒绝。陈长安在一旁看得得劲，这是舔狗舔不上，气急败坏了吗？改威胁了。顾繁星盯着此刻有些气急败坏的王不凡，心中对王不凡的厌恶也到达了极限。他一开始在仙界能与王家拥有关系往来，是认识了一个王家的长老，和王家有了往来后，他就想办法去与王家保持联系，以求未来将王家招入麾下。没想到之后认识了王不凡，这家伙见到他后便疯狂追求他，甚至还许诺说只要他嫁给他，整个王家都可以给他。即使他拒绝了，王不凡仍旧是死缠烂打，一直在败坏他心里对王家的好印象。此刻甚至还威胁上了他，他觉得自己对王不凡也没必要容忍下去了。王不凡，你似乎太高看自己了，你以为仙界只有凌渊城吗？顾繁星冷冷地说，脸色冰冷，犹如冰封世界的仙子。陈长安不清楚仙界的布局，此刻也没有说话，安静看热闹。王不凡脸色铁青，见顾繁星表情冰冷，他努力让自己情绪缓和下来，道：我只是给你忠告罢了，只要你别再对我如此冷漠，一切好办。你应该也不想因此失去与我们王家的交好关系吧？陈长安表情古怪异，这话怎么这么熟悉呢？话说这城主喜欢极品仙金吗？想要在他手上购买剑宗的土地，需要多少极品仙金？陈长安不想看到王不凡这嘴脸，这时候突然插嘴问道。闻言，顾繁星看向了陈长安，道：仙界任何人都喜欢极品仙金，我了解的凌渊城城主为人更是爱财，若有500块极品仙金给他，定然给我们足够的土地建宗。王不凡冷笑道：500块极品仙金，你们当下能拿得出来吗？再者，有我们王家全力阻拦，城主真的会为了500极品仙金而得罪我们王家？陈长安玩味地看着王不凡，这就不用你劳心了，你没事的话还是回去吧，这里并不是很欢迎你。王不凡看着陈长安那模样就来气，只是他再气也没用。陈长安若真是仙帝巅峰境界，比他早在这个境界，他暂时也打不过陈长安。他突破后还没稳固修为，就迫不及待下来了。王不凡这时看向了顾繁星，深吸了一口气，沉声道：繁星，我给你最后的机会，你做选择吧。他仍是心怀侥幸，按理来说，陈长安即使是仙帝巅峰境界，也只有一人而已，他们王家有3个了，应该选他们才对。然而就在他话音刚落之际，他就看到了陈长安的身影突然闪现到了顾繁星左侧。下一刻，陈长安还伸出了手臂，搭在了顾繁星的肩膀上。顾繁星有些抗拒，可最终还是什么都没做。你觉得繁星还需要选择吗？陈长安神情玩味看着王不凡。王不凡已是瞪大了眼眸，一脸震撼。怎会如此？顾繁星，你已经跟他在一起了？你找死！王不凡气得浑身发抖，死死盯着陈长安，拳头已经紧紧捏成了一团。陈长安呵笑道：我找死吗？你要不动手试试？王不凡气得脸色涨红，可理智告诉他，他不能动手，这里还有仙级巅峰阵法，再者陈长安和顾繁星2人都是仙帝巅峰境界，他根本打不过。很好，你们非要惹我是吧？王不凡目光阴狠不已。好，你们给我等着！王不凡眨眼消失在了原地。陈长安的手仍旧搭在顾繁星肩膀上，懒洋洋问道：用不用杀了他？他穿越过来还真没有杀过人，但现在王不凡显然已经恨上了他们，之后可能会找他们麻烦，提前杀了就不会碍事了。只是这样的话可能会得罪王不凡身后的王家，到时候他可能得继续杀。加上顾繁星似乎早有计划，他随意动手有可能会打乱计划，所以他得看顾繁星意见。顾繁星听后摇了摇头：我对王家其他人的感官不错，先放过他吧。顾繁星看着陈长安那淡然模样，清楚陈长安想要杀王不凡肯定轻而易举，但他还是希望原定的计划能够成功。陈长安点了点头，一副我给你面子的模样。话说亲脸算不算肢体接触？陈长安此刻离顾繁星很近，看着顾繁星那白嫩如水的脸庞，突然调戏问道。顾繁星顿感俏脸有些发烫，只是还没来得及说话，这时房外闪出了一人。师尊，我刚才感受到了杀意，您没事吧？来人正是易中恒。紧接着舞动几人也纷纷从虚空中闪出，出现在房间外。师徒几人隔着一扇门。顾繁星见徒弟们都来了，此刻陈长安仍旧将手搭在他肩膀上，有些许慌了，赶紧把手收回去。陈长安一脸无关痛痒的模样，道：怕啥？他们看到就看到呗。他还挺想看看苏乖乖目睹到这一幕会是什么表情呢。顾繁星轻声向外道：没事，你们都回去修炼吧。外面的易中恒和其他几人彼此对望一眼，随即恭敬的隔门拱手行礼，引入虚空走人了。陈长安看着顾繁星打趣道：你打算隐瞒到何时？顾繁星深吸了一口气，他不想让徒弟们看到这一幕，看着陈长安认真道：我恳请你今后别在我的徒弟面前如此行事，我与你的那份瓜葛只宜隐藏在人后。陈长安注视着顾繁星认真的神情，轻轻点头表示理解，但内心深处仍旧腹诽地想着，该调戏你还得调戏你。被迫舔了苏乖乖5年，他悟到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不要试图做很多事情去感动一个女人，让女人喜欢上自己。感动只会感动自己。要是女人对自己没有任何喜欢，一心想着对他们好，只会成为舔狗。现在他因为顾繁星需要他的帮助，成了顾繁星的情侣，这算是契约关系。顾繁星并非喜欢他，既然如此，那他就好好享受就行了。一般人想和如此女神谈恋爱，只有做梦才有呢。你真的决定在凌渊城附近建立宗门吗？陈长安好奇地询问。顾繁星答道，凌渊城是仙界数一数二的大城，商业繁荣，是许多宗门势力建立根基的首选之地。陈长安点了点头，确定顾繁星的想法后，他直接提议道，现在带我去见见凌渊城城主吧。等着王不凡向那城主说他们不好，还不如先去一趟。现在？顾繁星问道。陈长安肯定的点头。你去找他做什么？真想购买土地？我们当下还没有如此多极品仙晶。顾繁星知道陈长安的实力在神界也是顶尖，可是下了仙界都有界域限制，陈长安也只有仙帝巅峰境界，想用强大的实力去震慑凌渊城城主是不可能的。陈长安笑道，谁说我没有极品仙晶？你存有？顾繁星惊喜问道。陈长安是受伤才来到凡间，身上还真有可能存有极品仙晶。陈长安随意点了点头。多少？可有1000？顾繁星问道。1000？嘿，等会你就知道了。顾繁星带着陈长安引入虚空中，在虚空里等了大概1炷香时间，这时虚空掠过了一道彩虹，顾繁星带着陈长安踏上彩虹，他们离开了凡间，出现在了凌渊城中。陈长安站在凌渊城内，这凌渊城的灵气浓度是他们宗门的10倍之高，城池之大，居然堪比他们半个凡间。这位城主在仙界也算是数一数二的强者，更是组建了一个由10几个仙帝巅峰境界强者组成的团体，等会见到尽量别得罪了。顾繁星带着陈长安往一个方向跨空而去，不忘提醒一声。顾繁星的计划原定是先将王家招入麾下，之后把凌渊城城主也招入麾下，以此慢慢壮大势力。听着顾繁星的话，陈长安表情淡然，得罪不得罪都一样，都没他强。当然，他不是一个随意找麻烦的人，对他态度好的人，他当然会以礼相待。很快，顾繁星来到了一处别致的府邸前，这座府邸竟是一座悬浮在凌渊城中心天空上的空中岛屿。顾繁星上前道：“顾繁星求见。”一个仙帝初期的老者走了出来，看到来人是顾繁星后，笑容可掬，请顾繁星两人进入府邸。一间会客厅中，陈长安两人刚坐下没多久，一个老者从虚空中走出。老者白发苍苍，身穿一袭华丽闪着金光的衣衫，给人富态感，眸中透着一股智慧。虽然是位老头，但面容和蔼可亲，温文尔雅，让人不由自主地向他靠近。顾姑娘，有些时日未见了。陆渊慈祥笑了笑，随后看到顾繁星已然是仙帝巅峰境界，笑容更甚了一分。你修为也突破到仙帝巅峰了，可喜可贺。顾繁星微笑道：“城主近日可好？”都一样，倒是今日遇到喜鹊鸣唱，似乎是有好事要发生。陆渊笑着看向了陈长安，这位小哥怎么称呼？他看了眼陈长安，模样倒是俊俏，年纪似乎有30-40，修为只有仙灵1层。城主好，鄙人陈长安。陈长安见凌渊城城主态度不错，也微笑打了一声招呼。长安的修为也是仙帝巅峰境界，今日前来，我们有件事想请城主帮忙。顾繁星道：“仙帝巅峰，隐藏了修为，我老了，很多事情想做，却有心无力，也不知能否帮到你们。”陆渊眼帘低垂，一副不想被麻烦的模样。他不知顾繁星两人想做什么，但没好处，他肯定不干的。也不是什么大事，我们两人想在凌渊城内建宗，想购买一块土地。顾繁星表明来意。哦，这个好说啊。陆渊眼眸一亮，谈到钱，我就来劲了。等等，建宗？王不凡那小子不会说的是你们吧？陆渊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表情古怪问道。不久前王不凡来找他要一块土地建宗，鉴于他和王不凡父亲关系原因，就只能给了，当然只给一小块地。顾繁星道：“我不想承他的恩，自己购买。”哈哈，这个可以。那两位可知我这里卖地的规矩？陆渊恨不得自己能多赚一些，卖给顾繁星两人，可比直接送一块的给王不凡好。凌渊城的土地大多数都是租出去的，因为他开价太高，几乎没人买土地。一般租他土地的人都是建楼做生意，而租地建宗很不现实，毕竟宗门需要长久。整个凌渊城当下也就只有2个宗门，其他宗门都在城外。当然，他也得在城外收一些小租。有人评价他说，路过的鸭子都得落下一层毛。打听过一块极品仙金100亩地。顾繁星道。陆渊摩擦着手掌道：“是的，那两位打算买多大的地？”陈长安道：“就想买50万亩地吧。”此话一过，整个会客厅骤然间进入空色。顾繁星一脸迷茫地看着陈长安：“50万亩？你有5000块极品仙金？”陆渊的表情有些许呆滞，他可没卖过如此广的土地。阁下没开玩笑吧？那可需要5000块极品仙金呢。陆渊回神后露出了标志性的微笑。陈长安直接拿出了一个储物戒指，抛给陆渊：“城主轻点一下。”
陆渊拿过储物戒指，探入感知，当看到里面情景，他情不自禁地咽了咽口水。好家伙，真有钱啊！哈哈，阁下阔气。那成交，这是地图，你可以随意挑选一块土地。陆渊速度拿出一块地图，脸上的灿烂笑容已经掩饰不住，也不管哪些土地有没有租出去，大气的让陈长安挑选土地。而在他话音刚落之际，下人突然来传王不凡求见。下人刚禀报了没多久，王不凡便从虚空中走出。他的出现未引起在场众人的丝毫惊讶，反倒是他自己一见陈长安和顾繁星二人，惊愕的目光凝固，似乎时间也随之停滞。他从凡间飞升上仙界，第一时间就往这里赶来了，怎么比他还快？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你小子急匆匆的，有事？我在会见贵客呢。陆渊与王不凡似乎关系匪浅，他的话语随意而自在。王不凡眉头紧锁，坐到陆渊身边，问道：你们聊什么？两位来找我购买土地建宗。陆渊随意回答后，转而目光如炬地凝视陈长安，笑着说：随便选，不用管我们，选好告诉我，我即刻叫人让附近的租客离开，给你们让地。买完了？王不凡听罢，眉宇间的担忧显而易见，但很快他似乎释然了。这么快谈完，肯定只买了一块小土地。之后他只要和陆渊好好聊聊，陆渊会结束与陈长安他们的合作。陈长安在仔细挑选土地，对于王不凡的到来充耳不闻。他早已预料到王不凡的到访，只是时机早晚的问题。他已经看完了凌渊城的地图，凌渊城果然很大，足足有他们凡间一半大小。地图上标有红色的标志是已经卖出去的，整块地图很少红色标志，大多数都是绿色标志，代表租出去。没有标志的则是没有卖出去，也没有租出去。陆渊说他也可以选择租出去的地方，只是他嫌麻烦。最终他的目光定格在一块靠近凌渊城中心的土地上，这里由于租金昂贵，几乎无人租用。就这块吧。陈长安用灵气覆盖在一块地图中，将地图交还给陆渊。陆渊拿过地图查看，笑道：行，就这块，明日我让人把块地内的人都赶出去。王不凡好奇地凑过来一瞥，也是这一眼，他直接呆愣在了原地。怎么这么大？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什么？王不凡眨了眨眼，眉头又快速皱了起来，盯着陆渊问道：他们买了多大的地？他怀疑这地图是不是比例搞错了。两位十分大气，一次性购买了50万亩土地。陆渊可见的开怀，他也是第一次日入5000极品仙金，这让他多了一个与好友们吹牛的高光时刻。王不凡呆立当场，神情迷茫，难以置信。50万亩土地，那不得是花了5000块极品仙金？王不凡呆滞地转移目光到陈长安和顾繁星那边，这时他的目光与陈长安的目光对接在一起，突然看到了陈长安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有3分讥讽，3分不屑，还有4分淡然。这小子，你等着！陈长安起身向陆渊拱手道：好，那我就先行回去了，明日就将宗门搬至凌渊城。好，有什么地方需要我的，可以随时来找我。陆渊也站了起来，朝着陈长安拱手。知道陈长安修为与他一样，他眼中的陈长安也就成了同辈。在陈长安拿出5000极品仙金时，他看陈长安的眼神也多了些许敬畏。他看任何有钱人都有敬畏，包括看镜子里的自己。他信奉一个道理，钱和实力才是治理。陈长安这时又看向了王不凡，玩味道：王兄，我们就先回去睡觉了，再会。说着他又将手搭在了顾繁星肩膀上，然后在顾繁星的带领下踏入虚空，消失不见。啊呀！王不凡怒不可遏，在陈长安和顾繁星走后，像是一个疯子一般朝着虚空无能大叫。恐怕今晚他脑海里都是陈长安将手搭在顾繁星肩膀上的画面，这将会成为他永生的梦魇。王不凡发泄了一会，快速看向了陆渊。陆渊的眉头紧皱，似乎已洞悉了他心中的波澜。不等王不凡说话，陆渊就说道：你不会与他们有什么恩怨吧？王不凡深吸一口气，声音中带着不甘：城主，请您终止与他们的交易，别将土地授予他们。陆渊看傻子一样看王不凡，道：你小子是脑子有问题吗？5000极品仙金，我有不要的道理，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不对，看在我爹的面子上，停止此次交易。王不凡的语气透着急切，他清楚陆渊的为人，却仍抱有一线希冀。陆渊表情冷淡了下来，道：若是1000几百块极品仙金，我还会看在你爹的面子上，不与他们交易，但这次不行。还有你小子不应该与顾繁星关系很好才对。陆渊刚说到此处，突然想到了什么，知道王不凡为什么这般狂怒了。你喜欢顾繁星？也对，如此美人，换我年轻之时也有可能动一动心。之所以说是动一动心，那是他的审美和正常人有些许不一样，他更看重一个女人有没有钱。王不凡被揭开伤疤，心里更难受了些许，沉声要求道：您就帮我，此次我承您的情，我定当涌泉相报。陆渊摇了摇头道：除非你给我5000块极品仙金，我还会看在你和你爹的面子上帮你一次，否则免谈。反正今晚他不能白白损失这5000块极品仙金。王不凡脸色阴沉似水，他哪能拿得出5000块极品仙金？即使是王家，
想要拿出5000块极品仙金，也得周转不少时间。只是他没想到的是，这陈长安和顾繁星能拿出如此多极品仙金，这很不应该。这样，我以后会慢慢把这些极品仙金数额补上，如何？王不凡不愿轻言放弃，不甘心输给陈长安。陆渊皱眉问道：多久？王不凡心知这笔仙金大概需要100年来筹集，但他口中却说50年。陆渊出乎意料的点头：好。王不凡一愣，旋即大喜，道：那你把他们叫回来。拒绝他们？等我说完。陆渊盯着王不凡道：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你把女儿娶了。啊！王不凡瞬间浑身起了鸡皮疙瘩，脑海里冒出了一个吨位极高的女选手，这个那个，不好吧，你们从小相识，也算是青梅竹马了吧？你只要娶她，这事好说。陆渊露出了一副老父亲般的笑容。王不凡的脸色变换了好一会，最终他还是忍了下来。我其实还有事，就先去忙了。他转身撒了腿就跑。哎，你别走啊！陆渊看着王不凡离开的身影，然后默默叹了口气。咋办？他都开始习惯用女儿当做拒绝人的法子了。陈长安的手仍旧搭在顾繁星肩膀上，在顾繁星带领下回到了凡间，然后他还让顾繁星带他回宗主殿。顾繁星也刚好有问题想问陈长安，便带着陈长安往宗主殿跨空而去。只是还没出虚空，他突然感知到了自己徒弟李雪雅就在宗主殿安静坐着，他不敢贸然出现了。陈长安也感知到了宗主殿中的李雪雅，嘴角翘起，看着顾繁星道：咋了？我能咋了？我徒弟在外面，你这手还搭在我肩膀上，我怎么出去？你出去，我先在这虚空中待会。顾繁星叹出了一口气。陈长安笑了笑，也没说什么，走出了虚空，出现在宗主殿中。李雪雅看到陈长安，站了起来，先是问出了一声：宗主，你先前去哪里了？他们都已经加入了青云宗，自然所有人都该叫陈长安宗主了。他此次前来是明白了自己内心的想法，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出去办了点事。怎么，有事？陈长安脸上挂着一抹温和的笑容。李雪雅似乎在这里等了一段时间了，我有句话想跟你说。李雪雅直视着陈长安的眼睛，她认真道：我喜欢你。此话一过，整个大殿都安静了下来。隐藏在虚空的顾繁星怔然失神。陈长安没料到李雪雅前来竟是为了表白，这让他一时愣住，心中波澜起伏。你是说你喜欢我？陈长安指了指自己，声音中带着不可思议。李雪雅坚定的点头：是的，我想正视我的心。我们相识时间虽短，但我确定我喜欢你。你的外貌，你的才华，你的为人都深深吸引着我。当我与你对视时，我的心会强烈的震动。我确定我是真的喜欢上了你。陈长安对这直白且真诚的表白给弄得有些不知道如何应答。老实说，他为人也就那样，高尚的品格就是演出来的。面对李雪雅的喜欢，他有些许惭愧，但是被美女喜欢，内心也不由得泛起一丝欣喜。感谢你的喜欢，我对你也有着深厚的好感。陈长安用真诚的目光看着李雪雅，声音温柔。如果有人非要他在顾繁星和李雪雅两人中选择一个，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李雪雅。原因很简单，他很确定顾繁星没有喜欢他，而李雪雅是喜欢他的。选择一个真心喜欢自己的人，才会获得真正的幸福。顾繁星见陈长安还没有打消跟李雪雅相恋的念头，嘴角抽了抽。顾繁星脸色清冷地从虚空中走出，看了眼李雪雅，问道：你在这里做什么？直到8岁那年，他母亲死了，死在了几个男人的玷污下。他躲在柜子里看完了整个过程，没有男人不喜欢这个笑容。还没有。李雪雅尴尬道。顾繁星确认李雪雅离开后，猛地转身盯着陈长安，眼中的情绪复杂难言。来到凌渊城后，林涛在陈长安的吩咐下，控制着仙级巅峰护山阵法开始往外扩张。但你对我这般，又对我徒弟如此。顾繁星话未说完，便被陈长安的手势打断。当然了，没人逼他选择，你跟我一人谈还不够吗？虽然我确实会在合作结束后离开你。隐藏在虚空中的顾繁星紧握着拳头，所以美女表白哪能不接受？就这样决定了，以后我们一起对她好，你说怎么样？陈长安看着顾繁星，脸上再次露出了一抹笑容。你都祸害我了，还祸害我徒弟，那我们李雪雅含羞带犹豫的开口，心中满是对未来的期许与不安。李雪雅支支吾吾道：我有事想和宗主谈谈师尊。李雪雅赶紧收敛神情，低着头恭敬喊道。顾繁星被陈长安堵住了嘴，说不出话来了。李雪雅苦笑了起来，只能看向陈长安，露出了一个抱歉的表情，然后回道：那我没有其他事情了，徒儿先行告退了。第二天，青云宗举宗搬离凡间，来到了仙界。他从小在青楼里长大，在那种情境中长大，理应是一条贱命，却因为他有一颗好学之心，改变了命运。顾繁星的语气中充满了深情，他的目光紧紧地锁定在陈长安的身上，再次问道。陈长安却表现得泰然自若。而李雪雅不一样，美貌大方，优雅中还有一点可爱，天赋也是很不错，他也是喜欢。李雪雅的笑容如春花绽放般灿烂。自己是否配得上陈长安？陈长安笑道：
不必压制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吧。不一样，你扪心自问，当我们的合作结束后，你会继续与我保持这种关系吗？而你徒弟不一样，他是真心喜欢我。陈长安也不装，直接把两人的关系说得明白一些。我是那时候遇到的他，他已经重伤濒死，最后我将他救活，教他本领。陈长安微笑道：我尽力。那我也有一个条件。只是他后面的话还未说出来，就突然被一个从虚空中走出的倩影打断了。亲也是肢体接触，来亲一口。李雪雅顿时被人抓住了小辫子一般，神情慌张了起来。大殿安静了良久，陈长安的声音才响起：只能之后再回来一次了，大家互相喜欢才能长久。来人正是他的师尊。行，我与你说说我这徒儿的经历。顾繁星叹了一口气，也没办法了。陈长安的眼神里透出一丝认真，我何尝是在欺负他，他的心意我感受到了，我对他也是真心。而这阵法一出，直接惊到了整个凌渊城。你确定自己不会辜负雪雅？顾繁星眼神严肃，凝视着陈长安。这就叫做双向奔赴。陈长安此次不再像先前那样随意点头。顾繁星道：你说。顾繁星沉默了好一会，才无奈道：随你了，但你必须答应我，不能在我徒弟面前暴露我与你的关系。那你继续谈，不用管我。顾繁星道：他是不可能再当了，对不喜欢的人再怎么追求，都只会成为舔狗。他崇拜自己母亲，看到母亲优雅表演而心生敬仰，他学着母亲弹琴，学着母亲台上的一言一举。弹完没有？顾繁星问道。陈长安直接点头，主打的就是明明白白。母亲死后，他成了孤儿。9岁那年，他才见到了那几个男人，他拿起藏在身上的匕首，当街杀了那几个男人。李雪雅深吸了一口气，眼神真挚地看着陈长安，说道：我们一直扩张到了笼罩住了他们购买的土地。说罢，李雪雅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宗主殿。先前的王不凡有多可笑，他往后就有多可笑。舔狗，你确定自己不会辜负雪雅？我这徒儿年少苦命，他母亲是青楼艺妓，卖艺不卖身，却遇到了一个浪荡公子哥，动了心，生下了他。他相信顾繁星不再需要他时，他会如同对待王不凡一般，将他抛之脑后。你也喜欢我？李雪雅的眼中闪过惊喜的光芒，她努力克制着激动的情绪。所有人纷纷飞进查看，当得知这里有一个宗门建立后，都好奇起来。我这徒弟如此单纯，你还如此欺负他？顾繁星心里有很多话要说，但最终还是憋住了，只能语气缓和质问。陈长安轻声答道：喜欢。顾繁星想不到他还有这种身世。陈长安皱着眉头沉吟了好一会，道：如果我要跟他相恋，那我可得更加用心对他了。只是那公子哥翻脸不认人，觉得青楼女子都是脏的，从此两母女相依为命。他的实力和陈长安的实力相差太多，一夜无语。这究竟是什么级别的宗门，才能拥有如此阵法？王不凡看到这一幕，气得频繁骂街。王不凡有一个貌美如花的姐姐，名为王心凌，不久前忙完家族事务回家，见自己弟弟如此苦恼，便上前问询原因。得知情况后，王心凌决定去会会这个陈长安，直接跨空离开。青云宗阵法前，紫色的光华璀璨夺目，如同星河洒落而成。此时此刻，天地间仿佛被人潮填满，无论是地面还是空中，皆是好奇心盎然的人群。凌渊城中，凡是心怀好奇的人都飞过来这边查看情况。这阵法并非无故升起，晨曦出生之时，他们就在城里听到有人传，一个叫做青云宗的宗门从城主那里购买了一块十分辽阔的土地，用来建宗。青云宗，此前我在仙界从未有闻，莫非是一夜之间崛起的宗门？其由来尚不明确，然而其实力必定惊人至极。我方才绕阵法1周，只感叹其壮观。如若确为城主所受之地，恐费去几千余块极品仙金。不久前，城中已有人传青云宗之名，据说其中有2位仙帝巅峰之强者，且宗主为人品高尚，多才多艺。正当众人热议青云宗之时，一位女子的到来顿时使四周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一个刚从虚空中走出的女人身上。她容颜甜美，却眼中闪烁着不可小觑的力量与决断。长发随风轻摆，衣袍上的精致花纹与符咒在阳光下闪烁，彰显着她非凡的身份。空中的人群不由自主地远离她，很快她四周的空间空旷起来。她环视四周，目光扫过人群，眼神既冷静又锐利，仿佛能洞悉每个人的心思。此时众人对她的目光亦充满了敬畏。离王心凌距离比较远的地方，人们都在小声议论着她。王心凌平日里忙于王家生意，此前怎么来了？仙帝后期的修为，长相甜美，但性格却霸道。这女人得是多少男人的梦中情人啊！谁配得上她？可以说是王家全靠她一人带起来的。本来她的天赋比她弟弟还强，却因家族生意耽搁了修行，实在可惜。可惜什么？一个女人能有如此成就，在仙界也是耀眼不已了。这青云宗颇有几分看头，这阵法应该是顾繁星导过来的吧？王心凌到来后，皱眉审视眼前阵法。眼前的阵法好生厉害。继王心凌到来后不久，
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转移。只见虚空中忽现巨大出口，一辆由妖兽拉动的华丽宝车驶出，在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先帝初期妖兽拉着的宝车，这配置显然是城主女儿来了。果然，宝车上斜躺着一位女子，穿着华贵衣服，金红闪耀，可再大的衣服都难以遮掩她那滚圆的身躯。保底估计她有正常男人3倍之重。随着马车震动，她那张胖倒还保留了些许可爱的脸庞也跟着抖动起来。心灵姐姐，你也来了。城主女儿陆君君看到王心凌，从侧躺状态坐起，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不过很快，她在王心凌身周没看到什么人，眼神略有些黯淡。王不凡没来。王心凌看到来人，眉头轻挑，飞进道：“君君妹妹，你来此做什么？”陆君君笑道：“我听我爹说，这宗门的宗主长得很俊俏，我是来看美男子的。”陆君君笑起来的时候，整张脸的肉像是系在了一块一般，五官几乎看不到。都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美男子身边应该也有不少美男子。对了，你也是来看美男子的？说罢，他的脸上肉堆显得更加紧密，笑容愈发灿烂。我想见见这青云宗宗主。王心凌思索片刻，也点了点头。既然陆君君也是来见这陈长安的，那他就跟着一起。倒是想看看这陈长安有什么地方比他弟弟强。那一起，陆君君激动了起来。就在此时，阵法之内的天空忽现异象，众人目光皆投向那里。一位英俊的白衣男子手持折扇飘然而来，众人为之震撼。这般气质，这样的出场，实在气派非凡。莫非此人即是宗门宗主？只是当这人靠近之后，他们愕然发现来人的修为却只有仙级初期，不强，但为何出场方式看起来有点牛逼呢？此人正是齐天明，此行乃是带着任务来的。他们将阵法搬到仙界后，陈长安即召集众人至宗主殿中。他们青云宗想要在仙界快速发展，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将宗门的名声打响。阵法升起来后，定然会引来很多人前来观看，这时候就需要推出一个人来宣扬他们的宗门，而他齐天明就成了这个人。用陈长安的话来说，他长得帅，气质出众，很适合当这个什么代言人。其实他也不懂什么是代言人，而他本就酷爱出风头，恨不得天天人前显圣，所以果断接下了这个任务。当他飞抵阵法前，轻轻一挥手，便令阵法的光幕缓缓开启一道通道。各位，想必你们对我们青云宗很是好奇，我便带你们好好参观我们青云宗吧。有兴趣之人进来吧。齐天明高声说话，声音宛如春风拂过，温润动听。一些女生看到如此男人，都双眸含着特殊的光辉。尤其是陆君君，她在肉堆中的双眼里闪烁着激动的星光。好生俊俏！陆君君当下给妖兽下达命令，往里面驱去。其他前来围观的人见陆君君进去了，也蜂拥般跟着进去。王心凌脸色平静，也跟着飞进了阵法里面。他倒是要看看这青云宗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齐天明带着一群人往宗门主峰方向飞去。当到了一个地方后，他明显放缓了速度。只见前方突然传来了一阵阵极为好听的琴声。远处一座山峰上，有一男一女盘坐在山峰之上，白云在他们身前飘过，琴音在天空之中荡漾。歌声响起，这歌声是一道女子声音，给人一种难以忘却的情绪，好声好听。弹琴的两人正是秦尊和李雪雅。这是何曲目？未曾听过如此动听之音，这琴艺真是非凡。若能日日聆听，或许修行亦可得益。我曾研习琴艺，此曲却是前所未见，究竟是谁所创？难道是那两位？王心凌年轻的时候也喜欢研究新奇玩意，其中就学过一段时间琴，此刻听到这首歌曲，呆滞了一会。陆君君则是神情欢悦，赏，必须得赏，太好听了。齐天明淡然开口道：“此曲是我们宗主所创，我们宗主在琴艺上的造诣，应是领先仙界所有琴艺大家。”众人听闻此言，顿时一片寂静。我们继续走吧。齐天明带领众人继续朝宗门主峰方向飞去。不久，他们抵达一处山峰前，只见两人正在对弈。只见这山峰上有两人正在下棋，他们每一步落子，天地都会变色，空中幻化出阵阵异象。这是什么棋？我虽研习棋艺多年，却未曾见过此等棋局，仅几眼便可见其非凡。此棋之妙，令人感悟，实在神奇。王心凌曾涉猎棋艺，眉头紧锁，此棋颇为奇异，引人入胜。陆君君则显得无趣，因他并不懂棋。齐天明再次开口：“此棋名为象棋，是我们宗主所创，一度风靡凡间。各位往后谁想学，可以来我宗学习。”此话一过，所有人再度安静下来。又是你们宗主，快到宗门了，各位跟紧我。齐天明再次往前飞去。众人相视，心中充满对青云宗的好奇与期待。很快，他们来到了一处巨大的演武场上。这演武场建立在一座山峰峰顶，与白云接连。演武场上，数名男女正激烈练武。这是3种强大的圣体，枪心境界，放在仙界亦当属顶尖天才。看那枪心境界的年轻男子，实力惊人。演武场上的几人正是苏乖乖、陆浩、慕容雪和武动。齐天明平静道：“
这些都是宗主发掘的天才，这放在我们青云宗也是比较正常的天才吧。那枪心境界天才正是我的师兄，也是我们宗主指导他提升到了枪心境界。死！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就连王心凌这个看惯了大场面的人也眼眸睁大了一分。这青云宗这么强大吗？这几个天才随便一人放在仙界那些顶尖大宗里，也应是超级圣泽吧。青云宗确实非同小可，一出现便这般气派，必须告知我父亲，青云宗兴兴之时必有合作机会。一群人震惊过后，纷纷小声讨论了起来。齐天明未停留，继续引领众人飞向主峰。他们抵达一座小山峰上空，齐天明指着下方，此处是我们宗门护宗神兽的居所。正当他话音刚落，一只体型与常人相当的妖兽飞出小山峰。一群人远远看到了一对俊男妙女，不能苦了长老，不能苦了弟子，就连未来的护宗神兽都不能苦了。这极品仙晶在仙界珍贵无比，竟然被用作妖兽的食物。宗主殿前，两个人站在天空之中，男的长相比之齐天明还要好上一分，而那女人则是美得难以形容。快到主峰了，我们宗主已经在那里等候诸位了。他说来者是客，必须要用最高规格来迎接你们。这妖兽是很神奇，可是我们更在乎的是，你们青云宗的极品仙晶不值钱的吗？你们看，他不知道从哪里又摸出了一小堆极品仙晶。好家伙，怪不得这青云宗能够购买这么大一块土地，这得多富有啊！陆君君自认家财丰厚，但见此一幕也愣了好一会。他们从未见过此刻美丽的人儿。众人听后都咽了咽口水。是隐藏修为？你就是陈长安吧？这时王心凌盯着陈长安，突然问出了一声。他们也在凝视着陈长安的修为，这根本不是仙帝巅峰境界啊！要是这青云宗要收徒或者收人，他们一定要熬夜排队，吃极品仙晶就提升修为。齐天明微笑道：“这是我们宗主用特殊方法孵化出来的妖兽，很是神奇。吃极品仙晶就能提升修为，相信用不了多久，他就能拥有保护宗门的实力。大家也可以期待他成长。就这小妖兽怀里那一堆极品仙晶，足够他用很长的时间去经营商业。他也是看在城主财大气粗，才投靠了城主。然而城主却让他来保护陆君君，陆君君又转头将他当成畜生来用。”王心凌凝视着齐天明，忍不住飞身至他面前，追问：“那些极品仙晶是你们宗主给他的？这种级别的人物都能出来迎接他们，这还真是头一回。”齐天明很快带着一群人飞到了主峰上。不等王心凌开口，一旁的顾繁星轻声道：“王心凌，王不凡姐姐，我修为比这小家伙强好多，怎么我跟他的待遇如此天差地别啊？我都想投靠这青云宗了。”陈长安看向了王心凌，微笑道：“正是，不知姑娘怎么称呼？”而是他们看到了这头仙将七妖兽，此刻居然抱着一小堆极品仙晶。看到他们的时候，他停了下来，拿着怀里的极品仙晶往嘴里塞，然后使劲咀嚼。他在吃极品仙晶。一群人互相对视了一眼，随后皆是同时拱手行礼，打了一声招呼。一群人面面相觑，忍不住多吞咽了几口唾沫。只是这修为怎么才有仙灵一层？齐天明飞进陈长安面前，拱手道：“宗主，我把贵客们都带来了。”我的娘啊！这人就是他弟弟口中的混蛋陈长安，也就是这青云宗的宗主。齐天明温言细语：“当我们是哭了呀？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他们目睹青云宗的宏大气魄，心生羡慕，心中默默诞生了一个念头：是的，就是荣幸，感觉自己突然成了人上人。极品仙晶拿来吃。在商界纵横多年的王心凌，此刻目睹眼前这一幕，连他那历经沧桑的心脏也感到了震撼，又暗吸了一口冷气。这青云宗怎么回事？他曾以为青云宗在重金购地后已是资金捉襟见肘，如今看来这真是他天真了。要不是城主确实给了他足够的资源使用，他绝对不受这气。你们是不苦了？他娘的，受比受的哭啊！这简直是他们心中的圣宗啊！不过他一旁的美人倒是仙帝巅峰境界，正是陈长安和顾繁星。不是因为这头妖兽看起来气血旺盛，像是刚出生了没有多久，却有了仙将期的修为。齐天明看了眼王心凌，面露温和笑容，道：“是的，我们宗主曾说，不能苦了长老，也不能苦了弟子，更不能苦了他日保护宗门的护宗神兽，所以才给了护宗神兽这种比较不错的待遇。他爹一天给他一块极品仙晶，这事放在仙界也令很多人羡慕妒忌恨了。此刻他看到这一幕，才意识到他爹似乎还不够爱他。你看看，人家青云宗给一头妖兽都这么多极品仙晶啊！”就在陆君君如此想着时，此刻他前面那拖着车棚的仙帝初期妖兽直接流下了羡慕的泪水。在他们为那他们看了也眼馋的极品仙晶感到悲哀的时候，就看到了刚吃了一块极品仙晶的妖兽修为气息突然提升了一些。众人愕然，投靠青云宗，突然心生荣幸。陈长安微笑点头，随后看向了齐天明身后的人们，拱手笑道：“诸位好啊，有失远迎了，而且这种待遇还叫比较不错。”在场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眸，
齐天明的话语如泉水般在他们脑海中回响。这么多年他都这样过去了，但现在看到这一幕，他决定明天不干了。王心凌见过顾繁星2次，此刻见顾繁星就站在陈长安一旁，目光都落在了陈长安身上。王心凌已经足够甜美了，可在这顾繁星面前仍旧是少了一份韵味。所有人都看到了这头妖兽，原来是王姑娘，今日一看果然不同凡响。陈长安微笑道。王心凌凝视着陈长安道，久仰倒是不必，我一路过来倒是对你很是好奇，相信在场之人也是一样，皆想看看你跟这位小哥描述的是否一致。要是陈长安如齐天明先前说的一样，那他没什么话说了，他弟弟比不过陈长安，那就是他弟弟输的不愿。在场的其他人们听到王心凌的话语，脸上浮现出了微妙的变化，他们一路所见所闻确实如同穿越至一个神奇的新世界，眼界大开。但是这一切真的是真实的吗？真有人如此神妙？他们好奇地注视着陈长安，期盼王心凌的话能引出陈长安的证明。陆君君似乎并不关心这些，当他第一次见到陈长安时，就已经深信他必定与齐天明所描述的一样，长得真俊啊，和齐天明的帅气有不一样的地方，更有男人味道一些。陈长安面带微笑，轻声问道，我应如何证明呢？他已经和顾繁星制定了完善的计划，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提升宗门的声誉，随后便是设法吸引更多仙界强者加入青云宗。现在的他已经不再缺乏极品仙晶，唯一缺少的是创造的时间。有了充足的资源，青云宗即使人数增多，也不必担心资源短缺的问题。他们需要让整个仙界都知道青云宗的特殊之处，让人们对青云宗心生向往。而眼前这些人无疑是帮助他们青云宗宣传的先锋，相信这些见证了青云宗特殊之处的人，不出1日便会将这里的情况传遍整个仙界。我最为好奇的是，你让一个小伙子修炼到了枪心境界，你可是枪心境界强者。王心凌对于前来此处前看到的一切最为惊讶和难以理解的是，齐天明说陈长安帮一个小伙提升到了枪心境界，这是否意味着陈长安本人已达到枪心中后期境界？也只有如此，才能有资格指导一个枪意境界之人提升到枪心境界。至于那琴棋双翼的高超，他也确凿地感受到了，顶多就小小质疑一下，创造奇曲之人是否真是陈长安罢了。于极品仙晶一事，没有什么好质疑的。青云宗能够购买如此广阔的土地，并向妖兽投喂大量极品仙晶，足以证明他们不缺乏极品仙晶。在场的其他人听到王心凌的话，脸上的表情变得更加精彩，这也是他们最好奇的地方。只是面对王心凌的询问，陈长安却是洒脱一笑，反问道，我观王姑娘，你身上有一股特殊气质，不知你是否是垂修？看到王心凌身上拥有垂翼中7境界的时候，陈长安是有些古怪的。这王心凌初看甜美，不仅仅是长相，就连声音都给人甜美的感觉，就是语气显得有些霸气的感觉。这甜美的长相配上一个大铁锤，这特殊的搭配确实令人意外。王心凌微蹙眉头，这是打听过他的情况了。他不相信陈长安真的能看出他是垂修，因为即使是他这个已经达到垂翼中期的强者，看到其他垂修之人也难以辨认出对方是垂修。是，王心凌简洁的回答，然后注视着陈长安，想看看陈长安问他这问题是什么居心。陈长安又微笑问道，你是否困在垂翼中期有段时间，总觉得难以突破到下一境界？他能看出王心凌的问题所在，他看出了王心凌的问题所在。王心凌对于使用锤这种武器有些误解，他的武器应该是一把巨锤，攻击方式大开大合，以力量为主，但他似乎不知道巨锤不仅仅只有力量，还有特殊的巧劲。是，王心凌眉头皱得更深了一分，他从未对他人提及过这件事，这是不可能从外界获得的情报。可以拿出武器施展一套锤法给我看看吗？陈长安自信满满的请求道。王心凌紧锁眉头，他已经猜到了陈长安的意思了，这莫不是也想指导那小伙子一样，指导他？你不是枪修吗？还指导上我这个锤修了？你莫不是也想指导我提升？王心凌直接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其他在场的人见状，脸上露出了一丝古怪的神情。锤修本来就少，能修炼到垂翼境界的更深凤毛麟角，这青云宗宗主似乎有些过于自信了。你不想提升？想提升就听我的，我也算是垂修。陈长安仍旧十分淡然，现在他已经将所有武器都修炼到了接触道法的境界，谁来他都能知道，这也算是他吸引别人加入他们宗门的手段之一，所以他要大肆宣传一下，直接来个现场指导。王心凌沉吟了片刻，最终还是选择听话，他倒是要看看陈长安想耍什么花招。他还真不信陈长安能够指导他。他的左手一闪，便出现了一把体积比他本身还大的银色巨锤，这巨锤的重量似乎极为惊人，其出现的瞬间，周围空间都略显扭曲。银色的锤身密布了一些红色的纹路，这明显是在巨锤中铭刻了铭文。如此使用巨锤的时候，还能打出另外的伤害。王心凌当场舞动巨锤，只见他身形灵巧，简单舞动了一套锤法，四周空间锤影密布，仿佛一座高山在面前都要在此锤中夷为平地。
陈长安看出了这把巨锤的重量，也得出了一个结论：这长相甜美的王心凌好像是天生神力，怪不得成为锤修，算是发挥了优势了。你指导吧。王心凌停下动作，看向了陈长安，眼神有些许咄咄逼人的意味，催促了一声。陈长安嘴角翘起，在开始指导之前，我先评价一下你的锤法。第一，实在差劲；第二，不好看；第三，什么玩意？此话一过，在场之人都愣了，尤其是被点评的王心凌，她的脸直接被气得通红。感情你让我使锤，不是真的指点，而是恶心我。一旁的顾繁星和齐天明听到陈长安这话，也小小愣神了片刻。我并未说错。陈长安耸了耸肩，继续说道：你应该是接受过一个对锤这种武器不是很了解的人的教导，你当下也继承了他的问题。心灵此时气得几乎要笑出来。你可知道当初指导我的人是谁？那可是仙界锤修中最强者之人，锤星大后期，是仙界唯一一个几乎接近锤星巅峰境界之人。我看你似乎很不服气，这样吧，我让一个人施展你先前的招数。说着，陈长安望向了人群中的一位黑衣小伙，道：黑衣小伙，没错，就是穿着黑衣的你。人群中一个魁梧的小伙子指着自己的鼻子，不可置信地说：您是叫我吗？陈长安微笑点头道：我没看错的话，你应该是炼器师吧？你应该也是锤修，你上来，我教教你。王心凌听到这里真的笑了，他先前施展的锤法确实有些随意，但也有他6成的实力了，换作是其他人施展，恐怕连1成的实力都发挥不出来。现在陈长安就是自找耻辱。那黑衣小伙不太自信地飞到陈长安面前，苦笑着说：我才刚刚踏入锤式境界，王心凌前辈的招数我只是看了个模样，根本施展不出来啊。陈长安却显得很洒脱，微笑着走到他的身边，搭上他的肩膀，开始屏蔽空间，不让其他人听到他的话。起初黑衣小伙还显得茫然，但随着陈长安的话语，他的眼睛逐渐瞪大。当陈长安撤去空间屏蔽后，黑衣小伙露出震撼的表情。行了，给他施展一遍，让他看看。陈长安轻轻推了黑衣小伙一下，脸上满是自信。黑衣小伙咽了咽口水，恢复了神智，转身深深地向陈长安鞠了一躬。真的神了！陈长安随意挥了挥手，示意黑衣小伙别客气。黑衣小伙这时候才转过身去，面容古怪地看着王心凌：施展吧，别有负担。王心凌看着黑衣小伙，催促了一声，他倒是要看看陈长安在搞什么鬼。他甚至怀疑这个小伙子是陈长安安排的，但他确信他不可能施展出他之前的招数。别说这黑衣小伙，锤星境界强者来了，都可能要多看2遍。黑衣小伙的动作流露出一股莫名的庄重，他微微点头，随即以毅力对王心凌行了一鞠躬，眼神中透露出即将触及冒犯之意。他虽未曾修习过王心凌的锤法，但在陈长安的指点下，那些看似复杂的招式变得不再遥不可及。他感受到了一种融会贯通的清晰，仿佛陈长安的话语是开启万能锤法的钥匙，让他瞬间洞悉了王心凌的锤法精髓。黑衣小伙深深吸了一口气，拿出了自己炼器时用的铁锤。这铁锤与王心凌那银白巨锤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毫无可比性。闭上眼睛，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片刻后，铁锤在他手中起舞。在这舞动中，王心凌的锤法似乎重现于世，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挥击，都让人感受到了不同寻常的震撼。只见王心凌猛地睁大了眼眸，随着锤法进行，突然间山峰前锤影铺满，恐怖的气压凝聚在所有人的心头。这锤法看起来和王心凌施展的差不多，可怎么威力看起来更强了一筹？王心凌已然是瞪大了美眸，满目的不可置信之芒。怎么回事？这不可能！黑衣小伙最终结束了锤法施展，此刻他开始有些喘气。施展这套锤法之后，他才发现自己有些过于耗费体力和精力了，这锤法明显超出了他身体的极限。不过还好，勉强施展完了。前辈，我施展完了。黑衣小伙收好铁锤，再次看向陈长安的时候，眼中已经升起了浓郁的敬意。先前他也和附近的人们一样，心头都有些质疑，而当下他已经完全确定，这青云宗宗主真的是如齐天明先前所说的毫无二致了，强的有些离谱了。陈长安回应他的是一个温和的微笑，语气中透露出一丝鼓励：你的天赋也不错，若未来无处可去，不妨考虑加入我们青云宗，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闻言，黑衣小伙神情大变，满脸激动和兴奋。其他人闻言都面露向往之色。经过这一番指导，他们已经确信陈长安真的很强了。陆君君一直在安静看着，此刻双眼充斥了星光，不仅帅，还很有实力。王心凌在无尽的怀疑中自我沉沦，直到陈长安的话语响起，他才回过神来。王姑娘，当下还能接受我的评价吗？王心凌深深吸气，她的态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面对陈长安时，她恭敬的鞠躬，表达着由衷的尊敬和歉意。先前我的错，我道歉。陈长安见王心凌比之王不凡，确实不一样，脸上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道：没事，我这人不计前嫌。现在我还需要我对你指点迷津吗？乐意至极。
王心凌重重点头。陈长安随即开始细致地分析王心凌的锤法，锤法之中不仅需刚猛，更需灵巧。他因如臂使指，随心所欲。陈长安说了很多，就看王心凌能不能领悟到了。王心凌沉浸在了陈长安的话语之中，只觉得心间那弥漫着一层浓雾的天空突遭了一锤，天开了，全新的知识和领悟灌溉在了他的脑海里面，一股气息在他身上突然出现，在场所有人都惊了，这是突破了。确实如此，王心凌在锤法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现已进入了锤艺后期的境界，甚至触摸到了锤艺巅峰的门槛。多谢指导。王心凌朝着陈长安恭敬拱手，此刻他脑海里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弟弟了，这哪有可比性？弟弟，你就别再惦记着顾繁星了，人家这男人想要哪个女人都得倒贴啊。他想不明白陈长安究竟怎么回事，枪修可以指导，锤修也能，莫不是锤枪双修，并且二者都达到了锤心境界和枪心境界。陈长安轻轻挥手，淡淡道：无需多礼，我对有缘之人自不吝啬指导。你我有缘。陈长安已从顾繁星口中得知王家情况，知道王心凌掌控着王家的经营之权，要是拉拢了王心凌，算是把一半王家招入麾下了。顾繁星所谋的结果并不是要用武力威慑的那种，而是要让对方心甘情愿，甚至是以此为荣。如此，他日报仇时，所有人才能拧成一条绳，上下齐心。王心凌再度深吸了一口气，眼中升起了敬佩之芒。想必阁下锤修境界也不低吧？究竟是怎么让这位小伙做到如此程度？他现在只剩下惊奇了，对陈长安的强大满是好奇。陈长安笑而言之：我说了，他天赋不错，加上我的特殊指导，他才能施展出来。至于我的锤修境界，暂无对手。所有人听了大为震撼。若是陈长安早先这般自诩，或许他们还会有所怀疑，但目睹了眼前一幕后，便不由自主地信服了。王心凌这次没有反驳，因为他很确定，即使是那位，也做不到陈长安这般神奇。那您可是锤心巅峰境界？王心凌屏息问道。这是他都不敢想象的境界，若是能够修炼到这个境界，他的锤恐怕能把天给砸出一个大洞。陈长安不动声色地将双手背至身后，微笑回应：你可曾听闻过锤到巅峰之境？王心凌猛然瞪大双眼。什么？旁人听闻此言，皆显困惑。这境界只停留在传说中。好了，往后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陈长安知道小小的保留一些神秘感会有好处，说完看向了齐天明，道：好好照顾客人。齐天明颔首应是。我还有事，诸位请自便。陈长安向众人挥手告别，随后与顾繁星一同向宗主殿方向飞去。今天他们的戏份已经做够了，剩下的就静待舆论发酵吧。再次感谢阁下。王心凌深吸一口气，对陈长安拱手行礼。陈长安两人离去后，四周一群人都开始讨论了起来。随后一行人看向了齐天明，有人问出还有没有什么特殊地方带他们去参观。当得知并没有了，一群人都冒出了离去的想法。他们皆出身各方势力，急需将此地消息速报上去。王心凌也无事情要做的，决定回去了。他随众人离开青云宗，朝家族方向飞去。他要见自己弟弟，多问询一下青云宗的情况。他弟弟明显比别人更了解陈长安和顾繁星。王不凡知道自己姐姐性子，看到自己姐姐去青云宗后，就默默等待了起来。这会儿看到自己姐姐回来了，王不凡赶忙上前，皱着眉，但脸上却有一丝期待，问道：姐，可有帮弟弟出一口恶气？王心凌看着自己弟弟那满脸怨恨的模样，皱起了眉头。咋说呢？没有见到陈长安前，他还觉得自己弟弟受委屈了，只是现在你先前跟我说陈长安为人歹毒，通过恶毒手段得到了顾繁星的芳心。王心凌问道。王不凡急切点头，定是如此。有没有可能他是多才多艺，实力强大不已，才俘获顾繁星芳心？王心凌又问道。他想纠正自己弟弟的想法。王不凡闻言，面色更沉了一分。陈长安确实棋艺情艺不错，可论实力的话，不就是跟他差不多吗？实力再强，不也是先帝巅峰修为？我花费些时间也能多才多艺啊。王不凡不忿道。王心凌无话可说了，别再惦记顾繁星了，你比不上陈长安。其实我觉得君君妹妹不错，你要不还是考虑娶君君妹妹吧。王心凌神情复杂的建议道。他和父亲皆希望此婚成事，以连结王家与城主家。王不凡听到这话，直接跳了起来。姐，你也被他下了迷魂汤，尤其还说出了让他娶陆君君这建议，这还是亲姐吗？王心凌见王不凡有些执迷不悟的模样，轻轻叹了一口气，便将不久前发生的事情都告知了王不凡。王不凡听到王心凌前面的所见所闻还没什么，起初还平静如水，但在得知有妖兽仅凭吞食极品仙晶便能提升修为时，他的心情变得无法平静。遭不住了，这不会是他那颗妖兽蛋孵化出来的妖兽吧？还有，他们究竟哪来的这么多极品仙晶啊？而当王心凌说到陈长安指导了别人提升到枪心境界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想法。他知道陈长安是拥有枪心境界，可是你现在说他也有锤心境界，还是锤心巅峰？王心凌没有透露陈长安曾向他暗示他已经达到锤到巅峰的境界。
他知道，一旦他说出这话，他弟弟断然是要把他先前说的一起推翻的。事实上，他自己也对陈长安的话存有疑虑，毕竟这种境界仅存在于传说之中，仙界中并无人能将锤这一武器修炼至此境界。然而，他坚信陈长安至少已是锤心巅峰境界。你真没看错。顾凡眉头紧锁，拳头也不自觉地捏紧，内心波涛汹涌。这枪心境界就算了，现在又说有锤心巅峰境界，这还是人吗？所以，别说是顾繁星了，就算是你姐我，提前接触他这种男人，恐怕也难以抵挡他的魅力。王心凌将自己心里的想法说出，先前陈长安确实让他刷新了世界观，情义奇异双绝，长相俊朗，修为更是达到仙帝巅峰，同时将枪与锤两种武器修炼至如此高境界，真可谓是完人。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有钱。王不凡听到这句话绷不住了，整个人垮了一般，瘫坐在椅子上。你也说这种话？好了，你千万不要再惹他了，我提升了一些，得巩固一番。王心凌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此行外出他确实收获颇丰。王不凡沉默不语，只是静静地坐着，前所未有的挫败感淹没了他。与此同时，外界开始广泛传播青云宗的情况。青云宗内，在青云宗内的宗主殿里，见进来参观的人都走了，李雪雅等人也不演了，一起回到了宗主殿中。效果如何？李雪雅眼中闪烁着期待之光，轻声询问。舞动几人也面露期待，他们都在努力地按照陈长安所说的展示自己的才能，但也不清楚现在结果如何。陈长安坐在宝座上，看着下方几人都在期待，微笑道：都表现得很不错，今日过后，青云宗名声应该会名震仙界。闻听到这话，众人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大长老也在场，听到这话后深吸一口气，由衷地为宗门能达到这样的高度感到高兴。小齐，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情，你就照今天这样展示我们宗的实力。陈长安吩咐道。现在他已经和顾繁星同辈，喊齐天明他们就当小辈喊了。齐天明认真点头，这是他爱干。不久前看着那些人的反应，他感到非常兴奋。等会我要出去买些东西，帮我带路。陈长安说着，目光扫过顾繁星，他打算到城里购买一些可以快速提升修为的丹药。现在他身体的修为还是低了一点，只有仙灵期，等他修为提升上去后，使用斡旋造化能力创造极品仙晶，可以不用创造完一块就忙着吸收灵气，完全可以连续创造，甚至可能一下子创造出来2块，甚至更多。李雪雅此时眼中泛着光彩，轻声笑道：我曾随师尊在凌渊城逛过，路还记得清清楚楚。行，我们一起去。看着美丽的李雪雅，陈长安露出了一抹温柔笑容，这是要和女朋友出去约会的感觉啊。李雪雅轻轻颔首，心中满是期待。顾繁星这时突然插嘴道：我有话要跟宗主单独说，你们先退下。听到这话，李雪雅等人迅速点头，纷纷离开。陈长安不忘对李雪雅道：一炷香后我去找你。李雪雅轻声应了一声，姿态轻盈，宛如羽毛在清澈的湖面上漂浮，可以看出她此刻心情有多美妙。等徒弟们远离了，顾繁星才看向了陈长安，道：你的策略真是高明，还真跟你说的一样，应该是不用1天时间，青云宗的名号就在仙界打响了。陈长安含笑回应：王心凌的到来确实出乎我的预料，但也算是一桩意外的收获。如今我们已向将王家纳入旗下迈出了重要一步。顾繁星再次略带担忧地道：我原打算慢慢发展，悄无声息地壮大势力，以避免引起神界那些人的注意。你真的不担心他们的到来吗？他其实先前就觉得陈长安的高调作为可能会引起神界之人的关注，只是陈长安却让他不用在意，说来一个他杀一个，那霸气的样子让他有些怀疑。毕竟陈长安即使在神界拥有强大的修为，在仙界的界域限制下也难以发挥出强大实力。陈长安也没有隐瞒实力的打算，直接安抚道：仙界界域对我没有任何作用。顾繁星不解道：这怎么可能？陈长安笑着站了起来：没有什么不可能，你相信我便是了。好了，没其他事情，我就去凌渊城逛逛了。顾繁星盯着陈长安那洋溢着自信的脸庞，沉吟了片刻，最终还是决定相信陈长安。毕竟陈长安可是将一堆武器修炼到了神奇的境界，或许真的有奇特的方法暂时抵消界域的作用也难说。还有一件事，顾繁星还是叫停了陈长安。你说。陈长安这时候一挥手，一团灵气出现在他面前，凝聚成了液体，像是一面镜子一般倒映出他的模样。他对着倒影整理衣服和打理头发，看着陈长安这般，顾繁星眉头皱得更深了一分，道：你已和雪雅确定关系？陈长安和李雪雅明显不似当初，刚才说话的气氛有些许暧昧。陈长安微笑道：那天深夜你走后，他来找我了，我答应了他。顾繁星皱眉道：记住你答应我的，不能让我徒儿知道我跟你的关系。听到这里，陈长安安静了一会，旋即表情认真了起来。我也有一件事情想告诉你，这些天我仔细想了想，我还是觉得我们这一层关系断了吧。听到此话，顾繁星神情一变。陈长安仔细想过了，当初答应顾繁星的请求，他主要是想要斡旋造化神通，而听到顾繁星提出的相恋条件后，他还没想到顾繁星的误会想法，想着不要白不要，也就没有拒绝，答应了下来。之后得知顾繁星是因为误会了他是王不凡一样的人，他
他心里是有些愤懑的，忍不住折腾了顾繁星一下。现在来到了仙界，加上李雪雅也跟他相恋了，那个劲头也过去了，他也就没必要继续折腾顾繁星了。顾繁星却是表情严肃道：“你是要反悔？”陈长安知道顾繁星误会了，摆了摆手道：“我这段时间发展青云宗有种成就感，觉得不错，所以合作继续。但我跟你的关系就变回正常朋友吧。事先声明一下，我很早就知道你把我误会成了王不凡一样的人了，折腾你也是因你误会了我，我心有不满罢了。合作肯定要进行，他获得神通的条件就是答应系统帮助顾繁星。好了，以后我们就两清了，我去和雪雅约会了。”陈长安踏入虚空中，身影渐渐消散于原地。顾繁星独自留在空旷之地，心海中回想着陈长安的话语，眉头微蹙，掩不住心中的纠结。误会他了，折腾我，你亲我亲近我都是折腾我，有这样折腾人的吗？不过陈长安说不会终止合作，他稍微松了一口气，只要不终止合作就好，但心底却隐隐生出一丝不明的苦涩。为何心中的感觉会如此复杂？此时凌渊城的集市正热闹非凡，陈长安与李雪雅肩并肩走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如此绝美的男女自然吸引了无数目光。路人们都在窃窃私语，说这两人的配合简直是天作之合。陈长安转头望向身后的齐天明，道：“你非要跟来作甚？要是齐天明不跟着，他这会儿应该已是牵着李雪雅的手，甚至在做一定情侣该做的事情了。”李雪雅此时也轻声劝说齐天明：“师兄，我知道路，不用你跟着的。”齐天明却只是笑着回应：“我也想逛逛。”他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想着跟来，但他师尊突然找到了他，给他下了一个命令，让他跟着陈长安两人。他不清楚自己师尊在做什么，但他挺乐意跟着陈长安的，因为陈长安已经成了他学习的对象。不久前，他看着陈长安对王心凌的指导，心生无尽的仰慕，这不就是他想要的画面吗？这逼装的多么高尚，多么绝妙啊！所以他很乐意跟着陈长安偷偷学习，日后等他积累够了，自己也这样装上几次。陈长安两人也没法子，继续往前走去，两人之间的距离愈发接近。就在他们的手指即将触碰之际，齐天明的声音突然响起：“你们不必在意我，我已了解你们的关系，别生分。”李雪雅和齐天明关系最好，所以向陈长安表白前就找到了齐天明，咨询齐天明的意见。齐天明听后直接鼓励李雪雅去表白，甚至还出了些招。陈长安知道这事，但你真的不觉得自己碍事吗？你突然一句话把我弄尴尬了都。就在他心中暗自思忖时，忽然感觉到有人轻轻握住了他的手，是那般的温暖，那般的柔软。他转头望去，只见李雪雅的脸颊泛起淡淡的红晕，低着头，显得有些害羞，但依旧坚定地牵着他的手。陈长安嘴角比 AK47 还难压，但还是被他压住了。两人安静地往前走去，齐天明则是摇头一笑，慢慢跟着，也不愿意上前打断两人的美好。只是他不知道的是，自己身上居然被人偷偷安放了一个神识小阵法。在青云宗的幽静之处，顾繁星闭着眼睛，脑海里能看到凌渊城一处大街上的景象。这时他见到了陈长安与李雪雅紧握的手，心中波澜起伏。虽然他迅速平复了情绪，但心底的波动难以言喻。徒弟被猪拱了，他咬了咬牙，嘴里忍不住道。大街上，陈长安三人快到目的地了，一座雄伟的高楼映入眼帘。这正是陈长安要来的目的地，凌渊城最大的公会擎天公会。放眼整个仙界，擎天公会也是很顶尖的公会。据说擎天公会的创始人兼会长与凌渊城城主关系匪浅，因此在这里设立了总部。陈长安此行的目的是为了采购一些提升修为的丹药。然而在他们即将踏入门口时，步伐突然停顿，眼前一头妖兽拉着华丽的宝车出现，阻挡了他们的去路。美男们，又见面了。陆君君欢快的声音响起。陈长安神情怪异，这种称呼他还是第一次听。又见到姑娘了。陈长安知道陆君君是城主女儿，笑着打了一声招呼。陆君君这时候仍旧没有下宝车，道：“三位要不上来坐坐？”刚说完这话，陆君君突然沉默了。此刻他的目光全然落在了陈长安和李雪雅牵着的手上。我的乖乖，顾繁星那样的女人居然也要和别的女人共享男人。他见识到了青云宗的不凡后，就回了城主府一趟，找到了自己父亲，问询了一番顾繁星和陈长安的情况。当得知两人好似情侣，举止亲密后，他还想着这么好的男人有了归属，有一丢丢可惜。但现在看到这一幕，他很惊讶，眼前的这个女子不就是那个在青云宗内弹琴的美女子吗？这修为和顾繁星根本没有可比性，但美貌和才艺却不逊色。不用了，我们还有事。陈长安礼貌地拒绝了陆君君的邀请。陆君君笑道：“我今日刚好没事，三位应该来凌渊城没多久，我带你们逛逛。”不用了，我们熟悉。李雪雅这时也道。陆君君却依然坚持：“别客气，我陪你们吧。”这时陈长安转向一直默不作声的齐天明，提议道：“小齐，你不是想在凌渊城里转转吗？让这位姑娘陪你吧。”啊！齐天明听着这话，整个人呆愣在了原地。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他第一次见到陆君君的时候，
就发现了陆君君那带有侵略性的奇怪目光，好像很想将她的衣服拨开一样。这会儿她不说话，就是不愿与她有太多交集，即使她是城主女儿也一样。只是陈长安转头就把她搬到了陆君君面前，她成了一个挡箭牌。这甚好啊，这位美男子，我愿意陪你。君君眼中闪烁着星光，看着齐天明时满是喜悦。陈长安既已有2位伴侣，他便不再插足了。而这小美男子貌似还没有伴侣。嘿嘿嘿，宗主，我齐天明还想说话，突然被陈长安拍了拍肩膀，插嘴打断。小齐，这位可是城主女儿，她带你玩，你得多荣幸啊。陈长安朝着齐天明眨了眨眼，一副要给他委以重任的模样。此刻李雪雅也在盯着齐天明，齐天明嘴角抽动，最后也没办法了，只能点头。他也清楚自己师尊的计划，先是想方设法将王家招入麾下，之后就是城主，他只能豁出去了。陆姑娘，那我们去哪里逛？齐天明的声音略显颤抖。你先上来，我们坐一块。陆君君大笑着说，这笑声听起来居然有点像男人笑声，直接把齐天明吓得某处一紧。他快速看向陈长安，一副你刚才听到了没有的懵逼表情。陈长安再次拍了拍齐天明肩膀，眼神深邃。兄弟，看你的了。送走了齐天明，陈长安握紧了李雪雅的手，此时2人的手指紧密交缠。走吧。李雪雅含笑颔首，很是开心。齐天明坐在宝车上，注意到陆君君靠近时，赶紧挪动身体，保持距离。你看看你，还害羞上了。陆君君也不继续靠近了，调笑了一声。我这他娘的哪里是害羞，我是如坐针毡啊！哈哈，我这人比较害羞。齐天明干笑一下，嘴上只能承认。陆君君突然变换了表情，回头看了一眼，确认陈长安已经走远。他神秘地问道：你知道你们宗主和顾繁星的关系吗？他现在是不是和2个女人在一起？他的八卦之心燃烧起来，好奇心驱使他询问。他想着齐天明或许知道，然而当听到这话，齐天明整个人傻了。什么？宗主和我师尊什么关系？青云宗内的顾繁星原本见齐天明被支走，准备收回偷看的神识，但听到这话，瞬间坐不住了。齐天明的脸色在听到陆君君的话后，心中波澜起伏，追问道：我师尊和宗主什么关系？他上次在婚礼时也就嘴嗨随口说了2人很配，这怎么真搞上了？陆君君见齐天明神色大变，似乎心急如焚，他略显惊讶的低声问：你不知道？他的八卦之心燃烧得更加炽烈了。这是那边勾搭一个，这个勾搭一个，2个女人都不知道，厉害啊！齐天明用力摇了摇头，语气坚定：我师尊和宗主从未有过亲密举动，我也没听他们提及过什么。齐天明觉得陆君君乱说的种种事迹表明，自己师尊和陈长安并没有情感方向的不对劲之处。他也希望陈长安能够专心对待李雪雅。你应该知道我爹吧？我爹就亲眼见过他们亲密，还气了王不凡一顿，还说一起回去睡觉。陆君君表情玩味，越说越得劲，特别是看到齐天明那震惊的模样，他就喜欢给别人带来真相。齐天明陷入了沉思，内心充满了疑惑和震惊。这是真的？2人隐瞒得这么深，明明才认识不久啊！陆君君的话题突然转向：那位姑娘和你们是什么关系？齐天明深吸了一口气，道：顾繁星正是我的师尊，刚才那位是我师妹李雪雅。啊！这次轮到陆君君呆滞了，这关系好有意思啊！他们2个女人难道不知道彼此和陈长安的关系吧？陆君君的呼吸变得急促，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齐天明低声回答：我不清楚，但看情况，他们似乎都不知情。他的声音透露出一丝迷茫和决心，他必须弄清楚这一切。与此同时，青云宗内顾繁星脸色愈加不好看了。这陆君君，这嘴就不能紧一点吗？陆君君的话语让他感到无比的烦躁。他没想到那次在城主面前的举动竟然被记下，并传到了陆君君的耳中。现在陈长安已经和他划清界限了，却突然遇到这事，这就很难受了。顾繁星也没有办法了，只能赶紧给齐天明传去消息。回来！远在凌渊城大街上的齐天明收到了顾繁星的传信。与此同时，陈长安和李雪雅已经来到了擎天商会内部。一位侍女迎上前来，面带微笑地问道：两位贵客，你们是来购买还是售卖物品？陈长安和李雪雅此刻目光并不在侍女身上，而是看向了擎天商会大堂工人休息区域。此刻那里很空旷，椅子几乎都是空的，只坐着一个半百老者。这人模样看起来50多岁的样子，具体年纪则看不出。他身穿整洁的黑袍，一头散乱的黑发飘逸着。他的坐姿挺拔，一只手搭在膝盖上，另一只手则搭在一把巨大的黑色大刀上。这把刀给人一种沉重感，刀柄上镶嵌着耀眼的宝石，刀身散发着神秘的光芒，仿佛是一只在灰色世界中屹立的巨兽。那位是谁？陈长安看了眼侍女，问出一声。他一眼看出了那边的男人是先帝巅峰修为，是一个刀修，且已经修炼到了刀星后期，离刀星巅峰只有一步之遥。只是这一步沉重却艰难，若无机缘，这辈子都突破不到。正常评估的话，这男人在仙界绝对是最顶尖的强者之一了。侍女看了眼那边，小声道：“是冯清扬前辈，他每日都会来此处坐着，
要跟我们会长切磋。冯清扬，这不是王家另一个先帝巅峰强者吗？现在王家加上王不凡，一共有3个先帝巅峰强者。王家家主和这个冯清扬是最强的存在。听说论实力，冯清扬还比王家家主强上1分。每日都来，陈长安问出了自己的疑问。侍女道：我们会长也是刀修，刀心后期境界。一开始的时候会跟这位前辈切磋，大家互相提升，只是后面提升不上去了，我们会长就放弃了，专心经营生意。但这位前辈则不愿意，每天都来，后面被我们会长拒绝见面，还打着合作的借口见我们会长。我们会长为此立下了一条规矩，不消费1000极品仙金以上，不会亲自招待。说到后面，侍女才意识到自己的话痨属性又犯了，赶紧停下。陈长安笑了笑，这时候直接拿出了1块极品仙金，抛给了傻眼的侍女。很有用的信息，讲你的。现在带我去见你们会长，我有一笔超过1000极品仙金的生意与他做。侍女手抖了一下，但还是快速抓紧了手中的极品仙金。这来的是大富翁吧？我就话痨了2句，直接给我1块极品仙金，这一看就肯定能消费1000块极品仙金的超级贵客了。好，请跟奴婢来。侍女忙低身行礼道。陈长安转过身，牵着李雪雅的手，跟随着侍女深入商会。侍女带着他们进入一间特殊的房间，那里被一个强大的阵法所笼罩。侍女在阵法面前停下，阵法暂时阻止了她的进入，但很快就为她打开了一道缝隙。她快步穿过，不久后，陈长安和李雪雅也被允许进入阵法内部，见到了晴天商会的会长。会长全名吴旭言，一半头发已经发白。2位贵客，不知你们想买什么？吴旭言目光扫了眼2人，只是2人身上的修为气息并不强，不像拥有1000块极品仙金的样子。陈长安介绍自己，我是青云宗的宗主，想在贵商会购买一批能够快速提升仙灵期修为的丹药。青云宗宗主，吴旭言已经听说了青云宗的消息，此刻再看陈长安一遍，确定了下来，原来是阁下呀，有失远迎了。吴旭言已经从陆渊那里知道了陈长安有多阔气，5000仙金随意拿出，别说是1000极品仙金了，仙灵期快速提升到仙将期和仙将期突破到仙王期都有。不过这些丹药还是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容易令人根基不稳，如果连续吞服，生的修为可能会显得虚浮。陈长安不在乎这些，有这种丹药就行了，能提升到仙将期就挺好了。想不到还有能够一直提升到仙王期的丹药，足够让一个人从仙灵1层突破到仙王期巅峰的丹药，一共需要多少极品仙金？陈长安问道。吴旭言深邃的眼眸中闪过一道亮光，简单算了一下，便道300极品仙金就够了。陈长安心想还挺便宜，于是直接道我买了。吴旭言连忙让下人去准备丹药。这时陈长安又问道，仙王期到仙尊期甚至仙帝期的丹药有没有？不用在乎根基问题，只要吃不死人就没问题。到了仙帝期修为，他体内的灵气应该足够他一下子创造很多极品仙金。仙王期到仙尊期的丹药有，不过就1粒，而且没有任何根基不稳的情况。这粒丹药还是从神界传下来的，极为珍贵。吴旭言微笑道。陈长安有些意外，这居然有多少极品仙金？我买了。陈长安大气道，这粒丹药我们不卖，我们用此丹作为5天后的拍卖会压轴物品之一，若是阁下有兴趣，可以那时候在拍卖会上拍下。吴旭言道。拍卖会？陈长安眉头轻挑，虽然他挺想见识见识的，但他还是想赶紧将丹药拿下，便道，我不想等了，你说个数，我直接买了。我们也是有自己的规矩的，而且已经发出去了通报，很多人会奔着这丹药前来拍卖会，到时候看不到丹药，我们不好交代的。吴旭言言深意切拒绝道。陈长安这才没继续说下去，这确实不好，他还想着把剩下的上万块极品仙金统统给出去呢。要是此刻吴旭言知道陈长安心里的想法，恐怕会后悔不已。上万极品仙金绝对可以买他们晴天商会一次尊严了。剩下700极品仙金，我也不知道买什么了，直接给你吧。陈长安又拿出了700极品仙金，直接交给了吴旭言。吴旭言苦笑道，你要不问问这位姑娘有没有什么要买的，直接拿总有些怪不好意思的。陈长安看向李雪雅，李雪雅却是摇了摇头。陈长安笑道，要不会长你帮我一个忙，你出去和冯清扬切磋一场，此极品仙金就给你了。吴旭言皱了皱眉，问道，阁下与这冯清扬关系不错？陈长安摇了摇头，他若问你为何跟他切磋，你告诉他是我吩咐的，并且让他切磋结束后找我聊2句。没想到出门一趟还能遇到王家最强者之一，那就搞一下关系。他出来一趟还和冯清扬搞好了关系，整天想着将王家招入麾下的顾繁星，要是知道了这事，会不会觉得他出来是搞事业呢？吴旭言面色怪异，最终还是选择答应了。打一场就有700极品仙金，很赚。吴旭言和陈长安一同走出，来到了商会的大堂。刚一现身，一直坐在那里闭目养神的冯清扬突然睁开了双眼，目光锐利如鹰，充满了犀利和男人的魅力。你终于肯出来了，声音有些沧桑，却还是好听，很有男人魅力感。吴旭言朝着冯清扬走去，来到了冯清扬面前，无语道，你王家的事情都不用你管吗？天天往这里跑，你不烦吗？冯清扬冷淡道，你毁约在先，
说好了，两人中有人提升到了刀心巅峰，再结束切磋。他脸上向来没有表情，这时更是有一缕清风吹过，他的面前的黑发飘荡了一下，给人一种孤独而冷清的感觉。吴旭言深吸了一口气，道：“还有意义吗？我们注定提升不上去。今天我会和你打最后一场，之后你就别再来找我了。”冯清扬有些意外看着吴旭言，没想到吴旭言还肯跟他打。可以，但若是这次我还未突破到刀心巅峰，我仍旧会来找你。吴旭言无语，也懒得说冯清扬什么了。这时看向陈长安那边，道：“是那位出钱让我和你打一场。”冯清扬怔了一下，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似乎是脸瘫。他看向陈长安那边，但却未在陈长安身上感受到特殊之处。只是一个仙灵7小辈，出了多少？冯清扬问道。1000极品仙金。吴旭言不想继续废话，打这一场可能还要打上半个时辰呢。来吧，打最后一场。冯清扬也不管缘由了，直接升空。两人眨眼间来到了天穹之上，两人恐怖的气息在天穹上萦绕，即使是凌渊城下方也能感知得到。很多人发现了两位强者的情况，不过附近大多数人都没有意外。以前这两位前辈每天都会在这边战斗一次，只是最近几年消停了而已。很快战斗开始，两人都是刀修，攻击都是霸气不已。大开大合间，天地震动起来，刀芒在天空之上闪耀，像是在打雷一般。陈长安在下方安静坐着，目光盯着两人的战斗，很快就分析出了两人未能突破的具体情况。两人悟性都挺好，能成为如此强者也是正常，就是都陷入了一个误区。可能是两人以前一起切磋提升的问题，这个误区是一样的，那就是刻意追求返璞归真了。也是这种刻意的追求，反而成了他们的桎梏。是的，两人攻击方式根本没有花俏可言，刀法都懒得施展，所有攻击都以到新后期境界去发动，攻击发出的时间缩短了，威力也没减。这样的好处是挺好的，比那些施展花俏的刀法要更有杀伤力，毕竟施展的时间很短。然而，真正达到返璞归真境界的刀修，就是参悟了道，已经是刀道巅峰境界。两人追求的目标并不是到新巅峰，直接来到了刀道巅峰，这能突破才怪呢。不过在他的稍加指导下，两人突破起来也简单。别刻意去追求返璞归真的境界，重拾多年前刚到刀心初期境界时的修炼方法就行了。如此之后不久，两人应该就能顺其自然突破。两人在天空上打了很久，陈长安不想浪费时间了，身形一闪，已然出现在了天空之上，并且出现在了两人攻击的正中央。在刀芒交织的瞬间，陈长安却来到了中间，这两道攻击恐怕要将陈长安重伤。吴旭言和冯清扬皱起了眉头，即使是和他们同境界的先帝巅峰强者，也难以接下他们两人的全力一招。阁下快闪开！吴旭言当先开口，他知道陈长安也是先帝巅峰修为，但先帝巅峰修为之人差距也是明显的，特别是对于他们这种将武器境界修炼到了如此高的人来说，即使陈长安如外面传的那么邪门，也不可能接得下他们两人的全力一击。陈长安却没有理会，身上猛地爆发出了一股特殊的气息，随后他只是对着两道朝着他而来的恐怖刀芒一起打了一个响指，随后两道刀芒奇怪的砰的一声爆开了，攻击威力瞬间消散。什么？吴旭言和冯清扬两人异口同声大呼一声，两人神情皆是巨变。这不可能！陈长安微笑着对两人说：“别打了，下去聊聊。”两人此刻有些懵逼，对视了一眼，都可以看到对方眼中的震撼。这人究竟怎么回事？三人飞落了地面，来到了一个茶桌前坐下。吴旭言给陈长安和冯清扬倒茶，也没忘记给安静坐着的李雪雅倒了一杯。而从始至终，他的目光经常是在陈长安身上游动。两位应该有很多问题吧？现在你们一人问一个。陈长安拿起茶杯，轻吸了一口茶水，举止洒脱随意。吴旭言抢先问道：“阁下先前是怎么将我俩的攻击打消的？”冯清扬也想知道这个答案，便没有说话，静待答案。陈长安道：“两位的攻击有点弱，简单打消了，有问题吗？”死！两人心里都暗吸了一口气，这口气有些大啊。只是先前的一切也确实让他们无话可说，但他们也不觉得自己弱，或许陈长安只是拥有什么特殊手段，才做到那一步罢了。阁下也是刀修？这时轮到冯清扬来问，声音仍旧充满了男性魅力。陈长安道：“算是，他什么武器都修炼，叫他什么修都是。”算是。吴旭言和冯清扬两人对视了一眼，随后吴旭言又问道：“可我并未在阁下身上感受到任何刀修的气息，那是你们与我实力差太多。”两人又是被陈长安的话语震安静了，他们已经是刀心后期境界了，差太多？那你岂不是刀心巅峰境界？仙界刀修中有人突破到了这个境界，他们两人可是被誉为仙界最强的两个刀修。陈长安喝完了茶，也不想浪费口舌了，直接说到问题上：“两位想要突破到刀心巅峰境界吗？”此话一过，冯清扬两人皆是眼眸猛地一眯。冯清扬当先回道：“想，何曾不想呢？”吴旭言这次说话倒是慢了些许。陈长安道：“我能让你们很快突破到刀心巅峰境界，你们信吗？”在两人的目光交汇中，藏匿着深邃质疑。陈长安先前确实是有些神奇了，他们连陈长安用的手段都没有看出来。
但此刻直接说让他们两人都突破，这种话语仿佛超越了现实的边界，有些过了。不过很快，吴旭言想到了不久前听到的消息，外面都在传陈长安情义奇异双绝，更是拥有枪心境界和锤心境界。当时他听到这消息的时候，很是怀疑这是一场做戏引起的舆论。现在盯着眼前的陈长安，他冒出了一个出现在他脑海里，他自己都觉得很离谱的念头。就在吴旭言如此想着时，突然冯清扬点头道：“我信，我也信。”看着冯清扬如此迅速的回答，吴旭言也算是重新认识了冯清扬了。没想到这老小子面对机会，哪怕这个机会成功的概率看起来不大的时候，也会如此去把握。明明平日里是一个不怎么吭声的老实人。那好吧，其实我做不到。陈长安在两人回答后，突然话锋一转，来了这么一句。两人都愣了，随后皆是忍不了白了陈长安一眼。阁下还真会开玩笑。吴旭言无语道。吴旭言无奈的笑了笑，而冯清扬则是微微皱眉，似乎觉得事情并未结束。果然，下一刻陈长安突然嘴角翘起：“你们可以按我说的去做，要是突破成功了，记得回来报答我。”两人异口同声问道：“如何做？往后你们别追求那简单朴实的刀心后期的攻击了，好好想一下自己刚踏入刀心境界时是如何修炼、如何战斗的，往后战斗就当自己是刀心初期。”陈长安讲得很明白了，就看这两人做不做了。做了之后成功突破，相信这两人也会记住他的这个恩情。两人听到这话，皆是沉默了下来。这就是助他们突破的方法，这怎么可能成功呢？还回首当初怎么战斗，这有用吗？这时候两人已经确定陈长安是在跟他们开玩笑了。好了，我还有事情要忙，你们要想突破到刀心巅峰境界，就按照我说的去尝试吧。陈长安站了起来，拉起李雪雅的手，告辞后便踏入虚空，根本不等冯清扬两人说其他话，直接离开了原地，留下冯清扬与吴旭言于原地。他们的目光在空气中相撞，闪烁着不解。你打算尝试吗？吴旭言目光深沉地凝视着冯清扬，问道。冯清扬的眼中透出一抹坚定，他与众不同，刚才他轻易化解了我们的攻势，显示出他深不可测的手段。我认为这次的尝试是值得的，毕竟我们已别无选择。冯清扬则是想得比较明白一些，他其实已经感觉到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突破到刀心巅峰境界了，只是他心里有一道执念，不想放弃罢了。吴旭言也点了点头，反正也不难做，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跟我切磋。冯清扬这时候盯死吴旭言，眼中闪过期待之芒。吴旭言苦笑了一下，最终没有拒绝，他就试试，或许陈长安说的真的可以呢。不过今日不想切磋了，我还要仔细回忆一下自己刚突破到刀心境界时的样子，时间过去太久，有点忘了。吴旭言此刻脑海里还有一件事想要快速去查明，那就是外面传的陈长安的消息是否是真的。要是真的，他就得全心全意去按照陈长安说的去做了。冯清扬也道，我也一样，得好好回忆回忆。两人于是一拍即合，决定今天好好回去回忆一下，明日再切磋。不久，冯清扬回到了王家，眼前是一位女子静坐于大堂内，手捧茶杯，正是他的干女儿王心凌。干爹，您终于回来了，我还以为要等到天黑呢。心凌笑盈盈地走上前来，挽住了冯清扬的手臂，一同走向椅子旁。冯清扬看到王心凌那似乎瘫痪的脸，难得升起了一抹笑意，语气也是温柔道：“怎么，有事找干爹？”他从小看着王心凌长大，已经把王心凌当成了亲女儿。王心凌嘻嘻一笑，突然散出一道气息：“您看看我的锤修境界。”冯清扬有些惊讶道：“你突破了？锤一后期？不对，快锤一巅峰了。你为何突破如此之快？”王心凌将自己去青云宗然后被指导突破的事情告诉冯清扬，想必冯清扬也只是待在晴天商会里，没有听到别人传青云宗的消息。冯清扬今早有看到那阵法升起，但他对这种事情并不是很在乎。此刻听完后认真道：“这么说来，这个青云宗宗主至少是锤心后期，甚至锤心巅峰了。锤心巅峰，仙界真的有吗？”“是的，就很神奇。听说他还是枪心境界强者呢。”王心凌又补充道。“什么？这怎么可能啊？”冯清扬此刻更加惊讶了。他深知一个人将一种武器修炼到心境的难度，他就没听过有人将两种武器修炼到如此高的境界。王心凌道：“其实我发现他确实是一个很神气的人，还长得怪帅的。”听到此话，冯清扬突然意识到了不对劲之处，盯着自己视为女儿一样的王心凌，轻笑问道：“你不会对他有好感了吧？”“没有，哈哈，人家已经和顾繁星在一起了，我单纯觉得他这人很好而已。”王心凌连忙解释道，只是有些慌乱的模样。冯清扬哪能不懂自己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儿，从小到大这孩子就要强得很，自诩不比任何男人差，也是因此到了这个年纪了就没有看上过哪个男人，此刻当着他的面夸奖一个男人，这已经很能说明情况了。只是他没有拆穿王心凌，此刻他还在想着这青云宗宗主。突然他意识到了什么，皱紧了眉头看着王心凌问道：“你说的这个青云宗宗主究竟长什么样？用灵气描绘出来让我看看。”王心凌听后散出一团灵气，驱动灵气画出了一个立体真实的人形，正是陈长安。“什么？”冯清扬神情一震，大叫了一声。
王心凌何曾见过自己干爹如此失态，赶忙问道：“干爹，您怎么了？”冯清扬连续快速吞咽了几次唾沫，随后屏住呼吸，认真盯着王心凌，问道：“心凌，真的是这人指导你突破？”王心凌用力点头。冯清扬心脏像是沉浸了万年当下，开始复苏一般，加速跳动了起来。心凌，我还有事情要忙，你先回去。他要赶紧回忆当初刚突破到刀星境界那一刻，尽量让自己重回那种状态。或许，这真的是他的机缘。他很清楚自己的修为情况，先帝巅峰的修为形成了桎梏，想要提升修为，突破到神级，前往神界已经是不可能了。唯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刀修境界突破到刀星巅峰境界，如此可以使出问心斩，将修为的桎梏斩除。这也是他为何如此执着去突破到刀星巅峰的原因。他不想一辈子困在仙界，他要去更强更诡谲多变的神界闯一闯。王心凌看出了自己干爹有些着急，快速点头，但最后还是问出了自己干爹究竟为什么。冯清扬认真看着王心凌，这青云宗宗主先前指点了我，要是我按照他说的去做，我能突破到刀星巅峰境界。什么？闻言，轮到王心凌震撼了。指导枪修提升到枪星境界，指导他这个锤修提升境界，找到问题所在，现在还指导起一个刀星后期强者了，好恐怖！王心凌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妥，仿佛心里早已落下了一个深植的念头，那就是陈长安不管指导什么都是真的。如此神奇的男人，有点神奇的手段，也就说得过去了。干爹，一定要按照他说的去做，好生尝试尝试。王心凌认真看着冯清扬，他很清楚自己干爹的执念，也知道这方世界是束缚不住他这个干爹的雄心壮志。冯清扬郑重的点头，你先去忙吧，我这就开始。王心凌点了点头，不再打扰。离开的时候，他心里头都在想着陈长安这个人。别人都说脑海里想多了一个异性，容易喜欢上对方，但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在脑海里抹除不了这个人的身影。明明只是今早见了一面，齐天明终于摆脱了陆君君，感受到了一种释然的快感。回到青云宗，他立即前往拜见师尊顾繁星。师尊！齐天明朝着顾繁星拱手行礼，眉头则是皱着的。顾繁星假装不知情况，先问陈长安两人怎么没有回来。齐天明回了一句两人还在外面后，就询问突然召回的原因。顾繁星道：没有，你不用跟着他们了，去干其他事吧。他把齐天明叫回来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齐天明远离陆君君，别继续讨论他和陈长安事情。而他也已经想好了应对自己这个徒弟的追问，很简单，就看齐天明信不信了。等了一会，顾繁星看着齐天明欲言又止的模样，赶忙问道：有事要说？他就等齐天明自己问了。齐天明忍了一会，最终还是没忍住，拱手问道：师尊，有个问题可能惹您不快，但我很想问问。没事，你说。顾繁星道：师尊，我听别人说您与宗主关系亲密，是真的吗？齐天明咽了咽口水，屏住了呼吸。若是他师尊真和陈长安有那一层关系，那他得将这事挑明了，不想看到自己最在乎的两个人因为感情投入在一个男人身上太深，最后反目成仇。顾繁星道：你说的别人是城主或者王不凡？我和陈长安只是联合起来戏弄王不凡罢了。我一直很烦王不凡的追求。齐天明眼眸一亮，还有这种原因？那师尊可知雪雅与陈长安当下的关系？齐天明又问道。顾繁星轻描淡写的回答：听说他们两人已经是情侣关系，这陈长安人挺好，值得托付。说到这里，顾繁星心里更不是滋味了，有种奇奇怪怪的感觉。齐天明盯死顾繁星，确定顾繁星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暗地里松了一口气。看来他师尊刚才说的是真的了，那就好。就是他师尊女性魅力如此之大，陈长安会不会假戏真做了？得问问他本人才行。那徒儿没事了，先行告退了。齐天明拱手道。顾繁星点头，等齐天明走后，他叹了一口气，靠着宝座坐着，皱着眉头想着自己这件事情。按理来说，我不应该误会他，当时他看我的眼神就很不对。顾繁星心一点自责，但更多的是想着自己的魅力减少了。现在陈长安已经和他徒弟相恋了，他也就不想这事了。虽然被亲过，但没到那一步，自己也没亏什么。只是他心里再这么想，还是觉得不是滋味。那可是他的初吻啊！陈长安带着李雪雅在凌渊城漫步，随心所欲地选购各式物品，享受着难得的逍遥自在。最后，他们来到了一处幽静的山峰，坐在大树下，夕阳西下，景色如画。雪雅，我们是不是该做情侣间的事情？陈长安嘴角翘起，来这里，他是想让两人的关系更加亲密一些，必须好好亲一顿。雪雅坐在他身旁，听到这话后，轻轻整理着额前的发丝，羞涩地问：做什么？亲两口。陈长安笑道。李雪雅轻轻抿着朱唇，略显羞涩地说：我对这些不太懂，不用你懂，我来就行。陈长安道：那就拜托你了。李雪雅的声音细如蚊蝇，在夕阳的余晖下，两人的影子渐渐靠近，交织成一个温馨的画面。不久后，两人回到了青云宗内，天明已在宗门前等候，一见到他们，立即迎了上来。宗主，把嘴擦一下。天明看着李雪雅那娇媚动人的样子，
又瞥见陈长安嘴角的红晕，不禁苦笑着提醒。陈长安随手一擦，然后问道：“你什么时候回来了？”说到这个，齐天明就忍不住自己胸腔里面的火气了。你还好意思说？你居然把我推出去挡路军军！陈长安似乎知道齐天明想什么，拍了拍齐天明的肩膀，道：“和他搞好关系，对往后拉拢城主有莫大的好处。你的奉献，我是看在眼来的。”齐天明此事也没什么要说的，看着陈长安道：“宗主，我有事情要单独跟你聊聊。”陈长安看了眼李雪雅，点了点头。于是两人来到了宗主殿内。宗主，我已经知道你和师尊的关系。齐天明见四周无人，直接切入主题。陈长安略有些意外，笑问道：“然后呢？”齐天明严肃地询问：“你和我师尊只是演戏戏弄王不凡，打消他对师尊的念想，但你会不会对师尊产生真实的感情？”陈长安意味深长地看着齐天明：“你是提前见过你师尊了？这顾繁星的借口还真好。放心，我跟你师尊是不可能的。”陈长安知道齐天明想说什么，便直接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和李雪雅在一块后，才发现真的香啊，根本不拒绝，配合特别到位，这才是甜甜的女友吗？齐天明点了点头，继续道：“我希望你能够更加专心地对我师妹。你对雪雅似乎很关心。”陈长安盯着齐天明，也好奇地问道。他明显可以看出李雪雅和齐天明关系比武动他们好很多。他也问过李雪雅原因，李雪雅只说两人很小的时候就加入了师门，两人几乎同龄，就特别好相处。但他觉得不仅仅如此，他甚至怀疑齐天明是否喜欢李雪雅，但从种种迹象来看，齐天明又有点不像。齐天明觉得没必要隐瞒了，深吸了一口气，道：“大家都以为我出身是一个富贵人家的小奴仆，其实不然，我的出身是在青楼。”陈长安神情微变，李雪雅也是在青楼出生，我母亲曾是青楼中的女子，在我降生的那年，青楼里恰巧也诞生了另一位女婴。当我还是孩童时，才发现青楼中有与我年岁相仿的伙伴，我就去找她玩耍。然而她总是忙于修炼各种技艺，几乎没有空闲。但我并未放弃，总是默默地跟随在她身后。她也从未驱赶过我，偶尔吃到什么东西时，还会分给我这个被母亲所忽视的污秽孩童。直到我7岁那年，被卖作小奴仆，自此便与她失去了联系。她或许也忘记了我。直到那一天，我刚被师尊收入门下，突然看到街道上有人打斗，他浑身是血，疯了一般用匕首往几个男人刺去。陈长安听完齐天明的讲述，神情有些复杂，所以他至今也没记起你。齐天明苦笑道：“应该是记得我小时候的样子。之后几年，我去了富人家当奴仆，吃得饱，也不再是骨瘦嶙峋了，所以没认出来罢了。”陈长安脸色怪异，问道：“你没跟他相认？”齐天明尴尬地摸了摸鼻子：“我在他心里是伟大的师兄形象，不好让他知道我也是出身青楼，我还是要点面子的。”陈长安摸着下巴，此刻更加清晰地了解到齐天明这个人了。所以你当下将这事告诉我，不怕丢脸了？齐天明深吸了一口气，严肃道：“我把她当成亲妹妹，宗主，哪怕是你，要是让她痛苦，我也不会放过你，一副我会跟你拼命的模样。”陈长安笑道：“放心，我会好好待她。再者说，没有多少女人能比得上你师妹。”齐天明暗松一口气，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了。只是他刚想到这里，突然看到大长老前来禀报：“宗主，王家王心凌有事来找您。”王心凌？齐天明听到这名字，嘴角抽了抽，看向陈长安。这女人能跟他师妹平分秋色啊！陈长安似乎知道齐天明的想法，拍了拍齐天明的肩膀，道：“放心，我可没有这么大的魅力。”很快，王心凌来到了宗主殿内。王姑娘，怎么又来了？陈长安笑着迎接。王心凌见到陈长安后，第一时间拱手行礼，感激道：“我刚听闻我的干爹幸得阁下指点，便替干爹前来感激阁下。”他想了想，还是觉得有必要前来一趟，并且奉上一份礼物，如此才能算是还了这2份恩情。陈长安轻描淡写的摆摆手：“我是对有缘人才会指点，无需客气。”齐天明目睹了这一幕，忍不住又开始记录，心想着自己该背个小本子，把陈长安每次惊艳众人或者看起来很有逼格的瞬间都记下来。真的太能装了。王心凌对陈长安的观感更好了一分。这时他拿出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呈递给陈长安，道：“还望阁下收下这份薄礼。”礼物？陈长安好奇地问：“这是何物？”王心凌展示出的是一个人头大小的木盒，其表面雕刻着神秘的图案，显得别具一格。他刚想说话，就在这时，顾繁星从虚空中走了出来。看到顾繁星，王心凌先是朝着顾繁星拱了拱手，顾繁星也朝着王心凌微微颔首。他前来是想看看王心凌的目的。这是我们王家收藏的一件宝贝，名为混空石，内有3亩地的空间，可供活人居住，与普通的储物宝物截然不同。这件宝物是他们从古迹中挖掘而出，这也是他们仙界唯一一个可以容纳活人进入的宝贝。3亩地完全可以在里面建立一个院子，用来居住。顾繁星听到这里，神情微变，没想到仙界居然有这宝物，即使是神界也很少这种宝物。当然，里面的空间太小了，不过他刚好有办法将里面的空间扩大，就是需要大量的极品仙晶。不过，对于现在的他们来说，
极品仙金已经不是缺乏品，而有了这个宝物，他往后上到神界，可以将自己的人收入这宝物之中，如此也不怕人多，容易被那10个家伙发现。对于他的复仇计划而言，这宝物至关重要，一定要拿下。因此，顾繁星走到陈长安身旁，轻轻碰了碰他。陈长安有些意外地看着顾繁星，瞬间懂了顾繁星的意图，这东西有用。然而，陈长安还是看向王心凌道：“我们不能收，这有些贵重了。”顾繁星听到这话，眼角抽了一下：“不是，你是不是理解错我的意思了？”王心凌摇了摇头，坚定道：“还望阁下收下，这是我们王家的一点心意。”顾繁星这时再次碰了陈长安一下，眼睛眨了眨。陈长安笑了笑，也不再玩弄顾繁星，道：“好吧，也是你的一片心意，我收下了。”王心凌露出了甜美的笑容，将散发着古朴气息的盒子交给了陈长安。陈长安拿过盒子，打开查看了一眼，里面躺着一个玻璃球。他一眼认出了这玩意，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们玩呢。陈长安拿起玻璃珠研究，还真别说，就是玻璃珠，只是在这个世界叫做混空珠。哈哈，别说以前小时候玩的这玩意，其实里面也可以让人进入吧。顾繁星将混元珠拿了过去，道：“我帮你保存。”陈长安笑了一下，也没说什么。还有一件事，5日后晴天商会举行一场拍卖会，阁下可有兴趣与我一起去？王心凌这话一响起，顾繁星和齐天明2人都急速往王心凌看去。去呀，我正好想去。陈长安直接笑道：“他得去拍下那丹药。”但他刚回复完，下一刻他就发现顾繁星和齐天明狠狠朝着他看来。你们怎么了？突然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咽了咽口水。你妹的，这是不会相当于看电影吧？大意了，我会带上他们。陈长安赶紧指了指顾繁星和齐天明，这样应该没有问题了吧？果然顾繁星和齐天明2人眼神都缓和了下来。王心凌笑道：“可以的，那我没有其他事情了，就先回去了。”陈长安点头看向齐天明道：“送客。”齐天明点头送王心凌离开宗门。大殿内只剩下陈长安和顾繁星。这玩意你很需要？陈长安感觉到了顾繁星的迫切，笑着问出了一声。顾繁星认真点头，拥有足够多的极品仙金后，我可以将这混空珠里面的空间扩大到一定程度，到时候我们即使被发现了，带着所有人逃亡的时候也是方便不已。这对我的复仇计划来说是很重要的宝贝。陈长安，原来如此，那你该如何感谢我？顾繁星小小的给了陈长安一个白眼，这东西对你的势力也有用吧？需要什么？他不由得想起了陈长安以前的要求，这不会还是想要亲他吧？或者让他亲他，叫一句长安哥就行。陈长安来了恶趣味。啊！顾繁星无语看着陈长安，我年纪很有可能比你大，你让我叫你长安哥，叫不叫？不叫我可就不给你极品仙金了。陈长安也知道这混元珠对他们青云宗来说也是很有用的宝物，往后他们宗门想去什么地方，可以直接利用混元珠搬宗，所以顾繁星即使不叫，他也会帮助顾繁星提升这个宝物。顾繁星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叹了一口气，道：“长安哥声音很小，如闻鸣。”实力强大的陈长安哪能听不到，但他却一副淡然的模样，道：“你说啥？我听不到，大声点。”长安哥顾繁星又是叫了一声，这次声音稍微大了一点点，但也就一点点。你没吃饭吗？陈长安玩味道。长安哥，顾繁星这次忍不住了，声音直接拉到了呼喊一般的声响。然而就是这时，齐天明踏空走出，他出来后就傻在了那里。师尊，你这顾繁星也愣在了原地，随后二话不说踏入虚空，溜之大吉，丢脸丢大发了。齐天明静立原地，好似雕塑，确定自己师尊逃也似的已经消失不见。他深吸了一口气，问道：“宗主，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陈长安微笑着回答：“刚才我与你师尊详细比对了年纪，发现他比我年轻。按照我俩的关系，我理应称他为妹子，因此让他叫我一声长安哥。”他的这一举动并非只是为了给顾繁星留面子，而是藏有更深层的考虑，那便是他期望在未来让顾繁星在众人面前尊称他为长安哥。嘿嘿，齐天明听罢，眨巴着眼睛，似乎对这个解释感到意外，却又接受了。刚才他还以为2人在打情骂俏呢。没事就回去吧，我还有事情要忙。陈长安看着齐天明道。目前的形势使得极品仙金变得异常重要，宗门的运转依赖极品仙金，顾繁星之前提到的扩大混元珠空间也需用到极品仙金，而他不久后要参加拍卖会，这场拍卖会有他需要的丹药，以及因为王家的参与，使得他们的参加变得尤为必要。而拍卖会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钱，也就是极品仙金。大约1个时辰后，修为终于停止了提升，此时的陈长安已经达到了仙王期，无法继续提升。5天后，陈长安带着3个人前来拍卖会，他连夜努力创造了3万极品仙金，每一粒丹药都先让他的灵气充盈，然后发挥提升作用。修为提升到了仙王期后，陈长安已经感觉到身体的修为瓶颈达到了很难突破的程度了，而他体内的灵气十分磅礴，却有一种纸糊般的脆弱感。想要展示势力的实力，就是展示自己有多少极品仙金。
仙浆期的修为足以让他一次创造出4块极品仙晶。他数了一下，竟有10块之多。顾繁星脸上流露出复杂的情绪，根基逐渐稳固，降低了意外发生的可能性。陈长安取出了前不久获得的丹药，服下一粒。这种情况极易让人走火入魔。很快，他体内的修为便开始迅速提升。陈长安面带满足的笑容，轻声玩味地说：“忘了告诉你了，昨日小琪问我怎么了，我便说你觉得比我年轻，以后就称呼我为长安哥。”王心凌一见陈长安，便带着甜美的笑容走了上来。好吧，顾繁星无奈的应允。顾繁星没办法，只能好好听话，离开了宗主殿。于是他直接递给顾繁星1万极品仙晶，但轻声道：“再叫一声长安哥。”陈长安感知了一下自己的修为，也确实跟他想象的一样，虚浮得很，给人一种感觉体内拥有很强的灵气量，可是他难以发挥出该有的实力。陈长安直接道：“想要更多极品仙晶，就按照我说的去做。我把自己储存的极品仙晶都用完了，会员珠的空间已经扩大到10亩地。”陈长安几人来到拍卖所前，就看到了门口前等候着的王家一行人。他继续服用丹药，从仙将期提升到仙王期。陈长安再次使用斡旋造化神通，一道更加耀眼的光芒在他手心中出现，光芒散去后，一小堆极品仙晶堆积在他的手中，分别是顾繁星、齐天明、李雪雅。时间久了，根基自然会更加稳固。如今一次就能创造10块极品仙晶，恢复灵气的速度与之前一样，我创造极品仙晶的效率提升了10倍。顾繁星默默站立许久，最终无奈的妥协。陈长安摩拳擦掌了起来，开始努力创造极品仙晶。第二天一早，这仙丹的效果显然远胜他之前服用的凡品丹药，修为提升的速度极快，仅仅1炷香的时间，连续服用后，他的修为已经达到了仙将期。看到1万极品仙晶，顾繁星忍不住咽了咽口水，随后感知了一下四周和虚空中有没有人走出来，确定没有后，喊道：“长安哥！”陈长安几乎一晚上没睡，他一夜都在创造极品仙晶，之后无聊下他睡了一会，不过很快又被那个梦境惊醒了，别无选择，只能称呼了。齐天明点头，离开了原地。你乱解释什么啊？根基的不稳不仅会影响攻击威力，还会限制提升的瓶颈，但陈长安不在乎这些，此刻直接使用出斡旋造化神通。他的手心中闪过一道耀眼的光芒，光芒散去，4块极品仙晶出现在他的手心。这个梦境出现在了很多次了，以前他偶尔会梦到一次，如今几乎每当他稍闭双眼，这个梦就会出现。不愧是仙级丹药，确实值得这个价。那我以后不得在他们面前都得叫你长安哥。陈长安看着顾繁星那模样，笑着说：“反正如果你还想要更多极品仙晶，就得这么称呼我，自己决定吧。”他需要更多的极品仙晶，从仙将期提升到仙尊期的丹药，只能在拍卖会上才能得到。陈长安尝试着利用天地之力来加固根基，果然有所作用。根基的不稳让他感觉到随时都可能导致所有修为的消散，因此他目前最迫切的任务便是提升修为，创造更多的极品仙晶，为未来的挥霍做好准备。顾繁星整个人仿佛被雷击中一般。1个时辰后，天色刚亮，顾繁星找到了他。陈长安满意不已，然后道：“极品仙晶别用完了，出去给我买一些能够快速回复仙王期灵气量的丹药。”这梦究竟预示着什么？陈长安思索片刻，仍无答案，决定继续创造极品仙晶。就这样，时光悄然流逝。梦中，他走到一面镜子前，镜中映出一个白衣飘逸、俊美非凡的公子。好吧，顾繁星妥协道：“你还不如不解释呢。”所有能用的丹药也都被他服用完了。陈长安明白顾繁星的意思。陈长安已经准备好了足够的极品仙晶，而今天晚上拍卖会到来了。王不凡看着这一幕，脸色阴沉，心情沉重。王不凡身边站着一位看起来50多岁的男士，容貌与王不凡颇为相似，他正是王家的家主王平勇。这王平勇跟陈长安想象的十分迥异。陈长安看到冯清扬后，心想着这王家家主没有冯清扬一样的气魄不说，恐怕连一半都没有。此刻这王家家主居然围在一个半老徐娘身旁，满脸讨好的挥动着一把女士用扇，似在为他扇风。陈长安只需一瞥便洞悉了王平勇的本质，要么是单纯的怕老婆，要么就是舔狗。舔狗的概率比较大，这不基因遗传生下了王不凡吗？此时王平勇见陈长安到来，稍稍收敛了态度，但仍紧随那位成熟女性身后。这位女性正是王不凡和王心凌之母刘雨莹。王心凌因是继承了她的甜美，不过甜美的长相下却有些成熟的韵味在。诸位好，与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爹娘。王心凌微笑介绍自己父母。陈长安微笑着点头致意，久仰大名。刘雨莹笑眯眯地打量陈长安，赞叹道：“这位年轻人真是英俊非凡，如传闻中所述，气质不凡，一看就是才华横溢。阁下此行是带来了多少极品仙晶？”王平勇此刻站在刘雨莹身后，直接给刘雨莹捏着肩膀，手法极其娴熟，似乎无聊才和陈长安搭话。没有这个本事被人嘲讽，那该生气。只是现在对他来说，5000极品仙晶那跟打赏乞讨乞丐都没有区别。王心凌摇头道：“现在干爹还在和吴旭言会长努力修炼中。”果然王家那边除了王心凌在苦笑外，其他人都皱紧了眉头。
听到这话，四周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当然，他心里是这样想，嘴上也不会说出来，这点情商他还是有的。刘雨莹对陈长安的态度开始转变，王平勇也一样，有些看不惯了。当先说话的居然还是刘雨莹，只见他脸色有些许冷漠了下来，沉声道：“我师兄若论天赋，当排在仙界最顶尖的梯队，即使是我这不成器的丈夫，也只能排在我师兄身后。你却说他天赋和悟性欠缺，有些出言不逊，大言不惭了吧？”众人踏入拍卖场，进入了最高层的一间宽敞包厢。王平勇对陈长安这回答有些意外，挺多的是多少？王不凡这时突然道：“买地就用了5000块极品仙金，给那头特殊的妖兽使用的极品仙金也不少吧？此次还能拿得出5000极品仙金吗？”挺多的。陈长安并没有说出一个数字，就怕说出这个数字，王平勇也不相信。倒是陈长安知道他女儿是真的，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只有感激一番。陈长安听到这话，淡然道：“我以为他们3天就行了，当然，你觉得不好听，那当我没说。”王不凡当作没有听到，他迟早会做出一番大事，让顾繁星知道当初不选择他，是他这辈子做过最错误的决定。王心凌见自己父亲不清楚其中事由，打岔道：“我们进去吧，我已经和会长选好了包间，我们用一个包间就好。”顾繁星也眼眸微亮，这是和王家搞好关系的机会。陈长安正有此意，笑道：“甚好，天赋和悟性欠缺。”顾繁星有些急了，人家王家的人在此处，你如此说人家王家顶尖高手，真的好吗？王平勇这时候又看向了陈长安，笑着问道：“阁下那方法真有用。”“我聊什么聊啊？还有我聊的份儿吗？”王不凡声音一出，王心凌就瞪向了他。仙界哪有这种人？而且也没人看到陈长安展示过枪心境界，和在仙界人们面前指点枪势强者突破到枪心境界，这身材绝对是很多喜欢这种类型的男人的完美追求。包厢内排列着恭敬站立的侍女们，等陈长安一行人进来后，好生服侍了起来。陈长安也在看着刘雨莹，这韵味十足的女人，修为是仙帝后期，但此生应该也就止步于如此了。加上那方法听起来就很不靠谱，哪有往后退步去修炼的？近距离观看下，他知道王平勇这种级别的强者为何也这么舔了。这女人好生汹涌，或许陈长安他们打造出如此舆论，就是想要提升青云宗的声望吧。冯清扬还没突破吗？陈长安没有理会王不凡，看向了王心凌问道。陈长安面对王平勇的问话，笑道：“看两位的造化了，现在5天过去，他们2人还未突破，可看出他们天赋悟性还是欠缺了一些。”王不凡当然感受到了自己姐姐的目光，顿时转移目光。即使他现在的修为是比自己姐姐强，可那血脉压制还是在的。陈长安笑道：“举手之劳罢了。你小子敢得罪我爹娘，你等着吧。”王心凌苦笑不已，此刻根本插不了嘴，只能干着急。正是，我女儿说阁下指导她提升了垂修境界，多谢了。王平勇表情比较平淡，也就拱了一下手，就没有多言。此刻倒是看起来有些像强者的模样了。他觉得顾繁星和陈长安的底蕴也就那么多了，放眼整个仙界，他们王家也是顶尖的势力，可家底加起来也就3万极品仙金多一些。顾繁星和陈长安在仙界几乎没有什么名气，偷偷赚极品仙金也赚不了多少。要是指点的更神秘或者高深一些，他或许会相信。顾繁星这时也朝着王平勇拱了拱手，道：“王家主，有些时日未见了。”而看到这一幕的王不凡则是神情变得好了起来。陈长安一笑置之，完全没有要理会的意思。他没有提陈长安指导冯清扬一事，他从自己女儿那里得知了具体的指导后，就认定自己女儿把陈长安想得太强了，这种指导怎么可能会让冯清扬突破？他也听说了陈长安的神意不已，但在他心里，他的师兄还是最强的。而他看着王平勇那模样，只觉得王平勇对刘雨莹太好了，谬赞了。这位应该就是王家家主吧？陈长安微笑问了一声。陈长安说到他们2字的时候，语气重了一些，就像在刻意告诉他们，我不仅仅说冯清扬一人，就连这商会的会长我也说了，他们王家也做过同样的事情。从王心凌口中听说陈长安是枪心和锤心强者后，他是很质疑这事的真实性的。从小他就是被揍着长大，王平勇和刘雨莹2人很了解自己儿子，听到这话都看出自己儿子和陈长安有些许恩怨。此刻2人也没有说什么，先看看情况。王不凡嘴角抽动了起来。王平勇微笑道：“是有些时日了。”说完，王平勇看向了王不凡，道：“你小子往日不是很喜欢与顾姑娘交谈吗？此次怎么站着不动？”包厢的气氛开始变得安静，没有人在说话。陈长安这时候看了眼顾繁星，见顾繁星一脸很不理解的模样，他暗自一笑，先让他们气气，之后他们就不气了。齐天明和李雪雅等不敢说一句话，只能在一旁看着。陈长安则安静地等待着拍卖会的开始。人群逐渐增多，这时城主陆渊和陆君君也来到了现场，众人纷纷向城主致意，而城主则客气地回礼。不久，陆渊和陆君君进入了他们相邻的包厢。王平勇一家见此都起身准备过去打招呼。顾繁星看向陈长安，发现他仍坐着，便给他使了个眼色。他认为与城主保持良好关系对他们未来的计划至关重要。陈长安一副无动于衷的模样，依旧安静坐着，而齐天明此刻也没有站起来，
因为他看到了陆军军。这过去了，他怀疑自己极有可能被陆军军拉到一旁坐下，不给他回来了。王平勇一家子出了包厢，这时顾繁星才看向陈长安，道：“怎么不跟着去？还有，先前你说什么？惹他们作甚？”陈长安随意道：“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而且没必要讨好他们，随意一些。我们是将他们招入麾下，并不是囚入麾下。”他咋感觉顾繁星也有当舔狗的潜质呢？根本不用讨好，不用舔。顾繁星皱起了眉头，沉默了一会。陈长安这话是没毛病的，可是这不是更有可能将王家推到对立面吗？至于城主，他对极品仙金感兴趣，事情更加简单了。放心，一切听我的。陈长安轻声安抚顾繁星，示意顾繁星坐好。顾繁星叹了一口气，从见到陈长安打响宗门名声的手段后，他就知道陈长安手段不简单了。现在既然已经惹得王平勇他们不快，就只能看陈长安怎么安排了。只是他刚想到这里，突然看到包厢门开了，王平勇几人回来了，但和他们回来的还多了2人，正是陆渊和陆军军。顾繁星的眼角轻轻一抽，他迅速转向陈长安，眉头微蹙：“你看看多尴尬啊！人家王家去和城主打招呼，城主还跟着来此处了，不就发现我们知晓他来了却没有去打招呼吗？这是不给城主面子的表现。”然而正当顾繁星沉思时，他突然见到陈长安带着笑容站了起来：“城主，多日不见，甚是想念啊。”陈长安仿佛刚刚才察觉到城主的到来，面带微笑地走上前去。陆渊也是面带笑容地注视着陈长安。他原本是听刘雨莹说陈长安在这包厢，等了一会儿也没见陈长安出现，于是亲自过来。陈长安并未亲自前来迎接，但对于陆渊而言，这无关紧要。表面给他笑脸，背地里说他奸商的人可不少。像陈长安这样不过分讨好的人，他反而更为重视，这说明此人实力非凡，能力出众。而这种级别的人给他带来收益，那就是他的超级贵人。我可是每天都能听到别人传阁下你的事迹呢。来来，我们坐一块聊聊天。陆渊往陈长安走去，直接坐在了陈长安的旁边。顾繁星目睹这一幕，美眸微眨，这与他所想的完全不同，这反而关系更好了。传出去的消息越来越假，城主信一半就好。当然，说我们青云宗有钱的消息倒是不假。陈长安刻意将有钱2字说得有力了一些。哈哈，今晚的拍卖会恐怕要由阁下主导了。陆渊笑着说。陈长安笑着回应：“我中意的自然会竞拍，其他的就看心情了。”陈长安和陆渊愉快地交谈起来。陆军军进入包厢，首先看到王不凡和齐天明，便走到王不凡身边，牵起他的胳膊朝齐天明走去。他最后坐在了2人中间。齐天明突然有了一种错觉，感觉自己和王不凡是同辈。老王，过来坐，何必那么远？陆渊突然对王平勇说道。他和王平勇关系向来很好。王平勇无奈，只好坐到陈长安附近。你们应该有所了解了吧？陆渊问道。陈长安微笑着点头，我们谈得非常愉快。王平勇也只能说聊得不错。刘雨莹此时未做评论。就在此时，拍卖会开始了。陈长安和陆渊也停止了聊天。前来主持的人正是擎天商会的副会长，他还告诉了来宾一句，会长有事在忙，所以没来。正常情况应该是由会长亲自来主持这种级别的拍卖会，这老吴究竟忙些什么？陆渊的声音带着一丝疑惑。王平勇闻言带着一抹笑容回应，这位给我们老冯和老吴指点了一番，此刻他们应该都在努力突破刀心巅峰境界吧。陆渊惊讶地注视着陈长安，问道：阁下是如何知道的？他虽然听闻过陈长安的种种传说，但心中仍存疑虑。有钱是确凿的，但就是关于枪心境界与锤心境界的实力，他仍有所保留，猜测陈长安或许只是锤心境界。还未等陈长安开口，王平勇便详述了那个听上去简单又异乎寻常的方法。陆渊的脸上露出一丝古怪的表情，这指导法确实别具一格。陈长安轻笑一声，未作回答。他们2人也是执着于突破，当下也是不管如何都要尝试的。王平勇耸了耸肩道。顾繁星听着这番话，心中暗自摇头。你们是不知道他的奇特之处啊，他的指点肯定没有问题。在陈长安沉默之后，陆渊2人也不再继续这一话题。这时拍卖的物品也陆续展示了出来，人们开始纷纷出价。陈长安对眼下的东西都没有兴趣，直到一把剑呈现出来。这把剑深呈淡金色，上面雕刻着精致的图案，剑柄缠绕着乌黑的马尾绳，绳结处镶嵌着一颗璀璨的红宝石，剑鞘呈暗红色，同样装饰着精美的图案，并镶嵌有若干颗蓝宝石。整把剑散发着神秘而美丽的光芒，宛如千年难遇的珍宝。此剑属于仙级巅峰级别，也是此次拍卖会最好的拍品之一，起拍价是500极品仙金，每次加价则不能低于1块极品仙金。擎天商会副会长此次肃然起来。陈长安什么武器都能用，并没有看上这把剑，但他看到李雪雅这时激动的眼眸闪光。也对，以雪雅这性格，此剑很适合他。陈长安如此想着时，其他人已经开价了，一个接着一个出价。陆军军这时候突然走到了陆渊身旁，笑道：爹，这把剑挺适合我的。陆渊笑道：那拍下。好，我来出价。陆军军说罢，听到别人出价至500多，便迅速喊道
600极品仙金。陆渊嘴角翘起，并没有觉得自己女儿这般提价不对。拍卖会的其他人一听这声音，顿时静默。他们自然认出了这声音，城主的宝贝女儿。以城主那财富，这陆君君看上了此剑，竞拍得主已经没有悬念了。正当众人以为局势已定时，陈长安却以淡然的微笑打破了静谧。城主，君君姑娘，此剑我也喜欢。陆渊闻言，眼中闪烁着竞争的光芒，笑道：那我们公平竞争。自然。陈长安应声，随即宣布：我出价1000极品仙金。这价格一出，整个拍卖场都鸦雀无声了起来。陆君君微微错愕，然后望向陆渊，见他依旧笑意盈盈，便开口道：那我出1100极品仙金。2000极品仙金。陈长安再次淡然道：2000极品仙金。陈长安的声音再次响起，依旧平静如初。拍卖场再度陷入沉默。前所未有的出价方式让所有人惊愕不已，直接加价1000极品仙金，这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陆渊也忍不住看了陈长安一眼，这莫不是比我还富有？那就比一下，顶多把赚你的极品仙金用了。不等自己女儿提价，陆渊淡然开口道：3000极品仙金。他也学起了陈长安的大幅度出价。可下一刻，只见陈长安表情如故道：5000极品仙金。陆渊瞬间停了下来，看着陈长安那淡然模样，这是根本不把5000极品仙金当一回事啊。城主陆渊话音不再升起后，全场仍旧鸦雀无声。这一刻，所有在场的人都被眼前罕见的情景所震撼。王不凡一开始就想着陈长安他们拿不出多少极品仙金了，或许也就拿出1-2000极品仙金就是极限了。可现在听着陈长安那毫无情绪的话语，他的情绪直接压在了他的嗓子眼里，只觉得脑子有些发晕。这怎么可能啊？还能拿出5000极品仙金？而且看样子此次带来的极品仙金还不止5000。王品勇和刘雨莹两人眯起了眼眸，对陈长安这财富实力有了新的认知，怪不得有点狂，确实有些资本的。王心凌深吸了一口气，也是对陈长安的富有更新了认知。而包厢外安静了一会，台上主持的副会长回过神来，打破了包厢外的静默，笑问：还有谁要继续出价吗？他的话引发了其他宾客的哗然讨论。这是谁啊？居然敢如此和城主竞价，而且这竞价方式也太闻所未闻了。没发现他和城主在一个包厢吗？肯定是城主认识的大富豪了，恐怕也是仙界最顶尖的某个强者。错了，这声音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青云宗宗主了。我就说他很有钱，告诉你们，你们还不信？现在信了吧？什么？青云宗宗主？好家伙，果然是青云宗宗主的声音。难道那些传言都是真的？包厢内，陈长安这时候转头看向了陆渊，微笑问道：城主不竞价了？陆渊暗出一口气，洒脱笑道：不了，还是阁下有魄力，此剑已经远超他的价值了。说完这话，陆渊还看向了陆君君：爹之后再帮你找一把类似的剑吧。陆君君很听话，此刻也放弃了拥有这把剑的念头。最后在副会长的主持下，陈长安拍下了这把剑。很快，一个擎天商会的人把剑带到了包厢里面，而陈长安也顺手将整理出来的5000极品仙金交给了对方。看到陈长安真的能给出5000极品仙金，王家一行人都暗叹了一口气，真的有钱啊！他们此行带来的极品仙金也就比陈长安用出去的多不了多少。陈长安拿到这把华丽的剑后，转头看向了李雪雅，往李雪雅走去。李雪雅愣了，她其实很喜欢这把剑，这很符合她的气质和她所追求的品质，但陈长安竞拍的时候，她却没想过陈长安是想给她拍的，她还以为陈长安自己想要，毕竟他完全没有表达出自己想要。陈长安暂停在李雪雅面前，道：雪雅，此剑与你十分契合，送你了。李雪雅怔怔看着陈长安，此刻站在他面前的陈长安，在他眼里是那般的耀眼。李雪雅没有拒绝，她已经明白了陈长安的心意，果然他是喜欢他的。接过剑后，李雪雅再也压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在此处直接抱住了陈长安，此刻犹如小鸟依人一般，紧紧揽住陈长安的腰。谢谢。陈长安脸上挂着温柔的笑容，道：傻瓜，还跟我客气。顾繁星看着这一幕，心里百感交集，有些许不是滋味，但看到自己徒弟如此幸福，心里也宽慰，种种情绪让他叹出了一口气。齐天明满意的看着陈长安，微笑点了点头，他放心了。而除了顾繁星这一边外，另外一边此刻所有人都愣了，尤其是陆渊两父女和王心凌、王不凡两姐弟。上次陆君君回去后，跟陆渊谈及了陈长安一脚踏两船，还是他的师徒传，并且两师徒还不知道自己被踏的情况。此刻看到这一幕，只觉得震惊，这不瞒着了。可是顾繁星怎么没有任何表示？这是早就知道了，两师徒已经妥协，甚至可能直接同意了。好家伙，你是可以的。陆渊两父女看着陈长安，都有些佩服起来了，这是把男人当明白了。王心凌和王不凡两人此刻很懵逼，他们都知道顾繁星和陈长安的关系，可是这顾繁星的徒弟李雪雅又是怎么回事？而且看样子顾繁星此刻根本没有任何意见，表情上也没有任何意外之色。
这明显早就接受了呀！这陈长安直接把两师徒收入了帐下。王不凡愣了一会后，瞬间坐不住了，整张脸憋红了起来。顾繁星，要和你徒弟去分享一个男人，你是不是傻？选择我不好吗？王不凡忍不住了，直接沉声道：繁星，你看看，这就是你喜欢的男人，他真的值得你继续喜欢吗？说出这话的时候，王不凡是希望顾繁星不要再执迷不悟、迷途知返的。最后，顾繁星能知道他的好，投入他的怀抱。那时候，他将一生只爱他一人，犹如自己父亲一样，不管过去多久，都对自己母亲百般宠爱。此话一过，整个包厢都安静了。还好这时候侍女赶紧启动了包厢屏蔽声音的功能，否则被外面的人听到，不得有多大的哗然。城主陆渊看到这里，知道有好戏看了。对于王不凡这个小子，他是想看王不凡碰壁的，如此他女儿才有可能进入王不凡眼里。陆君君也是如此想的，他清楚自己的情况。顾繁星听到这话，心里叹了一口气，此刻他也只能一路走到黑了，于是淡然道：不用你管，我自然知道自己的选择对不对。而且我声明一下，我即使不喜欢他了，也不可能喜欢你。他是真没想到陈长安会在这里与他徒弟秀恩爱，现在他也只能向外界承认一个事情，那就是他和李雪雅喜欢一个人。李雪雅听到这话，呆若木鸡。什么？师尊你也喜欢他？齐天明看到李雪雅这般，用出了他们自小就会的神识沟通。当得知自己师尊和陈长安相恋这事只是装的，用来欺骗王不凡，他才松了一口气。他刚才甚至想着，如果自己师尊也喜欢陈长安，他可能会放弃这来之不易的幸福。一个是自己喜欢的男人，一个是恩重如山救过他命的师尊，他还是能选择的。王不凡听到顾繁星这冷漠的话语，像是被抽了2巴掌一般，只觉得脸疼，此刻也说不出一句话了，像是被一块巨石峰堵住了嘴巴一般。顾繁星也是慢慢找回了自己的状态，先前他确实有些魔怔了，也得亏陈长安先前的说教，他确实因为太过在乎复仇计划，而有些丢失了身为神界强者的尊严，不应该是靠讨好来招人，所以该强势还是要强势。刘雨莹看到自己儿子这般，皱紧了眉头，可她的尊严不允许她这时候插嘴，于是她看向了自己丈夫王平勇。奇怪的是，她却没有在王平勇脸上看到任何不悦之色。你是不是有毛病？那是你儿子，你儿子被人如此打脸，你一点都不在乎。王平勇此刻的想法确实有些另类，他其实很早以前就觉得自己儿子与顾繁星不是很配，他反而比较看好自己儿子和城主女儿。顾繁星明显看不上他儿子，而这情况很像他年轻的时候，他当初和刘雨莹就是如此状态。刘雨莹当时就像这时候的顾繁星，而刘雨莹还有喜欢的人，那就是他的师兄，也就是冯清扬。他凭借万古不变的真心，讨好宠爱了刘雨莹多年，才有了如今的日子。可这日子是他想要的吗？幸福是不假，可身为男人太憋屈了。倒是陈长安这种状态，居然能够将顾繁星如此骄傲的女子和他的徒弟一起收入了怀里，且两人一点不是都没有，这真的太神奇了。他由衷佩服，他甚至想偷偷找陈长安请教。陈长安一看就有方法，不凡，休要无礼。最终为了缓解气氛，且城主还在这里，王平勇看向了王不凡，道出了一声。听到这话，王不凡直接崩溃了，整个人低着头怀疑人生起来。这还是亲爹吗？顾姑娘莫要与犬子计较。王平勇朝着顾繁星拱了拱手，顾繁星轻轻摇头回应道：不必担心，我只希望他人不要对我们的私事妄加评论。正当如此。王平勇道。陆渊见状也微笑发言，如此和谐的情感，我也是第一次看见，还是恭喜你们啊。陈长安随即也笑了，转移话题，我们继续拍卖吧，又有新的拍品了。陆渊笑着应和，好的。这样有关情感的话题就此落幕。当然包厢内的气氛也是有些不一样了，给人微妙的感觉。所有人都在偷偷看着陈长安这边。陈长安知道此后自己与顾繁星在外界是很难保持距离，得假扮情侣了。慢慢的，他们包厢里的注意力才回到了拍卖会上。陈长安并未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直到那粒丹药出来了。此丹全名仙尊丹，想必大家都听过，正是仙界所有仙王期之人最想要得到的丹药。只要服下这粒丹药，所有仙王期之人都能快速突破到仙尊期，并且还没有任何隐患。当下整个仙界也找不出第二例。起拍价1000极品仙晶，每次提价不得少于1块极品仙晶。主持拍卖会的副会长笑着开口，此丹具体价值当然不只有1000极品仙晶，这种稀罕宝贝价值5000极品仙晶以上很正常，而他们商会也可以确定，这里很多人仙王期都是为这丹药而来的，肯定能拍到5000极品仙晶往上。就这样，起拍价一出，所有人开始竞价，每次有人出价都是10块极品仙晶提价。陆渊微笑看向王平勇和陈长安，询问：你们两方有意竞拍此丹吗？当下凌渊城就他们3方最有实力，要是另外2方不竞争，剩下一方就能得到这粒丹药。他的修为到了仙帝巅峰期，最重要的女儿也已是仙帝期，这丹药按理来说对他没有什么作用了，但他可以收藏，迟早会遇到需要这种丹药的人，到时候不管是卖给对方，或者送给实力不错的人，都是很不错的选择。王平勇道：哪家势力不想拥有此丹呢？我们竞拍吧。陈长安也笑道：
那再比比财富吧。王平勇和陆渊都齐齐往陈长安看去。好，开始吧。陆渊此次可不再是竞拍先前那把剑那么随意了，他要用出真正的实力，展现自己的富有。也就是说，他要装逼了。然而，他还没开口，就突然听到了陈长安淡淡说了一句话：1万极品仙金。这话一过，原本还在火热竞价的拍卖场，瞬间犹如烈火被洪水浇灭了一般，迅速寂静下来。王平勇和陆渊两人看向了陈长安，一脸不理解的模样。人家才将价格提升到了2000多块极品仙金，你直接提升到1万极品仙金，你让我们还怎么出价？陆渊皱起了眉头，再次对陈长安的财富有了新的认知。而他对此单的评估也就在7、8千极品仙金左右，超过1万极品仙金已经是亏的了，所以他没必要竞拍了。王平勇也一样，他们王家根本出不起这个价。至于齐天明，此刻不知道从哪里摸出来了一个小本本，快速将这一幕记下来，别人竞拍直接将价格提升到一个很吓人的价位，逼格拉满。阁下厉害，我佩服。陆渊看向陈长安，感慨了一声。王平勇也摇了摇头，道：给你吧。陈长安笑了笑，朝着两人拱了拱手。而下方此刻寂静不再，已然换成了哗然。人们再次认识到了青云宗的富有。副会长咽了咽口水，强如他也没有见过这种出价场面。然而就在所有人哪怕陈长安都以为丹药已经拿下时，突然一道声音在他们包厢对位处响起：11000极品仙金。这深沉且充满男性魅力的声音在拍卖场中响起，显得格外淡定。陈长安听着这听起来有些年纪的气泡音，略有些意外。这是谁？陆渊听到这声音，瞬间明了此人身份，于是道：想不到这家伙来了凌渊城，是特地为了此丹而来。陈长安看向陆渊，问道：城主认识此人？陆渊点头道：此人正是与我凌渊城同等实力的大城的城主。这家伙兴许比我还富有一些，因为他底下还有不少商会在经营，当然他的商会都比不过擎天商会。陈长安明白了。王平勇也认出了这人的声音，道：他有一个小儿子，天赋十分惊人，他称自己儿子为100万年难出的妖孽，不过没人见过他小儿子。如今他要拍下此丹，可能他那儿子已经突破到了仙王期了。他看来对这丹药势在必得了，毕竟此丹能够令其儿子修为快速提升到仙尊期，之后再修炼一段时间就能突破到仙帝期，兴许会是第一个100岁内成为仙界顶尖强者的人。陆渊记得这家伙的儿子才出生没多久，兴许才20-30岁。陈长安笑了笑，那就比比吧。于是他淡然开口：2万极品仙金。他懒得跟对方1000极品仙金的提升，直接喊到了2万极品仙金。阁下倒是有些实力，不过此丹我势在必得。那边的人听到陈长安的声音，淡然开口了一句，随后喊道：21000极品仙金，3万极品仙金。陈长安淡笑道。顾繁星听到这话，很不理解地看着陈长安。这丹药虽然放在神界也是比较宝贵的，但是根本不值这个价格。还有，你有这么多极品仙金，31000极品仙金。那方又回道。陈长安笑道：要不快点结束吧，5万极品仙金。此话一过，拥有万人之多的拍卖场原本已经很安静了，此刻更是鸦雀无声，仿佛一根头发落在地上都能激起一阵回响。那边的人也沉默了下来。他总财富是绝对拥有5万极品仙金以上的，可是他此行根本没有带来这么多极品仙金。这青云宗这么邪门吗？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副会长看到这里，已经确定谁赢了。此时他心情澎湃，激动不已。等会长回来，他肯定会被好好奖励了。他们拍卖会开启这么多年，第一次出现如此高的价格，阁下还要出价吗？副会长先是问出了一声。这时那包厢的人道：我此行并未带够极品仙金，但你应该清楚我的实力，我是空虚城的城主。是的，我们都知道，只要阁下出价，我们可以往后再去收取。副会长道。他们也不怕这位城主欠钱不还。好，我出6万极品仙金，这位要是还能出价，我把此丹给你。空虚城城主此刻说话已经认真了起来，给人一种郑重感。陈长安听后笑道：那我出7万极品仙金。他的声音仍旧淡然不已。死！空虚城城主听到陈长安还能如此随意的提高1万极品仙金，心里忍不住惊叹，这青云宗究竟有多少底蕴？凌渊城突然出现的青云宗的传闻，他早有听闻过，只是觉得这或许是凌渊城捣鼓出来的事情，具体目的不为人知。因为那传闻听起来就很离谱，不真实，说是有很多人看到了，可更多人都只相信自己亲眼所见。此刻他算是亲眼所见了，这青云宗确实很不简单。当然是否有传闻中那般离谱，就得他继续探索了。阁下气魄非凡，这丹药我便让于你。空虚城城主也没办法了，他儿子确实需要这粒丹药快速提升修为，但他也不好耗费太多资源来做这事。不过还好，他儿子天赋妖孽，也就花多一些时间就能突破到仙尊期。陈长安只是淡淡的回应了一声。于是丹药的拍卖画上了句点，副会长宣布了结果。但就在这一刹那，两道人影突兀地出现在拍卖台前，来人正是吴旭言和冯清扬。看到吴旭言，副会长眼眸一亮，心想着会长应该是知道了这里发生的事情，着急赶回来了。会长！副会长恭敬拱手行礼。吴旭言却快速问道：
青云宗宗主，人在何处？”他的模样显得有些急切。副会长笑着指着上方的一个包间，并且指此刻还在他手里装着的丹药盒子，道：“这是青云宗宗主花费7万极品仙金拍下的生尊丹。会长，您要亲自送上去吗？”7万极品仙金拍下生尊丹。听到这个消息，吴旭言露出意外的表情，犹豫片刻后坚定地说：“这丹药，我们擎天商会将无偿赠与青云宗，不收取任何极品仙金。”哗！这番话让在场众人哗然不断。这发生了什么？吴旭言随即拿起丹药，迅速穿过虚空，来到包厢门前，敲动了2下门后，两人一同进入了包厢里面。见到陈长安，吴旭言和冯清扬两人都是眼中带着复杂的情绪，此刻两人都有种想跪的冲动，这算是给了他们第2条生命啊！感谢阁下的指点。两人齐齐拱手行礼，头也低了一半，尊敬全在言表之中。此话一出，王家和陆渊两父女都猛地瞪大了眼眸。什么？王家中除了王心凌一人没有太大意外，其他3人则一脸震惊。是真的？王平勇此刻死死凝视着冯清扬和吴旭言，他并没有在两人身上感受到任何突破的痕迹，但定睛一看，两人的气质确实有了些许变化。而他清楚两人的性格，好面子，尊严强，此刻做出了如此动作，也说明了事实，他们真的突破了。那种听起来就离谱的指点，真的可以让两人突破。唰的一声，3人齐齐看向了陈长安。王平勇眼中闪过了一抹愧疚之芒，随后脸上升起了一抹敬意。强大不说，处理感情的能力又如此之强，真厉害啊！刘雨莹皱紧了眉头，意识到自己错了后，又仔细回想了陈长安先前说的那句话。难道他一直敬意的师兄，在陈长安眼里就是天赋不太行？没事，举手之劳罢了。至于丹药，我可就不客气了，能省点就省点。陈长安笑着点头，拿过了装着丹药的盒子。白嫖挺好的，来，过来坐下，好好聊聊你们突破后的情况。陈长安一眼就看到了他们已达到刀心巅峰境界，笑着邀请他们坐下，加深彼此的关系。两人拱手应和，笑着往陈长安这边坐过来。此时外面的气氛依然热烈。空虚城的城主张烈阳，一头飘逸的红发，身穿长衣，身形魁梧，气质如同猛虎，四周的侍女都不是很敢靠近他。他此刻仔细思考擎天商会的所作所为，突然意识到了一个事情，这莫不是擎天商会和陆渊搞的鬼？这青云宗是这两方捣鼓出来的势力，而如今两方联合起来，一直在给青云宗造势。念及此，他突然觉得很多事情都解释得通了，不然怎么可能阔气到直接把拍到这么高价格的丹药送给青云宗宗主？他也有几个商会在经营，加起来都不够和擎天商会相提并论，可能也有1/3实力吧。他清楚7万极品仙金对一个商会来说也是很高的利益。此刻擎天商会不要极品仙金就显得很不合理，除非青云宗宗主救过吴旭言的命。可吴旭言如此强大，怎么可能会死？思索完毕，张烈阳有些生气，自己这不是白走了一趟，并且还助长着青云宗增长了名声吗？哼，你们两方真当我是可以随意戏弄的人物？我的空虚城可不比凌渊城差。与此同时，陈长安所在的包厢内，冯清扬两人各自讲述了突破前后的情况。此刻他们已经对自己使出了问心斩，突破的瓶颈已经斩断，可以随时突破前往神界。陈长安这时候却摇了摇头，你们最好先别去神界。为何？两人异口同声问道。陈长安深知让两人去了神界，想两人再回来，然后再把他们拉入势力里的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我建议你们先在仙界提高修为至神境水平，待达到一定程度后再考虑前往神界。陈长安从顾繁星那里了解到，在仙界可以不断提升修为，直至达到神境，并且一直提升都可以，只要抗拒那股戒力，不去神界就可以了。顾繁星计划好的复仇军团往后也会在仙界发展，所有人提升到一定境界才杀去神界。冯清扬和吴旭言两人对视了一眼，他们虽然不清楚为什么，但他们也愿意听陈长安的话，当下他们是最信任陈长安的。可是我们并没有神界的功法。冯清扬道。陈长安看向了顾繁星道，繁星回去整理功法给两位。顾繁星点头道，我这里有很多神界的功法，可以任由2位选择。这两人大惊，这时候看向陈长安和顾繁星的时候，有了一个猜测，这两人恐怕是神界的大能，特别是陈长安，也只有如此才能解释陈长安的神意了。真的太强了，只是看了他们战斗一场就能指点他们突破。他们怀疑陈长安真的如传言说的那般锤到巅峰境界，和刀到巅峰境界。再次感谢。两人感激地站起，向陈长安深深鞠躬。陈长安笑道，小事一桩。对了，我们青云宗要扩招，当下强者实力还不够多，两位可要当我们宗门客卿。你们到达刀心巅峰境界，想要突破到刀到巅峰境界十分艰难，之后你们就得好好修炼神级刀法了。而繁星手上有神级刀法，你们成为我们青云宗客卿，这些神级刀法任由你们学习。他曾问过顾繁星有什么底蕴去复仇，他的答案是他活了这么久就是他的底蕴，其中修炼过各种各样的功法和技法。
此刻顾繁星听到陈长安这话，神情有些许激动了起来。这已经开始招揽了。虽然客卿并不是真正的宗门中人，但这也算是踏出了很大一步。吴旭言和冯清扬两人对视了一眼，随后同时点头。只是当客卿并不需要他们离开原有的势力。那好，两位客卿，来跟我一块坐，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陈长安笑眯眯地挪动位置，远离了陆渊一些，然后让两人坐在他左右。顾繁星看着陈长安，心里又更加复杂了起来。这家伙还真的有一套。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看陈长安眼神从不久前的些许不爽变成了和李雪雅的差不多。只见李雪雅看到陈长安如此受尊敬，眼神温柔。陈长安与冯清扬两人交谈甚欢，像是将两人当成了久别重逢的亲人一般，再次指点起两人，让他们往后怎么修炼。而谈到正好的时候，陈长安突然提出了一个提议，大家对比年纪，最后以此改称呼。陈长安故意最后才说年纪，于是直接谎称比吴旭言和冯清扬大很多的年纪，最后开开心心的呼唤两人为冯老弟和吴老弟。陆渊与王平勇都在盯着这三人，突然觉得自己有些不合群了。就在包厢气氛愉快不已时，包厢外忽然响起了敲门声。陈长安等人都安静了下来。这时候站在外面的侍女说，来人正是空虚城城主张烈阳。陈长安微笑道，请进。门开，张烈阳大步走入包厢里面，站在门口前审视着里面的人。陈长安等人可以看到张烈阳正眯着眼睛，一副不爽的模样。人还挺多。张烈阳抬眸扫了一遍包厢的情况，这里仙帝巅峰强者一共有5位，其余几乎都是仙帝初期、中期、后期强者，唯有3个修为看起来比较低。陆渊道，张烈阳，你是有什么事吗？他与张烈阳身份同等高，平日里也没有多大的交道，但来者是客，他也是尽量给足笑脸。谁是青云宗宗主？张烈阳目光很快落在了齐天明身上，传言青云宗宗主的修为看起来很低，是显示的假修为，于是道，是你吗？这长相倒是和传言描述的一样，挺俊俏的，也是以仙灵期修为显示在外。是我，不知阁下有何事？陈长安这时候开口说话，嘴角勾起些许弧度。他们青云宗将王家和凌渊城都招入麾下后，就得找其他目标。当下这空虚城城主张烈阳自己找来了，可比打瞌睡时枕头自己来了。是你？张烈阳盯着陈长安那显示在外的仙王期修为，不过也就沉吟片刻便释然了。这青云宗宗主肯定是仙帝巅峰无疑了，显示在外的假修为有变化也正常。你要那丹药有何用？卖给我，我也就不拆穿你们了。张烈阳盯着陈长安，随后目光看向了陆渊和吴旭言。他也没有因为这里是凌渊城而顾忌陆渊和吴旭言，直接讲明来意，当然是以买的方式。而此刻亮两人也不敢对他有所动作，大家实力相等，加上他还是特殊的棍心后期境界，想离开包围圈也是不难。拆穿我们？陈长安疑惑了片刻，突然想到了什么，笑了笑，道，这丹药当然是我自己用了。说罢，他在其他人不解下，直接拿出丹药放进了自己的嘴里。看到这一幕，别说是张烈阳疑惑不已，陆渊和吴旭言等人也一样，搞不懂陈长安为何要吃这粒丹药。他们都以为陈长安是给某个天赋不错的仙王期晚辈，毕竟陈长安与他们的修为一样。张烈阳皱紧眉头，脸色有些阴沉了下来。宁愿浪费也不卖给他吗？很好，别人或许觉得这青云宗很神奇，但在我看来不过如此。别以为我不知青云宗是你陆渊和吴旭言两人推出来的傀儡势力，目的应该是想以此赚一笔巨款吧。张烈阳前来这里之前，仔细推演了一番陆渊和吴旭言两人的心思。陆渊出了名的喜欢钱，吴旭言又是仙界出了名的商人，此刻两人第一次造势是在青云宗内，第二次造势就是在此地。相信这里的事情一传开，一些不明情况的人都会前来凌渊城查看情况。人来了，钱会不来吗？这就是两人的目的。那时候吴旭言和陆渊两人肯定会推出什么项目，赚取外来之人的钱财。张烈阳话音一过，整个包厢都寂静了下来。张烈阳见陈长安等人如此，嘴角挂起了一抹冷笑，被我说中了吧？就你们那点伎俩，在我火眼金睛中就跟小儿把戏一般。只是他还没想完，突然一阵爆笑声在包厢里面响起，带头笑的是陈长安和陆渊，之后吴旭言和王平勇等人都跟着笑了起来，就连冯清扬这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的人，此刻也忍不住开心的笑了起来。张烈阳看着一群人满脸嘲弄的大笑，脸色瞬间阴沉到了极致，脸庞已经黑了。张烈阳，你是否太自以为是了？还说青云宗是我与老吴推出来的势力，你怎么不说你空虚城是我凌渊城的附属城池呢？陆渊控制不住嘲弄的情绪，他也不怕张烈阳，要是张烈阳对他客客气气，他也不是自找麻烦的主，但张烈阳要是对他怀有敌意，可就不怪他态度不好了。陈长安嘴角翘起，比较好声好气的问道，你是如何得出我的青云宗是他们两位推出的赚钱傀儡宗门的结论？说着，陈长安拍了拍吴旭言和陆渊的肩膀，一副是好朋友的模样。还想狡辩？第一，我在仙界中从未听闻过如此宗门，我也从未听闻过名为陈长安的强者，如此突然出现的宗门，真实性毫无考证。第二，如此宗门
为何要出现在你的凌渊城？为啥不出现在我的空虚城或者其他城池？这是否太巧了？第三，先前无虚言的举动已然说明了问题。你们肆意提价，真就是把极品仙金当成路边石头了吗？最后提价到一个如此之高的数字，却突然说无偿赠与，这其中意味足够耐人寻味了吧？张烈阳说了很多，听起来倒是有些依据，但是也就是停留在猜测，没有100%的证据可以证明。由此也看出了张烈阳这人太过相信自己的直觉了。陈长安在张烈阳说完后，笑着问道：“那你觉得我如何才不是他们推出来的傀儡宗门？”张烈阳冷声道：“你若是能当即拿出7万极品仙金，我便信你。”陈长安直接将一个储物戒指抛给张烈阳，整个动作流畅不已，丝毫没有犹豫。张烈阳皱着眉接过储物戒指，没想到陈长安如此痛快，难道这里面真有7万极品仙金？他朝着储物戒指里面探入神识，很快看清楚了里面的情况。当看清楚里面的极品仙金具体有多少后，他眼眸已然瞪大。不可能，怎会如此之多？根本不是7万极品仙金，而是15万极品仙金。即使是他，短时间也拿不出如此数量的极品仙金，只能快速变卖一些家产才能凑齐。陈长安紧紧一挥手，那储物戒指便脱离了张烈阳的手，回到了他的手上。嘴角挂着淡然笑意的他，言行举止大方道：“我也不是给不出7万极品仙金，只是吴老弟这盛情难却啊，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城主，我这样做有问题吗？”张烈阳整个人呆滞的站着，回神之后看向了陈长安。这一刻，他开始怀疑自己的直觉了。难道他真的犯傻了？陈长安盯着不说话的张烈阳，突然发出了邀请，朝着张烈阳勾了勾手，温和道：“城主，无需对我们持有太大的敌意，来，过来坐着聊会。”张烈阳沉吟片刻，决定深入探索一下。他还是觉得自己的直觉不太可能出错，这青云宗的出现绝对没有这么简单。或许这几人做事谨慎，陆渊和吴旭言特意出钱凑够这笔庞大的数额，应对突发状况，而他就是这个突发状况。顾繁星看张烈阳往陈长安走去的这一幕，暗吸了一口气。这一刻，他觉得自己当初做出的决定实在太正确。陈长安好像天生拥有一种魅力，可以与一切人亲近。这不，他的徒弟对陈长安几乎是关系极好，一开始就陈兄的叫个不停。之后陈长安也与他联系很深，他现在回想，才发现自己与陈长安不知不觉间关系深刻不已。之后陈长安与城主王心凌、吴旭言、冯清扬等人皆是如此，明明才见了不过几面，突然间已经称兄道弟了起来，这是一种奇特的魅力，他自愧不如。陈长安示意张烈阳坐在自己几人对面，随后道：“城主怎么称呼？”张烈阳表情漠然道：“张烈阳。”他不会因为陈长安几句温和的话语而改变态度。“张兄，你很需要生尊丹吗？是给令郎服用？”陈长安微笑问道。他清楚张烈阳在意什么，也清楚张烈阳前来这里是为了什么，当下便说张烈阳在乎的话题，这是和人交流最高的技巧，名为投其所好。没错，我儿天赋妖孽，不久前已经突破到了仙王期，若有这生尊丹辅助，当是如虎添翼。说到这里，张烈阳眼眸再次眯了起来。他也不愿揭发陆渊他们的谋划，反正不坑他的钱就行了，但用生尊丹为噱头把他骗来此处，又以如此行径让他获取生尊丹失败，这就让他很不爽了。陈长安笑道：“这样吧，3天后你带令郎来我青云宗一趟，我给你弄来一粒新的生尊丹，我若食言，你再狠狠批判我，我都不会反驳。”张烈阳眼眸眯得更紧了一分，一时间没搞懂陈长安的意思，当着他的面吞服了那粒生尊丹，这会儿又说这种话，究竟是何居心？他先前就用神识仔细审视了那粒进入陈长安嘴里的丹药，他很确定自己看到了陈长安吃了那粒生尊丹，这会儿还能吐出来不成？可有什么条件？张烈阳认定这几人一定有什么打算，或许是从他身上获得什么东西，他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陈长安笑道：“小小一粒生尊丹而已，就你我相识一场的关系，我直接给你便是。不瞒你说，其实我是一个拥有特殊手段的炼丹师，只需吞服一种丹药，能依靠身体快速研究出丹药的炼制方法，然后炼制出同样的丹药。”此话一过，整个包厢都安静了下来。顾繁星也惊讶地看着陈长安。陈长安并不想展示自己的斡旋造化神通，这种神通还是太厉害了，别人知道他会这种神通，极有可能心生歹念。即使猜测到他是神界的人，可能也会联合起来，想着凭借界域限制来抓拿他。当然，他不怕别人攻击他，毕竟他不受界域限制，但这也是一个麻烦，有利益的事情太容易招人惦记了。仙界的人不敢惦记，神界的人呢，甚至身边的人呢，比如顾繁星，那时候只会引来各种各样的人，他杀起来也麻烦，倒不如不说。是的，他连顾繁星也没告诉他，有暗地里咨询过顾繁星对各种神通的了解，顾繁星好像也不知道还有这种创造的神通。张烈阳神情变了一些，盯着陈长安犹豫了一会，决定尝试一番。行，3日后我就带我儿来青云宗一趟。陈长安微笑点头，然后真诚道：“我青云宗并不是什么傀儡宗门，或许你听说了关于我的传言，觉得荒诞，那是因为
你见识短了。张烈阳看着陈长安，用着真诚的表情说着骂他的话，他嘴角忍不住抽了一下，他一时间不知如何回应。你先前以吴老弟赠予我丹药来怀疑我宗实情，那我告诉你怎么回事。陈长安这时候看向了冯清扬和吴旭言，道：吴老弟，冯老弟，你们给他展示展示。冯清扬和吴旭言听到此话，嘴角翘起，当下就配合了起来，刀心巅峰气息猛然散出。下一刻，整个包厢都压抑至极，所有人的头顶似乎都竖着2把无形长刀，给他们极大的威胁感。张烈阳再次情不自禁地瞪大了眼眸，一时间无法接受此刻看到的画面。刀心巅峰境界，他认识吴旭言和凌渊城王家冯清扬，这2人是仙界刀修中最顶尖的2人，皆是刀心后期强者，刀法简单随意，却能爆发出强大的威能。只是这2人也被仙界所有刀修判定了无法再提升一步，也就是一生都不可能再突破到刀心巅峰境界，并且2人也真是卡在了刀心后期境界很多年。而现在2人居然一起突破了，这发生了什么？在张烈阳极为震惊时，陈长安的声音再次响起：我指点的。张烈阳睁大的眼眸快速转向陈长安，还质疑我的真实性吗？陈长安笑容温和看着张烈阳，没错。冯清扬和吴旭言这时也是帮助陈长安证实。老实说，我也很震惊，不过也接受了，这也是我们听到你说青云宗是我和老吴推出的傀儡宗门，而放声大笑的缘由。陆渊这时候也是微笑着开口，看着张烈阳抹了先前的敌意，陈且长安好像有意和张烈阳亲近，既然如此，他也没必要和张烈阳疏远。张烈阳深吸了一口气，这时已经完全接受了下来，随后朝着陈长安和陆渊等人拱手：先前我梦浪了。陈长安摆手笑道：无妨，我们都不是小气之人。张烈阳点了点头，这番和陈长安聊下来，他确实发现了陈长安挺真诚的，也没有要戏弄他的意思，这会儿心里也过去了那一道坎了，就看3日后自己是否能在陈长安这里获得生尊丹了。在陈长安与众人的热烈交谈中，时间悄然流逝，下方的拍卖会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圆满结束。陈长安看时候也到了，便提出了此意。服用生尊丹后，他体内的能量如潮水般汹涌，正撞击着修为的界限，他迫切需要指引这股力量，以冲击到仙尊期修为。没有其他事，我们就先行离开了，往后还有其他事可以来青云宗找我。陈长安站了起来，朝着冯清扬等人拱手，提出此意。他此行只是想来拍下生尊丹，并且和这个王家开始接触。没想到生尊丹不仅仅拍下了，还和王家已经融洽到如此程度，更是让冯清扬和吴旭言2人已经半步加入了他们青云宗。克克清一直虽非正式宗门成员，但在宗门遭遇重大事件时仍会挺身而出，将他们从克清转为长老，方能真正稳固其与宗门的纽带。最令人意外的是，空虚城城主张烈阳的出现，3日后他还会见张烈阳一趟，到时候自然会好好和张烈阳好好沟通沟通，争取往后将整个空虚城也招入麾下。正当陈长安一行准备离去时，吴旭言和冯清扬起身相送。就在此时，王平勇拦住了陈长安：陈老哥，我年纪和冯清扬差不多，我可否也叫你陈老哥？靠近陈长安后，王平勇屏蔽空间，让2人的对话不会被其他人偷听到。陈长安又有些意外了，这王平勇倒是挺会看眼色啊，这会儿已经态度可亲了。当然，王老弟。陈长安笑容似笑非笑，叫这些年纪明显比他大很多的人老弟，心里是有些愉悦的。陈老哥，其实我有一件事想请教你。王平勇神色微紧，眼光不经意地瞥向妻子刘雨莹所在的方向。陈长安笑道：别担心，直接说吧。我看你与顾繁星和李雪雅2女关系融洽，这一手玉女之术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了。你也看到老弟我的情况，我年轻时就如此宠爱她了，这般年纪了也不能停下来，一停下来他就说我不爱他了，我身心俱疲啊。我也不用太过分，只想老哥你支个招给我，让他也稍微对我好一些，如此我也能继续生活下去，心里好受一些。王平勇在看到顾繁星和李雪雅2人毫不在意对方的存在，师徒间和一个男人如此亲近，他很惊讶。当下也是觉得陈长安一定比他更懂女人，更懂怎么去调节和女人的关系。陈长安听后淡淡回应：既然你们已经是老夫老妻了，还说什么爱与不爱呢？你稍微收敛一些宠爱，没什么的吧。他这哪里是玉女之术了得，明明就是一个是真情实感，另一个是假的罢了。这样问他，他也不懂。他只知道不能爱女人比爱自己太多，不能一味的对女人好，不然容易成为舔狗，并且翻不了身。因为这其中有一个词叫做沉没成本，投入越多，你越不舍得这段关系的消失。王平勇皱起了眉头，道：这不行啊，我其实试过，但他说我再如此，就跟他师兄私奔去了。即使我知道冯清扬这老小子心里根本没有他表妹，年轻的时候也只是他的一厢情愿，但我听到这个就是受不了。陈长安表情精彩了起来，看着王平勇一家子，他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们的奇葩了。现在只有王心凌一人没有表现出舔狗现象，王不凡则是妥妥的舔狗，而这王不凡的父亲也是。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这王不凡的母亲居然也是。
你们这基因有点优良了呀。陈长安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王平勇，沉吟片刻后，拍了拍王平勇的肩膀，道：“此事需要好好交谈，一直在此处聊也不是一个办法。你晚上来找我，我们促膝长谈。”王平勇听后赶紧点头，此刻看陈长安的眼神也变了一些，多了一抹尊敬，可以看出陈长安对他的感情很上心。就这样，陈长安几人踏入虚空，消失不见了。王平勇这时候也回到了刘雨莹身旁，刘雨莹此刻眯着眼眸，突然伸手抓住了王平勇的耳朵，道：“你在那边说什么？我怎么感觉你在说我的坏话呢？”这突然的偷袭让王平勇呆滞在原地。没有，绝对没有，这里还有别人，能不能给我点面子啊？王平勇此刻看了眼张烈阳，其他人都知道他的情况，张烈阳不清楚。好好说话，刚才你和他说了什么？刘雨莹根本不给王平勇任何面子，他的第六感告诉他，王平勇一定说了他的坏话。王心凌和王不凡看到这一幕，只能苦笑上前劝阻，只是他们在刘雨莹面前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张烈阳暗暗摇头，随后朝着陆渊几人拱手提出了辞意，他3天后再来。陆渊几人送走了张烈阳，随后3人看了眼王家一家子，暗暗摇头后，3人也离开了，要去找个安静的地方，3个人喝喝茶，聊聊天。陈长安几人很快回到了青云宗，回到了宗主殿内。你想办法对外解除我们的假恋情吧。陈长安第一时间看向顾繁星，此刻李雪雅和齐天明还在，听到此话都安静了下来。假恋情而已，有何关系？与你解除了假恋情，王不凡会再次来烦我。再者，雪雅不在乎就好。顾繁星听到这话，心里更不舒服了，脱口出说了一句。李雪雅这时快速道：“我不在意的，只要师尊能不受烦扰就行。”听到这话，陈长安有些无语了。雪雅啊，我其实跟你师尊有过实质性的恋情，你们2个去忙吧，我还有些事情和你们师尊聊聊。陈长安没办法，只能支开齐天明2人。2人点头，很快消失在宗主殿内。陈长安这时候看向了顾繁星，道：“你别跟我说你只是怕麻烦。”顾繁星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刚才怎么就脱口出了那句话，但当下也是只能道：“有问题，而且误会已经形成了，我突然离开，岂不是更容易让人误会？还不如就如此下去，我也懒得做其他事情了。”陈长安皱了皱眉，道：“好吧，聊点正事。当下平清扬和吴旭言差不多算是加入我们了，之后我们要做的就是留住他们的心，让他们对我们宗门有归属感。神级刀法和功法真的很齐全。”顾繁星先将自己的感情问题抛在脑后，认真点头：“我用特殊神通将神界最大藏书阁的所有书籍刻在了脑海里，封印住了，只需要提取就能抄写出来想要的功法。”陈长安有些意外，还能这样？好，那没其他事了，之后一起努力吧。陈长安摆了摆手，示意顾繁星可以走了。顾繁星皱眉沉吟了片刻，认真看着陈长安，道：“你与他们的相处技巧很厉害，当下也算是踏出了一步了，多谢你的帮助。”陈长安看着顾繁星，似乎重新认识了顾繁星一样，居然感谢他。没事，我们当下是合作关系。陈长安淡然道。顾繁星点了点头，随后也离开了，回到了自己的居所里面。此刻他坐在宝座上，皱着眉头思索着什么，又似在发呆。他很认可陈长安的实力和能力，就是觉得陈长安有时候太过不着调，尤其是某些方面。而他脑海里也一直在回荡着陈长安先前送他徒儿宝剑的画面。要是他继续和陈长安保持着那种关系，陈长安是否也会这样对他？顾繁星赶紧甩了甩头，脸上出现了一抹震惊之色。自己这是怎么了？怎么会想如此荒谬的事情？居然想着陈长安会不会如此对自己？真的荒谬，不能让他影响到我。我眼下最重要的任务只有复仇。顾繁星认真叮嘱了自己内心一番，随后将这一切都收敛在内心深处。他其实也搞不懂自己的内心，就是容易回想起陈长安亲他，或者他被迫亲陈长安的画面。仔细想想，那时候他对陈长安其实没有厌恶情绪。与此同时，陈长安在顾繁星离开后，开始专注于突破境界。不到1炷香时间，他便成功的进入了仙尊期。他发现这次的提升确实不影响他的修为根基，这种丹药的效果果然非凡。这仙王期到仙尊期都有这种级别的丹药，那仙灵期到仙王期应该也是有的。而我有斡旋造化神通，只需要看一眼这种丹药，直接创造出来。想到这里，陈长安想到了快速壮大自己宗门势力的办法，那就是大量制造这种级别的丹药，让宗门里的人从仙灵期快速提升到仙尊期。而且他也不确定仙尊期提升到仙帝期的丹药有没有，要是也有这种服用了不会使得根基不稳的丹药，那以后他们青云宗完全可以做到整个宗门都是仙帝期强者。单纯停留在想象中，他就觉得成就感拉满，这不比养成系游戏还爽啊！是的，他开始发展宗门的时候就已经享受到了这种感觉。看着宗门提升，他心里有种莫名的快意。或许他来青云宗的5年间，也渐渐将青云宗当成了自己的容身之所，甚至当成了家吧。顾繁星或许知道有没有这种丹药，就是知道和找到又是一回事。陈长安摸着下巴，觉得这是不急，得慢慢规划。
提升了修为后，他果断在脑海里想象着生尊丹的样子，随后施展出斡旋造化神通，一阵光芒在他手心处消失，他手心里出现了一粒生尊丹，创造成功了。只是他原本充盈满灵气的丹田之海已经灵气枯竭，一粒生尊丹就差不多蕴含着一个仙尊七强者的灵气量，想要实现举宗都是先帝七强者的愿望，还是有些难。这创造丹药任务就挺大的。陈长安摇头一笑，但等他的修为到了仙帝七后，这就是小事了。仙帝七体内储存的灵气量是上百个仙尊七储存的灵气量，那时候他就能顷刻间创造出上百粒生尊丹。就是没听说过有仙尊七快速提升到仙帝七的丹药，想提升还是得想其他办法。夜幕降临，王平勇按时来赴约，来到了青云宗。他几乎天一黑就出现在了青云宗前，这也看出了他现在有多么迫切的想要解决自己的情感问题。只是他不知道的是，王不凡偷偷跟在他身后。等他进入青云宗阵法后，王不凡才从虚空中显现出来，皱着眉盯着眼前的青云宗。他原本找自己父亲谈事，没想到他刚到自己父亲所在地，突然看到自己父亲在原地消失了，于是他偷偷跟了上来。他隐秘手段很强，加上也是先帝巅峰修为了，隐秘跟踪自己父亲也没有被发现。这是做什么？王不凡皱紧眉头，现在看到青云宗他就想吐，实在是太憋屈了。王平勇来到宗主殿内，找到了陈长安，他满脸陪笑，喊道：“陈老哥，我来赴约了。”陈长安微笑点头，他已经想好了怎么指点王平勇了，示意王平勇坐在一旁。王平勇坐好后，迫不及待吐露苦水：“陈老哥，你今日走后，他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揪着我耳朵盘问我，我苦啊！”那一双沧桑的眼睛居然红了下来。今日过后，你将会迎来幸福生活。陈长安看着王平勇那模样，洒脱一笑：“真的？”王平勇屏住了呼吸，快速吞咽了2口唾沫。他做梦都不敢这样做啊！然后他又快速问道：“老哥不会是让我离开他吧？”“我是万万离不开他的，我只是想要他也对我好一点。”听到这话，陈长安暗暗摇头，还真是舔到极致了呀。不过没事，他已经想好了法子。不用，我的法子绝对能让你妻子对你态度变好，并且他离不开你。陈长安露出了一抹职业性假笑：“甚好，甚好，老哥快说。”王平勇呼吸都粗重了起来，像是鼻子在喷着蒸汽，一副猴急不已的模样。陈长安看了看四周，确定没有其他人在偷听，小声道：“第一步，你要让你妻子对你的印象改观。”王平勇一脸迷糊，急切问道：“怎么改观？怎么改？”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妻子对他是什么看法，有什么印象。陈长安不疾不徐问道：“你觉得你妻子以前是怎么看你？”王平勇苦笑，被陈长安问到难点了，摇头道：“我没想过她如何看我，我只是想着我怎么让她开心，让她更在乎我一些。”陈长安不知道评价王平勇了，女人遇到王平勇确实够幸福的，这真的是舔狗中的战斗机啊！在他眼里，你足够强大吗？在他眼里，你足够帅气吗？在他眼里，你能力足够吗？陈长安直接来了一个3连问。王平勇听后皱眉沉思，随后嘴角抽动了起来。他总是拿我的长相和行事风格与他师兄比，说他师兄有多帅，有多洒脱，多有魅力之类的。王平勇苦笑不迭，眼神黯淡。至于强大，他也觉得我不够他师兄强大，而能力的话，倒是没有拿他师兄比了。他师兄一心只在修炼上，而我也就刚开始创建了王家的一些产业，之后王家的生意经营都是靠我女儿经营起来。说到后面，王平勇才发现自己好像什么都不是，突然觉得自己妻子说的话也是有道理的了。我好像真的什么都不是，他感慨道。陈长安听着王平勇这话，意识到事情不简单了。老王，你被你妻子 KTV 了呀？情感上遭遇这种 KTV 其实是挺常见的，就是想不到堂堂王家家主，先帝巅峰强者也会被 KTV， 事情有些棘手了。王老弟，我大概了解完你的情况了，你当下要做的确实就是让你妻子对你的印象改观，让她重新认识你。陈长安表情认真道。王平勇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让他对你印象改观的第一个细节就是你要学会打扮自己，你要让自己看起来帅气一些，洒脱一些，尽量换一些俊美的衣服，参考我这种装扮，或者齐天明那种装扮。第二个细节就是你要展示出你的能力，可以开始和你女儿学习经营生意。第三个细节就是你要展示出自己的特殊一面，这种特殊是别人没有的。我仔细看了你的情况，你是有圣体吧？王平勇赶紧点头，我的圣体是10尊圣体，可以令身躯坚硬无比，抵抗很强的攻击。陈长安听到这话，神情一变，原本想着的话收了回去。身躯任何地方都可以变硬，可否做到只让某处身躯变硬？陈长安赶紧问出自己当下心里想的，表情越加古怪了起来。他的想法不能说出来，怕和谐掉。王平勇直接点头，这个简单啊。陈长安看王平勇时，表情都有些羡慕起来了。哪个男人不想拥有这种能力？于是他示意王平勇靠近，然后小声在他耳边说话。王平勇听后瞪大了眼眸，一脸震惊，随后快速摆手，这可能会伤了他。不可以的，他修为也强，怎会轻易受伤？你就听我的，别管他说什么，直接全力施展一番。陈长安表情有些许阴谋意味，怂恿道。他觉得
王平勇就是太在乎刘雨莹的感受了，就该行事霸道一些。王平勇一脸苦笑，但看着陈长安那坚定的模样，他也只能一咬牙，决定尝试。他得改变现状，我现在就回去试试。王平勇道。陈长安点头，静待你的好消息。王平勇重重点头，他也能感受到陈长安指点时的真诚，当下看陈长安时的目光也是真挚敬佩了起来。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往后做事要尽量霸气。陈长安并没有在王平勇身上感受到属于一个大势力家主的权威感，于是提议一声。王平勇听后依旧认真点头，牢牢记住。一番指导后，王平勇见陈长安没什么要说的了，准备离开，回去尝试一下。只是就在这时，他突然感觉到门外传来了一道熟悉的气息。大长老龙傲天带着王不凡飞落在了宗主殿前。王平勇不明自己儿子来意，问道：不凡，你来做什么？王不凡在阵法外观望了一会，最后还是决定进来一趟。此刻看到自己父亲，他没有理会自己父亲的问话，而是反问道：爹，你来做什么？我有事情要和陈老哥商议。王平勇直接当着王不凡的面喊陈长安为陈老哥，他已经完全认可了陈长安，真等他让自己妻子对他的态度变好后，陈长安就是他的人生导师。王不凡听到这3个字，只觉得脸皮抽疼。爹，你叫他老哥，那我叫他什么？对了，以后你可要叫陈老哥为伯父。王平勇知道自己儿子对陈长安有些怨恨，但他也清楚这只是自己儿子不甘心顾繁星选择陈长安导致的，而现在顾繁星都成了陈长安的女人了，他儿子再继续和陈长安斗气，会使得他和陈长安的关系变差。再者，陈长安这人挺好的，他觉得自己儿子继续下去就成坏人了。王不凡听到这话，想朝着不远处的墙壁撞去。谁要叫他伯父啊？王不凡完全不说话，就死死站在那里。陈长安这时候笑道：王老弟无需这般，我能理解不凡侄子的感受，他想怎么叫就怎么叫吧。王不凡嘴角抽搐，我想怎么叫就怎么叫，那你这会儿叫我侄子作甚？大长老听到这话，差点忍不住笑意，同时他也震惊于陈长安与王家的关系突飞猛进。王平勇居然叫陈长安为老哥了，而不久前面对他们这个凡间宗门还霸道不已的王不凡，此时此刻居然成了陈长安的侄子，这变化谁能想象得到？他们青云宗真的已经腾飞到如此骇人听闻的程度了吗？王平勇听到陈长安这话，也明白了陈长安的意思，这或许是他调节自己儿子和陈长安恩怨的最后机会。不凡，我当初是怎么叫你李姨？王平勇只能咬着牙对着王不凡严苛的呵斥一声。王不凡听到这话，他很恨自己，没错，他现在很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好奇心作祟下进来青云宗探寻自己父亲来意。他跟着过来的时候就发现父亲有些鬼鬼祟祟，一看就不是正经前来青云宗，也是因此他才好奇不已。现在被如此呵斥，他也是有些难以抉择。他很久没有见到自己父亲如此严肃认真了，此刻更是表现出了愤怒之色。要是他不按照父亲所说的去做，或许会迎来更为严重的痛骂，只是他真的开不了这个口。这时候陈长安走到了王平勇身前，拉住王平勇，一副劝解模样道：王老弟，别骂侄子了，我有一位老友曾霸气地教导自己儿子讲礼仪，儿子不听，便直接和他儿子战斗了起来，最终儿子惨败听话了，但父子关系也有影响。而你和侄子修为一样了，他也长大了，不兴责备和打骂了，这些事情只能让他自己悟，让他自己反省。这话听起来像是在劝导王平勇，但仔细回味就能觉得不对劲。而听到这话的王平勇，尤其是听到霸气2字的时候，他直接上头了，道：他再强再长大也是我的儿子，我永远是他的爹，他敢对我动手，我直接将他逐出家门，断绝父子之情。王不凡听到这话，整张脸都绿了。爹，你听听自己此时在说什么，叫伯父，不叫别怪我大义灭亲。王平勇沉声喝道。王不凡看着王平勇表情越发凶狠，最终知道自己今日就是有此一劫了，低下了头，不情不愿地喊了一声伯父。听到这话，陈长安舒服了，但他还是嘴贫道：侄子叫的这好听，还想听一声。在王平勇盯着下，王不凡只能再喊了一声。陈长安嘴角翘起：不凡啊不凡，以后咱们伯侄要好好相处哦，理应如此。你来此有事？王平勇见儿子终于听话，这时又似乎刻意要展示自己作为父亲威严霸气，说话时给人中气十足的感觉。没事。王不凡知道自己老父亲不可能向着他了，便说什么都没用了。那跟我回去，和伯父告辞。王平勇又道。王不凡只能硬着头皮朝着陈长安拱手告辞。陈长安微笑送走了这对父子，心里舒畅了。这王不凡还是得治，以后应该不敢对他说任何狠话了。王平勇和王不凡离开青云宗后，在某处天空中停了下来。王平勇依旧严肃地看着王不凡，沉声道：我告诉你，以后别再惦记顾繁星，否则我就答应城主提出的婚约。他必须要让自己儿子搞清楚现在的状况。陈长安的强大已经很明显了，并且陈长安和他们这么多人搞好了关系，他们王家不能成为陈长安的敌人。王不凡听到这话，瞬间脸色铁青，但最终他也只能咬着牙点头。还有，以后见到他都要叫他伯父。
态度给我放端正一些，免得误了你爹我的大事。王平勇觉得自己不可能一次性搞定自己妻子，之后可能还要多次咨询陈长安，自己儿子搞事情得罪了陈长安，指不定陈长安怪罪于他，乱教他什么呢？什么大事啊？王不凡眼眸微微睁大，他此行就是好奇自己父亲偷偷摸摸去找陈长安，才会遭此一劫。他需要一个答案，关乎我能否活下去的大事。你别打听，回去吧。王平勇不想说出来，脸色严肃，甩袖离开。王不凡听到此话，整张脸都紧张了起来，快速追上，急切问道：爹，你别吓我，你不会练功走火入魔了吧？怎么就活不去了？王平勇听到此话，又气又笑，想责骂两声，但看到自己儿子此刻神情居然紧张和满是关切的模样，嘴巴里的话吞咽了下去。别问那么多，往后别再与陈长安作对斗气，也别不再惦记顾繁星了，如此你爹我就能活下来。王平勇拍了拍王不凡的肩膀，认真叮嘱。王不凡皱紧眉头，快速点头。此刻他不再有任何犹豫。王平勇回到了王家，开始按照陈长安说的去做。只是一夜过去，王平勇就满脸笑容，快速往青云宗飞去。恩人啊，这是堪比救命恩人的恩人啊！他也是第一次看到自己妻子表现出如此柔弱的一面，居然在结束后还贴着他耳朵喊了一声他做梦都不敢有的话语。王平勇很快来到了青云宗宗主殿前，此刻他看到了有几个人在里面，其中有顾繁星、张烈阳和一个年轻小子，但他也不管不顾了，直接笑道：陈老哥，你太让我敬服了，我可以给你跪一个吗？陈长安看到王平勇到来，且看他那兴奋不已的模样，知道他那圣体用对地方，起了效果了。哈哈，你好意思就跪吧。大殿内，张烈阳安静站着，他原本是打算明日再前来青云宗，今早却突然接到了陈长安的传音。他离开擎天商会的时候，刻意留了陈长安一个传音印记，得知陈长安已经准备好了丹药，他便火急火燎带上自己的天才儿子来到了青云宗。他刚到青云宗宗主殿没有多久，就看到出来了王平勇匆匆来到此处，居然还说出这等奇怪的话语，让他疑惑不已。这王平勇也是与他一样，都是仙帝巅峰强者，实力在仙界也是最顶尖的那批，其圣体更是能够免疫大部分仙帝巅峰强者的攻击。如今如此人物，居然来到陈长安面前，说要给陈长安跪一个，宛如天方夜谭。跟在张烈阳一旁的年轻小伙，他身形高大，白皙的皮肤散发着阳光的光辉，他目光灼热而自信，带着一股无可阻挡的气势。修为则是刚到仙王期，而看他年纪也不过是10几20岁而已，这等天赋放眼整个仙界也是难以找出。他正是张烈阳的最小的儿子，名为张天翼。张天翼在进来这里后，目光就扫视了一方四周，当他看到自己父亲说的人居然是一个和他修为差不多的年轻男子，皱起了眉头。而看到顾繁星的带来，他惊为天人，修为更是与他父亲一般。此时又看到一个和他父亲一样修为的人到来，居然要跟陈长安下跪，他很是不可思议。这时候他对陈长安的看法才不一样了。王平勇笑道：还是算了，一跪并不能报答你的恩情。他也只是说说，原本心想着陈长安应该会客气一下，不会真让他跪，现在他也是脸皮厚，自己给自己台阶下。陈长安笑了笑，知道王平勇是一个舔狗中的战斗机后，他也能知道王平勇什么个性，脸皮肯定和城墙一样厚了。当然相处了2天下来，他也觉得王平勇这人不坏，反而挺好相处的，是我的指点很有用处。陈长安嘴角翘起问道。王平勇使劲点头，仿佛有一座山在他下巴下方，他都能砸得粉碎。陈老哥，你真的太神了。陈长安笑道：往后继续按照我说的去做，保管你能改变自己的人生。王平勇认真拱手：那肯定的。张烈阳两父子听到这里，表情惊讶。张烈阳知道陈长安指点过吴旭言和冯清扬，让他们2人有所突破，如今听到这里，他大概猜测到了怎么回事了。陈长安又指点王平勇，突破了什么？念及此，他看着陈长安，心里诞生了一个念头，他能否求指点一番？他在修炼上也有些许困惑。张天翼也在他父亲那里听说了陈长安的奇异，那时候还不信，当下有些相信了，毕竟事实摆在他眼前了。顾繁星安静看着这一幕，他前来是想再找陈长安要一点极品仙晶来扩展混空珠，当下看到这一幕，看陈长安的眼神也不一样了。这一下陈长安连王家家主也搞定了，那离他们将王家收入麾下也不远了吧？或许1、2年后就可以了。他以前就想着用几百上千年谋划仙界的布局，现在看来速度快了几百上千倍啊！好了，你先歇会，我和张兄聊完再跟你闲聊。陈长安道。王平勇笑着点头：老哥你忙，我在一旁坐会儿。陈长安这时候再次看向张烈阳和张天翼2人，在张天翼出现后，他仔细看过了张天翼，这小子天赋确实了得，悟性很强，强到什么程度呢？他能在张天翼身上感受到5种武器的气息都修炼到了1级，分别是剑意、刀意、枪意、锤意、棍意，而这小子气血才20不到，大概也就19岁多，这就很厉害了，可以说是在仙界史无前例。张兄，丹药我准备好了，这位就是令王吗？陈长安笑着问出一声。听着陈长安如此亲近的称呼，张烈阳也微笑拱手：是的，陈兄，作为交换，不知我需要给出什么条件？
他不信世间有白吃的午餐。陈长安上次说是直接赠与他丹药，他也不会拿这种话来说事。哪怕陈长安真的赠与他，他也不好意思收下。陈长安笑道：“我当下就能炼制不少这种丹药，就当个礼物送给侄子吧。”他说着，一粒丹药从他面前的虚空中闪出，随后飘落在了张天翼面前。张烈阳和张天翼两人都对丹药感知了一番，确定这丹药没有问题。张烈阳示意自己儿子先收下，张天翼点头收下丹药，然后在张烈阳的示意下，朝着陈长安拱手感激道：“感谢前辈。”陈长安微笑点头。这时候张烈阳继续道：“陈兄，我不能白白收下此丹，不如我给你7万极品仙金，当做买下这粒丹药了。”他回去后准备好了极品仙金，7万极品仙金购买一粒生尊丹确实有些不值当，但他不想欠这个人情。陈长安摇头道：“不用，你也看到我不缺极品仙金，如若你真的不想白白收下此礼，这样吧，你就留侄子在我这里几天，或者你也留几天，如何？”留几天？听到这话，张烈阳暗自皱眉，心里开始有些警惕。这是什么意思啊？顾繁星听到这里，大概知道陈长安要做什么了，这是想办法和张烈阳两父子搞好关系。陈长安确实有和张烈阳好好相处、认识认识的打算，但更多的是不想放过张天翼这个天才小子。这小子加入了他们青云宗，这天才也算是出自他们青云宗了。而他看到这张天翼身上虽有一股傲气，但张天翼并没有说出或者做出任何出格的行为，家教也是不错的。如此天才实属难得，有些天才自认天赋了得，可会养成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坏习惯。陈兄是想做什么？张烈阳苦笑，也没有继续去思索，直接打直球。陈长安笑道：“侄子天赋不错，实力了得，我们青云宗门下有几个天才弟子，修为皆比侄子差了一些，但我想让他们好好和侄子切磋交流一番。”听到这话，张天翼眼眸一亮。他在父亲的安排下和很多天才交过手，但是没有一个人让他有任何急迫感，他皆是一招制敌。他也想找一个势均力敌的人来好好比一场。张烈阳感受到了自己儿子的战意，沉吟片刻，便笑道：“那好，我们就在此处住几天。”陈长安微笑点头，随后看向顾繁星道：“繁星，给两位去安排住所。张兄，你就先让侄子吞服丹药，好好助他突破吧。”张烈阳点头，带着张天翼和顾繁星离开宗主殿。几人走后，陈长安看向了王平勇。这时候王平勇笑道：“陈老哥，我看你是有什么谋划吧？”“哦，你看出来了？”陈长安笑道：“哈哈，猜的，这张烈阳为人其实不错，陈老哥要是能和他打好交道，到时候青云宗在他们空虚城也能如鱼得水。”王平勇笑着道。陈长安笑容依旧，但这时他的神情却能明显看到严肃了很多。我的谋划并不是要在凌渊城或者空虚城中壮大青云宗，我们宗门要做的是成为仙界最顶尖、最令人向往的圣地。听到这里，王平勇整个人都愣了一下，随后笑道：“哈哈，我们王家刚创立之初，我也有如此想法，不过至今也只是混成这般，当然有梦想也不错。”陈长安摇了摇头，认真看着王平勇：“我并不是在描绘自己的宏伟壮志，而是在讲述即将带来的明天。”王平勇感受到了陈长安的严肃，道：“那陈老哥需要努力了。当下我是觉得青云宗已经超过我们王家了，但和一些更加顶尖的势力或者组织比，却还是有些距离。”陈长安见话题说到这里，便微笑看着王平勇，直接提出了他和顾繁星的意图。快速提升青云宗实力的办法挺简单，那就是招揽一些势力，直接加入青云宗。而我与王家接触下来，觉得你们王家不错，所以既然要招揽，那就先从王家开始。王老弟，如果我向你提出加入青云宗的请求，你会加入吗？陈长安这话刚落，顾繁星就出现在了大殿里面。听到这话，他神情紧张了起来。王平勇听完陈长安这话，久久没有回神。这意思是他们王家将会不复存在，往后直接成为青云宗的一员。陈老哥，你在开玩笑吧？王平勇笑着说话，心里则有些沉重了起来。对于他来说，青云宗当下已经展现出了很强的实力，也得到了他的认可，甚至得到了城主他们的认可。只是他们王家建立多年，这时候却要加入一个势力，怎么听都觉得不对劲，感觉就像是自己王家生存不下去了，只能成为另一个势力的附属一般。陈长安似乎提前知道王平勇想什么，道：“我们青云宗很快就能成为仙界最强势力，甚至称霸仙界。而若是王家提前加入我们青云宗，那你们也是青云宗的一员，届时青云宗的荣誉自然也是你们的荣誉。”王平勇盯着陈长安没有说话，仔细思量着陈长安这话。确实是如此，前提是青云宗真的能够称霸仙界，可是这几乎不可能做到。即使陈长安表现出来了神异的手段也是如此。他猜测过陈长安不是仙界之人，可能来自那方世界，只是有界域限制的存在，那方世界的人想称霸仙界也是不可能。界域限制会让任何一个神界最强者都成为仙帝巅峰修为，一个一个上打不过，成百上千个上总能碾死了吧。所以神界强者来到仙界也会低调做人，更不要谈称霸了。我们不久后会将青云宗分为一个主峰多个次峰，而你们王家若是加入进来，我们会让你们居住在一峰，而我们下一个目标则是凌渊城，
招揽到陆渊进宗门后，2封就交给他，后面则是空虚城。陈长安将自己的计划说了出来，他清楚王平勇在想什么，就是想着面子的事情。但要是他说出凌渊城城主甚至空虚城城主也会被他们招揽，那就不一样了，应该会让王平勇心里动摇些许。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陈老哥，你是来自神界吗？王平勇这时候问道，他需要一个准确的答案。陈长安笑着点头，想必你也猜到了，没错。好的，此事我得好好思索思索。陈老哥你别急，我回去家族后开一场会议，问询其他人一番，如何？王平勇仍旧是觉得此事没有那么简单，当下不能直接做出决定，这个决定包括答应和拒绝。或许青云宗真的有这个实力，他随意拒绝了就会丢失一个大机缘。陈长安笑道，不急，你回去好好考虑，考虑结束后回来找我。王平勇点头拱手，提出辞意，消失在了宗主殿内。顾繁星快速来到陈长安身前，问道，如此快提出招揽意图吗？会不会急了一些？他怕王平勇拒绝之后还会警惕他们。他见到王家每个人慢慢被他们折服后，想着再用1年2年的时间应该就将王家招揽了，没想到陈长安这时候就提出了招揽想法。陈长安道，是时候了，就看他们有没有这个眼光了。现在王家所有重要人物都已经和他搞好了关系，王心凌、王平勇、冯清扬皆是如此。至于王不凡和刘雨莹就不用考虑了，刘雨莹一个妇道人家，肯定也不好插手家族事宜，好好等会吧。陈长安看着顾繁星道。顾繁星也没办法了，只能深吸一口气，安静坐在陈长安不远处等候。王平勇离开青云宗后，回到了家族中，第一时间给家族所有高层传去消息，让他们即刻回家族一趟，开家族会议。不久后，所有王家高层都聚集在祠堂里面，冯清扬和刘雨莹2人也在。王平勇将青云宗的谋划说了出来，并且说出了自己的假设。种种迹象表明，陈长安极有可能是来自神界了。而现在青云宗要将他们王家招入宗门里面，如果他们王家答应，会将一封交给他们。冯清扬已经算是半个青云宗之人了，此刻听到这话，当先投出了自己的一票。青云宗挺不错，尤其是陈长安这人很不简单，若他有自信说要称霸仙界，我是相信的。能够随意指点他和吴旭言一同突破，如此实力当真刷新了他的认知观。他甚至怀疑陈长安不仅仅是刀心巅峰境界，而是那个虚无缥缈的境界，刀到巅峰。有冯清扬这道声音出现，一些听令冯清扬干活的王家人都纷纷赞同。王不凡自从知道自己父亲要靠陈长安才能活下来，此刻不敢投拒绝票，咬牙了好一会，他才无奈道，我赞同。他猜测自己父亲活下去的代价可能是要加入青云宗，而他怕家族其他人投反对票，最终自己父亲为了家族不受委屈，放弃生存的机会。要是王平勇此刻知道王不凡的想法，恐怕要哭笑不得。王心凌和刘雨莹2人看到王不凡这般表态，都愣了一下，他们以为王不凡会直接拒绝。王平勇也怔然了一下，随后深吸了一口气，看向了自己的女儿，道，心凌，你觉得呢？王心凌沉吟了好一会，然后道，上次拍卖会中可看出青云宗财力远远超过我们王家，而他们青云宗的人还比我们王家少，我们加入后，我们王家自然能享受青云宗资源，这对我们来说是不亏的。而和陈长安相处下来，也可以看出他这人强大且魅力不凡，当下已经和2个城主关系交好，还和擎天商会会长拥有如此恩情，前途不可限量。王心凌对陈长安很有好感，但当下是关乎家族的未来，他要客观评估。而客观评估下，答案已经很明显，加入青云宗对他们王家来说就是一件大好事。听到王心凌如此评估，王平勇也消除了心里的那一个顾忌。不过他为了谨慎一些，又问道，那要是我们加入青云宗后，会不会有什么祸事？大家好好思考思考。众人仔细思索，坏处就是青云宗往后真的要称霸仙界的话，有可能会失败，那时候他们王家可能会跟着青云宗一块快速衰败。不过真按陈长安说的能够快速称霸，到时候他们王家倒是可以想方设法分离出来，毕竟才加入没多久，然后继续自己的发展，影响应该不大。不过青云宗要是真成功称霸了仙界，一切就不一样了，他们王家会跟着起飞。经过一番讨论，王平勇最后做出了决定，他离开王家，再次回到了青云宗内。看到陈长安和顾繁星，他认真说出了自己的决定，我代表王家所有人接受陈老哥的招揽，加入青云宗。听到此话，顾繁星脸上闪过了激动之色，随后快速看向了陈长安。这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一种冲动在脑海里闪过，很想上去抱住陈长安庆贺。而陈长安此刻一脸平静，仿佛早已经拿捏死了王平勇。王老弟，欢迎你的加入，不用多久，你会发现自己这个决定有多么明智。搞定了王家，下面就是想办法将擎天商会和凌渊城城主也诱骗进宗。王平勇点头，随后在陈长安的安排下，王家今日就可以搬至他们宗门里面。至于经营的生意，也是他们王家自己继续经营。陈长安有的是极品仙金，不在乎生意。王平勇走后，顾繁星看着陈长安，此刻心里有很多话要说，但都被他理智制止住了。第一步成功了。顾繁星声音中有激动，也有感慨和感激。陈长安微笑点头，青云宗又壮大了一分。
谢谢你。顾繁星神情复杂道。陈长安温和笑道：不用再道谢，这只是我们都想要的结果而已。顾繁星看着陈长安那笑容如春阳般温和，这时他脑子里居然突然诞生了一个念头，此刻的陈长安好像有些帅。也是这念头令他神情呆滞了一下，随后他脸颊有些许微红，快速道：我还有事要忙。他快速踏入虚空，消失不见。他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自己这是怎么了？陈长安目送着顾繁星匆忙的背影微微争冲，心中泛起疑惑的涟漪，心想着这小妞这是怎么了？而且不是来要极品仙晶继续扩展混空珠的吗？这会儿还没拿极品仙晶就走了。他的疑惑如细雨般飘落。不过片刻，顾繁星回来了。此刻的顾繁星表情冷静的让他更加疑惑，宛如外出一遭便历经沧桑回来的他，面容冷艳的令人觉得奇怪。顾繁星也是离开后才记得自己是需要极品仙晶的，于是他借助灵气凝固了脸上的表情，又匆匆返回。陈长安见状轻声问道：急匆匆走什么？不要极品仙晶了？他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顾繁星，那就是关于他想要的那些丹药，仙灵期突破到仙王期的丹药，并且是对根基没有任何影响的丹药，还有仙尊期到仙帝期的丹药。顾繁星来自神界，自然知道有没有这种级别的丹药，有的话他得想办法弄来这些丹药。顾繁星冷淡的回答：没事。陈长安随后将自己先前创造出来的15万极品仙晶都给了顾繁星，随后有些期待的问道：把我手头上的所有极品仙晶都给你吧，没了继续找我。现在混空珠具体扩展到什么规模了？这混空珠是好东西，他也想时刻了解情况。顾繁星拿过了15万极品仙晶，暗地里吸了一口气，他好久没有见过这么多极品仙晶了。混空珠已达宗门规模，这15万极品仙晶应能使其扩至凌渊城大小。顾繁星大致评估了一下。陈长安点头，又问道：这混空珠最大限度可以扩展到什么程度？若无意外，可达半个仙界之广。顾繁星也没有试过，只是在神界听说过有人将混空珠扩展到如此程度，有没有更大的空间，至今也没有人说过。陈长安微笑点头，随后问出自己的问题，道：我想让我们宗门所有人的实力快速提升到仙帝期，所以有没有仙灵期快速突破到仙王期的丹药？还有仙尊期快速突破到仙帝期的丹药？且这些丹药还是不会影响修炼根基。顾繁星听后眼眸眯紧，他以前构思复仇计划的时候想过这种提升情况，可是这只能停留在想象之中，因为即使是在神界，这种丹药也是极难大量集齐。是的，这种丹药炼制手法特别刁钻，而且需要的药物很是稀罕，只有少量这种级别的丹师拥有这种炼制手法，加上材料不足，大量炼制这种丹药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有大量钱财的话，也能购买不少这种丹药，只是想通过购买极其足够的这种丹药，让无数人使用提升的方式的可能性又是为零，所以他放弃了这个构想。当下陈长安提及，他深吸了一口气，道：我这里没有。至于你这种想法，不可能成功。仙灵期到仙将期，仙将期到仙王期，仙王期到仙尊期，仙尊期到仙帝期的不伤根基的丹药都有，只是即使在神界也是少见，仙界应该也有人有，需要好好打听打听。至于这种念头，我还是劝你放弃吧，不可能成功。上次陈长安说自己是炼丹师，顾繁星听到陈长安说到这里，大概知道陈长安是想自己一个人炼制出大量的丹药了。陈长安点了点头，没有过多解释，道：行，我看着来，你去忙吧。顾繁星点头，看着陈长安一会后踏入虚空消失了。陈长安奇怪地看着顾繁星消失的地方，咋感觉这小妞看他的目光好像和一开始时不一样了呢？顾繁星走后，陈长安把自己徒弟慕容雪和大长老龙傲田叫来，两人站在下方恭敬拱手。陈长安道：上次让你们在凌渊城安排的信息组织可以用了，让他们在凌渊城中把王家也加入我们青云宗的消息散布出去，越快越好。青云宗建立不久后，陈长安知道一个势力需要在外面掌握一个信息组织，方便打听一些重要的事情和散布一些他们想要外面人们知道的事情。两人听后点头，去办了。现在宗门的绝大少部分事情他都交给了两人去办，两人办事效率都很好。忙完宗门的事情后，剩下他只有一件事了，去擎天商会一趟。刚才说的那些丹药还是得去擎天商会问问，即使擎天商会没有，他也可以让擎天商会在仙界到处打听，他可以高价回收这种丹药，每种丹药只需要1粒就可以了，他只需看过一遍便能将丹药创造出来。陈长安离开青云宗前给李雪雅传去了消息，出去逛可不能忘了带上自己这个小女友。李雪雅此刻在修炼中，可能要过一会才有空，于是陈长安多等了一会。半个时辰后，李雪雅快速从虚空中走出，来到陈长安面前。我来了。李雪雅身形轻盈优雅走出，迈着莲步来到了陈长安面前。陈长安本就比李雪雅高2个头，此刻看着美丽且有些可爱的李雪雅，他忍不住嘴角翘起，伸手揉了揉站在自己面前的李雪雅的头。你真好看。李雪雅脸颊有些许微红，随后将手挽在了陈长安手上，道：去何处玩？陈长安嘴角翘起，道：先去那座山坐会儿。李雪雅脸颊瞬间红透，但朱唇却不禁轻轻抿了抿，脑海里的画面正是上次和陈长安亲嘴的美好画面。又是要去亲嘴了。两人离开青云宗，
来到了那座一吻定情的山峰顶上。他们两人如一开始那般轻轻吻在了一起。一开始李雪雅十分青涩，什么都不懂，但在陈长安这个看过无数动作片的家伙指导下，第二次就已经有模有样了。就是越亲他就越软，整张脸已经是火烫的了。而就在两人忘乎自己的时候，突然听到了隔壁山峰响起了一道奇怪的声音。李雪雅愣了，随后赶忙捂住眼睛。陈长安也愣了，好家伙，哪位道友大白天的山峰上探索山洞啊？陈长安看到李雪雅那窘迫的模样，赶紧拉着李雪雅飞走了，来到了凌渊城一条大街上。此刻这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雪雅，我们要不要也去玩玩？陈长安的声音突然响起。李雪雅脸颊还是红的，听到这话后愣了，随后连忙摇头，弱弱道：我们还没成亲呢。陈长安表情古怪，指着前方道：我说的是那边，你看，那边有人在猜字谜。李雪雅听到这话，往陈长安所指看去，当即俏脸更红了。这！陈长安突然玩味地将脸贴近李雪雅的脸，此刻两人都能感觉到对方呼出的气，李雪雅呼出来的气是香的。雪雅，你不对劲哦，我还以为你说那是呢。意识到自己误会了，李雪雅仿佛要把头低到衣领里面去，而脖子都已经红了。陈长安也就调戏了李雪雅一下，便没有再说什么。这时候也是拉着李雪雅往那边走去。很快他来到了一间名为清心斋的楼前，门前挂着很多字谜，上面居然写着有把握猜中可以拿进去找掌柜给100万灵石，猜中了就能获得2倍灵石奖励。好难啊，这是什么字？李雪雅只是看了一眼就意识到自己脑筋还是不够灵活，几乎猜不出来。陈长安也看了几张字谜都没有头绪，于是笑着拉着李雪雅往清心斋里面走去。里面很大，有好几层楼，每一层楼中间都有空旷的广场。此刻一楼广场中聚集了不少人，地面上摆放着不少书桌，书桌前站着不少穿着文雅服装的男男女女，他们都在写着字，有琴声在四周荡漾。现场作诗。陈长安一眼看清了这些人在做什么，这是一场诗会。而他的目光很快往一处方向看去，他看到了熟人王心凌，而王心凌旁边还站着2个人，一男一女。男人穿着一袭白衣，手中拿着一把折扇，一手扇着扇子，一手放在身后，对着王心凌旁边的女子写的诗满意点头。那女子穿着一身淡青色长裙，气质书香气，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感觉，长相比之王心凌也不差。王心凌也在，李雪雅也看到了王心凌，转头看着陈长安。陈长安笑道：要过去还是换个地方玩？李雪雅想了想道：过去打一声招呼吧。话说你会作诗吗？李雪雅眼睛睁得大大的，期待地看着陈长安。在她眼里，陈长安就是个多才多艺的绝世男人，琴棋双绝，文化底蕴应该也不低。诗嘛，张口就来。陈长安嘴角翘起，上辈子读书背了太多诗词了，自己写诗不行，背诗那叫一个声情并茂。李雪雅眼眸闪过一道亮光，顿时期待感拉满，然后她直接拉着陈长安往那边走去。当他们2人靠近到一定距离，这时候王心凌也注意到了陈长安2人，他果断朝着陈长安2人挥手示意。正在桌面上仔细写着诗的一男一女，这时候也往王心凌挥手方向看去。当看到陈长安2人，一男一女都略有些惊讶。男人高大帅气，女人长相绝美优雅，此刻2人也不在意其他人的目光，牵着手行走。好一个男才女貌，只是才仙尊妻和仙灵妻，仙尊妻能和如此美丽绝伦的女子牵手，身份不低。陈伯父，你怎么来此处了？王心凌叫陈长安的时候有些难以启齿，这是他爹认真叮嘱过他的事情，往后见到陈长安就要这样叫。一男一女听到王心凌这个称呼都愣了一下。陈长安笑道：看到此处热闹，进来看看罢了。这2位是……陈长安已经看出了这一男一女不简单，修为已经是仙帝7修为，年纪应该和王心凌差不多，这天赋实力应该是某个大势力的子弟。这位是我的多年好朋友孙燕芷，她是仙界最顶尖商会聚宝堂堂长的独女。王心凌微笑给陈长安介绍那美貌女子，女子这时也温文尔雅地朝着陈长安行了一礼。原来如此，陈长安点了点头。这聚宝堂是比擎天商会还要强大的商会。念及此，陈长安突然眉头轻挑，他想要的丹药可以问问这聚宝堂堂长的千金看看有没有。擎天商会挺强，但聚宝堂比擎天商会要更强一些，几乎在所有城市都有分布，拥有他需要的丹药的概率更大一些。还有这位是胭脂的朋友，来自仙界，被评为第3强宗门的天虹宗，他是天虹宗的圣子林听涛公子。王心凌这时介绍起一旁的男子，这男子也朝着陈长安和李雪雅轻轻拱手，展现出了礼貌。仙界第3强宗门，我对贵宗早有耳闻，久仰久仰。陈长安微笑点头，也客气回应。王心凌这时给孙燕芷和林听涛介绍陈长安2人，道：这位是青云宗宗主陈长安，而这位是李雪雅，情意非凡，2位是情侣。青云宗不就是心灵你说的宗门吗？孙燕芷心中惊讶，她听过这个宗门，外面对这个宗门传得神乎其神，而不久前她听到王心凌说王家要加入青云宗，因此震惊了很久。此刻亲眼见到这青云宗的宗主，她不由得多打量了陈长安几分。阁下就是青云宗宗主？
林听涛略微惊讶，也是审视起了陈长安。这一刻觉得陈长安能和李雪雅相恋是合理的，而他跟着自己喜欢的女生前来此处是有一个任务的。他师尊知道他要来这边，命令他好好去探查一下青云宗。有传言说青云宗建立没多久就已经拥有了仙界中上游宗门的实力，并且还在飞速提升。当他得知王家也加入了青云宗后，这下青云宗将要成为仙界顶尖宗门之一，之后会不会成为他们这些最强几个宗门的竞争对手，他就不清楚了。陈长安微笑点头，林圣子若是对我们青云宗好奇，有空可以去我们宗门逛逛。好，有空我自然去做客。林听涛直接点头，他正好想要去青云宗探查一番。两位这是在作诗？陈长安和两人打了一声招呼后，准备进入正题。是的，阁下对诗词也有研究。孙燕芷温文尔雅笑道。王心凌也好奇地看着陈长安。陈长安莫不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如此男人真的存在吗？林听涛也在盯着陈长安，他听说陈长安琴艺奇艺双绝。陈长安点头，略有研究。李雪雅听到陈长安这话，捂嘴偷笑。刚才你不是说自己张口就来吗？不过他也知道陈长安这是在人前谦逊，那在他面前不谦逊，是否说明他已经把他当自己人了？想到这里，李雪雅看陈长安的眼神更温柔了一分。这样，那阁下帮我看看这首诗如何？孙燕芷笑着拿起桌面上写好的诗，展示给陈长安看。他的好朋友王心凌对诗词了解不深，平日里他都是展示给林听涛评价，只是林听涛喜欢他，林听涛每次都会把他的诗当成千古名诗来夸奖。此刻知道陈长安也懂诗，他便想看看陈长安如何评价。只是不等陈长安开口，这时林听涛就笑道：“此诗在仙界众多诗人的作品中也能排进前百。”陈长安仔细看了眼孙燕芷做的诗，诗名叫做《月夜》。月轮挂天边，银辉洒尽夜。云遮半面影，风吹丝缕飞。山河皆入梦，星汉共一辉。思绪随光转，夜深情更微。读起来还好，但也就一般吧。读过高中的人都能写出来了。孙姑娘，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陈长安看了眼林听涛，林听涛对孙燕芷的赞美有些夸张了，他觉得林听涛有舔狗的嫌疑。哎，这世界咋这么多舔狗呢？孙燕芷怔了一下，真话还是假话？一旁王心凌苦笑了起来，想起了自己第一次见陈长安的时候，陈长安对他的锤法评估可谓是毫不留情。真话呀，假话没必要说嘛。孙燕芷微微皱起了峨眉，她似乎知道了陈长安要说什么，有真话和假话，那说明这首诗本就不怎么样。林听涛此刻也是皱起了眉头，道：“阁下莫要乱说话，直接评价就行了。”他刚才确实有些过于夸奖孙燕芷的诗了，但这首诗确实挺不错的，在仙界的很多名诗中也能排在前1000左右。陈长安摸着下巴，那就真假参半吧，谁让他等会有求于孙燕芷呢？这首诗挺好的，和林圣子刚才的评价差不多，但在我看来，此诗缺少了一些灵魂。听着陈长安这话，林听涛才松了一口气，这样他的刻意夸奖就不会显得有什么不妥了。灵魂？孙燕芷疑惑地问出一声。陈长安点头道：“对仗工整，也有些意境，用词还好，但就是缺少了灵魂。而这灵魂就是我们所说的情感和寓意。”孙燕芷和林听涛两人都安静了下来。听到这里，他们已经确定陈长安对诗词的研究绝不比他们差了。一般人肯定不会研究出诗词有如此要素。那我该如何修改才能拥有灵魂？孙燕芷自认为自己已经把当初看到的那幅画境写了出来，蕴含了情感，现在看来是情感写出来不够了。陈长安淡然道：“我不会帮别人改诗，因为我也没有经历过你所经历的一切，但我可以把我的一首诗写出来给你参考参考。”甚好，那阁下写下来吧。孙燕芷一副学习姿态，将位置让开，示意陈长安上前来写。陈长安笑道：“写诗之前，我其实有个事想问问孙姑娘。”“什么事？你说。”孙燕芷直接点头。“令尊是聚宝堂堂主，听说你们聚宝堂内什么物品都有卖，我想问问可有仙灵期突破到仙帝期且不会伤到根基的丹药？”陈长安语气温和问道。孙燕芷仔细思索了片刻，道：“从仙灵期直接突破到仙帝期的丹药是没有的，但是仙灵期到仙将期的这种丹药有，而且还有2粒。仙将期到仙王期的丹药没有，仙王期到仙尊期的也是没有的。不过听说擎天商会不久前的拍卖会出现过，他其实也是聚宝堂的一个分部堂长，算是被他爹逼迫去工作，所以了解这种丹药的市场存货问题。”陈长安眼眸一亮：“第一种丹药有啊？甚好，这丹药可否卖给我？多少极品仙金都可以。”陈长安笑道。孙燕芷微笑道：“那简单，我不久后令人送来就行。至于需要多少极品仙金，若是你写出来的诗能让我眼前一亮，那我便送你了。”他不缺钱，陈长安还和他的好朋友认识，那送1粒这种丹药也没什么。好，看好了。陈长安也没有拿起笔，直接单手一挥，几行金色字体眨眼刻在了下方的纸张下。很简单的一首诗，放在地球，任何一个小学生都能背，正是李白的《静夜思》。孙燕芷和林听涛往纸面上看去，看完后，两人的表情都凝固住了。他们嘴里快速喃喃起这首诗，念叨完后，快速深吸了几口气。
这一首诗朗读起来朗朗上口，顺畅不已，用词看似随意，实则十分刁钻完美，其中的意境和情感更是透指而出，并且寓意深远。此诗竟比仙界所有被人们传唱的诗词都要好，都要绝。孙燕芷快速看向陈长安，眼中闪着光芒，道：“好诗。”林廷涛嘴角抽了抽，他学诗多年，居然和陈长安差距如此之大。要是他有陈长安这种诗才，怕是早就追上孙燕芷了。等等，燕芷啊，你别这样看他啊，我心脏受不了啊。还好，陈长安旁边有一个美人儿，虽然身份上比不过孙燕芷，但容貌美色上可比孙燕芷强上一些，所以陈长安应该不会跟他抢吧？喜欢吗？陈长安微笑问道。那必须的。孙燕芷连忙点头，此时他要裱起来，然后天天看一遍，好好学习钻研。陈长安很满意，道：“那你许诺给的丹药，稍会我命人送来，明日应该能到。”孙燕芷笑道。陈长安点头，舒服了。李雪雅此刻还在盯着纸上的诗，屏住了呼吸一会，再看向陈长安时，爱意鲜明，恨不得跳起来亲陈长安一口。这诗才太绝了，真就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啊！如此男人，西西居然被他捡到了。王心凌看着陈长安咽了咽口水，他虽然对诗词不是有很深的研究，但也能看懂些许。此刻看完陈长安写出来的这首诗，只觉得他好朋友的诗真是平庸至极啊！果真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种男人是真的存在吗？他看向了李雪雅，看到李雪雅满眼都是陈长安，有些许羡慕，就是可惜了，没有早点认识。现在陈长安有了顾繁星和李雪雅，可就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了。对了，我还有一事想请孙姑娘帮忙。陈长安不想浪费这种好机会，笑着请求一声：“阁下请说。”孙燕芷看陈长安的时候有些许尊敬，他从小酷爱诗词，甚至被他爹说不务正业，所以他才被迫成了一个分部堂肠。我想孙姑娘帮我留意一下我先前说的那些丹药，若是有，帮我留着，多少极品仙金我都可以给。陈长安不在乎极品仙金需要多少，他就能创造多少，而有了这些丹药，很快他们青云宗就能拥有大量的仙帝7强者。这就像是养成游戏一样，直接把各种东西都升级到了顶级，这种感觉真的太酷了。这个简单，那我们留个联系印记。孙燕芷拿出了自己的传音宝物，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林廷涛见此，嘴角又抽了抽。当初他可是和孙燕芷见了几百面，送了孙燕芷好多礼物，才求来了孙燕芷的联系印记啊！而且现在还是孙燕芷主动要联系印记。陈长安笑道：“自然。”和孙燕芷留好了联系印记，陈长安这时候看向了一旁的林廷涛，道：“林圣子也留一个，若来我青云宗参观，可以联系我。”林廷涛点头：“那好，我还得与我亲爱的逛街，就先行到此了。”说着，陈长安右手放在了李雪雅细嫩小蛮腰上，将她拉到了自己怀里。李雪雅被这一举动惊到，脸颊瞬间通红。王心凌和孙燕芷两女看到这一幕，咽了咽口水。这也太甜了吧！林廷涛也暗自咽了咽口水。哥们，你厉害！他见到陈长安写出那样的诗，还没觉得陈长安有多厉害，但看到这一幕，由衷觉得陈长安牛逼。他要是也有陈长安这种能够令女子快速心动、脸红的能力，恐怕早就拿下孙燕芷了。陈长安带着李雪雅走了，回到了大街上。大街上人来人往，李雪雅还在红着脸，说话如同文明一般，道：“害臊死了，你怎么在他们面前那般啊？脸皮还挺薄。”陈长安捏了捏李雪雅那水嫩脸庞，道：“我家孙燕芷联系印记时，你那眼神有够幽怨的，吃醋了？”没有。李雪雅看向其他地方，嘴巴微嘟，很是可爱。陈长安捏了捏她的樱桃小嘴，道：“这不，我直接用实际行动告诉她，我有女人了，让她别打你男人的主意。”听到这话，李雪雅心里流过了一道暖流，很是开心。这说明陈长安细致体贴地察觉到了她的情绪，并且很在乎她的想法。不对，你怎么成了我的男人了？明明我们还没做那种事情。李雪雅这时候才意识到这一点，刚消退了红色的脸颊又红了。陈长安贴着李雪雅耳朵，忍不住调戏这个小美人儿，在她小耳前呼着热气，道：“那要不今晚我就当你男人。”李雪雅只觉得脑子一昏，整个人差点飘了起来。听完陈长安说的话，手脚慌乱了起来。这……陈长安第一次见到李雪雅这般模样，也不再调戏她了，小声道：“跟你开玩笑呢。”李雪雅闻言松了一口气，然而很快她心里又觉得有些许可惜，而这可惜情绪出现的那一刻，她自己都惊了。陈长安带着李雪雅往擎天商会走去，只是让聚宝堂帮忙寻找丹药还是不够快，尽量也让擎天商会一起，两个商会同时寻找，相信不久后就能寻找出从仙降期突破到仙王期的丹药。有了这粒丹药，他就能大肆创造出能让宗门弟子长老们快速从仙灵期突破到仙尊期的丹药，一举让宗门实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很快，两人来到了擎天商会里面，见到了吴旭言。吴旭言突破之后，变成了青云宗的客卿，也拿到了想要的神级功法和神级刀法。修炼了一下，他才发现自己的天赋还是欠缺了一些，修炼起来速度很慢。陈老哥，有什么事吗？吴旭言笑着迎上。陈长安将来意说明，让吴旭言帮忙寻找丹药。
吴旭言听后直接打包票道：“放心，我一定让人在整个仙界寻找。”陈长安拍了拍吴旭言的肩膀，随后开始露出了职业性的假笑。当下王家已经成了他们青云宗的人，下一步他的目标就是擎天商会和城主府了。有听说王家加入我们青云宗这事吗？陈长安微笑问道。吴旭言点头，现在这事已经传遍了整个凌渊城，有了王家的加入，青云宗已经能够跻身进入仙界顶尖宗门的行列，再发展10多年时间，恐怕能够成为仙界最顶尖的那几个宗门。我们青云宗已经将宗门分成了10个峰，王家到了我们青云宗后，拥有自主的运转权，他们自己积累的财富也不用上交青云宗，很是自由。现在我们青云宗还有9个峰。陈长安意味深长地看着吴旭言，他此行前来不仅仅是想要让吴旭言帮他寻找丹药，更想向吴旭言抛出橄榄枝。吴旭言已然是他们宗门的客卿，但擎天商会却和他们青云宗没有关系。现在他希望擎天商会直接加入他们青云宗，他觉得前面已经铺垫够了，可以尝试招揽了。毕竟当下也有了王家的带头作用。吴旭言安静了下来，他得知王家加入了青云宗后，就想过可能会有这一幕的出现。陈长安此刻明显是在给他们擎天商会抛出橄榄枝。陈长安见吴旭言没有说话，继续道：“我们青云宗的目标很简单，那就是成为仙界最强势力，甚至是掌控整个仙界。而那时，已经加入我们青云宗的王家也将会跟着腾飞。吴老弟，你觉得老哥我的手段能否快速将青云宗发展到如此高度？”他仍旧没有直接明面上抛出橄榄枝，而是继续堪比明示的暗示。吴旭言看了看陈长安，结合陈长安的神意和顾繁星的不简单，他早已猜测到陈长安和顾繁星是来自神界的强者了。但仙界特殊，神界强者来了也没有多大作用，顶多就是知识光一些，认知强一些，拥有一些特殊的手段罢了。想要凭此直接掌控整个仙界，难啊。不过若是真的慢慢招揽一些强大的势力，青云宗短时间内是能够成为仙界最强宗门的。老哥的手段不凡，肯定能快速让青云宗成为仙界最强宗门的。吴旭言笑着回道。陈长安又拍了拍吴旭言的肩膀，道：“吴老弟，我说的已经很明显了，剩下的就看你自己了。我承诺你们擎天商会有王家一样的待遇，我们青云宗不拿你们擎天商会任何的资源，你们只是名义上的加入罢了。而我只是看你不错，才会给你这个机缘。如果你考虑好了，就来找我，我会给你们擎天商会第2峰。好了，老哥还有事情要忙，先走了。”他清楚这种事情不是吴旭言一个人能够快速做出决定的，所以给吴旭言好好思考和找人开会的机会。吴旭言点头，送走了陈长安2人。随后他快速把擎天商会的所有高层聚集起来。陈长安和李雪雅再次回到了大街上。这吴旭言会同意吗？李雪雅好奇地问道。陈长安笑道：“看他会不会把握机会了，我已经展示足了能力，他要是想个人前途和势力前途更加光明，9成的概率是会的。”陈长安了解过聚宝堂的情况后，便知道擎天商会想要发展超过聚宝堂几乎不可能了，除非擎天商会身后有一个恐怖的存在替他们撑腰。要知道聚宝堂可是仙界最强的第2、第3宗门联手开创，有2个大宗撑腰，聚宝堂才能成为仙界最强商会。那我们静待佳音吧。李雪雅见陈长安自信在握的样子，也跟着开心了起来。他把师尊当成了在世父母，师尊想要的就是这个结果，那他自然也想要这个结果。陈长安点头道：“还要逛吗？还是回去？回去吧。”李雪雅觉得今天已经过得很开心了，得继续回去修炼了。他要圣体没圣体，天赋也比不过2师兄、3师兄，学识也比不上大师兄，当下也只有努力修炼才不会落后太多。尤其是看到陈长安如此强大，他不努力的话，差距会越来越大。他可不想某天听到别人说他配不上陈长安，他会很伤心。陈长安点头，他这段时间发现李雪雅特别卖力修炼，每次他去找李雪雅的时候，李雪雅都在修炼。只是就在陈长安想要踏入虚空离开的时候，突然发现天空之上有人战斗。不对，这不叫战斗，这是纯纯的虐待。只见一个年轻公子哥正全力揍着一个女子，每一招都往女子脸上呼去。此刻这女子已经在这公子哥的狂揍下不成人样。最后这公子哥停了下来，只见他单手捏住这女子的脖子，骂畜生一般骂道：“你这贱女人，我让你陪谁就陪谁，下次再敢忤逆我，我杀了你！”看到这一幕，陈长安皱起了眉头，但他没有出手阻止，而是第一时间去听四周路人的讨论。此刻街上很多人都停下步伐，讨论着天空之上的2人。他们都知道这2人是谁，所以并没有一个人敢出手去帮忙或者阻止。那公子哥正是凌渊城中比王家略差一筹的李家的少主，而那女子则是李家少主的妻子，人家2夫妻在闹，其他人自然不好做什么。陈长安知道这情况后，也摇了摇头，没必要圣母。但就在这时，他快速往身旁的李雪雅看去，只见此刻的李雪雅和先前不一样了，身上突然涌现出了一股杀意。在陈长安的视野里，李雪雅双眸居然变成了红色，其内像是在闪着一道红色的火焰。而且李雪雅原本只是仙灵期修为，还没到仙将期修为，此刻她的气息居然快速攀升，眨眼来到了仙将期修为。陈长安可以看出这修为是假的，不久后可能会降回原来的位置，但这也神奇不已。
这是怎么回事？陈长安看着李雪雅蠢蠢欲动要飞上天空，便喊道：雪雅！只是李雪雅并没有理会他，在他再三叫喊下，李雪雅才看了他一眼，随后顷刻间李雪雅的瞳孔变回了正常模样，她那身上的气息也眨眼间降至了原来的境界。这时天空上的夫妻也走了。怎么了？李雪雅眨了眨眼问道，一副很疑惑的样子盯着陈长安，这让陈长安都怀疑是否是自己看错了。陈长安皱起眉头道：我们回宗。他肯定没看错，顾繁星或许知道些什么。陈长安将李雪雅带回了宗门，先安置好了李雪雅，让她好好休息或者修炼后，回到了宗主殿，拿出传音宝物，传音让顾繁星来宗主殿一趟。不到半炷香时间，顾繁星满头雾水地出现在宗主殿中，看着陈长安问道：什么紧急事情？陈长安第一次跟他传音说有事找他，他当时在忙，便说等会就去。没想到陈长安又传音说有紧急事情要找他，让他撇开手头上所有事情，赶紧来宗主殿一趟。陈长安盯着顾繁星问道：雪雅怎么回事？我看到了奇怪的一幕。顾繁星听到这话安静了下来，过了一会，他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坐在了一旁的椅子上，道：什么奇怪的一幕？陈长安沉声道：我看到雪雅整个人都变了，修为突然暴增，双眼猩红，好像换了一个人一般。他看出顾繁星应该知道些什么。也对，顾繁星几乎算是看着李雪雅长大的，李雪雅有什么奇怪的地方，顾繁星自然是知道的。听到这里，顾繁星叹了一口气，然后严肃地看着陈长安，此事别跟雪雅说。没想到这么快就突破了我的封印，看来我又得忙碌一段时间了。果然知道些什么，只是为什么不能跟雪雅说？还有什么封印？顾繁星看着急需答案的陈长安，叹气道：我这徒弟没有那么简单，你会发现我收的徒弟要么圣体加身，要么天赋异禀，要么学识不低。即使是齐天明这小子，他也是拥有奇特的地方。而雪雅看起来却比较普通，但这只是假象，相反的，雪雅才是我的徒弟中最特殊的存在。他没有圣体，也没有多强的天赋，但他身体内拥有魔心，我封印了他的魔心，所以正常人才看不出他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魔心？陈长安越听越不懂了，这是啥？他确实没在李雪雅身上看到什么，这应该是顾繁星的封印手法有些特殊。你不会不知道魔心是什么吧？顾繁星看到陈长安脸上有一抹疑惑之色，轮到他疑惑了。陈长安也是神界强者，不可能不知道魔心。神界10大强者中，其中一人就是拥有魔心，这人正是10人中第2强之人，一生所杀的人难以数清。每次修炼后出门杀人必定是生灵涂炭，而拥有魔心之人杀人就能激发天赋和实力，提升速度恐怖至极，杀的人越多提升越快。陈长安这时候也没隐藏什么自己的疑惑，直接道：你仔细说说。顾繁星皱起峨眉，这家伙是真的不懂还是装不懂？他只能把自己对魔心的了解统统说了出来。陈长安听后神情变了，这么厉害，杀人就变强，杀人后天赋拉满，修炼什么都能快速提升。你什么时候发现雪雅拥有魔心？陈长安盯着顾繁星有些意外地问道。顾繁星给他的印象是为了报仇可以舍去一切。按理来说，知道李雪雅拥有魔心，顾繁星不是应该会利用李雪雅，让李雪雅快速突破上去，成为他的复仇帮手吗？我见到他的时候就知道了，不然你以为他年纪那么小，怎么可能手刃几个筑基期成年男子？顾繁星道。陈长安惊了，当初从齐天明那里听到李雪雅大街上杀了几个成年男人的时候，他还想着这几个人可能只是普通男人，没有修为，而李雪雅有偷袭的成分在，之后殊死拼搏下才杀死了那些人。他开始偷袭杀了一人之后，身上气息突然暂时飙升，直练气7巅峰，然后全靠意志杀人，杀一个修为暂时提升一段。至今我都没有忘记他那副面孔，那不是他。顾繁星摇了摇头，被魔心掌控的李雪雅成了一个恶魔一般，杀人时满脸兴奋，欲望透体而出。而他之所以没有利用李雪雅来助力复仇，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不可能和那个拥有魔心的仇人一般去屠戮生灵。他们当初组建团体去尝试颠覆那10人对神界的统治，就是因为他们心怀正义，不愿再看到生灵成为那10人圈养的畜生，想杀就杀，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陈长安沉吟片刻道：他是见到了一个男人对其妻子实施暴行，才有了变化。顾繁星苦笑道：雪雅最恨欺负女人的男人，她母亲的死造就的。她已经恢复正常了吗？人在何处？陈长安道：已恢复正常，我带她回来了。顾繁星点头，踏入虚空道：我先去给她加上简单的封印，等会再聊。陈长安也没有在此处待着，跟着过去，只是当他们到达李雪雅住处的时候，并没有看到李雪雅。好吧，去杀人了。顾繁星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陈长安皱眉道：怎么回事？不是恢复正常后就好了吗？顾繁星摇头道：没事，等会吧。那种男人也是该死。顾繁星刚说完不久，李雪雅的身形从虚空中走出，而此刻的李雪雅并没有变化，步履轻盈，优雅自得。师尊，你们怎么来了？李雪雅微笑问道。陈长安盯着李雪雅身上的修为气息，
这是突破到仙将期了。而这修为并不是暂时提升的，而是稳固的修为。顾繁星看到李雪雅这修为，知道李雪雅已经去把那人杀了。雪雅，你过来一下。顾繁星示意李雪雅靠近，等李雪雅靠近后，他猛地散出一股强大的气息，只是仙将期修为的李雪雅眨眼间昏迷了过去，被顾繁星轻盈接下。你出去一会，封印时我们都需要散去所有衣物。顾繁星看向陈长安，提醒道。陈长安咽了咽口气，这封印条件这么奇怪啊。陈长安回到了宗主殿，仔细思索李雪雅的问题。他离开李雪雅也没多久，半炷香时间不到。这是他离开之后，他就杀去李家了，并且还是这么短时间回来。回来的时候还是正常模样，这好像跟顾繁星说的有些不一样。而且李雪雅并没有乱杀人，杀坏人能提升，那为什么要克制？顾繁星很快回来了，暂时封印了一些，之后我需要找些东西稳固封印，下次你再看到有男人欺负女人，赶紧带他远离。顾繁星提醒道。陈长安看着顾繁星，认真道：我觉得不需要封印。顾繁星皱起眉头道：你说什么？雪雅魔心发挥作用后是会换了一个人，但会乱杀无辜吗？陈长安问道。顾繁星看着陈长安，确定陈长安是真的不清楚什么是魔心了。那陈长安还是神界的人吗？我懂你的意思，你是想让雪雅杀坏人来提升实力是吧？顾繁星凝视着陈长安问道。陈长安点头。那你思考一下，若是能杀人就变强，一开始是杀坏人，但一段时间没有找到坏人，人会不会克制住欲望，变成穷凶极恶乱杀人？顾繁星又是问道。陈长安盯着顾繁星道：你觉得雪雅是这种人吗？顾繁星冷笑道：我见过泰国人经受不住诱惑了，我不想看到自己的徒弟变成那般模样，更不想到时候由我来杀死他。陈长安理解顾繁星的顾虑，但他也有自己的看法。顾繁星这是自以为对李雪雅好，其实他能发现李雪雅最近修炼上有些急了，或者说不是最近，而是一直都是如此。因为他发现自己天赋不够其他师兄师弟甚至师妹好，所以想要用更多时间去修炼来弥补这些差距。但这种情况最容易修炼至走火入魔。苏乖乖的父亲就是这样死的。而走火入魔并不是一种病，是天道使然。修炼走火入魔之后，一驱动修为就会被天道反噬，身上燃烧起难以熄灭的火焰，可以说是必死无疑。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反正以我们的实力，制止他不难。陈长安盯着顾繁星，将自己的想法说出。顾繁星盯着陈长安，此刻开始怀疑陈长安对李雪雅是否真的喜欢了，居然让李雪雅如此冒险。陈长安似乎知道顾繁星想什么，道：我觉得你和一些父母一样，担心他变坏，所以提前遏制他的发展。其实所有事情都有两面性，有些属于他的难关，就只有他自己去闯；有些东西遏制一时，遏制不了一辈子，该出现时还是会出现，这是你不可否认的。顾繁星听完这话，安静了很久。见顾繁星被自己说动了，陈长安继续道：你的神识印记可以监控到一个人的实时画面，我们就在他身上弄一个可以监控他一举一动的神识印记便行了，发生什么事情第一时间赶到，只要能够及时止损，一切都好说。实在不行，到时候再封印。反正现在看来，李雪雅杀的人确实是该死的，并且杀完后第一时间恢复正常回来。顾繁星审视着陈长安，没想到上次用在自己徒弟身上的神识印记被发现了。你决定要冒这种险？要知道，那是喜欢你的女人。陈长安坦然道：就是因为如此，我才觉得不能遏制他。顾繁星仍旧不能做出决定，道：我好好考虑一下。陈长安道：这样吧，出了什么事情，我来负责。顾繁星拳头捏紧，心里纠结了很久。他其实也觉得陈长安一句话很有道理，那就是封印得了一时，封印得了一辈子嘛。他一开始封印那魔星是10年一次，之后变成了5年，现在1年就已经自主解开了封印。好吧，你想怎么做？顾繁星盯死陈长安，陈长安比他强，比他有更多的特殊手段，希望陈长安真的可以保护好他的徒弟。陈长安道：你先去解开他的封印，我单独跟他聊聊。顾繁星深吸了一口气，慢慢的颔首离开了宗主殿。不久后，他回到了宗主殿，道：已经解开，你去吧。陈长安点头，重新回到了李雪雅的闺房中。长安，怎么了？李雪雅此刻模样正常，盘坐在床上修炼着，好像先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陈长安微笑着脱去鞋子，坐在床上。李雪雅脸颊眨眼间红润，以为陈长安要做那种事情，不过很快他就看到陈长安只是盘坐在他对面，什么都没做。陈长安笑道：雪雅，我跟你聊一件事。什么事？李雪雅好奇问。他能看到陈长安此刻神情很认真。你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吗？我听你师尊说，你身上拥有一颗魔星，杀人的时候，魔星就会让你整个人发生变化，那时候的你不再是你，而当你杀人，修为就能急速提升。陈长安看着李雪雅，并没有用那种很严肃的语气来说话，就像是在聊一件家常事一般。他想要李雪雅再轻松下来测试李雪雅的情况。李雪雅听到这话，安静了下来，没有说话。然后过了一会，她整个人似乎在做什么思想斗争。陈长安看到这一幕，意识到不对劲。你退下，我来跟他聊聊。
李雪雅突然表情一变，表情邪魅了起来，黑色的瞳孔处闪耀着一道红芒，她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陈长安，你想做什么？李雪雅盯着陈长安，脸色有些许不悦。陈长安看到这一幕，暗自心惊，多重人格？你是谁？陈长安眯着眼眸问道。我能是谁？我是李雪雅，不过我可不像他那样喜欢你，你是很强，但对我来说，我迟早能比你更强。李雪雅轻佻地说道。这一刻的她十分自信。陈长安嘴角抽了抽，好吧，跟他想的一样，魔心没有作祟的时候就是李雪雅的本格，魔心作祟下就是另一个李雪雅了。我和你师尊商量了，决定不再封印你，将你彻底释放出来，但你需要回答我2个问题，否则我会驳回放你出来一事。陈长安死死盯着眼前这个李雪雅，神情有些冰冷，威胁道。眼前的人不是他认识的李雪雅。李雪雅眼中一亮，似乎没有意识到还有这种好事，笑道，你问，这是好事啊，那封印确实让他难受不已，他努力了很久才冲破一次。第一个问题，你是一直都能和雪雅交流？我看你轻易就能将雪雅控制。陈长安沉声问道。他早就知晓我的存在，我也跟他说了我的情况，只是这小妞就是不开悟，让他帮我解开封印就是不听，我蛊惑他能快速提升修为都没用，知道封印是师尊设下的就不去解开。李雪雅无语说道。行，下一个问题是，拥有魔心的人都会如此，都有2种人格？陈长安问道。人格？那是什么？我应该算是他的妹妹。李雪雅表情疑惑，不懂陈长安说的人格是什么。就是其他拥有魔心的人是否也和你们一样，一具身体分为姐姐与妹妹？陈长安解释道。应该是吧，我不清楚，但我很确定我能控制魔心，其他人就难说了。当初我也是极难控制，也多亏了师尊的封印，让我有此收获。说到这里，李雪雅嘴角露出了一抹邪魅的笑容，给人一生邪气冲天的感觉。这时候的李雪雅拥有另一种特殊的美。陈长安神情微变，沉吟片刻才严肃道，好，我问完了，我们决定释放你，不再封印，但你得答应我们2个条件。你说。李雪雅表情也冰冷了下来，她得看看是什么条件。第一，你平日里不能乱出来，让你姐姐掌控身体使用权，但当遇到坏人的时候，也就是遇到该杀的人的时候，你就可以出来将人杀死。这个好说，他被封印了这么多年，也习惯了这种状态，只要能让他杀人，让他提升就行。第二，不能乱杀无辜，只能杀该死之人，比如今日那人。陈长安态度坚决，还补充道，若你敢乱杀无辜，我不介意想尽一切办法将你杀死。哼，杀死我？那你也得把我姐姐杀死，你舍得？李雪雅冷笑盯着陈长安。陈长安笑道，你觉得以我的手段杀死你会伤到你姐姐吗？说罢，陈长安猛地散出了恐怖的气息，眨眼间他身后冒出了无数由道法组成的各种武器虚影。这一刻，整个居所都震动了起来，大道之音滚滚袭来。李雪雅瞪大了眼眸，闪着红芒的瞳孔在震动。我可以很认真告诉你，我当下就有灭了你的能力，但对我来说，你也算是雪雅的妹妹，这才给你活命机会。陈长安表情清冷，犹如杀神降临。李雪雅心脏剧颤，不自觉躲避陈长安的目光。这一刻，她清楚自己心里有多慌张。这陈长安究竟怎么回事？怎会强大到如此恐怖的程度？如此多武器，修炼到了道法巅峰，这还是人吗？我听你的。李雪雅最终忍着压力开口，她也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说出这种妥协的话。说完，她不敢继续触陈长安眉头，快速闭上了眼睛。下一刻，真正的李雪雅夺回了身体的使用权。李雪雅此刻眼神清澈了回来，但表情仍旧是震惊。长安，你这是？李雪雅捂着嘴巴，神情骇然，格外震撼。陈长安收回身后武器虚影，顿时变回了原样，道：雪雅，刚才我和你妹妹聊过了。妹妹？李雪雅刚才确实恍惚了一下，也是这恍惚后，她睁开眼就看到了陈长安展示出了离谱的画面。此刻听到陈长安这话，她神情略有些黯淡，小声道：他出来了。陈长安点了点头。你什么时候开始和他有沟通？李雪雅思索片刻，决定不隐瞒了，道：10岁的时候就有了，他一直在我心里说话，我做一些事情他也会有所评判，一直教我做事，不过我不听他的。我以为他出不来，没想到会还是出来。陈长安微笑点头，确定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后，剩下就好好观察李雪雅之后的情况了。要是这一切正常发展下去，那他这个小女友就不一样了。此刻演武场附近围着很多人，其中他的徒弟慕容雪和顾繁星的几个徒弟都在。这张天意确实不错，5种武器切换的十分顺畅，如此才能和武动抗衡。不过这种平衡很快会打破。陈长安只是看了演场上的情况，便已经料定武动会赢。你奈何不了我，难不成你自杀？李雪自笑声有些魔性，满是不屑。陈长安不知道顾繁星说谁，只是随意点头，大概应该可能是吧。王家已经开始搬入宗门了，吴老弟可以去找王老弟聊聊，之后你择日把势力搬入宗门，当然晴天商会的门面不用动。陈长安微笑道，一想到是因为自己这个小女友之后会有很高的成就，他心里一阵舒爽。不过很快顾繁星突然皱眉道，
如此说来，神界那家伙是否也是这般？场上正有2个人在战斗，那嗨嗨，有点刺。就在他心情不错之时，吴旭言来了。对了，忘了张烈阳两父子了。陈长安在大长老离开后，感知了一番宗门的情况，随后踏入虚空中，出现在宗门演武场上。他不懂李雪雅的另一重人格为什么可以控制魔星，当然，他现在也没有完全相信李雪雅那第2重人格说的话。李雪雅要是滥杀无辜，他也只能配合顾繁星对这第2重人格封印了。2个灵魂，怎么回事？顾繁星很是意外，不明白什么意思。他叫李雪字。李雪雅回道。张烈阳眉头微扬，笑道：“陈兄谦虚了，他已经和我打了1个时辰，足够优秀了。”吴旭言深吸了一口气，郑重地朝着陈长安拱手：“陈老哥，往后老弟的命运和擎天商会的命运就交给你了。”嘿，你果然怕长安。听好了，以后没有我的允许，别再乱用我的身体。李雪雅神情冷漠道：“擎天商会也被他们招揽入宗门了，咋感觉张烈阳有些洋洋得意呢？而且你还没看懂场上的战况吧？已经做好决定了吗？”陈长安笑着迎接：“吴老弟，想好没有？我按照他说的来做，其他的我可不管。”李雪自叛逆道。大长老带着吴旭言飞落到了宗主殿前。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话说以后做着某些事情的时候，这灵魂会不会换来换去，提升修为？他真能帮我提升修为？李雪雅刚说到这里，突然发现自己的修为莫名提升了很多。陈长安回到了宗主殿，此刻顾繁星还在坐着等待。张烈阳神情一滞，随后笑容逐渐变味，道：“陈兄觉得我儿会输？”陈长安一走，李雪雅就皱起了眉头，只因他脑海里冒出了李雪字的声音。如何？看到陈长安出现，顾繁星急切问道。哈哈，甚好，放心，老哥自然会带领你和商会发展的更强。我们商会往后的目标不是在仙界，而是在神界。陈长安对画饼技术很清楚，打工的时候老板天天给他画饼，难道是和他有关？他叫什么名字？陈长安突然问道。正是张天翼和武动，因为武动也是超级天才，这小子终于遇到了难解难分的对手，现在也应该打了不久了。这小子又有了新的领悟，枪心境界又要提升一些了，不用多久就要赢下张天翼。顾繁星沉吟道：“我去偷偷给雪雅烙下神识印记，若是有什么特殊情况，我第一时间通知你。谁让你占据我的身体的？你下次还敢轻易使用我的身体，我就对你不客气了。”李雪雅冷声道。她没想到自己的身体被用过，不出半个时辰，令郎就要输。陈长安直接泼冷水道。陈长安将李雪雅的情况细致和顾繁星说了一遍。张烈阳笑着道：“陈兄宗门天才果真多呀，特别是这位枪心境界的小辈，这天赋放在仙界也是最顶尖的了。”如此甚好。顾繁星理了理眼下的情况，确定这约定很好。一旁的大长老听到这话，连续咽了2次唾沫，看着陈长安的目光越加尊崇了起来。怎么说呢？其实有2个灵魂共用着雪雅的身体。陈长安用通俗易懂的词语来形容李雪雅的情况。吴旭言微笑点头，听到这话，心里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决定。陈长安听到这话，表情有些玩味。顾繁星双眸微瞪，震惊道：“那模型可以由另一个灵魂控制？那雪雅的灵魂只要不参与杀人，岂不是就不会被欲望控制？杀坏人就能变强，实力应该很快就能到达至高境界，养成系女友，不错不错。”陈长安微笑颔首道：“理应如此，我和他约定好了，他负责去杀人，要是乱杀无辜，我自然不会放过他。”陈兄，张烈阳嘴角翘着，他似乎很开心。我看你挺怕长安，哼，我让他弄你。李雪雅哼哼道。陈长安微笑道：“往后你就和他好好相处吧，我已经和他谈好了，往后他不会轻易出来，他反而还有帮你提升修为的作用。”看着陈长安，顾繁星对陈长安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加认可一分，觉得陈长安真心厉害。你，李雪字瞬间破防了。张天翼压制修为，跟武动一个境界，2人战斗起来，明明有枪心境界的武动，此刻却和张天翼打得难分难解，并且给人一种再打下去张天翼会赢的结果。陈长安点头，目送顾繁星离开了宗主殿，随后他摸着下巴仔细思量。吴旭言点头之后离开了。陈长安看向大长老，吩咐大长老对外宣传此事。现在擎天商会也加入了他们青云宗，下面就想方设法也把城主招入麾下了。陈长安笑道：“这小子天赋还好吧，还有待提升。”就在陈长安想到这里时，张烈阳发现了他的到来，闪身出现在他身旁。好歹张烈阳也是一个棍修强者，棍和枪这种武器是最为相似的。陈长安点头，又关切问询了一番李雪雅身体问题后，他先行离开去找顾繁星了。姐，你运气挺好，找到了这么一个男人，确实有些能耐。明眼人都能看到他儿子招数百变，而武动则是来来去去几道攻击，就连那一道强大的诸天枪法也被他儿子挡下了。再继续下去，他儿子必赢才对。哦，不用半个时辰了，10息内就够了。陈长安突然看到了武动身体的变化，笑着说道。